华夏京城市一间出租屋中，叮铃铃，睡眼惺忪的年轻人从枕头下摸出手机，迷迷糊糊按下接通键。喂，陆胜，今天天命头盔正式开售，别忘了去抢。开售？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陆胜愣了一下，下意识看向床头的日历。2123年5月15日，我竟然重生了。什么重生？你不会还没睡醒吧？女生扑哧一笑，以为陆胜还在说梦话，又催促道：别忘了去抢头盔。我不跟你说了，明天游戏见。好。陆胜挂断电话，坐在床上愣了好久，最终确定了一个信息，自己是真的重生了，而且重生到了天命游戏开售的当天。这款游戏一经公布，迅速火爆全球，许多玩家都被其深深吸引，甚至有玩家将其称为第二世界。但陆胜知道，天命并不是看起来这么简单，而是人类与未来危机抗衡的唯一机遇。游戏公测1年后，游戏世界就会与现实融合，为祸苍生的万族也会降临在现实世界。前世的画面不断在脑海中闪现，虽然那时玩家也保留了能力，但也失去了最为珍贵的复活机会。一旦死亡，就是真正的消亡。而在面临死亡危机，人族却没有退缩，反而寒不畏死。无数人族强者前赴后继，但终究是湮灭在了强大的万族面前。死亡、阴霾、恐惧，黑暗笼罩整个蓝星。死！回想着那些悲惨的画面，陆胜深吸一口气，而后眼神愈发坚定。前世人类输在了起步，如今我却带着记忆重生了，这是一次弥补的机会，而我是人类最后的希望。随后陆胜看了眼时间，距离头盔发售还有半个小时。陆胜赶往现场，看着被装裱起来用来观赏的头盔。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天命给予人类的一份大礼。这个头盔的拥有者可以在开局获得一个特殊宝箱，而宝箱里蕴含的是足足100亿金币。陆胜眼神放光，死死盯着橱窗里的头盔。100亿金币足够让他赢在起跑线上。很快，现场的头盔售罄，陆胜则是瞅准机会，对工作人员提出了购买展览品的要求，付出了将近10倍于发售价格的钱财。陆胜在众人看傻子一样的目光中，喜滋滋回了家。回到家中，陆胜迫不及待戴上了头盔，眼前一阵恍惚，陆胜感觉自己好像被塞进了一条管道。待到眼前豁然开朗，陆胜发现自己已经出现在一处恢宏的宫殿当中。欢迎来到天命神殿，检测到您拥有0001号头盔，获得特殊奖励1份，奖励已发放，是否开启？果然，陆胜看着悬浮在眼前的豪华宝箱，选择开启。一道清脆的击扩声响起，宝箱开启，金光闪过，陆胜耳边顿时响起花花钱币入袋的声音。开启成功，恭喜获得100亿金币。陆胜看着背包中不断更迭的数字，心情激动，1万、10万、100万，直到最后足足100亿金币。有这些金币，我已经达到了无数玩家奢望的高度。就算在新手村，也有不少需要花钱的道具，这一大笔钱完全可以作为陆胜的启动资金，完全胜利在了起跑线。游戏即将开启，是否创建角色？机械音再次响起。陆胜毫不犹豫，创建。请为您的游戏角色命名。君临。陆胜选择了前世的游戏名。机械音只停顿了一下，再次响起。游戏角色创建成功，请选择职业。声音落下，几道光团出现在陆胜面前。这些光团中皆包裹着精致的雕像，代表每一个职业。有身穿盔甲、手持大剑的战士，也有配备长枪、身骑白马的骑士，还有2柄短柄，隐匿于黑暗的刺客。而陆胜却没有丝毫犹豫，朗声道：我选择法师。前世在与万族的战斗中，陆胜曾见过一位人族的至强法师，禁咒一出，天昏地暗，无数万族湮灭在强大的魔法波动中，好不畅快。况且前世陆胜所选择的职业同样为法师。随着那枚光团没入陆胜的身体，几道机械音在陆胜耳边响起。职业选择成功。天赋抽取中 B 级天赋冷却缩减绑定，是否进入天命大陆？冷却缩减。陆胜打开天赋介绍，冷却缩减 B 级，技能冷却时间缩减 10%。居然是我前世的天赋。陆胜一愣，这天赋对他来说可谓是太熟悉了。前世借着这个天赋，陆胜的法师也是玩得风生水起。不过这个天赋不足以让我未来对抗万族。没有犹豫，陆胜开口，重新抽取天赋。声音落下，机械音明显停滞，半晌后再次响起。是否重新抽取天赋？注：每次重新抽取需耗费1万金币。果断选择是。如今陆胜拥有100亿金币，这点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至于重新抽取这个选项，也是陆胜前世在论坛得知的。
不过那时的玩家可没有这么多金币，面对上万的耗费，只能草草了之。很快，一道金光亮起，天赋抽取中 C 级天赋吟唱缩减绑定，重新抽取。天赋抽取中 B 级天赋战场指挥绑定，重新抽取。不知道耗费了多少金币。这次陆胜眼前再次出现了金光，不过这次金光冲天起，整个神殿都被镀上了一层金边。SSS 级天赋无限火力绑定， SSS 级天赋。陆胜呼吸顿止，脸上露出微笑。终于，心神一动，天赋介绍出现在面前。无限火力为1，等级 SSS， 效果技能冷却减免 100%。 众所周知，法师技能威力强大，但缺点也很明显，技能冷却时间长，通常释放一个技能后会有很长时间的空档期，也是最容易被怪物趁虚而入的时间。尤其是到了后期，一发禁咒的冷却时间足足有数个小时，冷却缩减 100%。 也就是说，如果我有充足的蓝量，就能无限释放禁咒。如此一来，我一人便能抵得上千军万马。深吸一口气，陆胜深刻意识到了无限火力的恐怖。按捺下激动的心情，陆胜再次开口：进入天命大陆。正在进入天命大陆，检测到玩家职业为法师，已配备初始技能小火球术。天命大陆，欢迎你的到来。第2章大冤种，直接秒杀。天命大陆，欢迎您的到来。您的出生地为0923号新手村，玩家君临，请开始你的征程。提示音响起，包裹着陆胜的白光也在这时消失。这时候正是玩家进入游戏的高峰期。陆胜环顾四周，不断有白色光团出现，伴随着一道道身影从中走出。这就是天命官网宣传的1:1真实模拟，果然很真实。要不是做好了心理准备，我还以为自己穿越了。这光线，这质感就像是真实存在的一样，太逼真了。就连这衣服都是可撕毁的。你看这段茶，撕撕你的。啊！流氓！听着周围人的议论声，陆胜无奈地笑了笑。何止是真实，这里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惊叹完游戏的真实，周围的玩家又聚在一起讨论着各自的天赋。陆胜站在一旁听着，很快便有了结论。整整上万人的新手村，最高的也只有 B 级，更别说 A 级、S 级、SS 级，还有陆胜的 SSS 级。转念一想也是，这 SSS 级天赋可是他氪金得来的。这些玩家可没有那么多金币。兄弟，你是什么天赋？就在这时，一名战士来到陆胜身边，好奇问道。看了对方一眼，苏沫转身离开。SSS 天赋这种神级存在，没有暴露的必要，而且他也没有和对方攀谈的意思，毕竟在这个新手村，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走在新手村路上，忽然陆胜眼前一亮，只见不远处许多玩家正围着一个摆摊的老人家，热闹非凡。不是我说老头，你这罐子价格也太高了，100金币，你怎么不去抢？就是我背包里一共才100个铜币，连瓶药水都买不起。老人家便宜点，等我以后发达了，保准你吃香喝辣。一众玩家看着地摊上罐子的价格，纷纷抱怨。在天命中，1金币等于100银币等于1万铜币，他们背包里的钱连个罐子碎片都买不起。但不管他们怎么说，摆摊的老头咬死了100金币，绝不还价。算了，跟个 NPC 还什么价？刷怪去了。就是，等我强大了，飞回来把他摊子掀了不可。100金币一个罐子，还不知道能开出什么，冤种才会买。还说什么能开出神器，谁会信啊？正说着，众人忽然看到一个人影蹲在地摊前，开口道：老人家，你这有多少个罐子？我全包了。众人，哪来的大冤种？兄弟，这老头摆明了就是坑人，万一开不出神器，这老头耍赖怎么办？有人好言相劝，但此话一出，周围人立刻哄笑起来。这里少说上百个罐子，上万金币都是新起步的玩家，谁掏得出来？就是这哥们儿估计也就问问，知道价格跑得比谁都快。散了吧，散了吧，刷怪去了。众人正打算离开，就见那蹲在地毯前的少年掏出一个钱袋子，打开，全是明晃晃的金币。先前哄笑的玩家如鲠在喉，说不出话来。那袋子里最少也有上万金币，这家伙怎么拿出来的？难道是充值玩家？可这游戏没有充值端口啊！没等众人发问，就见那位少年收起罐子，快步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离开了地摊，陆胜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一键打开所有罐子。提示：您获得魔力药水1。提示：您获得魔力药水1。提示：您获得破旧的长剑1。提示：您获得雷电法王的手杖神器1。来了！陆胜眼前一亮，果断打开背包，
一根闪闪发光的法杖正躺在角落。雷电法王的手杖，等级 LV1， 品阶神器，攻击420-450，装备效果：1智力加30， 2魔力回复正 50%， 2低阶雷电亲和，雷电技能伤害正 10%。介绍：雷电法王曾使用过的法杖，希望你也能成长到同他一样的高度。前世这枚法杖开出来的时候，已经步入了游戏中后期，但新手村蕴藏神器的消息还是在论坛惊起了不小波浪。有了奖励的100亿金币，陆胜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新手神器。天命大陆中物品级别划分为黑铁、青铜、白银、黄金、紫金、神器、史诗、传说、圣器。这件武器足够我前期使用了。装备好，陆胜心念一动，打开个人面板。ID 君临，职业见习法师，生命值100，魔力值200-200，物理攻击5，魔法攻击460-480加350，护甲值0，魔抗值0，力量10，智慧35，敏捷5，体质5，天赋无限火力，限定。简单看了下自己的属性，陆胜又转身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没过多久，便来到新手导师面前。这位勇士，有什么我可以帮助您的吗？陆胜点头，直接开口道：我想要学习魔法技能。稍等，导师说着挥了挥魔杖，许多兽皮卷轴从一旁的书架飞起，悬在陆胜面前。勇士，你可以选择其中一项技能学习。陆胜点了点头，认真看了起来。冰锥术黑铁级10铜币，风刃术黑铁级10铜币，地刺术黑铁级10铜币，这些都是单体技能。陆胜继续往下看。天降火雨黑铁级50铜币，冰墙黑铁级50铜币，飓风呼啸黑铁级50铜币，雷霆战力黑铁级50铜币。有无限火力在身，自然是选择威力大、收益高的技能学习最好。并且陆胜此时手中的法杖对雷系魔法还有 10% 的加成，所以这一波雷霆战力是最好的选择。我选择雷霆战力。陆胜说着交付了50枚铜币。你的眼光不错。导师微微一笑，挥动法杖，相应的卷轴化作一道金光没入陆胜体内。提示：成功学习技能雷霆战力。雷霆战力技能等级 LV1， 技能品阶黑铁级，效果：释放后雷霆从天而降，对命中的敌人造成 100% 基础伤害后呈圆形扩散，对10×10范围内的敌人每秒造成 60% 基础伤害，持续4秒。冷却60秒，当前天赋加成无冷却，消耗魔力15点。介绍：作为雷系法师最常用的技能，请熟练掌握它。看着关于技能的介绍，陆胜满意的点了点头。佩戴上雷电之王的手杖，它的基础伤害在800上下，60%的基础伤害，每秒也能造成将近500的伤害，且还是无冷却释放。想到这里，陆胜直接走出新手村，朝着野外走去。来到低级刷怪区，此时已经有许多玩家在刷怪了。陆胜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众人的注意，每个人都在专注刷怪，甚至已经有人趁着这段时间升上了3级。三哥，再这样下去，你绝对是咱们华夏第一刺客。没错，咱们新手村再也没有比三哥等级更高的了。三哥威武！人群中，一道矫健的身影不断穿梭，从各个角度击溃面前的怪物，直到对方不再动弹，被称作三哥的刺客这才释放出一道探查术。魔化兔子，等级 LV1， 品阶黑铁级，血量0100，攻击20，防御1，技能兔子蹬撕咬。介绍：别看兔兔可爱，凶起来可是会吃人的。确认魔化兔子的血条被清空，三哥长出一口气，转身看向几人。好了，前面还有一大批兔子，解决完升到6、7级应该没问题。你们去帮我拉怪，我逐一解决。好嘞。几名小弟刚要上前，忽然一道紫色的电弧在三哥面前闪过，咔嚓！只见一道雷霆于天空中乍现，精准落在那群魔化兔子群中。-829，-485，-485。第3章，送死小队奔跑的经验。提示：您击杀魔化兔子1，获得经验值100点。提示：您击杀魔化兔子1，获得经验值100点。提示：您击杀魔化兔子1，获得经验值100点。提示声适时响起，成群的魔兔在陆胜这一击下被清空了血条，一股焦糊味散发出来，密密麻麻的白色丝线从死去的魔兔身上出现，
如燕归巢般没入陆胜身体，经验条瞬间被灌满，紧跟着清空，再被灌满，直到最后陆胜的等级达到了4级。提示：您的等级已升至 LV4， 获得智力3，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心神一动，陆胜将全部加在智力上，仅此一波，陆胜的智力就来到了89点。按照1点智力等于10点魔功的换算，如今陆胜一击足以破1000，一击破1000，寻常玩家最少升到10级才能有这个效果。而还在起步阶段的陆胜就有了这份惊世骇俗的伤害，若是传出去，恐怕大多数玩家都以为他开挂了。继续刷怪吧。陆胜简单将魔兔掉落的铜币拾捡了一下，继续朝着草原深处走去。等等！就在这时，一道低吼从陆胜身后响起，转头一看，只见以3哥为首的小队正气势汹汹赶来。有什么事吗？陆胜皱眉，他可不想在别人身上耽误时间。按照前世的记忆，1年以后游戏世界便会与现实融合，他必须争分夺秒，抓住每一次机会，才能在未来的乱世中占据一席之地。刚才那波野怪是我们盯上的，你未经允许杀了我们的野怪就想走，未免有些太便宜你了。3哥冷哼一声，把刚才掉落的装备交出来，我们就既往不咎，如果不交，哼哼。3哥冷哼一声，转了圈手中银晃晃的匕首，赤裸裸的危险。看着跃跃欲试的几人，陆胜心中冷笑，低级的魔兔是没有装备掉落几率的，这几个人分明就是在敲诈。更何况就算是掉落了装备，他们又凭什么威胁陆胜交出来？见陆胜不说话，3哥已经有些不耐烦，既然不肯，就别怪我们动手了。3哥无比自信，虽然刚才陆胜那一招声势浩大且威力很强，但在他看来，这种技能冷却时间肯定很长，并且陆胜只是一个法术，他们队里可有2名刺客，解决一个脆皮法师还不是轻轻松松。轰隆！正想着，忽然一道沉闷的声音在天空炸响，下一秒，啊！一道雷霆从天降，精准落在3哥头顶。-1050，一串鲜红的数字从头顶冒出，3哥本就所剩不多的血量瞬间被清空。怎么这么快？3哥瞪大眼睛，临死之前都想不清楚，眼前这个法师不是刚放过这个威力巨大的技能，怎么又能释放了？没有冷却时间的吗？剩下几人和3哥的下场一样，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散开的电流清空了血条。提示：您无故击杀玩家4，依据天命大陆的规则，现对您实施惩罚。提示：您罪孽值加4。注：罪孽值超过100，经验与收益将会减半，并且会被全服悬赏，请玩家注意日后行为健康游戏。耳边机械声不断响起，陆胜却好似没听见似的，继续拾捡着几人掉落的新手装备。对于所谓的罪孽值，陆胜更是毫不在乎。什么收益减半，全服悬赏，在他的记忆中，只要能离开新手村进入主城，只需花点金币，罪孽值就能清空。更别说当罪孽值满了，还会有一系列的隐藏任务。陆胜冷笑，我当然不会主动去杀人，但如果有人找上门来，哼哼。随着不断深入，陆胜发现周围的玩家越来越少，刷怪区深处的怪物可都是5级起步，并且皮糙肉厚，攻击还强。小菜鸟们贸然闯入，只会粉身碎骨。很快，陆胜耳边响起提示音，提示：您抵达了蛮牛草原。提示：当前地图等级为 LV5，请玩家注意安全。提示音落下，陆胜抬头望去，偌大的草原上零星散布着几头强壮的蛮牛，而随着他的到来，这些蛮牛也停下了吃草的动作，死死盯着陆胜，用牛角对准了他，仿佛陆胜敢有下一步动作，他们就会集体冲撞过来。以我现在的伤害，这群蛮牛应该不是我的对手。想到这里，陆胜直接丢了个探查术过去。荒野蛮牛，等级 LV6， 品阶黑铁级，血量800-800，攻击150，防御45，技能蛮牛冲撞。介绍：别看他笨拙，力气可是出奇的大，切记不要穿红衣服。扫了眼蛮牛的信息，陆胜抬起法杖，雷霆战力，轰隆！雷霆降下，精准落在一头荒野蛮牛的身上。-1015，伤害数字冒出，被命中的那头蛮牛血条瞬间被清空，然后雷霆炸开，朝着周围的蛮牛席卷而去。-630， -630， -630，一串串猩红的数字不断冒出，仅是1秒的伤害就近乎清空了他们的血条。然后第2秒，提示：您越级击杀荒野蛮牛，获得经验值600加6点。提示：您越级击杀荒野蛮牛，获得经验值600加6点。提示：您越级击杀荒野蛮牛，获得经验值600加6点。提示：您的等级已升至 LV4，
获得智力3，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一道金光从陆胜身上冒出，等级提升，魔力值也被瞬间填满。哞！忽然，一道蛮牛的嘶吼响起，紧跟着地面隆隆作响。陆胜抬头一看，只见不远处正有一大批蛮牛朝着这边狂奔而来，显然是被刚才的动静吸引过来的。这一波，少说也有10几头。如此庞大的牛群，哪怕是10级的玩家小队，此刻都得慌不择路的逃跑。但陆胜却没有，眼角甚至闪过一丝欣喜。来势汹汹的牛群，此刻在他眼中，简直就是一群奔跑的600经验值，正好省了我找怪的时间。陆胜咧嘴一笑，手中法杖挥舞，雷霆战力。第4章特殊 NPC 进入荒城新手村复活水泉中。三哥迷茫看着四周，又看了眼空荡荡的背包，我的铜币，我的武器都没了。天命对玩家的死亡惩罚很轻，仅是随机掉落装备和金币，但那时他手中只有2柄匕首。于是，三哥，那个人太恐怖了！几道惊呼从身后响起，三哥猛然回头，只见自家小弟正哭丧着脸从水泉中走出，很明显，他们也被秒杀了。三哥，那个法师有古怪，他的技能似乎都不用冷却，而且伤害很高，我们都是被他一个技能秒杀的。那个法师的天赋可能很好，我们还要不要杀他？几人七嘴八舌，隐隐有了退缩之意。只因陆胜表现出来的实力太过恐怖，他们几个完全不是对手。杀！当然要杀！三哥脸上闪过一抹狞笑。作为一名老玩家，熟读游戏规则是他常做的事。规则里面写着，率先出手击杀玩家是会受到惩罚的，而这些惩罚达到一定程度，杀人的玩家不仅会被天命制裁，还会被全服通缉。说着，三哥扭头看向队伍里的战士，胖子，你去论坛上发个帖子，通缉那名法师。任何玩家只要出手，就能获得1万华夏币的奖励。草原上，陆胜不断挥舞法杖，阻击着从四面八方袭来的蛮牛群。哞！雷霆落下，强壮的野牛被劈得皮开肉绽，纷纷惨叫。一道道经验化作白线，没入陆胜体内。提示：您击杀荒野蛮牛，获得经验值600点。提示：您击杀荒野蛮牛，获得经验值600点。金光闪烁，陆胜接连升级。现在他已经……提示：您的等级已升至 LV7，获得智力3，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提示：您击杀荒野蛮牛，获得经验值540点。耳边提示音响起，陆胜心神一动，将属性点全部加在智力上，而后又将雷霆战力提升到 LV6。雷霆战力，技能等级 LV6，技能品阶黑铁级。效果：释放后，雷霆从天而降，对命中的敌人造成100%基础伤害后呈圆形扩散，对10×10范围内的敌人每秒造成75%基础伤害，持续4秒。冷却45秒，当前天赋加成无冷却，消耗魔力15点。介绍：作为雷系法师最常用的技能，请熟练掌握它。如今陆胜的智力已经有83点，换算成魔法攻击就是830点，再加上雷霆之王法杖得460点魔法攻击，4舍5入，一击就是1300点伤害，哪怕是扩散伤害也将近破千。仅有800血的荒野蛮牛，在扩散的雷霆中1秒都站不住。但陆胜的脸上非但没有喜色，反而眉头微蹙。连续秒杀了几波荒野蛮牛，他的等级已经超过了野怪。如今击杀一只，所获得的经验呈几何倍下降。这样下去，虽然击杀蛮牛会越来越轻松，但收益也会越来越低。该继续深入了，说不定陆胜眼睛微眯，还能遇到那位特殊 NPC。 随手解决掉一波冲撞过来的蛮牛，陆胜快步朝着刷怪区深处走去。横穿草原，陆胜来到一片森林外。视野里，森林外正停着一辆马车，一名中年人坐在车上，正悠闲拨弄着手中的乐器。看到这一幕，陆胜内心不自觉激动起来。特殊 NPC， 前世他曾在论坛上看到过这位 NPC， 相传他手中有着一件令无数法师垂涎的道具，而获取这件道具的方法，阁下可是希斯尔商人，能否送我进入荒城试炼？陆胜来到车前，对着马车上的中年人彬彬有礼道。那位中年人也是一愣，随后上下打量了一番陆胜，摇了摇头。阁下还不足以在荒城试炼，还是先去磨练磨练自己吧。陆胜闻言并没有生气，毕竟自己现在只是 LV7 的新手，被瞧不起也很正常。不过，一道狼嚎响起，陆胜扭头望去，只见森林深处浮现出一道道幽绿色的眼睛。探查术，嗜血影狼，等级 LV10，品阶黑铁级，血量1000-1000，攻击50，防御5，技能
潜行撕咬。介绍：能够潜藏在阴影中的怪物，小心你的背后。嗜血影狼。对于这个怪物，身为法师的陆胜自然不会陌生。嗜血影狼一般生活在丛林中，防御力和攻击力并不算出色，但其敏捷的速度和层出不穷的攻击手段是无数法师和射手玩家的噩梦。不过，雷霆战力，陆胜挥舞法杖，一道雷霆轰然照着影狼所在的方向砸去。轰隆！一声闷响，雷霆劈了个空，但随着雷霆扩散开来，一串串鲜红的数字冒起。-970，-975，-975。轰隆！又是一个雷霆战力。提示：您越级击杀嗜血影狼，获得经验值1000加30点。提示：您越级击杀嗜血影狼，获得经验值1000加30点。提示：您越级击杀嗜血影狼，获得经验值1000加30点。为了彰显自己的实力，陆胜接连释放了2次雷霆战力，瞬间便将那群影狼清空。密密麻麻的白线从森林中钻出，没入陆胜体内。金光亮起，再升一级。提示：您的等级已升至 LV8，获得智力3，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分配完技能点，陆胜扭头看向那位中年人，敢问阁下，在下现在的实力可以进入荒城吗？听到他的声音，中年人这才从震惊中缓了过来。好厉害的法术，并且为何这个法师能接连释放相同的法术？中年人百思不得其解，但迎上陆胜的眼神，连忙点头：可以可以，没想到阁下在魔法上的造诣竟然如此深刻，之前是我唐突了。说着，中年人掏出一个匣子，从里面取出一块石头，这枚试炼石可送阁下进入荒城一次，售价5万金币。听到这里，陆胜点头。前世其实有不少人发现了这位特殊 NPC 也达到了他的要求，但都被试炼石高昂的价格劝退了。但现在陆胜不仅实力足够，还有足够的金币，最重要的是他知道在那荒城之中有一件十分适合他的装备。陆胜拿出一个钱袋递了过去，而后接过石头。试炼石，等级 LV1， 品阶史诗。道具介绍：使用后可进入荒城。注：本道具为一次性用品，使用后自动销毁。提示：是否使用试炼石？提示声响起，陆胜毫不犹豫选择了是。试炼石破碎，粉末化作一个漩涡。陆胜紧握法杖，迈步进入。提示：正在进入荒城。提示：正在根据玩家实力选择合适的难度，选择成功。提示：当前难度为噩梦。提示：当前地图等级为 LV10，请玩家小心。第5章噩梦难度，精神污染。陆胜从漩涡中走出，顿时一股腐朽的气息扑面而来，天色阴沉，乌云压顶。陆胜环顾四周，面前是一片荒芜的城池。这就是试炼副本。挑了挑眉毛，陆胜来了兴趣。根据刚才的提示音，当前的副本难度为噩梦，正合我意。天命中的副本总共有几个难度：普通、困难、噩梦，而最后的噩梦也被称为送死局。与之相应的，噩梦难度副本的装备爆率也是最高的。前世那名玩家运气不错，普通难度就爆出了那件装备，而我不一定有这样的运气，噩梦难度正合我意。说着，陆胜朝着面前的荒城走去。咔咔咔！就在陆胜踏入荒城的那一刻，面前的街道响起一阵骨头摩擦的声音，就见无数暗黑色物质从地下水道涌出，裹挟着街边的枯骨，迅速组成几道人形的怪物。探查术，眉间闪过金光，一道面板出现在陆胜面前。怨灵枯骨，等级 LV10，品阶青铜级，血量2000-2000，攻击100，防御30，技能缠绕精神污染。介绍：不要尝试接近他们，更不要沾染黑色粘液，否则你就会变成他们。陆胜看了眼面板，不自觉警惕起来。这怪物等级虽然只高出他3级，但攻击力却达到了100，哪怕是被称为肉山的骑士职业，也顶不住这些怨灵围攻。还有怪物介绍中的同化，被同化的玩家是会死亡，还是永久留在这里？陆胜心中疑惑，手中动作没停。雷霆战力，轰隆！水桶粗的雷霆落下，劈的那些怨灵滋滋作响，黑色粘液快速蒸发。-1340，-1350，-1350，雷霆命中多个怨灵，顿时打出成吨的伤害，而后扩散，再次冒出一长串猩红字体。-1065，-1050，哗啦啦，枯骨断裂，黑色粘液失去支撑，重新流进下水道。提示：您越级击杀怨灵枯骨，获得经验值2000加60点。提示：您越级击杀怨灵枯骨，
获得经验值2000加60点。提示：您越级击杀怨灵枯骨，获得经验值2000加60点。10几只怨灵被秒杀，数万经验灌入经验条。又是一道金光亮起。提示：您已升至 LV9，获得智力3，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依旧将自由属性点分配到智力上。陆胜抬头看向了怨灵掉落的物品，满地铜币中似乎有什么在闪闪发光。爆装备了！快步上前，陆胜挥手将地上的所有物品收入囊中。提示：您拾取到铜币1032。提示：您拾取到铜币981。提示：您拾取到青铜级装备枯骨手环1，已发放至背包。陆胜打开背包，看向那枚由几根扭曲肋骨组成的手环。枯骨手环，等级 LV9， 品阶青铜级，智力加10，体质加5，装备特殊效果：1. 佩戴者技能释放速度正 10%， 2. 魔法穿透正 10%。 还不错，陆胜满意点头。有无限火力的增幅，唯一能拖慢陆胜输出的就是释放速度。10%的提升虽然不多，但对他来说也算够用了。更何况还有另外一个魔法穿透的词条。把这件装备丢到市场，这2项词条足以让无数法师为之疯狂。但陆胜不会这样做，毕竟现在的钱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数字。心神一动，枯骨手环凭空浮现在陆胜的手腕上，智力再次上涨10点。如今陆胜的智力已然破100，换算成魔法攻击也足足有1000。这么快的成长速度，哪怕放在陆胜前世也是极为罕见的。不过这才是起步阶段，等到了主城，我的成长将会更加迅速。陆胜信心满满，继续朝着荒城深处走去。路过一栋荒芜的教堂，里面传来一阵咔咔咔的声音。躲在里面，陆胜眉头一扬，调转方向朝着教堂走去。吱呀，推开腐朽的大门，荷叶发出一阵牙酸的哀嚎，伴随着里面骨骼摩擦的声音越来越响。陆胜看向教堂深处，华丽的座位旁站着2个手持法杖的人形怪物。探查术，怨灵牧师精英，等级 LV10， 品阶白银级，血量7000-7000，攻击350，防御95，技能腐败圣光精神污染。介绍：教堂中的神职人员，腐败的他们依然拥有影响人心的能力。陆胜看着眼前的面板，心里暗暗分析，居然是2个精英怪，好厚的血，而且他们的技能似乎都是精神感染。如果让他释放出来，恐怕影响很大。面对这样的怪物，一般玩家肯定是拔腿就跑，毕竟精神感染类的技能就算不被同化，战力也会受到影响。更何况这里足足有2只这样的精英怪，但面对他们，陆胜却是感觉不到什么威胁。管你花里胡哨，秒了就完事了。法杖挥舞，雷霆落下，轰隆，-1455，-1460，2串血红的数字冒出。向来能秒杀怪物的雷霆战力，现在却只磨下了对方不到1/5的血量。不过陆胜法杖不停，刺眼的雷霆不断落下，昏暗的教堂被雷光映照的宛如白昼一般。-1455， -1460， -1164，雷霆落下，地上还有翻涌的电弧在不断消磨着怪物的血量。很快2头精英怪就只剩下1个血皮。雷霆战力，随着陆胜法杖挥舞，又是一道雷霆落下，一串串数字冒出，2头精英怪也不堪重负，轰然倒下。提示：您越级击杀了精英怪怨灵牧师，获得经验值8000加80。提示：您越级击杀了精英怪怨灵牧师，获得经验值8000加80。陆胜的经验值肉眼可见的上涨了1半，同时大量银币从2头精英怪身上爆出，还有几件在闪闪发光的物品。又爆装备了！陆胜眼前一亮，快步走上前去，收起几百枚银币。陆胜捡起刚刚掉落的一件长袍，还有一本技能书。提示：您拾取到白银级装备古文法袍1，已发放至背包。提示：您拾取到白银级技能书怨灵召唤1，是否学习？听着耳边的提示音，陆胜眼前一亮，都是法师专属。看来他小瞧了自己的幸运值啊。不过陆胜也没高兴太早，尤其是那本技能书，这可是极为稀有的道具。毕竟在新手村，玩家只能学习1项技能，想要多学，只有爆出或者从其他玩家手中购买技能书。学习，陆胜不知可否，直接选择学习。毕竟技能栏这种东西可没有上限，技多不压身。手中的技能书化作一道白光，没入眉心。怨灵召唤，技能等级 LV1， 技能品阶白银级，效果释放后召唤出2道怨灵，对敌人进行攻击。冷却75秒，
当前天赋加成，无冷却，消耗魔力10点。介绍：有了它，你就有了共同作战的伙伴，即使他是怨灵。第6章 BOSS 首杀，居然是召唤类技能。陆胜眼前一亮，在无限火力的加持下，他可以一直释放。在魔法值允许的情况下，他甚至可以召唤出一条怨灵大军。想到这里，陆胜又看向背包中的白银级法袍。古文法袍，等级 LV9， 品阶白银级，防御加150，智力加15，装备特殊效果：1. 魔力值回复速度正 5%， 2. 精神系抗性正 10%， 3. 骨骼护盾被动，使用者受到攻击时自动生成一道骨骼护盾，抵挡500点伤害，破碎后消失，冷却时间100秒。看完法袍的属性面板，陆胜十分满意。作为一名脆皮法师，他现在最缺的就是自保能力。这件法袍自带的被动技能完美满足了陆胜的要求。有这件装备，就算被人偷袭，我也有足够的时间反击。在我的攻击下，没有人能够活过1秒。有高伤害和无限火力的增幅，就是这么自信。陆胜行走在荒城中，不断挥舞法杖，咔咔咔，在他身边不断有怨灵被召唤出来。怨灵，等级 LV1， 品阶白银级，血量700-700，攻击50，防御25，技能自爆撕咬。介绍：忠诚的怨灵仅听命于使用者的指挥，血量被清空时会发动自爆，造成等同于自身血量上限的魔法伤害。怨灵的属性还算不错，虽然只有1级，但也相当于小精英怪的水准。最重要的是，临死前还能自爆，造成700点魔法伤害。如果将这个技能的等级提升上去，怨灵血量上限增加，自爆的伤害还会上涨。陆胜想着，手中法杖挥舞得更加起劲。200多只，差不多了。扫了眼面前的怨灵大军，陆胜收起法杖，掏出一个蓝瓶倒进嘴里。这些还都是从新手村的罐子商人那开出来的，现在正好派上用场。随着不断朝着荒城深入，陆胜明显感觉到脚下似乎有什么在涌动，应该是 BOSS 了。陆胜抬头看向不远处的祭坛，周围的石柱上青色鬼火燃烧，祭坛四周还雕刻着几个狰狞的兽头，在阴森的火光照耀下，那些野怪雕像好似要活过来一般。就在此时，咕噜噜，粘稠的声音响起，只见大量黑色粘液从那些兽头口中涌出，缠绕在一起，很快便组成一道巨大的人形怪物。堕落地祭司，等级 LV10， 品阶白银级，血量17000-17000，攻击740-750，防御225，技能死光射线分化暴怒。介绍：堕落的祭司甘愿献祭肉身获得更强的力量，当血量掉落时会触发相关技能，极难杀死。扫了眼 BOSS 的面板，陆胜抬起法杖，雷霆战力-1645，猩红的数字冒出，大祭司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陆胜手中不停，水桶粗的雷霆不断落下。有蓝瓶补充魔力值，陆胜根本不用担心蓝量不够用，他要做的就是尽快将 BOSS 杀死，以免发生意外。短短片刻，陆胜足足释放出5次雷霆战力，算上雷霆的2阶段伤害，很快便对大祭司造成了过万的伤害。就在这时，异变突起，只见大祭司由黑色粘液组成的身体快速膨胀，轰的一声炸开，黑色粘液溅落一地，布满了整个祭坛。然后陆胜就看到，既然四周石头雕刻的兽头疯狂吞吸着散落的黑色粘液，无神的双眼绽放出金光，一道道震耳欲聋的兽吼响起，紧跟着那石雕竟然从土中爬出，喷吐着粘液冲向陆胜。献祭生物精英，等级 LV10， 品阶白银级，血量10000-10000，攻击195-200，防御190，技能无。介绍：被祭祀用于献祭的野怪，死后被强大的祭祀炼制成了傀儡，足足10头精英怪朝着自己冲来。若是其他玩家遇到这种场面，恐怕只有死路一条。毕竟高达200的攻击，挨一下普通玩家都受不了，更别说这么多了。可陆胜不仅丝毫不慌，还收起了法杖，上！低吼一声，下一秒，陆胜身后50只怨灵倾巢而出，遇上那些野兽，怨灵更是丝毫不客气，上去便是撕咬。虽然伤害甚至连野怪的防都破不了，但怨灵爆炸可是能造成700点魔法伤害。陆胜足足有200只怨灵，平均下来，每头野兽都将面对20只移动炸弹。轰！祭坛上一只怨灵不堪重负，而后就是接二连三的爆炸声响起。轰！轰！轰！陆胜站在远处，静静看着这场烟花表演。
很快便有献祭生物在接二连三的爆炸中被清空了血条。就在这时，陆胜皱起了眉头，明明被清空了血条，为什么没有成功击杀的提示？随着最后一只怪兽血条被清空，陆胜先前准备的200只怨灵也一个不剩。远远望去，陆胜这才发现，那些生物并不像其他怪物一样，死去之后就会消失，只留下一地装备。只见他们伏在地上，宛如在朝拜一样，只是眼中失去了光彩。咕噜噜，熟悉的声音响起，祭坛的缝隙开始不断渗出黑色粘液，连带着那石头生物身上残留的，再度汇聚成了大祭司的模样。最重要的是，他的血量已经恢复到了全盛的状态。真够烦的，陆胜皱着眉头，有些不悦。挥舞法杖，雷霆不断闪烁，精准落在大祭司身上。负1645，负1645，负1645。只见大祭司高达3万的血条快速下降，很快便只剩下一个血皮。雷霆战力，负1645。就在血条被清空的瞬间，一道提示音响起，提示：您成功越级击杀白银级 BOSS， 获得经验值3万加300。海量的经验涌入陆胜体内。下一秒，金光闪烁，提示：您已升至 LV10， 获得智力3，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分配好技能点，陆胜向前看去，只见大祭司消失的地方正堆着许多银币，甚至还有一个宝箱。但让陆胜最为关心的是那放在宝箱上的戒指。陆胜刚要上前捡起，耳边忽然响起系统的提示声音：提示：恭喜玩家完成白银级 BOSS 首杀。提示：恭喜玩家完美通关，评分为 SSS， 正在发放奖励。接着，世界公告响起：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君临完美攻陷荒城试炼，成为荒城之主。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0923号新手村玩家君临完成白银 BOSS 首杀。世界公告，白银级宝箱1，技能点10，自由属性点10。第7章，埋藏的危机，隐藏职业。世界公告一连响了3次，听着耳边的提示音，陆胜脸色狂喜。手通秘境的玩家有几率成为秘境副本的拥有者，没想到完美通关也是获得秘境控制权的条件之一。想到这里，陆胜心神一动，打开副本面板。荒城试炼，等级 LV10， 难度选择普通、困难、噩梦。可设置：一、副本进入条件，包括进入副本玩家等级上限；二、副本所掉落经验、装备、道具分配；三、进入副本的小队人数上限。注：玩家在副本中死亡，所掉落的装备归荒城之主所有。注：副本所产生收益于每日24时结算。看完荒城试炼的信息，陆胜不禁有些惊讶，荒城之主这个身份所带来的权力竟然这么大，不仅可以控制进入副本的玩家数量，甚至还能从玩家掉落的道具中分一杯羹。这样的话，哪怕我躺着什么都不干，只要有人进入副本，我的经验就会蹭蹭上涨，金币和装备都会源源不断。甚至，陆胜想着，眼神闪过一道金芒，我还可以收一定入场费，又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想到此处，陆胜迫不及待开始设置，难度就按照副本的分级，任玩家自由选择。进入条件，每人10金币，等级无上限，反正收益最后都会有我一份。收益分配，一人一半吧。小队人数就按照天命中的规则，4人就行。设置完毕，一条信息弹到陆胜眼前，提示：设置完毕，是否对玩家当前所在的新手村公布信息？是。陆胜毫不犹豫，选择了是。很快，世界公告再次响起：世界公告，荒城试炼现已开放，所有玩家可进入副本。世界公告，荒城试炼现已开放，所有玩家可进入副本。一连3遍，世界公告再次响彻在整个新手村。同时，荒城试炼的坐标也被一并发在了公屏上。秘境开放，这意思是我们也能进秘境刷副本了。天命规则里面有写，秘境中金币、道具、装备的爆率都远远高于普通副本。君临真是个大好人啊！君临也是个新玩家吧？他都能通关副本，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组队组队，刷秘境！顿时，原来在刷怪区艰难升级的玩家们立刻放弃了面前难缠的怪物，成群结队朝着荒城而去。与此同时，一支由刺客组成的小队齐齐望向试炼所在的方向。三哥，那君临竟然发现了秘境，还成了什么荒城之主，我们怎么办？一个小弟走到队伍前面，面露忧色。怎么办？三哥冷笑一声，荒城之主又怎么样？还不是一个脆皮法师。我们还知道了荒城的位置，我们上百名刺客提前做好埋伏，只要在他退出秘境的第一时间动手，还怕杀不死他？更何况我们还请来了幽影。说着，三哥看向一个身穿黑袍的男人，此人就是他口中的幽影，
实力很强。幽影，到时候就靠你了，千万不要让他脱逃。到时候他掉落的装备分你一半，之前答应你的10万华夏币也会分毫不差打到你的账号上。好。幽影点头，眼神闪过一道寒芒。我的天赋是 A 级前行，发动后就算我站在他面前，他都不一定能发现我。到时候我全力出手，杀一名脆皮法师易如反掌。三哥眼神放光，那太好了。在招兵买马这段时间，他还高价从玩家手中买来了幸运药水，就等着击杀君临，把他身上的好装备全爆出来。就算自己不能用，拿去换钱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最重要的是，此战过后，君临再也不可能发育起来，这就是招惹我的后果。三哥面目狰狞，仰天大笑。而后在他的指挥下，一众刺客各自隐匿身形，朝着公屏上荒城试炼所在的位置而去。荒城秘境中，设置完副本的陆胜打开背包，作为第一个通关秘境并且无伤击杀了噩梦难度 BOSS 的奖励，陆胜获得了一个宝箱，白银级宝箱，等级 LV10， 品阶白银级。道具介绍：使用后可获得一件白银品阶的装备、道具或者技能书。提示：是否打开？陆胜毫不犹豫，选择打开。清脆的击扩声响起，宝箱被掀开一道缝隙，一片银光冒出。提示：开启成功。提示：恭喜玩家获得白银级道具天堂药水1，已发放至背包。天堂药水，等级 LV10， 品阶白银级。道具介绍：使用后瞬间回满缺失的生命值与魔力值，并且永久提升上限1000点，还算不错。陆胜对这件道具十分满意。虽然他背包中还有不少魔力药水，但一边战斗一边喝药水会分散注意力，而且耽误输出速度。虽然只提升1000点，但在这个阶段也够用了。想着，陆胜将其收进入背包中，然后看向 BOSS 的掉落物。提示：您拾取到银币1973。提示：您拾取到道具试炼宝箱1，已发放至背包。提示：您拾取到白银级装备灵魂戒指1，已发放至背包。陆胜打开宝箱，随着光芒绽放，提示声跟着响起。提示：开启成功。提示：恭喜玩家获得白银级技能书烈焰屏障1，是否学习？学习。陆胜毫不犹豫，手中的技能书化作一道光团，没入陆胜眉心。烈焰屏障，等级 LV1， 品阶白银级。技能介绍：释放后周身形成一道足以抵挡500加智力1点伤害的烈焰屏障，并对发起攻击的敌人造成 20% 伤害，护盾持续时间 15s， 冷却时间 20s， 当前天赋加成无冷却，消耗魔力50点。技能介绍：萦绕在玩家周围的火元素只会伤害敌人，不会烫伤自己。有了这个技能，我的坦度就有了保障，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重复施法。陆胜尝试晃动法杖，周围火元素活跃起来，很快形成一个能抵挡500伤害的火元素屏障，然后继续施法。很快，陆胜周围的屏障就能阻挡1000伤害。果然可以。陆胜眼前一亮，没想到无限火力这个天赋还能用来卡 bug， 太好了！只要有足够的施法时间，最肉的骑士恐怕连我护盾的零头都没有。陆胜喜滋滋看向最后一件收获：灵魂戒指，等级 LV10， 品阶白银级，智力加15，装备特殊效果：1施法速度正 10%， 2法术穿透正 8%， 3逆技能攻击有 5% 的几率令敌人进入混乱状态，持续 5s。 这枚戒指各项属性都比较均匀，且附加效果很多。施法速度和法术穿透不用说，都是法师必备的。最重要的是第3条，我的攻击速度很快，理论上让敌人进入混乱状态的概率很大，这样输出时也会更安逸。将戒指装备上，陆胜将所有属性点加在智力上，又用奖励的技能点将怨灵召唤加到10级。离开秘境。提示：您即将离开荒城试炼。3、2、1。陆胜被白光笼罩，再出现已经是森林外。阁下，希斯尔焦急的声音传来。就在陆胜疑惑时，身后传来一阵凉意，还伴随着一道冰冷的声音：君临，去死吧！第8章，响当的坏人 Shannon。 君临，去死吧！一道身影乍然出现在陆胜身后，杀了他！紧跟着上百道人影从周围窜出，朝着陆胜杀来。幽影手中匕首高高扬起，猛地朝陆胜的后脑刺去。他眼神淡漠，此刻的陆胜在他眼中如同一具死尸，甚至他的脑海中都想象到了陆胜死后那掉落一地装备的画面。咔嚓，匕首落下，幽影忽然感觉到一股莫大的阻力，只见陆胜身上竟然浮现出了一层骨骼屏障。-472，一串白字冒出，但他并没能对陆胜造成伤害，
甚至连那一层骨骼屏障都没打破。怎么可能？幽影眼睛睁大，满眼不可置信。他提前开启天赋，突然袭击，可却还是被陆胜挡了下来。然后，幽影就看到了陆胜那双平淡的眼神。敢对我动手？陆胜挥舞法杖，那就去死吧！轰隆！顷刻间，一道雷霆落下，精准落在幽影头顶。负2230。幽影还没反应过来，自己的血条就被瞬间清空，原地溃散，同时掉落出一件装备以及许多铜币。提示：您受到攻击。提示：由于您正常防卫，此次击杀玩家并不会产生处罚。一切发生的太快，导致2道提示几乎是在陆胜耳边同时响起。没有关注地上的装备，陆胜环视四周。虽然幽影已死，但剩下的100名刺客依旧有信心击杀陆胜。只见他们快速冲来，然后被雷霆战力得2段伤害波及到。负2010，负2008，负2013，一串串红字冒出。那些刺客甚至都没反应过来，只觉得脚下一麻，电流袭遍全身，紧跟着眼前一黑，再睁眼就出现在新手村的复活水泉当中。提示：该死亡玩家并非您故意所杀，此次击杀玩家不会产生处罚。提示：该死亡玩家并非您故意所杀，此次击杀玩家不会产生处罚。听着耳边的提示音，陆胜忍不住叹了口气。想当的坏人真难，罪孽值满100后的隐藏任务，他可一直想着。可没办法，谁叫天命这规则就是这么离谱呢？陆胜抬头看向愣在雷霆战力范围外的10几名刺客，老熟人了。陆胜咧嘴一笑，在人群中看到了第一次对他出手的玩家。3个人都傻了，自己这是招惹了个什么怪物？一招就灭了自己这边70-80人。跑！3哥毫不犹豫，使出吃奶的劲朝反方向跑去。只要能跑出他的技能范围，他就拿我没办法。刺客的敏捷本来就高，很快便跑出老远，这样应该没问题了。3哥喘着粗气回头看去，却看到一个灰白色的幽灵正朝着自己飞来。这是什么鬼？甩出一个探查术，一道面板浮现在眼前。怨灵，等级 LV10， 品阶白银级，血量7000-7000，攻击300-310，防御125，技能自爆撕咬。介绍：忠诚的怨灵仅听命于使用者的指挥，血量被清空时会发动自爆，造成等同于自身血量上限的魔法伤害。注：君临得召唤物。看着眼前强到夸张的面板，3个人都傻了。这是君临的召唤物，比10个我都强。眼看着怨灵步步紧逼，3哥迫不得已再次扭头狂奔。与此同时，陆胜站在原地，一下一下地挥舞着法杖，一批批怨灵不断出现在眼前，然后朝着各个方向分散过去。这些怨灵不知疲惫，也没有持续时间，只要不死就能一直追下去。陆胜咧嘴一笑，继续挥舞着法杖，直到他给每个敌人各自分配了10只怨灵，这才停止施法，然后开始拾取地上的物品。提示：您拾取到铜币132。提示：您拾取到铜币365。提示：您拾取到黑铁级装备新手匕首1，已发放至背包。提示：听着耳边的提示音，陆胜叹了口气。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新手，掉落的装备还都是黑铁级，毫无价值。提示：您拾取到黑铁级装备跃动之靴，已发放至背包。终于来了个能用的。陆胜打开背包，取出一双长靴。跃动之靴，等级 LV5， 品阶黑铁级，敏捷+7，体质+5，装备特殊效果：1脱战状态奔跑时敏捷正 5%。 装备：这件装备平平无奇，但也好在没有。然后陆胜就发现，这一堆装备中最值钱的竟然就是这个跃动之靴。一群穷鬼。陆胜叹了口气，同时发现周围已经聚集了大批玩家。这位就是君临，刚才的动静就是他弄出来的。我亲眼所见，那些刺客出手找君临大佬麻烦，然后被大佬一个雷拳劈死了。牛啊大佬，缺腿毛吗？君临大佬求代代，本人舞蹈生，你说了算。一群人叽叽喳喳，甚至还有几名女玩家凑过来想要动手动脚，不过他们也没恶意，陆胜并不打算出手。开玩笑，他又不是什么魔鬼。拜托了人群，陆胜来到希斯尔的马车前。先前我就看到一群人鬼鬼祟祟，没想到他们的目标竟然是阁下。希斯尔眼神真诚，看来阁下的实力又有所精进。陆胜摆摆手，从背包中取出那些新手装备。希斯尔阁下身为商人，能否帮我判断一下这些东西的价值？当然没问题。希斯尔爽快应下，翻看起来，良久。唉，希斯尔叹了口气，恕我直言，阁下这些装备都太过普通，
我只能出到324个银币。成交。陆胜一口答应。这些东西放在背包还占地方，不如卖了。然后陆胜又开口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阁下应该不止在这里做生意吧？你怎么知道？希斯尔愣了一下，我习惯周游大陆，很快就要离开了。正好，陆胜开口道，我想要在阁下这里购入一批世界各地的珍稀宝石。这个倒是有。希斯尔从马车中翻出来一大堆形态各异的宝石，不过这些只能做装饰用，一点附加属性都没有。交付了将近1000金币，陆胜掂了掂手中的宝石，有这个在，贿赂村长就没问题了。第9章，村长的身份，特殊奖励。穿过刷怪区，陆胜直奔新手村。找到熟悉的木屋，陆胜伸手在房门上敲了敲，叩叩叩。很快，房门被从里面打开，走出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陆胜一眼就认出来，这位是0923号新手村的村长。没等他说话，村长便感觉到了陆胜身上强大的魔力波动。不愧是本村的勇者，竟然这么快就到达了10级。上下打量了一番，村长伸手，快快请进。进入房间，陆胜环视四周。屋子内的装饰虽然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但却很干净。桌子很干净，上面还摆放着一盏油灯，擦得锃亮。勇者稍等。村长示意陆胜坐下，而后走进另一间房间。不多时，里面传来2声女人的哭泣，还有2声委屈的抱怨。好了，我外面有事，你的嫁妆我会想办法。直到村长出声安慰，那女人的声音才渐渐停止。让勇者见笑了。再回来，村长手里拿着几块魔法石，一脸疲态。陆胜连忙装作一副不知情的样子，敢问村长，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村长犹豫片刻，开口道：不瞒你说，老夫的女儿最近要出嫁，但我为她挑选了不少嫁妆，那丫头都不满意。眼看出嫁时间越来越近，我也没什么办法。原来是这样。陆胜又装作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然后从背包中取出一个袋子，哗啦，袋子放在桌上，里面传来一阵清脆的响声。村长，我这里有些东西，不如拿去试试。村长有些迟疑，这些东西放在我这里也没用，兴许能让令千金满意也说不定。那好吧。村长终于点头，接过袋子走进里屋。不一会，里面便再次传来那个女人的声音：谢谢父亲，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这是一位勇者的东西，你喜欢？当然喜欢了，父亲可得好好谢谢这位勇者。听着里面传来的对话，陆胜脸上不自觉浮现一抹微笑。村长从里屋走了出来，之前的疲态一扫而空，满面红光。多谢勇者，那丫头终于满意了，我也能轻松了。为表达对勇者的谢意，我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提示：恭喜玩家完成隐藏任务。村长司徒的苦恼。任务简介：帮助新手村村长解决女儿的嫁妆。任务进度：解决司徒的苦恼。1任务完成奖励：1村长司徒好感证 20%。2村长司徒的允诺1。任务失败惩罚：1村长司徒好感负 20%。2任务终结。注：看似平凡的村长，来头似乎不小。扫了一眼任务面板，陆胜心中确信，前世论坛中的信息果然没错。虽然不知道前世哪个闲出屁的玩家触发了这个任务，还写成帖子发到了论坛，但眼前这个女儿奴村长和陆胜记忆中的信息重合。如果是真的，陆胜抬头看向村长，认真道：在下想要进入主城，希望村长能帮我写一封介绍信。没问题。等等。村长惊讶道：你已经10级了？说着看向陆胜，果然在他身上看到了强大的魔力波动。看来你不仅是10级，而且还获得了不小的机遇。村长继续道：介绍信对我来说不过动动笔，你确定要用这个允诺？当然。陆胜点头。据传村长在某座主城的法师协会中有着不小的威望，有这份介绍信在，陆胜就能在主城大展拳脚。这样吧，介绍信我会给你，还有这个。说着，村长从怀中取出一枚古朴的徽章，有了这个，未来会更加方便。递到陆胜手中，村长又将那些魔法石摆在桌面上。这里有暴风主城的传送石，还有神域主城、幽暗主城以及圣光主城，你选好了吗？看着桌上4块形状各异的传送石，陆胜若有所思。每个玩家走出新手村都要进行这样的抉择。4座主城名字不同，特色也十分明显。就好比暴风主城的民众生性好战，时不时城内就会有战斗发生，这也导致民众的战斗力直线上升。再说幽暗主城，这里被称为刺客的天堂，甚至还有人亲切将其称为幽暗殿，只因为在这里悬赏、刺杀都是很合理的。另外的神域主城和圣光主城也同样各有特色。陆胜看了眼桌上的传送石，又看了眼手中的徽章，最后道：我选择神域主城。
之所以选择神域主城，一是因为那里有最强大的法师协会，对一名法师的成长十分有益，同样也能将村长交给自己的徽章发挥出最大效果。再者，就是陆胜前世的选择就是神域法师，对于那里埋藏的机遇最为了解。好，听到陆胜的回答，村长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掏出纸币，伏在案上写了起来。写好后装进信封，交给陆胜。提示：您获得了新手村村长的介绍信1，已发放至背包。话音落地，村长也不再多说，点点魔力自掌心冒出，很快刻着魔法印记的传送石便晶莹剔透。嗡！一股波动席卷开来，刹那又将陆胜包裹，直至他消失在原地。这小子竟然和我当年的选择一样。村长捋着胡须，一股独属于上位者的气息扩散开来。村长沉着眸子，低声自语：等丫头嫁出去，我也该回法师协会看看了，就是不知道现在的法师协会在那帮小家伙的带领下成了什么样子。沉吟片刻，村长又笑起来：还有这个小家伙，等他知道我的身份，不知会作何感想，真让人期待啊。随着一道光芒闪过，陆胜的身影出现在神域主城的传送法阵当中，双脚刚刚落地，耳边再度响起世界公告。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玩家君临成功抵达神域主城，由于该玩家是第一个进入主城的玩家，奖励金币1000，声望1000，黄金级建筑宝箱1。第10章铁匠铺打造黄金套装。世界公告一连响了3遍，在所有玩家耳边回响。又是君临大佬，这也太夸张了吧！前往主城最基础的条件就是10级，君临大佬10级了。黄金级建筑宝箱，我身上最品质的还是青铜，不愧是君临大佬。有没有人组队通关普通荒城？带我一个，追上君临大佬的步伐，前往神域主城。陆胜听着耳边的提示音，心神微动，打开背包，取出黄金级建筑宝箱。黄金级建筑宝箱，等级 LV10， 品阶黄金级。道具介绍：开启后获得随机黄金级建筑图纸1。提示：是否打开？打开。声音落下，宝箱开启。提示：开启成功。提示：恭喜获得黄金级建筑图纸铁匠铺1，已发放至背包。铁匠铺建筑图纸，等级 LV10， 品阶黄金。道具介绍：使用后可建造黄金级铁匠铺，附带铁匠1。所需材料：木材100，铁钉100，熔炉1。看着一长串的材料，陆胜按照记忆中的路线，朝着神域主城中最大的商行走去。路上人很少，基本都是 NPC， 而路人看到城中唯一的玩家，也是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很快，陆胜便来到了紫金商行。看着面前华丽的3层建筑，陆胜直接走了进去。客官您好。一进门就有身穿紧身制服、身材窈窕的少女迎上来。陆胜看去，只见这位侍女胸口的位置还刺着一块紫金刺绣，这是紫金商行的标志。作为神域主城中最大的商行，紫金商行几乎覆盖了所有行业的资源。据传，商行背后的主人不仅富可敌国，实力更是强大无比，就连城主都得让他3分。能和这位商行主人抗衡的，恐怕也只有法师协会的会长了吧。陆胜心想，看向那位侍女：我要一些材料。说着列出铁匠铺所需的所有材料。我知道了，请您稍等。侍女急匆匆离开，过不了多久又折返回来，手中多了个巴掌大的袋子。先生，这是您要的材料。提示：紫金商行向您交易木材100，铁钉100，熔炉1。提示：是否同意？陆胜点击同意，交付了1052枚金币。所有材料便出现在陆胜背包当中。做完这一切，陆胜便离开了紫金商行。有了建筑图、材料，现在还需要解决地皮的问题。很快，陆胜来到管理所。您好，我想购买土地的所有权。不好意思。柜台里的管理员笑了笑，按照相关规定，勇者只能购买主城内土地的使用权。对于管理者的回答，丝毫没有超出陆胜的预料。想要在主城中购买土地，要么得有身份，要么得有资产。这里的资产不单单指金币，还有相关的营业能力。就算租赁土地，日后经营不善，事关主城的形象，管理所也是有权利收回的。不过陆胜知道，现在进入主城的玩家还少，土地价格相对低廉。等到大批量玩家进入主城，光是租赁价格就得翻上好几倍。想到这里，陆胜摇了摇头。还好他早有准备，将村长交给他的介绍信连同那枚徽章一起递到管理员手中。这是提示：管理员希瑞尔对您好感度加50。死！看清楚徽章的管理员倒吸一口凉气，连忙道：您稍等。说完匆匆离开。不一会，又拿着一张地图返了回来。勇士您好，您需要哪块地皮可以先画下来，我帮您做申请。陆胜点头，
在临近主城复活泉水的地方画下一整条街，暂实现这点。希瑞尔看着地图上的红圈，眼皮跳了跳。你管这叫点儿？一整条街都被你画下来了，你要干什么？做市场吗？不过这些话，希瑞尔终究还是没说出口，只因为刚才那枚徽章代表的身份太强大了。您稍等，我去帮您做申请。心里吐了个槽，希瑞尔卷起地图，快步离开了。陆胜这时才看向手中的徽章，法师协会会长的徽章，等级 LV1， 品阶史诗。道具介绍：代表前任法师协会司徒身份的徽章。没想到新手村的村长竟然是前任法师协会会长，不过很快他就会来到神域主城，到时候他应该回来找我。陆胜想着，将徽章收起来。他不知道村长到时候会不会把徽章收回去，所以打算近期就将事情处理好。支付了8亿3000万金币，管理所的负责人便带着陆胜直奔他所购买的地皮。这里的位置很好，正对着传送阵，每一个来到神域主城的玩家第一眼看到的肯定会是这里。等有了其他图纸，甚至可以把这条街包揽下来，打造一条商业街。不过这都是后话了。送走负责人，陆胜掏出建筑图，提示：是否使用铁匠铺建筑图纸？是。提示：使用成功，铁匠铺正在建造，预计时间24小时。提示：可以通过支付金币加速建造速度100金币小时。听着提示音，陆胜选择氪金建造。提示：您支付了100金币，当前建筑剩余时间23小时。提示：您支付了100金币，当前建筑剩余时间22小时。提示：陆胜不断氪金，面前的铁匠铺也在快速成型。花了2400金币后，铁匠铺终于成型。就在这时，世界公告再次响起。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区玩家君临成为首位打造建筑的玩家，奖励黄金级武器设计图纸1，黄金级套装设计图1。依旧是连响3遍。这下玩家群体真的爆炸了，一连好几个世界公告都被陆胜包揽了，还让不让别人玩了？而且奖励一次比一次丰厚。然而这些全都被陆胜一个人获得。不过也有盲生发现了滑点，黄金级装备，那以后是不是可以直接从君临大佬那里买？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你买得起吗？老铁，扎心了，现在买不起，又不说明以后买不起。不说了，刷怪赚金币去了。随机武器设计图纸，等级 LV10， 品阶黄金。道具效果：使用后可随机获得黄金级武器图纸1份。随机套装设计图纸，等级 LV10， 品阶黄金级。道具效果：使用后可获得一套黄金级设计图纸1份，其中包括护肩、上衣、腰带、护腿、鞋子。真是困了送枕头，这奖励来得太合适了。看着手中的设计图纸，陆胜心中一喜。黄金级装备对玩家的意义可是十分重大的，前期能穿一套黄金装备，无疑是所有普通玩家的梦想。就算到了中期，黄金装备也不落伍，依然可以做过渡使用，销量根本不用愁。陆胜开启2份图纸，提示声再次在耳边响起。提示：开启成功。提示：恭喜玩家获得飓风法杖设计图纸1，已发放至背包。提示：恭喜玩家获得烈焰套装设计图纸1，已发放至背包。听着耳边的提示音，陆胜看了眼2份图纸，中规中矩，应该能卖出不错的价格。走进铁匠铺，陆胜将图纸交给建筑自带的铁匠。大胡子铁匠拍着胸脯保证：主人放心，这些就包在俺身上吧。同时陆胜看着材料也粗算了一笔，打造装备所需要的材料仅需要150金币，而售价他可以定在300甚至更高。毕竟这可是一套黄金装备，哪怕定价300金币，估计都有很多人争抢。光是想着，陆胜就能感觉到源源不断的金币流入他的口袋。第11章，陆胜，老板，炒一本。解决完铁匠铺的事情，陆胜抬头。陆胜回到紫金商行，再次发动超能力，先花了100万金币，将背包格子由100个扩充到1万个。然后，提示：紫金商行向您交易魔力之源100，是否同意？同意。陆胜点击确认，再次花了数十万金币过去。提示：交易成功。声音落下，100枚魔力之源出现在了陆胜的背包中。陆胜取出1枚，放在手中查看。魔力之源，等级 LV10， 品阶神级。道具介绍：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结晶，里面似乎蕴含强大的魔力。就是这个。陆胜眼前一亮。这件道具虽然是神级，但因为上万金币的售价以及不知道具体作用，哪怕在前世都很少有人去购买。但陆胜却十分清楚，想要转职隐藏职业，这东西绝对少不了。交易完毕，
陆胜走出紫金商行，站在街上，远远就能望到位于神域主城中央最为宏大的建筑——法师协会。现在我已经10级了，先去转职隐藏职业。想着，陆胜便快步朝着主城中央走去。很快，陆胜便来到法师协会楼下。抬头望去，这是一个类似教堂的建筑，但规模相比教堂却是大上不少。尤其是那根散发着能量波动，像是魔力乱纹的直冲云霄的塔尖，在神域主城更是地标性建筑。站在法师协会外，陆胜也是有些感叹。进入法师协会，空荡的大厅内，四周像是柜台一样，柜台后还摆放着高大的书架，堆满了各类技能书。你好，陆胜看向大厅内唯一的女性法师，开口道：“我是来自0923号新手村的法师，我要转职。”说着，陆胜那枚徽章递了过去。当女法师看到那枚徽章，眼神明显停滞了一下。你是谁？这枚徽章为什么会在你手里？陆胜没有回答，又取出村长给他的那封介绍信。少女接过介绍信，看着里面村长对陆胜极高的评价，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提示：法师协会委员安利蓝图对您好感加50。提示音在陆胜耳边响起，不过陆胜脸上却没有什么变化，静静等待对方的反应。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安利蓝图，是法师协会的委员。女法师一脸热情，阁下需要转职的话，可以跟我来这边。陆胜跟着女法师走进一侧的房间，里面有一汪泉水。女法师将一块魔力结晶交到陆胜手中，将这块魔力结晶丢进去，激发魔力水泉，它会为你随机抽取转职任务，任务难度会影响最终转职结果，希望您能抽中称心的任务。说完，女法师便退出了房间。看着眼前的水泉，陆胜将手中的结晶丢了进去。提示：正在为您匹配转职任务。转职任务：猎杀怪物。任务简介：猎杀10只不低于自身等级的怪物。任务等级 D。任务进度：猎杀怪物0时。任务完成奖励：1成为大法师。任务失败惩罚15。注：此任务不限时长。扫了眼任务面板，陆胜不为所动。扑通，一块魔力之源落入水中，刹那间，原本沉寂的水泉再次波动起来。提示：正在为您匹配转职任务。转职任务：通关植物庄园。任务简介：通关副本植物庄园，且评价不低于 A 级。任务等级 B。任务进度：1通关植物庄园01。2通关评级不低于 A 级，未通关。任务完成奖励：1成为火焰法师。任务失败惩罚15。注：此任务不限时长。扫了一眼任务面板，陆胜再次选择重置。扑通扑通扑通，一枚枚魔力之源被丢进泉水中，陆胜面前的任务不断改变。最后一块了。陆胜看着手中的魔力之源，长叹一口气。这次如果刷新不出来强大的职业，就要再出去购买一批。陆胜将其丢入水中，忽然泉水激荡，一股浓郁的魔力波动冲天起。提示：您抽取到了隐藏任务。隐藏转职任务：虚空之主的试炼。任务简介：守卫虚空祭坛，不受虫族的入侵。任务等级 SSS。任务进度：1抵达虚空祭坛01。2抵御虫族01。任务完成奖励：1成为虚空之主。任务失败惩罚：1转职任务小时。任务剩余时间24小时。任务等级分为 F、E、D、C、B、A、S、SS、SSS。这个虚空之主的试炼便是最高等级的任务了。虚空之主唯一的隐藏职业吗？看着眼前的任务面板，陆胜喃喃自语。不得不说，这个任务的难度极其变态，不光要让玩家在能够减弱法术效果的虚空中战斗，还要对付极其难缠的虫族。其他转职任务都是不限时长，可以无数次尝试，而想要转职虚空之主，就要在24小时内完成任务，并且还不能有其他人帮助。任务职业一旦选择，终生不能改变，而这个任务如果失败，就会消失，几乎是阻断了玩家的成长之路。如果是其他玩家看到这个严重的失败惩罚，肯定会选择放弃。陆胜表情严肃，但我必须选择。未来抵御万族，隐藏职业也会成为我的一大助力。离开法师协会，陆胜并没有急着赶往虚空祭坛，反正还有24小时，不急，做好充足的准备再说。陆胜行走在神域主城，轻车熟路来到了一间破旧的木屋前。利拉药剂店。这家药剂店虽然看起来很普通，甚至能说是破旧，但陆胜知道这家店里面卖的可都是高品阶药剂，而这家药剂店的主人是一位高级炼金术士。吱呀，
陆胜推开门，一眼就看到里面正在调制药剂的老板。见人进来，老板也没有想象中热情，只是抬眼看了一下陆胜，丢过来一个本子，店里的药剂都记录在上面，看看你需要什么。说完，老板又低头调制起了他的药剂。陆胜接住本子，翻了2下，合上递回去。老板，来一本。第12章进入副本，抵御虫族。提示：交易成功，血气药剂已发放至背包。提示：交易成功，雷霆药剂已发放至背包。提示：交易成功，腐蚀药剂已发放至背包。提示音不断响起，在陆胜的超能力下，利拉药剂店几乎被他搬空。好在陆胜刚扩容了背包，否则难以装下这么多药水。出了药剂店，陆胜直接来到传送阵。虚空祭坛的位置虽然标注在地图上，但要是徒步赶过去，太浪费时间。交付了10枚金币，一旁的法师启动传送阵，随着光柱将陆胜包裹，整个人瞬间消失在传送阵当中。再睁眼，陆胜已经出现在一片虚无之地。提示：您抵达副本虚空祭坛。提示：当前为20级副本，请玩家注意安全。20级副本啊，怪不得是 SSS 级任务。换做一般的玩家，别说通关了，第一波怪物就得歇菜。不过陆胜没有担心，抬头看向前方，一片空荡的荒原上，正有一个圆形的祭坛。陆胜迈开脚步，朝着祭坛快速走去。当他踏上祭坛那一刻，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提示：开启任务虚空之主的试炼。提示：请守卫祭坛，直到虫族不再对祭坛发起冲击。提示音落下，远处很快便响起一阵细细簌簌的声音。陆胜环视四周，只见周围极远处的方向，正有一群密密麻麻的黑影朝着这边快速接近。探查术：嗜血蛊虫，等级 LV20， 品阶青铜级，血量4000-4000，攻击200，防御40，技能虫群撕咬。介绍：虫族最低等的生物，为女皇冲锋陷阵。扫了眼怪物的面板，4000血量对于10级的玩家来说有些不好对付，更何况……陆胜看向四周，只见密密麻麻的虫族从四面八方涌来，不好对付啊！陆胜苦笑一声，抬手甩出许多药水。沼泽药水，等级 LV10， 品阶白银级，道具效果：使用后10乘10的范围内的地理环境变成沼泽，对经过的单位造成减速效果，持续120秒。在陆胜的精准控制下，沼泽药水精准落在虫群前面，就见大片大片的沼泽凭空出现，虫群速度骤减。然后陆胜再次掏出一瓶晶莹剔透的药水。精华药剂，等级 LV10， 品阶黄金级。道具介绍：使用后清除所有副作用，且保持净化状态 60S。 这瓶药水是陆胜在药剂店特制的。虚空之地会对玩家产生负面效果，例如伤害减少、易伤等等。有了这瓶药剂，陆胜才能全力输出。提示：净化药剂使用成功，已清除玩家所有负面效果，且玩家接下来 60S 内不会受到负面影响。提示声响起的同时，陆胜周围还泛起一层淡淡荧光。然后陆胜挥舞法杖，雷霆战力，轰隆！水桶粗的雷霆精致落下，被直接命中的虫族发出一阵刺耳的惨叫，伴随而来的还有一股蛋白质烧焦的臭味。-2053， -2060， -2055，一长串数字冒出，虫群的血量迅速减半。紧跟着雷霆爆开，雷霆翻滚。-1642， -1645， -1700，大片大片的红字冒出。陆胜手中法杖不断挥舞，对密密麻麻的虫群降下雷法。很快，提示音响起。提示：您越级击杀嗜血蛊虫，获得经验值4000加2000。提示：您当前已达等级上限，当前经验已放入经验池，请迅速完成转职任务。可惜不能立刻获得，否则升级后血量和魔力值回满，也能减去不少使用药水的麻烦。随着陆胜不断施法，虚空祭坛周围雷霆接二连三落下，宛如一片雷伐之地。很快，这一波虫族就被陆胜清剿干净。提示：第一波虫族抵御成功，60秒后下一波将会来临。提示：请玩家做好准备。听着耳边的提示音，陆胜迈步走下擂台，开始摸尸。提示：您拾取到了银币1623。提示：您拾取到了银币426。提示：您拾取到了青铜级装备枯骨大剑，已发放至背包。虽然暂时不能获得经验值，但好在还有这些银币和装备作为奖励。将这些装备丢入背包，忘了眼悬在天上的时间。22、21、20，再次从背包中掏出一瓶净化药水。buff 续上，第二波虫族出现在视线中。陆生远远望去，
这次的怪物数量少了许多，但十分恶心。这些虫子都没有硬凑，绿色软肉暴露在外面，绿色粘液落在地上，发出咕噜咕噜的腐蚀声音。即使这么远的距离，陆胜似乎都能闻到它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恶臭味。腐肉迷虫，等级 LV20， 品阶白银级，血量6000-6000，攻击300，防御90，技能粘液喷吐。介绍：千万不要接近，它们的粘液会快速腐蚀祭坛。腐肉迷虫的各项属性要比嗜血蛊虫高上一截，并且还有远程攻击。一见到陆胜，那些腐肉迷虫便尖叫着吐出粘液。粘液喷吐，粘液喷吐，粘液喷吐，密密麻麻的粘液射来，好似下雨一般，避无可避。然而面对这些的陆胜却是丝毫不慌。之前从试炼宝箱开出来的技能，他还是一次都没用过。烈焰屏障，周围的火元素被调动，瞬间在陆胜身上凝结成一层火焰护盾。这还没完，陆胜法杖持续不断挥舞，一层层屏障仿佛套娃一样将陆胜笼罩在里面。等他停下，面前的屏障已经能抵挡20万伤害。雨一般的粘液落在火焰屏障上，发出滋滋啦啦的响声。-200，-200，-200。陆胜面无表情，一边面前飘起的数字，一边喝药回蓝。随着最后一点空缺的蓝量被补满，陆胜丢下手中的药瓶，挥舞法杖。雷霆战力第13章，虫族进攻，守卫祭坛。刺目的雷霆在天空中乍现落下，昏暗的虚无之地被雷霆照亮。那些受到沼泽牵制的虫族还在奋力吐着粘液，甚至连陆胜周围护盾的零头都没打掉，就被雷霆命中。刺啦一声，雷霆精准落在虫群中，腐蚀性粘液瞬间被蒸干，绿色的软肉更是被烧焦。-2013，-2020，-2015，一串串猩红数字冒出，虫族血量飞速下降。陆胜丝毫没有节省魔力值的意思。一道雷霆落下，紧跟着又是一道。提示：凝月级击杀腐肉迷虫，获得经验值6000加3000。提示：凝月级击杀腐肉迷虫，获得经验值6000加3000。提示：凝月级击杀腐肉迷虫，获得经验值6000加3000。提示：您当前已达等级上限，当前经验已放入经验池，请迅速完成转职任务。忽视了耳边的提示音，陆胜持续施法，祭坛周围瞬间化作雷海。陆胜也算了出来自己的输出速度，第二次施法的吟唱时间刚好可以触发上一发雷霆战力的一次2段伤害，2次技能就能秒杀大片虫群。算准了之后，陆胜按照技能范围频发施法，雷霆降下，寸草不生。令玩家胆寒的虫族此刻在陆胜手中就是一块面团，任意揉捏。很快陆胜的魔力值再次清空，太麻烦了。陆胜叹了口气，又使用了一瓶魔力药剂。还好之前从罐子里开出来许多魔力药剂，不然现在还真头疼。陆胜一边说着，同时摇晃法杖。轰隆，雷霆落下，随着一阵刺耳的惨叫，最后一波虫族被剿灭。提示：凝月级击杀腐肉迷虫，获得经验值6000加3000。提示：清剿完这2波虫族，经验池内已经累积了足足近100万点经验。转职后，这些经验最少能让我提升7、8级。陆胜粗算了一下，何况还有最终的 BOSS。正说着，地面忽然隆隆作响，抬头看去，只见一个巨大的黑影正在朝着这边缓慢靠近。探查术，陆胜眉心闪过一道光芒，紧跟着一道面板浮现眼前。虫族女王，等级 LV20， 品阶黄金级，血量40000-40000，攻击1990-2000，防御600，技能感染迷雾同归于尽。感染血量低的单位，将其化作自身的奴仆。迷雾从毛孔中散发出体内蕴藏的迷雾，对附近单位造成每秒500点伤害，同时造成减速效果，持续10秒。同归于尽，当血量清空时，虫族女王会进行爆炸，对附近单位造成5000点伤害。这个 BOSS 的属性不算很高，但血量却是出奇的多。最恐怖的是，它有一个持续范围伤害，每秒500点，对现阶段的玩家来说，简直就是肉眼可见的在掉血。哪怕是最肉的骑士，10级也充其量不到5000血，抗10秒都不可能。对于近战职业来说，更是噩梦般的存在。想打怪就必须要靠近，但靠近就必须要掉血。好在我是个法师。陆胜咧嘴一笑，挥动法杖。雷霆战力-1625，红字冒出。在虫族女王高额的防御下，陆胜一发雷霆仅造成了不到2000的伤害。虽然这个数值在其他玩家眼中
已经算是天数，但陆胜可不打算跟女王打什么持久战。心神一动，陆胜手中出现几瓶药水，秘术秘药，等级 LV10，品阶黄金，道具效果，使用后玩家对敌人造成的伤害增加 10%， 持续60秒。狂暴秘药，等级 LV10，品阶黄金，道具介绍，使用后玩家在攻击施法时有 20% 的几率发生暴击，持续时间60秒。战吼药水，等级 LV10，品阶黄金级，道具介绍，使用后对敌人造成伤害时增加 10% 魔法穿透。扫了眼手中的药水，选择使用。提示：使用成功，秘术 buff 剩余时间 60s。提示：使用成功，狂暴 buff 剩余时间 60s。提示：使用成功，战吼 buff 剩余时间 60s。听着耳边的提示音，陆胜再次从背包掏出一瓶药水，天堂药水，等级 LV10，品阶白银级，道具介绍，使用后瞬间回满缺失的生命值与魔力值，并且永久提升上限1000点。使用之后，陆胜少了1节的魔力值瞬间回满，并且还上涨了1000。现在的陆胜足足有将近3000点魔力值，足够释放雷霆战力150多次。眼看 buff 剩余时间在缩减，陆胜连忙挥动法杖，轰隆，一道比以往更粗、更刺目的雷霆轰然落下，精准落在虫族女王庞大的肉身上。-5462，暴击！竟然这么轻易的就触发了暴击。紧跟着雷霆扩散开来，在地面形成翻涌的电流。-4369， -4350， -4370，一串串数字冒出，二阶段的伤害同样爆表。丧！身上传来剧烈的疼痛，女王发出一声刺耳的嚎叫，紧跟着就见她身上的毛孔张开，每一个都有碗口大小，浓浓的绿色雾气喷涌而出，居然向着这边飘来了。看着快速逼近的毒雾，陆胜停下施法，连续在身上套了几十个护盾。毒雾落在火焰屏障上，不仅无法伤害到陆胜，其中一部分还返还到了女王身上。陆胜瞥了一眼还算充足的魔力值，继续施法。轰隆，轰隆，轰隆，雷霆不断落下，时不时还冒出一个暴击。终于，随着最后一道红字冒出，女王最后的血量终于见底，要自爆了。陆胜看着女王迅速膨胀的身体，再次在身上套了10几个护盾。就在他完成施法的那一刻，女王的身体也膨胀到了极限。轰！破烂的肉皮带着绿色粘液，还有一些不明物体瞬间炸开。与此同时，提示音在陆胜耳边响起：提示：您越级击杀黄金级 BOSS 虫族女王，获得经验值8万加40000。提示：您已完成任务虚空之主的试炼。提示：恭喜玩家通关副本，您的评价为 SSS 级，正在结算奖励。全服公告：恭喜华夏大区神域主城玩家君临完成黄金 BOSS 首杀。第14章转职最幸运的玩家。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神域主城玩家君临首通副本虚空副本，奖励虚空自选宝箱1。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神域主城玩家君临完成黄金 BOSS 首杀。世界公告：奖励黄金级宝箱1，自由属性点20，技能点20。世界公告再次响起，在玩家耳边足足回荡了3遍。此时，正在副本中苦苦耕耘的玩家再次愣住了。我了个大操，又是世界公告，又是君临黄金 BOSS 首杀，开什么国际玩笑？我连青铜 BOSS 都打不过，这进度也太快了！君临大佬真的没有开挂吗？黄金级宝箱还有这么多属性点，馋死了！追随君临大佬的步伐，我也要进入神域主城，冲啊！还在新手村的大多玩家此刻热烈讨论着君临近乎神级的操作。虽然接二连三的世界公告已经让大多玩家折服，但仍然有一部分不服气的。就在这时，又是一道提示音响起：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神域主城玩家君临成功转职隐藏职业虚空之主，奖励幸运加100，声望加10000。世界公告！世界公告！再次响起的世界公告彻底打了那些还在嘴硬的玩家的脸。要说君临只是转职，那也没什么。可世界公告中说，君临转职的可是一个隐藏职业，在天命中获得隐藏职业的，甚至比1级获得神级装备的概率还要小。如果之前他们猜测君临只是一个开挂玩家，那现在他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君临很有可能是这个游戏中的管理者。与此同时，陆胜站在虚空祭坛上，提示音不断在耳边响起，直到最后。提示：恭喜玩家成功完成转职任务。提示：您的职业变更为虚空之主。提示：由于玩家转职隐藏职业，
每次升级将会获得全属性加30，自由属性点加50，技能点加10。提示：您习得职业技能虚空之力。提示：您习得职业技能虚空穿梭。提示：您习得职业被动技能虚空汲取。听着耳边的提示音，陆胜这才感觉到了隐藏职业的强大。首先，升级时的属性点和技能点获得由之前统一的属性点直接翻了10倍，也就是说明他现在升一级的收获足足顶得上其他玩家10级，更何况还是全属性。哪怕陆胜从来没在力量敏捷上面加过点，升一次级就能远超其他玩家。随后，陆胜迫不及待查看刚刚习得的职业技能虚空之力。技能等级 LV1 无限制增长，技能品阶白银级，随技能等级提升。效果：释放后目标地点出现一片虚空漩涡，对15×15范围内的敌人每秒造成100%基础攻击力的伤害，同时施加减速、重伤、混乱效果。冷却120秒，当前天赋加成无冷却，消耗魔力30点。介绍：超高的范围伤害才能配得上虚空之主的名号。虚空穿梭。技能等级 LV1 无限制增长，技能品阶白银级，随技能等级提升。效果：使用后玩家朝目标方向穿梭一段距离，穿梭过程中免疫所有伤害。冷却60秒，当前天赋加成无冷却，消耗魔力60点。介绍：穿梭在虚空当中，无人能找到你的行踪。虚空汲取被动。技能等级不可升级，技能品阶不可提升。效果：玩家对敌人造成伤害的同时，对方血量上限的50%将转化为玩家的魔力值。冷却无。介绍：汲取对方之力加于自身，成就真神。死。看着眼前的3个技能，虽然早有准备，但陆胜还是倒吸一口凉气。不愧是隐藏职业，这3个技能每一个都恐怖如斯。首先，第一个虚空之力，大范围高伤害，在无限火力的天赋加持下，还可以做到无间断释放。只要陆胜想，就可以制造出一片真空领域。单凡想要近他的身，就要先承受虚空之力的伤害。其次是第2个技能，对于陆胜来说更为重要，可以无视地形任意穿梭，并且施法阶段还免疫所有伤害。就算有人能抗住虚空之力的伤害，冲杀到陆胜面前，虚空穿梭依旧可以让陆胜拉开距离，同时补上一个虚空之力。至于最后一个，陆胜看向名为虚空汲取的被动技，心中十分满意。有无限火力在，可以无视冷却时间，但连续释放技能所带来的魔力值消耗让他有些承受不起。有这个被动技能在，陆胜几乎可以无视魔力值消耗，随意输出。最重要的是，这几个技能等级无上限，天命中大部分技能的等级上限卡死在了 LV10。但这几个技能不同，等到游戏后期，陆胜的技能点越来越多，到时候一个虚空之力的范围几乎可以笼罩一片城镇，虚空穿梭的距离甚至可以横穿整片大陆。以后若是有城战，陆胜完全可以穿梭过去，砸下10几个比主城还大的虚空黑洞，然后再穿梭回去。这3个技能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陆胜满意的关闭了面板，打开背包，世界公告的奖励已经发放到了陆胜背包中，一个黄金宝箱，还有一个虚空自选宝箱。首次转职奖励了100点幸运值，我现在是天命中最幸运的人了。不知道这2个宝箱能开出什么东西。想着，陆胜取出黄金宝箱。黄金宝箱，等级 LV10，品阶黄金级。道具介绍：开启后可获得一件黄金品阶的装备、道具、技能书等。提示：是否开启黄金宝箱？开启。声音落下，提示音再次传来。提示：开启成功。提示：恭喜玩家获得了黄金级道具虎符，已发放至背包。第15章虚空套装接连升级。虎符，等级 LV10，品阶黄金级。道具效果：使用后可创建兵营，召唤军队。看了眼道具介绍，陆胜微微挑眉，真是好东西。里面所说的军队估计是 NPC， 恐怕召唤也需要材料或者金币，但陆胜最不缺的就是金币。试想一下，100万金币砸进去，砸出来千军万马，再将这群 NPC 的等级提升上去，到时候他甚至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主城。想到这里，陆胜心神一动，将虎符收入背包。现在他还在副本中，这件道具还是等出去了再用。而后陆胜又看向另一个宝箱，虚空自选宝箱，等级 LV10，品阶黄金级。道具介绍：使用后可从黄金级装备、道具、材料、技能书中任选其一。
自选宝箱。陆胜认真思考起来。装备，宝箱里面只是黄金级装备，对他来说意义不大。更何况在陆胜的记忆中，外面还有许多神级装备在等着他。技能书更不需要了，光是转职附带的技能就够他用很长一段时间。道具，陆胜想着，开口。选择建筑图纸类道具。提示：选择成功。提示：正在为您抽取黄金级建筑图纸类道具。提示：抽选成功。恭喜玩家获得药剂店建筑图纸。药剂店建筑图纸，等级 LV10，品阶黄金级。道具介绍：使用后可建造黄金级药剂店，附带制药师1。所需材料：木材100，铁钉100，炼药炉1。看着眼前的介绍，陆胜微微点头，还算不错，正好可以建在装备店旁边。玩家闯关除了等级限制，最重要的也就是装备和道具。有了好的道具，在刷图的时候可以更大的发挥实力，同时也能保证自身的存活率。就像这次副本，如果没有那些药剂，虽说依旧难不倒陆胜，但通关所需的时间会大大增加。出去之后，先将药剂店建造出来，再去找些合适的装备。陆胜收起手中的建造图纸，看向前方。在虫族女王倒下的地方，大片银币堆砌着，其中还夹杂着几件金光闪闪的装备。陆胜走上前去，一一拾起。提示：您拾取到银币2612。提示：您拾取到黄金级装备虚空法袍，已发放至背包。提示：您拾取到黄金级装备虚空戒指，已发放至背包。提示：您拾取到黄金级装备虚空护腿，已发放至背包。提示音不断响起，陆胜足足获得了3件装备，似乎是个套装。陆胜打开背包，一一查看。虚空法袍，等级 LV20，品阶黄金级，智力加40，防御力加400，体质加80。装备特殊效果： 1. 受到致命伤害时，使用者将隐匿于虚空，免疫所有伤害，冷却时间24小时。 2. 免疫使用者受到伤害的 10%， 并将其转化为血量。虚空戒指，等级 LV20，品阶黄金级，智力加30。装备特殊效果： 1. 施法速度正 20%。 2. 对敌人造成伤害时，额外增加 10% 的伤害，5秒内持续灼烧，并且施加重伤效果。虚空护腿，等级 LV20，品阶黄金级，体质加30，敏捷加20。装备特殊效果： 1. 使用技能时，移动速度正 10%。 套装效果3%，全属性加50，技能伤害正 5%， 释放技能时有 10% 的几率触发虚空湮灭。套装效果3%，全属性加100，技能伤害正 10%， 释放技能时有 40% 的几率触发虚空湮灭。虚空湮灭在使用者3×3的范围内施加一片领域，对进入领域的敌人造成基础伤害 40% 的伤害，持续10S。看着眼前的装备，陆胜微微点头，还算不错。保命、增伤、移速、施法速度一应俱全。最重要的是还有套装效果，触发虚空湮灭，任何敌人想要接近陆胜，就要多受到1重伤害。虽然不高，但也聊胜于无。不过我现在的等级还不够。陆胜想着，调动储存在池子里的经验。这些经验只能保存1天，所以陆胜连升100级的梦想暂时不能实现了。提示：提取成功。提示：恭喜您获得经验值1728199点。白光凭空出现，涌入陆胜体内，经验条迅速被灌满，清空，再被灌满，金光接连亮起。提示：您已提升至 LV11，奖励全属性点加30，自由属性点50，技能点10。提示：您已提升至 LV12。短短几个呼吸，陆胜连升10级，直达20级。陆胜瞅了眼面板，光是奖励的全属性点就有足足300，自由属性点更是多达500，寻常玩家升100级才能追上的程度。还有技能点，估计这辈子也不愁用了。按照之前的经验，陆胜依旧将自由属性点加在智力上，然后又将刚刚获得的2个职业主动技能升到满级。虚空之力，技能等级 LV20，技能品阶黄金级。效果：释放后目标地点出现一片虚空漩涡，对15×15范围内的敌人每秒造成 200% 基础攻击力的伤害，同时施加减速、重伤、混乱效果。冷却120秒，当前天赋加成，无冷却。消耗魔力30点。介绍：超高的范围伤害才能配得上虚空之主的名号。虚空穿梭，技能等级 LV20，技能品阶黄金级。效果：使用后，玩家朝目标方向穿梭一段距离，
穿梭过程中免疫所有伤害。冷却60秒，当前天赋加成无冷却，消耗魔力60点。介绍：穿梭在虚空当中，无人能找到你的行踪。2个技能都升到了20级，且品阶变成了黄金，不愧是隐藏职业的专属技能，日后进化成史诗，甚至是传说技能都不是问题。按捺下心中的激动，陆胜下令回城。第16章打造商业街，不愧是君临。一道光芒从天而降，再睁眼，陆胜出现在了神域主城的传送法阵当中。先将药剂店建立起来再说。走出传送法阵，陆胜按照建造图纸上的要求，在紫金商行购买了一批建筑材料，然后来到装备店旁，按照先前的流程疯狂撒币。提示：您支付了100金币，当前建筑剩余时间23小时。提示：您支付了100金币，当前建筑剩余时间22小时。提示：很快，一座药剂店便出现在眼前，还算不错。打量了一下外部装潢，陆胜推开门就看到了配备的药剂师。只见一个穿着围裙、戴着眼镜、后脑竖着2根麻花辫的少女正摆放着桌面上的试管。见陆胜进来，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计。见过主人。陆胜点头问道：你会制作些什么药剂？基础的药剂都可以制作，不过难度稍高一些的还需要配方。麻花辫少女推了推眼镜，有些不好意思。那就够了，你先抓紧制作一些，后面等玩家进入主城了可以卖给他们，至于定价我之后会给你。陆胜说完便走出了药剂店，转身来到紧邻的装备店。叮叮叮，还没走进去，陆胜便听到金属碰撞的声音，伴随而来的还有一股火热。推开门，只见铁匠满头大汗，拎着脑袋大的锤子不断敲击着铁坯。陆胜扭头看向墙角，许多打造好的黄金级装备都在那里堆砌着，有法袍、护腕、护腿，这些都是按照陆胜之前给他的设计图制作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铁匠本身自带的装备，品阶虽然没到黄金，但好在品种全面，各个职业的武器一应俱全，防具也是各有特色。主人，胡子铁匠将手中的铁坯打好，淬火，这才看向陆胜。不错。陆胜满意的点了点头，继续打造吧，这些装备都要售卖，之后我会出个价格表给你。好。目送陆胜出了铺子，胡子铁匠再次抡起了大锤。陆胜站在街上，这2间店铺暂时足够了，等到玩家们有了足够的金币，再扩充剩下店铺也不迟。不一会，药剂店的麻花辫少女便制作出了一批药水。简单了解后，陆胜对这名手艺人有了全新的理解，而后制作了价格表，分别交给少女和铁匠。陆胜打开背包，看了眼里面的虎符，想用这枚虎符还得做好前期准备。陆胜打开地图界面，在工会管理所的位置打上标记，然后直奔目的地。很快，陆胜来到工会管理所。你好，我想要创建工会。陆胜来到柜台前，对着里面的工作人员说道：好的，阁下，请您出示您的身份证明。陆胜没有回复，直接将村长的徽章和介绍信推了过去。这是提示：工会管理者西比特对您的好感度加50，请原谅我之前的冒昧，阁下，我现在就为您办理工会创建手续。说完，西比特就开始忙碌起来。阁下，建立工会需要有工会驻地。西比特说着，将一张地图平铺在陆胜面前。所以请您在地图上挑选一处空地，作为您要创建的工会驻地。陆胜看了眼地图，这是位于神域主城外的一大片空地，同时和另外一个主城接壤。这块地不错。陆胜笑了笑，伸手在地图上画了个圈。这里，我要了。西比特愣神，但很快又露出职业微笑。阁下是说要将这一整块地全部？陆胜点头，没错。抱歉阁下，是我冒昧。西比特微微一笑，然后道：虽然工会驻地的地皮价值要比城内小很多，但阁下画出的范围几乎要比得上一个主城了。这个价格多少？陆胜没有理会，开口问道。稍等，我为您计算一下。很快，西比特算出了这片空地的具体价值。阁下，这块地皮价值7亿4800万，由于您有前任会长大人的推荐，可以为您打一个98折，一共是7亿3304万金币。陆胜点头，大手一挥，顿时海量的金币便涌入对方的账户。提示：工会管理者西比特对您的好感度加50。听着耳边的提示音，陆胜就见西比特一边疯狂盖章，还不时冲他微笑一下。很快，西比特将一堆文件处理好，同时一道提示音在陆胜耳边响起。提示：恭喜您创建工会成功，请为您的工会命名。曙光。提示：恭喜您成功创建工会曙光。提示：当前您的工会等级为黑铁级，
成员上限为100人。提示：工会面板已解锁，您可随时查看工会状态。提示：工会聊天频道已解锁。提示：由于您是第一个创建工会的玩家，即将对您进行世界公告。一连串的提示音响起，而后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神域主城玩家君临创建工会成功。世界公告：由于君临是第一个创建工会的玩家，奖励工会建筑图纸宝箱1，金币1万，声望1万。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神域主城玩家君临创建工会成功。世界公告：世界公告再次响起，同样是一连3遍。此时所有玩家再次惊呆了，又是世界公告，创建工会也有奖励。这么说来，只要是第一次触发游戏机制，就能有奖励。有玩家根据最近的世界公告发出合理推测，但很多玩家还是将注意力放在了世界公告的人上面。又是君临大佬，确定他不是 GM， 创建工会就有1万金币，太爽了！我累死累活，现在才攒下来几百个，想必现在君临大佬的金币已经突破10万了吧？马上10级，这就去神域主城抱君临大佬的大腿。第17章，紫荆棘城墙，第2位玩家。与此同时，陆胜站在神域主城外，这里将成为我征服万族的起脚点。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荒原，陆胜满意的点了点头。紧跟着提示音在耳边响起，提示：已抵达工会驻地，是否创建工会？创建。声音落下，一道道简陋的城墙凭空出现在荒原上，几乎是瞬息间，工会便建立完毕。只是工会城墙，品阶黑铁级，血量1000-1000。道具介绍：破旧的城墙能抵御一些伤害，这等级也太低了。陆胜叹息，这城墙的血量也太低了，还抵抗一些伤害，恐怕陆胜丢下一个技能便能将整个工会毁灭。提示：可用金币对工会进行升级。提示：当前城墙升至青铜级，需支付1万金币。升级。陆胜毫不犹豫开始撒币。提示：支付成功，当前城墙升级所需时间24小时。提示：可以通过支付金币加速升级速度，1000金币小时。陆胜大手一挥，升级时间缩短了1个小时。继续支付。陆胜口中自语，20几个1000金币支付出去。提示：升级成功。工会城墙，品阶青铜级，血量10000-10000。道具介绍：良好的城墙可以抵御一些伤害。继续升级。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还是不满意。提示：当前城墙升至白银级，需支付10万金币。升级。提示：当前城墙升至黄金级，需支付100万金币。升级。提示：当前城墙升至紫金级，需支付100万金币。升级。面前的城墙开始升级，陆胜照旧支付金币，缩短时间。很快，面前的城墙便发生了变化。只见最开始破破烂烂的黑铁级城墙，此时已经高达100丈，材质更是由最开始的青砖变成了不知名的金属。最重要的是，工会城墙，品阶紫金级，血量100000000，100000000。道具介绍：坚固的城墙能抵挡海量伤害。看着眼前城墙高达1000万的血量，陆胜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推开大门，走进城中，里面的东西很少，除了工会大厅等基础设施，再没有任何东西，像是一座荒城。陆胜打开背包，从里面掏出虎符。虎符，等级 LV10，品阶黄金级，道具效果：使用后可创建兵营，召唤军队。提示：是否使用虎符？使用。选好地点，陆胜直接将手中的虎符丢了出去，而后虎符化作一道金光。提示：军营正在建造中，剩余时间48小时。提示：可以通过支付金币加速建造速度100金币小时。而后又是一顿枯燥无味的撒币。随着最后100金币投入其中，兵营彻底建造完毕。军营，品阶黄金级，道具介绍：可花费100金币召唤一名等级为 LV20的黄金级士兵，花费1000金币召唤同等级品阶的将士。注：当前兵营最大容量为01000。注：升级功能将于玩家获得城主身份后开启。足足投入了10万金币，陆胜的面前出现一支1000人军队，另外还有一个统领军队的千夫长。千夫长，等级 LV20，品阶黄金级，血量40000，攻击2000-2100，防御600，技能冲锋。介绍：隶属于玩家君临的将军，统领1000人军队，誓死效忠君临。看着他的面板，陆胜满意的点了点头。
这个属性放在黄金级怪物中也算是翘楚的存在。而后陆胜微微偏头看向千夫长身后的士兵，士兵等级 LV20， 品阶黄金级，血量8000-8000，攻击400-410，防御120，技能冲锋。介绍：隶属于玩家君临的士兵，统领1000人军队，誓死效忠君临，也还算不错。参见主公。就在这时，为首的千夫长拜倒在陆胜面前，剩下的士兵也跟着高呼：起身吧。陆胜淡淡道：眼下有一个任务派给你们，请主公指示。千夫长抱拳，眼神中闪过激动的光芒。他们作为士兵，此生最大的任务便是征战，而第一次见面，主公就对他们下达任务，这是何等的信任。由此主公夫复何求？陆胜没有注意到他的小心思，开口说道：位于神域主城南方有一个叫做虚空祭坛的地方，我要你们做的就是讨伐那里为祸苍生的虫族，能做到吗？能。千夫长暴喝一声，其余士兵也纷纷跟着应答。好，那你们就出发吧。说着，陆胜取出一袋子金币交到千夫长手中。路途遥远，保持体力，这些金币可以你们乘坐工会外的传送阵过去。军队想要进入主城恐怕有些困难，好在4大主城的交界处也有一个传送阵，正好位于曙光工会外不远处。多谢主公。千夫长抱拳感谢。本以为遇到如此信任自己的主公就很是难得，却没想到主公还格外体恤士兵。所有人跟我出发，谁敢掉了链子让主公失望，别怪我手下无情。可见千夫长的练兵方式也是极其凶狠。在陆胜的目送下，一支1000人队伍便浩浩荡荡出了城。1000士兵，而且还有如此凝聚力，对付那些虫族应该不是问题。想来刷出虚空套装，剩下几件装备也只是时间问题。陆胜自言自语，然后看向面前的军营。至于升级军营，还是日后再说吧。想要将工会升级成主城，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陆胜叹了口气，正想着，忽然一道提示音在耳边响起：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玩家清风成功抵达神域主城。由于该玩家是第2个进入主城的玩家，奖励金币100，声望100，白银级随机宝箱1。哦，陆胜来了兴致，其他玩家也要陆续进入主城了吗？与此同时，一道白光闪过，神域主城的传送法阵中走出一道人影。此人身材高大，身上还穿着破破烂烂的青铜装备。听着耳边的提示音，这名玩家走出传送法阵，高呼一声：君临大佬，我来了。第18章升级工会神级提示：您的铁匠铺收入1920金币，已发放至背包。提示：您的药剂店收入875金币，已发放至背包。这一世的玩家进入主城的时间明显提前了许多。工会中，陆胜听着耳边的提示音，自言自语道：进度提前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荒城试炼的存在，明显高出刷怪区的经验值，极大缩减了玩家升级所需的时间。既然这样，陆胜心神一动，调出工会面板。曙光工会，品阶青铜级，当前工会驻地落雨荒原，位于神域主城北侧，同时与幽影主城接壤。当前工会可容纳人数1100000。当前工会技能：青铜级疗愈，青铜级敏捷，青铜级暴击。扫了眼面板，看着一水的青铜级工会技能，陆胜果断选择氪金。提示：您成功支付100万金币，工会正在升级。提示：您成功支付1000万金币，工会正在升级。提示：您成功支付。足足氪出去了10几亿金币，工会面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曙光工会，品阶神级，当前工会驻地落雨荒原，位于神域主城北侧，同时与幽影主城接壤。当前工会可容纳人数1亿。当前工会技能：神级疗愈，神级敏捷，神级暴击。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微微点头。神级工会暂时够用了，不过这次花了我不少的金币。陆胜看了眼背包，到目前为止，背包中还剩将近50亿金币，都花了一半了。不过随着玩家进入主城，这些金币很快就能赚回来。想着，陆胜再度打开工会面板，将入会条件设置为10金币人。做完这一切后，陆胜打开背包，工会建筑图纸宝箱，等级 LV10，品阶传说级。道具介绍：开启后可随机获得一件传说级建筑图纸。工会提示：是否开启工会建筑图纸宝箱？开启。提示：开启成功。提示：恭喜玩家获得神翼之树建筑图纸。神翼之树建筑图纸，等级 LV10，品阶传说级。道具介绍：使用后可建造神翼之树。注：
神异之术复制工会属性，可在会长的允许下携带去征战。看着眼前的建筑图纸，尤其是最后一条备注，陆胜有些惊喜。复制工会属性，还能带着去打仗。虽然工会现在升级到了神级，工会技能也随之升级到了这个品阶，但想要触发，就只能待在工会中。也就是说，等到其他工会或者主城来攻打的时候，这些技能才能派上用场。但有了神异之术，只要在陆胜允许，那些神级增幅技能就能伴随军队出战。试想一下，哪怕双方等级毫无差距，但一个神异之术砸下去，就是碾压。陆胜迫不及待，当即想要建造。然而，随着他视线向下，神异之术的建造材料却不禁让他有些犯难。建造所需材料：无根圣水1，生命树核1。这些东西，紫金商城恐怕是没有啊。陆胜叹了口气，算了，还是动手解决吧。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些东西在幽暗主城的南侧森林中就能获得。不过在这之前，陆胜看了眼手中的法杖，这是在新手村时从一个老头手中开罐子开出来的。虽然只有1级，但高额的智力加成和特殊属性在前期还是相当给力的。不过现在我已经20级了，该去更新一下装备了。想到这里，陆胜走出工会，朝着神域主城走去。进了神域主城，陆胜走在大街上，高额的敏捷让他现在的速度已经完全超过了同等级的刺客。远远看上去，只能看见一道虚影。很快，陆胜便来到了紫金商行。阁下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依旧是之前的旗袍少女。然而，因为陆胜在这段时间不断增加的声望值，此刻旗袍少女面对陆胜恭敬许多。我需要购买一件装备，那请您随我来看。旗袍少女脸上露出笑容，带着陆胜来到大厅。本商行青铜到黄金品阶的装备全在这里，您看。不用了。没等他说完，陆胜便开口打断道：我需要一件神级装备。神级？少女瞪大眼睛，在紫金商行，一件神级装备的价格可是天价。她没想到眼前的男人竟然还有这份财力。神级装备在3楼，请您随我上来。跟着旗袍少女来到3楼，一进来，陆胜便感觉到了一股全然不同的气息。放眼望去，里面摆满了装备，而且品阶都是神级。皇家战铠，等级 LV40， 品阶神级，体质+280，防御+1400，装备特殊效果：1. 受到伤害时有 30% 的几率触发狂怒，接下来的攻击对敌人造成 200% 的伤害，持续10S。 2. 队伍中有队友时有 10% 几率触发冲锋，全队人基础属性上涨 50%， 持续5S。 幽影匕首，等级 LV30， 品阶神级，力量+2800，敏捷+270，装备特殊效果：1. 物理穿透正 80%。 2. 对敌人造成伤害的同时施加中毒效果，每秒造成 30% 基础伤害，持续5S。 看着琳琅满目的装备，陆胜心中不禁感叹，真是一座宝库。整个3层几乎将市面上的神级装备全部囊括了。但这份感叹也只维持了1刻。日后将装备店的品阶提升上去，神级装备对那个铁匠来说肯定不是问题。哪怕是传说装备，最苦恼的也只是如何凑齐材料。陆胜心里说着，眼神四下观望。他的目标可不是这些神级装备。很快，陆胜便看到一个玻璃柜子，上面陈列着3件装备。从左往右数，前2件分别是一件神级大剑，然后是一件神级长弓。陆胜的眼神只在这2件装备上稍微停留片刻，而后便看向了第3件装备——破旧的法杖。等级品阶。看着被蒙上一层灰尘的法杖，陆胜眼神放光。就是你了。第19章传说法杖套装效果。这件装备怎么卖？陆胜指着玻璃橱窗中灰蒙蒙的法杖问道。一旁的旗袍少女连忙上前：是这样的，这3件物品都是我行专业人员鉴定后无法估价的商品，所以摆在这里拍卖。这件盔甲和匕首现在已经拍卖出了5000万金币，而这件法杖……旗袍少女声音顿了顿，而后继续说道：现在最高出价是105000金币。这么便宜？陆胜一愣，按照他前世在论坛中获得的信息，这件应该是传说级法杖才对。虽然有些破损，但也不该只卖10万金币啊。由于判断不出这件法杖的修补材料，所以才卖出这个价钱。旗袍少女解释道。听到她的解释，陆胜这才明白，修补不好的法杖和烧火棍没什么两样。但是在前世，可是有玩家将锻造师这个副职业修到了传说级，并且意外找齐了修补材料，将这件传说级法杖修补完成后，特地发到论坛炫耀。当时羡慕的陆胜等一众法师牙都要咬碎了。
但是现在这件装备是我的了。陆胜微微一笑，扭头看向旗袍少女：“我要拿下这件装备，需要多少金币？”是这样的，旗袍少女清了清嗓子，为陆胜解释道：“这件装备属于拍卖物品，您如果现在想拿下，就要出当前拍卖价格的双倍，也就是21万金币。”我要了。没有犹豫，陆胜当即将金币划过去。后者明显一愣，显然没想到陆胜竟然这么痛快，而后赶忙将法杖从玻璃橱窗中拿出来，递到陆胜面前：“阁下，这件法杖是您的了。另外，您在我行已消费超过20万金币，特将您升级为黄金 VIP， 日后消费将为您进行98折的优惠。提示：您已成为紫金商行黄金 VIP。” 忽略了耳边的提示音，陆胜再次问道：“你们商行提供修复装备的服务吗？”“提供的。”“那就好。”陆胜点点头：“我还要一些材料，分别是液金、破金，还有……”“阁下稍等。”旗袍少女离开，不一会又折返回来。提示：紫金商行向您发起交易，您需支付79万8260金币。提示：是否支付？陆胜毫不犹豫选择了是，然后将破损的法杖一起交到了旗袍少女手中。两人又上了1楼，陆胜朝里面看去，只见一个老人正端坐在椅子前。希里伯，等级 LV99， 品阶黄金，血量198000 198000，技能无。介绍：拥有传说级锻造术的男人，是紫金商行的元老之一。竟然是元老！陆胜关闭了眼前的面板，随旗袍少女走了进去。两人耳语了一阵，然后提示音响起。提示：希里伯向您发起交易，您需要支付1金币。提示：是否支付？听着提示音中的金额，陆胜抬头看去。希伯里淡笑道：“老夫也很想修复这件装备，但奈何找不到修补材料。这次要是能修好，阁下也算是了老夫一桩心愿。”“好。”陆胜点头，选择支付。而后旗袍少女将破损的法杖连同一众材料摆在希伯里面前的桌子上。随着希伯里开始修补，众多材料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入法杖。下一秒，破损的法杖重焕新生。智慧之杖，等级 LV20， 品阶传说级，攻击1800-2000，智力加90。装备特殊效果：一、双生施法，释放技能时有 50% 的几率造成2次施法效果。二、法术狂暴，5S 内施法超过5次之后，10S 内的技能将对敌人造成200%的伤害。面板也发生了改变。陆胜看着眼前的面板，心潮澎湃。且不说这多到离谱的智力加成和各项属性，就说这2个技能简直是强到逆天。第一个双生施法，只要触发成功，便能少去1次吟唱的时间以及1次蓝量消耗。这对用技能输出的法师职业来说，简直就是梦中情障。然后就是法术狂暴。众所周知，法师是众多职业中输出最高的职业之一，但在刷图的时候，难免会有1次秒不了怪的情况发生。如果先用小技能将法术狂暴叠加起来，在加成中疯狂释放大招，200%的伤害，就算是 BOSS 也能硬生生砸死。提示：希伯里对您的好感度加50。耳边提示音响起，陆胜抬头看向希伯里，只见对方的眼神又和煦了几分。恭喜阁下！希伯里手一挥，法杖便稳稳飞回了陆胜手中。目的达到，陆胜同两人道了个别，就出了紫金商行。有了这根法杖，对付那些树精就不是问题了。陆胜微微一笑，朝着神域主城的传送阵走去。忽然，又是一道提示音在耳边响起。提示：曙光军队已完成对虚空祭坛的讨伐。提示：曙光军队所得已发放至您的背包当中。这么快？陆胜一愣，旋即打开背包。金币倒是没发生什么变化，在数十亿这种庞大的基数面前，那点收获连9牛1毛都算不上。不过，虚空法帽，等级 LV20， 品阶黄金，智力加40。装备特殊效果：一、释放技能时可恢复 10% 以损失蓝量；二、杀死敌人后有 10% 的几率将对方化作虚空奴仆。虚空护腰，等级 LV20， 品阶黄金级，智力加20，体质加80。装备特殊效果：一、脱战状态时损失血量以每秒 5% 的速度回复。虚空长靴，等级 LV20， 品阶黄金级，敏捷加35，体质加30。装备特殊效果：一、战斗状态时有 10% 的几率进行躲避，无伤躲开对方攻击。提示：您已凑齐虚空套装，套装效果触发。套装效果6分之6，全属性加100，
技能伤害正10%，释放技能时有40%的几率触发虚空湮灭。第20章，幽暗之森千年树精，来得真及时。看了一眼背包中的装备，毫不犹豫，陆胜立即将几件装备穿戴上，凑齐6件套，触发套装效果后，这件套装几乎脱离了黄金装备的范畴，甚至能超过一些比较差的紫金级装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材料以及一些没用的装备，陆胜便直接忽略了，之后在商业街开个杂物店，全部都售出去就可以了。很快，陆胜便来到神域主城的传送阵，交付了10金币，一旁的法师开始启动阵法，光芒闪过，陆胜的身影消失在原地。再睁眼，面前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提示：你已抵达魔影之森。提示：当前为30级副本，请玩家注意安全。30级副本，难度不大。听到耳边的提示音，陆胜稍微计算了一下自己现在的实力，然后自信朝前走去。在前世，这里也是玩家经常光顾的副本。一眼看上去，这里只是一片森林，甚至空气很好，心旷神怡。但早有过经验的陆胜却知道，这片森林远没有看起来安逸，危机四伏。陆胜走了几步，面前出现一棵数十米的大树，远远看上去就像巨人一般顶天立地。微风吹来，还发出簌簌的树叶摩擦声。探查术，一道光芒自陆胜眉心闪出，紧跟着面板浮现。幽影树精，等级 LV30， 品阶白银级，血量9000-9000，攻击450，防御135，技能数次光合作用隐秘。介绍：千万不要把它当做一棵普通的树，否则你将会死得很惨。树精的属性不算高，但最令玩家胆寒的就是树精的隐藏能力太过夸张。偌大的森林，树精错杂分布，玩家进入绝对会被偷袭，甚至会被树精围攻。就算发现，大多数玩家也无法火力覆盖。若判断错误，还是会被树精偷袭，甚至围攻。若不是陆胜有前世的经验，哪怕以他现在的实力，也要吃个暗亏。不过既然让我知道了，你们就跑不掉了。陆胜微微一笑，晃动手中的法杖，虚空之力。刹那间，以面前那棵大树为中心，虚空之力瞬间蔓延开来，好似一个昏暗的漩涡，在这片范围内不断吞吸着树精的生命力。-20800，-20800，-20800，一个技能砸下去，大片的红字接连冒出。只见数棵装作大树模样的树精纷纷开始哀嚎，树根拖地，枝杈摇晃，树叶更是如下雨一般，瞬间铺满了地面。提示：您越级击杀幽影树精，获得经验值9000加3000。提示：您越级击杀幽影树精，获得经验值9000加3000。提示：您越级击杀幽影树精，获得经验值9000加3000。道道白光从森林中冒出，没入陆胜体内，填充经验条。而后金光冒起。提示：您已升至 LV21， 全属性加30，自由属性点50，技能点10。照旧将属性点分配到智力上，又将2个技能升到 LV21。陆胜抬头，只见刚才被虚空笼罩的范围已然是一片荒芜，不光是树精，就连其他普通树木也被这股虚空之力搅碎，而且有被动技能虚空汲取的存在，虚空之力消耗的蓝量也瞬间回满。而后陆胜心念一动，虚空穿梭，技能发动，陆胜整个人迅速虚化，消失在原地。再出现，脚下是树精死亡的掉落。提示：您拾取到金币182。提示：您拾取到枯木法杖，已发放至背包。枯木法杖，等级 LV30， 品阶白银级，攻击900，智力45。装备特殊效果：一、释放技能时有10%的几率召唤木人为自己作战。扫了眼面板，陆胜便关闭背包。虽说是30级的装备，但品阶只有白银，相比他手中的传说及法杖还是差了太多。陆胜继续施法，身形不断在森林中穿梭。提示：您拾取到金币108。提示：您拾取到金币98。提示：您拾取到枯木长靴，已发放至背包。提示音不断响起。不过除了一些金币，还有没用的装备，再没有什么收获。继续往前走吧。陆胜叹了口气，打算继续朝前进发。就在这时，一道提示音在耳边响起。提示：由于您大面积毁坏森林，已触发树人的愤怒。提示：请玩家快速撤离，躲避树人的报复。树人的报复。陆胜抬头看去，只见刚才被虚空之力湮灭的范围对面，正有一棵棵大树拔地而起。很快，树人开始奔跑，足足数十只怪物奔跑起来，好似地震了一般。树人队伍前方
还有一棵高达100米的千年树精。探查术，陆胜眉心闪过一道金光，面板浮现在眼前。千年树精，精英，等级 LV30， 品阶黄金，血量24000，攻击800-810，防御300，技能数次汲取光合作用。介绍：活了千年的树精，实力远超树人，在幽暗森林中一树之下，万树之上，竟然还来了精英怪。陆胜微微一笑，眼下这片树精距离自己还有不远，但按照他们的速度，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玩家的移动速度，哪怕反方向逃跑，用不了多久也会被追上，不死不休。不过陆胜全然不担心，不死不休，你们死了不就得了？法杖挥舞，虚空之力扩散，负22400，负22400，负22400，密密麻麻的红字冒起，大片大片树人倒下，提示音紧跟着响起。提示：您越级击杀了幽影树精，获得经验值9000加2700。提示：您越级击杀了幽影树精，获得经验值9000加2700。提示：您越级击杀了千年树精，获得经验值9000加2700。很快，那片树人便全军覆没，就连带队的千年树精也倒在了汹涌的虚空之力中。浓郁的经验没入身体，经验条瞬间被填满，而后清空，再被填满。金光接连亮了几次，连升5级。第21章碾压。提示：您已升至 LV26， 全属性加30，自由属性点加50，技能点加10。提示音响起，陆胜照旧分配，连升5级，足足给陆胜带来400点智力。2个技能也连升5级，范围和伤害都发生了变化。等到那一片蔓延的虚空之力溃散，陆胜心念一动，穿梭到那片枯木之间。提示：您拾取到金币1072。提示：您拾取到金币192。提示：您拾取到生命树合一，已发放至背包。听着耳边的提示音，陆胜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这么快就出了？只是陆胜想不到的，有了生命树核，还差无根圣水。陆胜说着，眼神看向远方，那是 BOSS 所在的位置。按照前世的记忆，无根圣水的所在地就在 BOSS 的活动范围内，想要获取，难免要与其一战。既然如此，那便来吧。陆胜自信一笑，就算是这片森林中的 BOSS， 他也有信心将其拿下。而后身形一闪，快速朝着丛林前进。刚才一波几乎是所有树精都出动了，所以陆胜穿梭在丛林中，周围都是普通树木，并没有威胁。直到森林深处，陆胜逐渐放缓了脚步，四下望去，能看到一旁的灌木丛中似乎隐藏着一具巨枯骨。不光如此，就连原本那股让人心旷神怡的清新气息，都夹杂了一股血腥味。BOSS 就在眼前了。陆胜意识到 BOSS 不远，脚步再次放缓，一直走了很久，眼前豁然开朗，波光粼粼的湖面清澈见底，远远望去还能看到水中的游鱼。仅是扫了一眼，陆胜便扭头朝着一旁看去，只见湖边矗立着一棵几乎顶天的大树，哪怕距离100米，都远远不能看到它的顶端。探查术，光芒一闪，面板浮现，万年树精，等级 LV30， 品阶紫金级，血量90000，攻击3750-3800，防御1125，技能数次吸取骷髅冲锋地刺。介绍：幽影之森的王者，受到圣水常年的滋润，实力强大。看到他的属性，陆胜微微有些惊讶。按照紫金级怪物来说，哪怕是 BOSS， 这份属性也是相当高了，应该是圣水的作用。陆胜扭头看向湖面，莫非这是一整片无根圣水？这树精吸收了这么多年，这得多少啊？一瞬间，陆胜竟然有些心疼。咔咔咔！就在这时，万年树精发出一阵断裂的声音。扭头看去，只见它粗壮的树根正从土地中快速拔起，而后缠绕变成2只脚的样子。吼！发现陆胜的存在，万年树精发出一声类似野兽的嘶吼，树杈挥舞，紧跟着一道道身影从树杈上飞射出来。藏鸟骷髅，等级 LV30， 品阶黄金级，血量8000-8000，攻击430-450，防御100，技能鸣叫会刺。介绍：被万年树精吸干了生命力，化作奴仆。幽暗野狼，等级 LV30， 品阶黄金级，血量9000-9000，攻击1000-1100，防御125，技能撕咬背刺。介绍：被万年树精吸干了生命力，化作奴仆。陆行刺杀，等级
LV30，品阶黄金级，血量89008900，攻击700-710，防御160，技能撕咬飞踢。介绍：被万年树精吸干了生命力，化作奴仆。看着眼前直冲过来的怪物，陆胜愣了一下。这些怪物与陆胜之前见过的不同，怕是在树精的作用下发生了变异，尤其是那伸着双腿人力跑过来的鲨鱼。算了，给你们个解脱吧。陆胜叹了口气，轻摇法杖，虚空之力，施法成功，大片的虚空之力瞬间扩散开来，所过之处寸草不生。那些傀儡还没走2步，就被扩散开来的虚空之力波及到，瞬间一大串红字冒出：-39520，-39520，-39520。提示：您越级击杀幽暗野狼，获得经验值9000加700。提示：您越级击杀陆行刺杀，获得经验值9000加700。提示：您已升至 LV27， 全属性加30，自由属性点加50，技能点加10。金光亮起，陆胜再度升级，分配好自由属性点，输出再度涨了1节。接下来就到你了。陆胜嘴角一勾，虚空之力陡升，瞬间将万年树精包裹起来。突然，陆胜发现那片范围的虚空之力忽然浓郁。提示：双生法术触发成功，10%的几率竟然这么轻易就触发了。2层虚空之力所带的 debuff， 万年树精处在其中，甚至连步子都迈不动。-43200，-43200，-43200，大片红字冒出。万年树精血量骤减的同时，也发现了造成这一切的正是远处的陆胜。吼！又是一道刺耳的吼叫，紧跟着万年树精发动技能，只见他的树杈迅速增长，长枪一般迅速朝着陆胜刺来，速度之快，甚至能隐约听到破空声。这一击如果命中，万年树精也能借机汲取陆胜的生命值，甚至能将其化作傀儡。可就在树杈即将命中的时候，陆胜嘴角一勾，心念闪过，而后虚空穿梭，整个人化作一道虚影，遁入虚空，再出现已然在另一个方位。而这一招落空，万年树精在2层虚空之力的叠加下，血条瞬间被清空。提示：您越级击杀紫金级 BOSS 万年树精，获得经验值15万加50000。提示：恭喜玩家通关副本，您的评价为 SSS 级，正在结算奖励。全服公告：恭喜华夏大区神域主城玩家君临完成紫金级 BOSS 首杀，奖励金币5万，声望2万，紫金级随机宝箱1。全服公告：恭喜华夏大区神域主城玩家君临达成完美，手通幽暗之森，奖励自由属性点加100，技能点加10，特殊道具1。第22章，诸国的阴谋，又是套装。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神域主城玩家君临完成紫金级 BOSS 首杀，奖励金币5万，声望2万，紫金级随机宝箱1。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神域主城玩家君临达成完美，手通幽暗之森，奖励自由属性点加100，技能点加10，特殊道具1。一连3遍，世界公告再次响彻在整个天命世界。对于接连的世界公告，大多数玩家已经麻木了，但议论肯定是少不了的。又是君临大佬，这都第几次世界公告了？反正我一次也没有。这也太恐怖了，首杀紫金级 BOSS 还达成了完美评价，谁知道完美评价是什么要求？官网上说完美评价有时间限制，而且玩家不能受到伤害。我了个去，紫金级 BOSS 都没能对君临大佬造成伤害，开什么玩笑？众人议论纷纷，大多数人就跟吃了柠檬似的，从里到外透着一股酸味。毕竟现在进度最快的玩家也只能勉强做到单刷白银 BOSS， 这还是在大量药剂数次显像还生中才做到的。君临竟然无伤单刷紫金 BOSS， 玩家们已经想象不出这究竟是个什么概念了。而这一连串的世界公告也让无数玩家坚定了信心，选择神域主城，加入曙光公会。这么大的大腿，一定要报警了。与此同时，白银大区0911号新手村中，一群金发碧眼、脸色惨白的玩家正聚集在一起。世界公告每响一次，这群人的脸色便更黑上一分。谢特，一名身穿白银盔甲、手持尖枪的玩家勃然大怒：该死的华夏，该死的君临！为什么我们白银一次世界公告都没能获得？这种低等种族在现实中被高贵的我们镇压，在游戏中更应当做我们的奴仆。这名玩家说着，庞大的气势猛然扩散开来。旁边几人虽然和他一样是10级，但却是经受不住这股强大的威势，纷纷倒退。亚历山大先生，不要因为那些低等族群愤怒，
一位刺客小心翼翼上前，安抚着暴怒的亚历山大。先生，您是知道的，华夏人最好面子。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整结了所有人去攻打 BOSS， 只为了世界公告上面压我们一头？听到这话，亚历山大陷入了沉默，好半晌才开口：有可能。既然这样，我们就更不能让华夏人压我们一头。说着，亚历山大四下扫视，站在周围的人都是他精挑细选、实力强横的玩家。眼下这群人都到了10级，就等他一声令下，进入主城。根据消息，那个君临已经在神域主城站稳了脚跟，大部分华夏人也跟着过去。现在我们处于劣势，不用与他们正面争锋。亚历山大顿了一下，眼神愈发坚毅。所有人随我前往圣光主城，我们将以此为基点，彻底将华夏打入深渊。声音落下，周围人郑重点头。而后，一群人浩浩汤汤朝着村长的小木屋走去。不多时，木屋便闪起阵阵白光。与此同时，就好像立下约定似的，其他国家也纷纷制定了仲裁君临的计划。樱花国选择了幽暗主城，泡菜国连同一众小国则是进入了暴风主城。与此同时，陆胜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众多国家盯上。此时他的目光落在面前逐渐消散的万年树精的尸体上，耳边提示音落下，那庞大的树干也化作枯木飞灰。陆胜上前开始拾取。提示：您拾取到金币1819。提示：您拾取到紫金级装备枯木手镯，已发放至背包。提示：您拾取到紫金级装备枯木耳环，已发放至背包。提示：您拾取到生命树合一，已发放至背包。听着耳边的提示音，陆胜眼前一亮，这装备的名字听起来很像套装啊。打开背包，只见这2件造型朴素的装备正躺在角落，表面流转的紫金色光芒彰显着它的品质。枯木手镯，等级 LV30， 品阶紫金级，智力+75。装备特殊效果： 1. 技能释放速度正 20%。 2. 进入战斗状态，玩家自身围绕宿命守护，可抵挡3000伤害。枯木耳环，等级 LV30， 品阶紫金级，智力+90。装备特殊效果： 1. 技能释放速度正 20%。 2. 释放技能时有 30% 几率触发木藤缠绕。木藤缠绕，地面冒出木藤，短暂禁锢敌人，并对其造成减速效果，持续5S。套装效果3/3，对敌人造成伤害时有 20% 几率令敌人进入木化状态，持续3秒。未触发。木化，进入此状态的单位生命值上限负 50%， 防御负 50%。 看着眼前的装备，陆胜心道，果然是套装。这2件装备毕竟是紫金级装备，属性还是相当不错的。耳环的特殊效果也是相当不错，释放技能时对敌人造成禁锢、减速效果，相当于他消耗1份技能的魔力值，造成2份效果。若能触发双生法术，就是4份效果。再搭配上虚空之力的 debuff， 哪怕敌人摆脱了禁锢，双重减速也能让对方连路都走不动。最让陆胜惊讶的是这件装备的套装效果，生命值上限负 50%， 防御负 50%。 光是这2个属性就能让无数玩家羡慕的流出口水。什么概念？10万血的 BOSS 触发木化后血量只剩5万，防御再减一半，哪怕是普通玩家都敢越级刷图。只不过这是3件装备的套装效果，我手里只有2件。叹了口气，陆胜收好2件装备，打算回到工会再派出军队来讨伐树精，将剩下的1件刷出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无根圣水了。陆胜说着，朝着面前偌大的湖泊走去。第23章通关副本，免费劳动力。陆胜上前来到湖边，湖水清澈见底，甚至还能看到在里面畅游的各种生物。刺鳞鲨鱼，等级 LV30， 品阶黄金级，血量12000，攻击600-620，防御180，技能刺鳞射击撕咬。介绍：受无根圣水滋润的生物更加强悍。厄运锦鲤，等级 LV30， 品阶黄金级，血量11800，攻击560-580，防御160，技能厄运诅咒。介绍：受无根圣水滋润的生物更加强悍。探查术的光芒闪过，水中怪物的面板一一浮现，这些都是在无根圣水中生活了许久，多次突破生理极限的怪物。陆胜看着他们，眼神淡然，法杖挥舞，虚空之力乍现，刹那间便将整个湖泊包裹。受到伤害，湖中的怪物疯狂挣扎，紧跟着红字冒出：负40230。
-40230，-40230。提示：您越级击杀刺鳞鲨鱼，获得经验值。提示：您越级击杀厄运锦鲤，获得经验值。眨眼间，水中的怪物便被一扫而空。陆胜将手伸进湖水，提示音再度在耳边响起。提示：您拾取到无根圣水1，已发放至背包。陆胜打开背包，只见里面正躺着一个偌大的水珠，正是刚才捡到的无根圣水，但他并没有将手收回。提示：您拾取到无根圣水1，已发放至背包。提示：您拾取到无根圣水1，已发放至背包。提示音不断响起。陆胜表情平淡，眼睁睁看着水面下降，直到整个湖泊干涸。看着背包中足足上万份无根圣水，连带着还有好多水底怪物身上爆出来的材料，陆胜嘴角一勾，这些圣水恐怕教完神术还能剩下许多，这一波可算是大丰收了。而后陆胜再次打开背包，刚刚世界公告奖励的宝箱他还没用，先将奖励的属性点分配至智力，然后就是宝箱。提示：是否打开紫荆棘随机宝箱？是。咔嚓，一道击扩声响起，宝箱敞开一道缝，光芒乍现，提示音响起。提示：开启成功。提示：您获得了传送阵阵图，已发放至背包。传送阵阵图，等级 LV10，品阶紫荆棘。道具介绍：使用后可构造一道传送阵。不错，陆胜微微点头。这道阵图虽然没有让他太惊喜，但也相当不错了。如今哪怕是他进入副本，都要前往神域主城，再借用那里的传送阵，属实麻烦。有了这个阵法，不仅可以节省时间，还能创造相当一部分利润。将阵图收入背包中，陆胜瞥了一眼背包中刚刚奖励的特殊道具，而后退出副本。声音落下，一道光芒闪现，陆胜消失在原地。提示：玩家花游于成功支付金币时已进入曙光公会。提示：玩家禅宫小九成功支付金币时已进入曙光公会。提示：玩家翡翠吃成功支付。光芒落下，陆胜出现在神域主城当中。还没等视线清晰，陆胜便听到耳边接连响起的提示音，一声连着一声，好似没有尽头一般。除了进入公会的声音，还夹杂着2个店铺的收入，从100金币到上万，看来相当一部分玩家已经进入主城了。陆胜打开背包，扫了眼余额，这么短的时间里收入10亿金币，只有2间店铺就能有这么多收入。如果将整条商业街建立起来，不知道翻多少倍，看来得加快进度了。在不断入账的金币面前，陆胜忽然感觉到了一丝丝压力，而后身形一闪，出现在商业街中。此时整条街出现了一种诡异的情况，一整条街道只有2间店铺，而这2间店铺众多玩家在门前排着长队，还不时有人在催促前面的玩家快些，不要耽误他们升级的进度。见到这幅景象，陆胜微微一笑，缓步朝前走去。不少玩家穿着一身破烂装备走进装备店，出来的时候则是一身黄金装备。我去，还是黄金套装！一个从装备店走出来的玩家一脸惊异地看着自己的面板，同时心中庆幸，若不是在论坛上重金收购了一批金币，这套装备他肯定是买不起的。有了这套装备，我或许也能追一追君临大佬的进度了。那名玩家一脸激动，快步朝着城中走去。在他身后，众多玩家一脸羡慕。黄金装备摆在眼前，他们却没有足够的金币，就好像一个身材火爆的女子站在床边，而你不是男人。遗憾，太遗憾了。我去，这药剂的效果居然这么给力！就在这时，又是一道惊呼响起，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名女战士从药剂店走出来，看着眼前的面板，一脸惊讶。短时间内能增长 10% 的输出，还有 15% 的抗性，而且才卖100金币，赚大了！女战士一脸兴奋，同样也去打副本了。听着她的话，排在药剂店门口的玩家更激动了。黄金装备买不起，100金币的药剂也买不起，直接买爆！正当他们美滋滋想着，就见一道身影从药剂店中走了出来。只见梳着麻花辫的药剂师站在店门口，一脸歉意地看着众人。不好意思，诸位，本店的药剂已经卖光，材料也用光了，诸位可以明天再来。此话一出，还在排队的众人顿时不淡定了。什么？我还在排队？你跟我说卖完了？卖完了？做呀！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闲。缺什么材料，我们去给你买，你就安心制作药剂，其他的事我们包了。众人议论纷纷，麻花辫少女也是一脸犯难，正打算抚慰众人，却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站在不远处，正看着他。没等他说话，就见陆胜点了点头。麻花辫少女了然，看向众人，那就麻烦大家了。
众多玩家得了任务，便浩浩汤汤去收集材料了。看着众人离去的背影，陆胜很是欣慰，又是一批免费劳动力啊！第24章，回到工会，危机。陆胜在街边站了许久，不一会便有玩家折返回来，将需要的材料送进药剂店。然后陆胜耳边再次响起了金币入账的声音，该回工会了。满意的点了点头，陆胜便朝着城外走去。我去，那是谁？速度好快！一名玩家看着陆胜离去的背影，眼神震惊。此时陆胜的敏捷已经远远超出他们的理解范畴，哪怕他们见过最厉害的刺客，都远远不如陆胜。很快，陆胜便回到了工会。此时工会中也是密密麻麻的玩家，由于陆胜并没有设置身份显露，几乎没人注意到他。陆胜也不在意，径直朝着工会中央走去。就这里吧。陆胜扫视一周，将神异之术得建筑图从背包中取出。提示：检测到你已凑齐材料，是否使用神异之术建筑图纸？是。陆胜声音落下，就见手中的图纸化作一道白光，背包中所对应的材料也相继消失。提示：使用成功，消耗生命树和无根圣水石。提示音响起的同时，那道白光变得愈发浓郁起来，而后钻进土里。提示：使用成功，神异之树正在生长，预计时间120小时。提示：可以通过支付金币加速生长速度10000金币小时。依旧是可以用金币加速，但相较于其他建筑，神异之树的花费要贵了数百倍。不过对于陆胜来说都是小钱。提示：您支付了10000金币，当前建筑剩余时间119小时。提示：您支付了10000金币，当前建筑剩余时间118小时。提示：陆胜快速氪金，只见钻入土中的白光迅速生长，由最开始的树苗变成小树，而后是大树。神异之树快速增长，很快便直插云霄，光是树干就粗到几十个人不能环抱起来。脸盆大的树叶无风自动，簌簌作响，阳光打在树叶上，绽放出七彩光芒，将这一片范围映照的如同神之之地一般。突如其来的异象将大部分玩家引了过来，很快这里就被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怎么之前没见过？好像是突然长出来的。是会长的手笔吗？会长在哪？感觉这一片的空气都变清新了。而且我勒个去，我的面板竟然发生了变化。我也有，究竟是怎么回事？是那个男人做的，他是不是会长？众人顺着说话那人指着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高大的背影站在最靠近神异之树的位置，背对众人，神秘强大。这个人就是陆胜。你好。一个长相可爱的女性法师悄悄走到陆胜身后，小声问道：你是会长吗？陆胜回头瞅了他一眼，点了点头。果然是会长。得到肯定的回答，周围人顿时涌了上来。会长大佬，求代代。本人牧师，黄金套装，乃亮族，会喊666，可线下。大佬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刁的？我能做你的腿毛吗？大佬，我是第一个加你工会的，有什么福利吗？会长大人，我人美声甜，能代代我不？看着在身边叽叽喳喳的众多玩家，甚至还有一些女性玩家要扑上来，陆胜眉头微皱，心神一动，一个闪现便穿出了人群。会长大人呢？原地消失了。不愧是会长大人，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与此同时，穿出人群的陆胜长出一口气，确定四下无人后，陆胜再次从背包中掏出一个图纸，传送阵阵图，等级 LV10，品阶紫金级。道具介绍：使用后可构造一道传送阵。提示：是否使用传送阵阵图？是。声音落下，手中图纸溃散，在地上凝聚成一个10×10范围的法阵。这次不需要材料，而是魔力。只见陆胜举起法杖，魔力值源源不断地朝着地上的阵图勾勒过去。很快，魔力值便减半，而地上的阵图还没1/3，魔力值还是太少了。陆胜叹了口气，有被动技能虚空汲取的存在，陆胜在战斗中几乎没有遇到缺蓝的状况。然而现在确实有些让他头疼。还好，陆胜背包中还存着之前剩下的药剂。陆胜从背包中取出一瓶魔力药剂，使用，魔力值瞬间回满。很快，地上的传送阵便勾勒成功。又取了2瓶药水补充魔力。陆胜看向地上的法阵，得收些利润，不能白掏这么多力。将传送条件设置为10金币一次，陆胜这才满意离开。直到现在，世界公告奖励的道具还剩一件特殊道具。对于这件道具的用法，陆胜心中也早有了打算。陆胜打开背包，将其取出。建成令，特殊道具，等级 LV10，品阶传说级，
道具效果使用后，可将专属领域转化为城池。之前陆胜还想着什么时候将城池建立起来，然后就能升级军营，扩充军队。没想到这么快就爆出了特殊道具，没有犹豫，陆胜直接使用。提示：使用成功。提示：正在转化领地属性，预计剩余时间240小时。提示：领地转化途中，防御值将降到最低，请保卫领地安全。提示：可以通过支付金币加速转化速度10000金币小时。声音响起，原本围绕着工会的紫金城墙发生了变化，由最初的坚不可摧，逐渐变成了半透明状态。陆胜知道，等城池建起，这些紫金城墙也会保留，但现在如果有人攻击城墙，就会直接倒塌，之前的努力也会付诸东流。好在可以用金币加速。陆胜微微一笑，准备氪金。可就在这时，城外一道白光直冲云霄，是城池外面的传送阵。看着那道白光，陆胜微微皱眉。光看这白光的浓郁程度，最少也有上万人同时传送，究竟是什么人？正当他思索之际，只见一名玩家匆匆赶来，神情慌张。会长大人，外面来了一群金发碧眼的玩家，说要您出去见他，否则就摧毁咱们的工会。第25章，要求赔款。干就完了。金发碧眼的玩家。陆胜说话的时候，手中动作不停，持续氪金升级主城。对，那名玩家气喘吁吁，诧异地看着陆胜。眼下城池毁灭在即，怎么会长却不见着急，反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但他也不敢问，安静地站在一旁。提示：您支付了10000金币，当前建筑升级剩余时间201小时。提示：您支付了10000金币，当前建筑升级剩余时间200小时。提示音不断在耳畔响起。陆胜估摸着时间，按照这个速度，顶多1分钟就能升级完毕。金发碧眼，白银国的玩家吗？陆胜脑海中浮现出那群人的模样，眼底闪过一抹怒意。前世他也曾与白银国的玩家有过交锋，当时白银国略输华夏一筹，足足被镇压了1年，这也让他们心中无比憋火。但直到世界融合，沉不住气的白银国立刻向万族效了忠，连带着他们的附属国家樱花。在2个国家的教唆下，万族第一个目标就定准了华夏。而在这种种族危机关头，华夏数万人无意逃避，哪怕实力并不强悍，但每个人都在与万族拼杀。濒死之际，只要还有一丝意识，哪怕是咬，也要咬下他们一块肉。可惜，回忆起那段黑暗时代，陆胜早已平淡的内心也不免闪过一丝悲伤。不过，既然我重生了，就绝对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陆胜内心坚定，万族也好，白银也好，还有樱花，这一世就由我来向你们讨债。提示：您支付了10000金币，当前建筑升级剩余时间1小时。听着耳边的提示音，陆胜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转身看向那名刺客。你做得不错。说完，一个闪身便消失在原地。看着陆胜离去的背影，那名刺客原本的胆战心惊忽然平复下来，甚至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兴奋，快步朝着城外跑去。会长要出手了。与此同时，城外一群金发碧眼、穿着华丽的玩家正排成方阵站在曙光城外，足足有上万人。亚历山大站在最前面，脸上带着得意的神色。亚历山大先生，您真是太聪明了。一个职业盗贼的玩家站在一旁，殷勤地拍着马屁。您居然提前预料到君临会升级主城，而且您居然知道现在的主城十分脆弱。亚历山大十分受用，但还是摆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多看看游戏官网，只有熟读规则才能利用规则。您说的是？盗贼退到一边。亚历山大看着前面虚幻的城墙，城外站着的数量庞大的华夏玩家，这些玩家比他们不知道要多少倍，但现在却是没一人敢动手。双方交战，白银国必败，但他死死拿捏住了华夏玩家的软肋。曙光公会，就算他们被全歼，只要能将曙光公会摧毁，依旧是胜利。传送这1万玩家，可是足足花了我10万金币。一想到刚才的损失，亚历山大就心如刀绞。他在新手村很有威望，从诸多玩家手中白嫖了这些金币。等到君临出来，必须交出刚获得的紫金级宝箱，还要赔偿我的损失。亚历山大得意洋洋地想着，内心盘算一会儿如何勒索君临。就在这时，他忽然看到一道灰线。那是什么？亚历山大凝神望去，只见虚幻的城墙上正站着一个身披法袍的华夏男子。你是谁？亚历山大心中隐隐有了答案，但还是开口问道。却见那男子根本没理他，而是望着城墙下的华夏玩家。你们为何不战？没等他们回答，亚历山大便开口笑道：哈哈，君临你总算出来了。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我们虽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但如果他们与我们开战，我白银国上万玩家必会同时攻击你的主城。就算我们被你们歼灭，但还会复活，而你前期的努力则会不复存在。亚历山大越说越得意。现在给你2条路，要么将你刚获得的紫金集宝箱交出来，再赔偿我们每人上万金币，要么就在那里乖乖等死。此话一出，白银国众人顿时兴奋起来。每人上万金币，他们才付出了10金币，现在要给他们1万。亚历山大先生，我永远追随你。有亚历山大这样的领军在，就算没有金币，我们也心甘情愿。和他们开战吧，摧毁他们的主城。亚历山大先生，只要您一声令下，我就会带头冲锋。白银国众人群情激愤。亚历山大听着，眼中露出笑意。如果陆胜选择赔偿，他定然不会让他这么好过。等到拿了金币，他还是会令人攻打主城，就算死了也是赚的。而如果陆胜选择第2条路，那更好办了。如果陆胜站在城墙上，缓缓开口：“我哪条路也不选呢？”亚历山大愣住，旋即脸色无比阴沉：“什么都不选？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是我为自己准备了第3条路。”陆胜背对太阳，整个人如同神之一般。“我的第3条路就是让你们死，找死！”亚历山大脸都黑了，强大的气势从他身上爆发出来。所有人攻击主城！一声令下，等待许久的白银国玩家直接动手。刹那间，密密麻麻的法术迸发，攻向城墙。而亚历山大则是高高跃起，化作一道光线，直奔陆胜。受死吧！无数法术飞来，连带着持枪的亚历山大压迫感十足，看得城下的玩家心惊胆战。反观陆胜，此刻却是面无表情。直到提示：您支付了1万金币，建筑升级成功。下一秒，原本虚幻的城墙刹那凝实，无数法术落下，却连1/10的血量都没打掉。陆胜则是提起法杖，对准了亚历山大，缓缓开口：“动手！”第26章，大获全胜。传说图纸。身后的城墙在一刹那间筑成。华夏玩家看着身后的城墙，愣了片刻，而后回头咆哮着向前冲去：“死洋鬼子，还敢威胁你爷爷！全杀了，一个不留，让他们知道挑衅我们华夏玩家的下场，别让他们跑了！”杀！那些白银玩家此刻还在怀疑为什么曙光之城瞬间就能建好，就见华夏玩家气势冲天地杀来，带头的战士抡起大剑，使出吃奶的力气砍向面前的敌人。仅一次冲击，白银国玩家的阵型就被冲散。法师玩家在队伍后方，五光十色的法术迸发而出，在工会 buff 的加持下，每次落下就是一场大爆炸。跑！看着眼前的队友纷纷倒下，一些白银玩家彻底崩溃，头也不回的逃跑。可还没等他们走出几步，一片虚影出便拦在了他们面前，是一群刺客。杀！领头的刺客穿着一身暗紫色长袍，兜帽遮盖住他的脸。随着他一声令下，上万刺客齐齐出动，每个白银国玩家都将迎接数个刺客来自各个角度的袭击，抵挡不住，白银国玩家再次死伤大半。听着身后同胞的惨状，亚历山大怒火中烧。如今他勒索不到君临，而且主城已经建立完成，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但君临就在他眼前。若不能干掉他，自己有何颜面面对还在主城中等待着他的同胞？受死！亚历山大怒吼一声，身上金光迸发而出。他可是 A 级天赋拥有者，这一击落时，足足能造成上千伤害。君临扛不住！亚历山大想着，眼看他金光湛湛的长剑就要落在君临身上，下一秒，亚历山大却看到君临手中的法杖微微晃动了一下，然后虚空之力，刹那间扩散出来的虚空瞬间波及到他，仅是蹭了一下，一串红字冒出-42230。刚才还和灯泡一样的亚历山大瞬间暗淡，血条被清空，甚至还倒欠10几管。提示：由于玩家亚历山大率先向您发起攻击，对其加重死亡惩罚。提示：您击杀了玩家亚历山大，不会遭到惩罚。提示音在耳边响起，依旧没有惩罚。直到现在，陆胜都没能攒够100点罪孽值，他也没想到坏人的路这么不好走。不过，陆胜就觉得眼前金光一闪，一整套装备出现在面前。陆胜先是扫了眼一旁的套装，不过是黄金装备，就算有套装效果，也没什么稀奇的。但当陆胜看向一旁的长枪，陆胜微微惊讶。天使残存的长枪，等级 LV15， 品阶紫金，攻击800，力量75，装备特殊效果：1、所有技能附加神圣效果；2、
24小时内未发生战斗，下一次攻击造成200%的伤害。这是那个白银国玩家身上爆出来的装备。陆胜微微诧异，想必亚历山大弄来这件和他职业契合的装备，肯定花了不少功夫。通过陆胜对技能的解析，判断出神圣效果可以对技能加持150%至200%不等，是一个相当强力的技能。不过第二个特殊效果对陆胜来说却不是很强，想要触发一次必须24小时不战斗。有这时间，他早就用技能将对方轰死了，并且长枪也不是他的专属装备，对于陆胜来说实属鸡肋了。不过拿去拍卖应该还算不错。将这件东西收入背包，陆胜站在城墙上俯身望去，只见城下那群白银国的玩家已经被全歼，而华夏玩家们却好似没有打过瘾似的，纷纷叫嚣着要传送去他们主城，狠狠干一仗。不用去了。陆胜站在城墙上，声音很轻，却传遍整个城池。所有人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一场战斗，而这段时间你们要做的就是加速升级，不要给华夏丢人。说完，陆胜一个闪身离开现场。与此同时，迟来的世界公告缓缓响起。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玩家君临成功建立主城，获得一城之主的称号，特此奖励传说级随机宝箱1，金币10万，声望10万。世界公告，世界公告！听着耳边的提示音，愣在当场的华夏玩家有些发懵。什么意思啊？会长大人说很快便会有一场仗要打，是和白银国的玩家们吗？会长大人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他真的是 GM？ 不管了，既然会长大人说了，那就肯定会发生。组团刷怪升级，然后打爆白银。而后一群玩家气势汹汹地朝着传送阵走去。组团刷怪。与此同时，陆胜走在城中，一边关注着城中的变化，同时还在心中计算。虽然没有直说，但玩家们应该也认真起来了。等到那时候，华夏玩家的整体实力一定会比前世强上不止1倍，更何况有我在，这场大战绝不可能输。陆胜心中想着，打开背包，方才世界公告响起，奖励了他一个传说级随机宝箱。随机宝箱等级 LV10， 品阶传说级。道具介绍：开启后可获得传说级装备、道具、技能书等其中之一。提示：是否开启传说级随机宝箱？开启。陆胜果断选择开启。提示：开启成功。提示：恭喜获得拍卖行建筑图纸，已发放至背包。拍卖行建筑图纸等级 LV10， 品阶传说级。道具介绍：使用后可建立拍卖行，其中侍从、拍卖师、护卫等一系列管家都会配齐。看了眼前的图纸，陆胜十分满意。现在他有2间店铺，每天产生的利润都很高，但那条商业街却是空着一大片。有了拍卖行，不仅能将那条街衬托得更加富丽堂皇，而且还能拍卖一些玩家需要的材料，价高者得。不仅如此，还能承接玩家的拍卖，从中抽水，简直就是一本万利。陆胜心中想着，同时还看了眼背包中的紫金色长枪，不知道那个白银人知道我将他的天赋拍卖了，会作何感想？会不会后悔自己招惹了华夏？第27章神级士兵拍卖行开业。陆胜看着背包中的装备，有些好奇，但在建立拍卖行之前，他还有事要做。那些白银国玩家爆出来的装备，陆胜之前扫了一眼，全是一些青铜、白银的低端装备，他完全不需要，便让工会中的玩家分了。而陆胜则是一个闪身，瞬间穿过大半个工会。此时巍峨的军营前还站着他之前召唤的军队。和白银国玩家战争爆发的时候，陆胜便让他们在城中巡逻，避免被偷了家。经过在虚空祭坛的战斗，原本1000人军队现在还剩下不到一半。主公！见到陆胜前来，千夫长立刻单膝下跪。陆胜摆摆手让其起身，而后看向了面前巍峨的军营。军营品阶黄金级。道具介绍：可花费100金币召唤一名等级为 LV20的黄金级士兵，花费1000金币召唤同等级品阶的将士。注：当前兵营最大容量为4731千。提示：主城建立，您的身份发生变化，现在可以对军营进行升级。提示：当前军营升级至紫金级，需支付1860金币。提示：是否升级？陆胜没有犹豫，他来此的目的便是升级军营，而后便是一段枯燥无味的氪金过程。提示：当前军营升至铂金级，需支付1亿金币。升级。提示：当前军营升至神级，需支付10亿金币。升级。连升2级，每次氪金，军营便会长高1分，宽阔一些，并且更加恢宏。仅是看起来，压迫感便十足。与此同时，先前剩下的400多名士兵，连同那位千夫长，
他们的品阶也在发生变化，直到最后已经有了神级的水准。感受到自身的变化，千夫长立刻单膝下跪，双手抱拳，多谢主公。剩余400名士兵也齐齐下跪，对着陆胜高声道：“多谢主公。”声音浩浩荡荡传遍整个工会。那些停留在此的玩家也发现了这群人的不同。探查术扫过去，发现这群 NPC 的品阶竟然是神级。这是会长大人的小弟，神级小弟！我了个大去，这也太强了！会长究竟怎么做到的？莫非会长的实力已经超过了神级？不然说不通啊！不知道你们刚才看到没有，会长大人仅用一招就解决掉了那名白银国的首领。当然看到了，不愧是会长大人。众人议论纷纷，看向陆胜的目光或好奇或羡慕，但每个人的眼底都蕴含着同一种光芒：钦佩。与此同时，陆胜对着面前的士兵摆了摆手：“都起来吧。”话音落下，已经是神级的众人却丝毫不敢忤逆。末将愿为主公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千夫长大声说道。陆胜点点头，对于他们的态度丝毫不觉得意外。这群人可是自己召唤出来的，更是自己才将他们的实力提升到了神级。可以说，没有陆胜就没有他们。既然如此，我这里正有个任务派给你们。陆胜说完，看向面前的军营。军营，品阶神级，道具介绍：可花费10万金币召唤一名等级为 LV50的黄金级士兵，花费100万金币召唤同等级品阶的将士。注：当前兵营最大容量为47310000000，召唤士兵的价格上涨了1000倍。但陆胜没有犹豫，直接氪金。一道道身影从军营中走出，站在军队后方。很快便有了一支上万人的军队。这些应该够了。陆胜扭头看向那位千夫长。随着队伍扩大，他的名号也变成了万夫长。万夫长，听令！末将在，我要你即刻前往幽暗森林，将那里的怪物斩杀殆尽，能不能做到？能。万夫长高声嘶吼。很好。陆胜满意地点点头。城中有传送阵，速去速回。是。万夫长喜滋滋领下任务，带领身后的军队快步朝着传送阵的方向走去。很快，工会中便闪起一阵浓郁的白光，传送阵被激活，上万人消失在原地。看着他们离开，陆胜在心中默默计算，这些士兵现在是神级，远远超出紫金级 BOSS， 通关不是问题，甚至连伤亡都不会有。这支军队估计能用很久，哪怕到了世界副本，他们也会是我的一大助力。陆胜心中盘算着，怎么都觉得自己这笔钱花得太值了。做完这些，陆胜也不再多停留，走进传送阵当中。白光落下，再睁眼，陆胜已经出现在神域主城当中。抬头看去，只见面前的商业街还聚集着大量的玩家，有给药剂店送材料的，也有购买到心仪的物品美滋滋离开的。陆胜背包中的金币也在不断增长，看样子2家店铺已经进入正轨了。陆胜满意地点点头，穿过人群。这条街道被陆胜包下，可除了那2间商铺，却显得很是空荡。既然如此，陆胜从背包中掏出一份图纸。拍卖行建筑图纸，等级 LV10， 品阶传说级。道具介绍：使用后可建立拍卖行，其中侍从、拍卖师、护卫等一系列管家都会配齐。传说级建筑，用来镇场子再合适不过了。拍卖行需要的材料，陆胜早已凑齐。只见他一挥手，图纸便消散开来，在这条商业街上圈出偌大的范围，开始建造。传说级建筑很是缓慢，但好在陆胜有用不完的金币，只是一盏茶的时间，拍卖行便建好。快看，那是什么？有玩家发现了拔地而起的拍卖行，诧异道。这一声也将其他玩家的视线吸引过来。很快，拍卖行周围便围拢了许多玩家。陆胜见状，一个闪身便进入了拍卖行当中。走到拍卖行的顶楼，陆胜看着底下好奇的观众们，微微一笑，而后大声道：“曙光拍卖行，现在开业！第一件拍卖物品，来自白银国玩家的紫金级武器。”第28章，上门的肥羊。白银国紫金级装备，他们身上还有那种好玩意儿。话说这个人是谁？看起来好强的样子，是拍卖行的 NPC 吗？有人没见过陆胜，好奇发问，但很快便有人解释道：“这位便是君临，我们华夏的最强玩家。就在刚刚，君临大佬带领我们将来犯的白银国玩家全歼，并且那些玩家身上爆出来的装备，君临大佬一个都没要，全分给了我们。全都没要。”听着一旁玩家的解释，最开始疑惑的那人一脸震惊，这也太大方了。君临，也就是说你们加入了他的工会？我也要加入。区10金币，君临大佬简直就是做慈善啊。顿时陆胜耳边接连响起申请加入工会的申请。
只要支付10金币便能加入。虽然不多，但陆胜依旧能看到背包中的金币正在飞速上涨，1W、10W、100W， 几乎是瞬间，公会内再次涌入上千万玩家，背包中也多了1亿金币。按照这个势头，很快就能将我之前的消耗补充上，甚至还能突破100亿。既然如此，就让我再加把火吧。陆胜心神一动，拍卖行雕梁画栋的大门缓缓敞开，拍卖行正式开始营业。声音落下，不管是等候已久的玩家，还是曙光公会的成员，都争相涌入公会。陆胜甚至看到人群中夹杂着相当一部分 NPC， 没想到拍卖行竟然连 NPC 都吸引来了，并且里面可是有相当一部分熟面孔啊。陆胜看着随人群涌入的 NPC， 嘴角微勾。这些人中十有八九都是神域主城相当有钱的富商，前世在神域主城待了许久的陆胜自然也认得他们。既然来了，那就让我狠狠宰你们一笔。陆胜微微一笑，隐没身形。一众玩家连同 NPC 涌入拍卖行，却被一道身影堵住。别挡路，让我进去。这是谁啊？快点让开，耽误了我们消费，你承担得起吗？不怕君临降罪于你。众人口诛笔伐，甚至有人要上前推搡面前的男人，却见面前的男人脸上带着职业笑容，一股似乎不属于他的强大气势猛然扩散开来。传说机！霎时间，原本叫嚣着的人脸色煞白，而那男人却是微微一笑。拦住各位，实在不好意思，但我们拍卖行有规定，想要入场就要交门票。门票？之前怎么不说？有人质问，男人却好像没听到，自顾自解释道：最后一排100金币，每靠前一排便再加上100金币。至于你们几位，男人看向人群中几个面无表情的中年男人，几位身份非凡，肯定不能坐在大厅。我们行长早就为几位准备好了豪华包厢，等待几位，价格也不贵。男人说着，伸出一根手指，1亿金币。此话一出，周围玩家顿时倒吸一口凉气。1亿金币，什么概念？哪怕他们从登陆天命到100级，怕是都攒不下这么多钱。就算按照如今金币和华夏币的代换，也足足要100亿。整个世界有多少人能掏得起？而且这还只是一个门票。就连那几个中年男人听到这个数字之后，也是脸色一阵难看。1亿金币，他们拿得出吗？拿得出，但肯定会心疼，甚至肉疼好一阵。怎么办？还去不去？一个穿着优雅的中年男人拿不定主意，求助同伴希伯勒。去？为什么不去？希伯勒哼了一声，而后看向拦住他们的男人。不过我就要问问，凭什么这么针对我们？莫非我们与你行长有过节？叫他出来，我们当面聊聊。希伯勒心中有底气。传说级怎么了？像他这种富商，谁没供奉1、2个传说级？更何况他家底雄厚，就算真打起来，他也丝毫不怵。不好意思。反观男人一脸微笑，面对希伯勒的质问丝毫不怯场。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侍从，行长是万万接触不到的，还请几位高抬贵手，别难为我这个小小的侍从。一番话说得很有水平，既表明了立场，同时也没和对方真正吵起来。然而这句话一出，周围人顿时再次倒吸一口凉气，就连希伯勒的脸色都难看了许多。传说级竟然只是个小小的侍从，而且这个男人看起来并不像说谎的样子。好吧，那我就去看看贵行行长为我们准备的包厢。希伯勒认清双方实力差距后，果断没了之前的咄咄逼人，乖乖交了金币进入会场。见他行动，周围人也不多逗留，哪怕是抱着看乐子的心态，这几百金币也花得值了。与此同时，陆胜坐在一间豪华的办公室当中。提示：您的拍卖行收入1亿金币，已发放至背包。提示：您的拍卖行收入1亿金币，已发放至背包。提示音不断响起。陆胜看着到账的13亿金币，点了点头。13个 NPC 周扒皮都进来了，看来还算懂事。陆胜之所以对这些人恨之入骨，只是因为前世的一个任务。那时陆胜亲眼见到他们的地窖下面有多少被残害的花季少女。虽然在玩家看来，这些只是长得好看些的 NPC， 但陆胜知道，那可是活生生的人，生活在天命中的平民。你们这几头肥羊，我宰定了！陆胜说着，招了招手。很快走来一位侍从，在陆胜面前弯下了腰。陆胜从背包中取出一部分无根圣水，又带上一部分材料，连同金币一起交到侍从手中。按照上面的记录去买些材料，然后将所有东西带到旁边的药剂店。是。侍从接过，毕恭毕敬的回应，而后消失在原地。瞬间空荡的房间中，陆胜嘴角勾起一抹微笑。你们几个不都想着长生不老，用这些东西来赚你们的钱，再合适不过了。第29章，
让富商震惊的生命药水。拍卖会场内，众多玩家云集，其中不乏一些埋头升级，如今已经抵达20级的高等级玩家。拍卖行配备的10几个包厢也被各个富商占满，就连大厅中也有许多 NPC 的身影。拍卖行倒是个新玩意儿，就是不知道会做成什么样子。包厢中，希伯勒眼神阴郁，为了进来，他不仅被一个侍从威胁，还掏了足足1亿金币。虽然对他来说这1亿不是什么大钱，但也相当肉疼了。哼哼，让我交了1亿金币，这拍卖行要是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就别怪我翻脸了。希伯勒冷声道。在这之前，他已经连同几个被宰的富商商量过，若是这次的拍卖行不能让他们满意，他们绝不介意与拍卖行的主人开启一场战斗。虽然这里高手云集，但集结他们10几个富商的力量，还怕不能与其相抗。大厅同样嘈杂，很快台上走上来一个鹤发童颜的老者。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乌力伯仅代表曙光拍卖行对大家表示诚挚的欢迎。乌力伯一番话毕恭毕敬，对着台下鞠了一躬。若不是众人拥有探查术，看出了其传说级的水准，还真将他当做一个普通老头了。下面将是我们拍卖行的第一件物品。说着，乌力伯身后一指，众人循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2个身姿婀娜的女子共同捧着一件物品走上前来。最吸引众人目光的，无疑是他们随着步伐颤动的兽耳，以及身后毛茸茸的大尾巴。兽人族，台下有人疑惑，但更多的是兴奋。来到天命这么短时间，他见到的兽族无疑狰狞恐怖，如此让人心神愉悦的美女倒是第一次见。不愧是会长大人办的商行，精准拿捏了我的口味啊！等我有钱了，一定要娶一个这样的。兄弟淡定，这是游戏。他们长得这么好看，还不要高价彩礼，这不是游戏，这是救赎。再看台上，2个兽娘摇曳着身姿，将手中的物品摆在一旁展示的架子上。原本嘈杂的众人顿时被那件武器上流转的紫金光芒吸引了视线。那是紫金级武器，还是长枪？台下一名骑士玩家呼吸急促，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紫金级装备。紧跟着，一道面板浮现在众人眼前，赫然是那柄长枪的属性。一瞬间，全场沸腾。这杆长枪，我势在必得，谁也别跟我抢！谁敢抢这个长枪，就是和我京城尤家过不去。一些骑士玩家直接放出狠话，如果有人抢了他们的长枪，哪怕游戏中不能将对方怎样，但现实中绝对不会让他们好过。与此同时，陆胜坐在办公室中，将这些人的争吵听得一清二楚。京城尤家还抓着现实那点成就不肯撒手吗？陆胜不屑一笑。等到世界融合，别说尤家，再强大的家族，在万族的恐怖中都如同风中残叶，唯有实力才是王道。这杆长枪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件拍卖物品，起拍价1000W 金币，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W。现在开始。乌力伯面带微笑宣布开始，顿时台下盯准了这杆长枪的玩家纷纷出价。1010W 1100W 1200W 我出1300W。台下纷纷喊价，原本10W 的加价底线直接被他们推到100W， 甚至这个数额还在不断增长。很快，拍卖价格便来到2000W。看着台下还在兴奋叫价的玩家，乌力伯有些傻眼了。是自己定的价格太低了吗？为什么翻了1倍，现在还有人在竞拍？价格持续攀升，在乌力伯不理解的目光中，居然来到了5000W。5300W 一次。乌力伯见没人叫价，用手中的小锤砸在桌面。5300W 2次。5300W 3次。成交。乌力伯看了一眼那人的名牌，微笑道：恭喜你，昨夜清风先生。拍卖行结束后，您可以来后台领取这件属于您的装备。看台上，昨夜清风微微点头，而后打开背包，看向自己的金币。5392W。就在刚刚，他让管家在论坛中发布了消息，高价收购金币。这5000多万金币，足足花了他将近100亿华夏币。但对此他丝毫不感到心疼，反而充满期待。不过，这件装备无比契合我的职业，并且还是紫金级。如今我才20级，这件装备哪怕用到50级都丝毫不为过。切，紫金级装备都敢拿出手，看来这间拍卖行和我想的一样，只是个花架子。希伯勒冷哼一声，满脸不屑。紫金级装备之后，紧跟着又是一批紫金级装备，甚至还出现了一柄1级的神级法杖，足足拍出3亿2000W 的价格。不过对希伯勒来说，这些装备虽然珍贵，但并没有什么值得争抢的。以他的财力，就算想要入手一套神级套装，也不是什么问题。通知其他几位，现在开始准备对这间拍卖行的讨伐。一旁的秘书点头，就要转身离去。就在这时，台上再度发生了变化。只见乌力伯双手一挥，
台上的杂物瞬间清场，紧跟着出现一个极为豪华的展台。诸位，尤其是包厢中的各位，接下来是我们行长特地为你们准备的商品，相信这件商品对于你们来说极为珍贵。说完，就见2个比之前更为火辣、穿着更为暴露的兽娘走上舞台，他们手中共同托着一个金盘，这就是我们行长特地准备的商品——生命药水。红布掀开，露出里面的药水。包厢中，希伯勒双眼忽然定格在展台的药水上面，双目发红，呼吸急促，好似看到了什么稀世珍宝一般。希伯勒一把拉住准备离去的秘书，几乎吼道：“快去将府中能够售卖出去的商品变现，这瓶药水必须拿下。”第30章，故意整人。希伯勒哑火了。秘书很快离开，返回府邸。希伯勒坐在包厢中，双眼死死盯着展台上的药水。生命药水，等级 LV20， 品阶传说级，道具效果，使用后可延长寿命1载。看似普普通通，甚至这个道具效果连传说级这个品阶都配不上，但希伯勒却看到了其背后的价值。延长1载寿命，花再多的钱也值得。希伯勒心潮澎湃，热血上头。自从生意越来越大，金库中的钱币越来越多，他也愈发担心死亡的到来。他曾安排人在整个天命大陆寻找可以延长寿命的道具，可找遍4个城镇都没找到。如果能将其拍下，再拿去分析材料，量产之后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希伯勒眼中，展台上的不是药水，而是一座金山。不过既然我能看出来，那10几个老家伙自然也清楚背后的价值。现在就看他们有没有这个魄力，倾尽家产也要将其搞到手。不出他所料，其他包厢中的10几个老家伙此时也在吩咐手下将家中值钱的东西全都搬出来。收到秘书的转账，希伯勒看着卡中多出来的上百亿金币，下定决心，这瓶药水一定要搞到手。与此同时，台上的乌利伯也收到了陆胜的传音。确定是行长本人说的？确定。那好吧。乌利伯长出一口气，转身看向看台。诸位，有个好消息，经我们行长授意，这瓶药水1金币起拍。现在亮出你们的诚意吧。话音落下，看台上并没有什么动静。在那些玩家看来，这药水根本没什么作用，因为他们不清楚1年以后天命将会与现实融合，而这个药水的效果也会融合到现实中。所以这个药水就是陆胜专门为 NPC 准备的，1000万金币。忽然，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包厢中响起，按捺不住的激动。如果能1000万拍下这个药水，就太赚了。不过，其余的富商则不会就这么让他得逞。5000万，另一个包厢出价，翻了5倍，1亿金币。转瞬间，价格便被翻到一个天文数字。看台上的玩家们都看傻了，这个药水这么值钱吗？1亿金币换算成华夏币就是100亿，足够一个人骄奢淫逸8辈子都用不完。2亿金币，我出5亿。拍卖行瞬间成了这10几个富商的战斗。不过希伯勒到现在为止还是1次金币都没出，等到了所有人都到了自己极限，我再出手。有了这瓶药水，哪怕付出100亿又能怎样？之后赚回来的金币将是100倍、1000倍。10几个富商持续出价，这瓶药水拍卖出的价格也在持续翻倍，10亿、20亿、30亿，直到50亿，逐渐有人停止了喊价。富商也是有差距的，而作为其中最为有钱的希伯勒还在等待时机，直到90亿1次，90亿2次，90亿3。眼看乌利伯的小锤就要落下，希伯勒瞅准时机，100亿。全场哗然，在座的观众都想不到，小小一瓶药水竟然卖出了100亿金币。100亿金币，还有要加价的吗？乌利伯开口，却见所有包厢都陷入了沉默。这个数字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100亿1次，100亿2次，100亿3次。乌利伯小锤落下，成交。好。直到小锤落下的那一刻，希伯勒终于松了一口气。如果再有人喊价，他感觉自己承受不了，这份药水只能转送他人了。可现在药水被他拍下，只要能分析出材料，这瓶药水将为我赚来不知道多少个100亿，赚大了。希伯勒喜不自胜，巴不得现在就去后台付款将药水拿下。虽说会给他带来极大的价值，但钱不到手里还是会不放心。看来大家对我们上一件拍卖物品十分喜欢啊。台上乌利伯乐呵呵笑着，随意客套了几句，再度恢复了会场里的热闹气氛。乌利伯按照陆胜的指示，对着后台一挥手，既然如此，我们会长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搬上来吧。话落，只见几个壮汉合伙抬着一个巨大足足有半间房子那么高的箱子走进来。那么就让我来为大家展示。说着，
乌力伯打开箱子，而看清里面的东西后，包厢中的希伯勒顿时傻眼了，里面竟然全都是生命药水，满满一箱。多的不说了，这药水的价值大家也已经看到。不过这次可不是1金币起拍了，10W 金币起拍，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0金币。现在开始。话音落下，全场疯抢。上亿金币玩家们付不起，10W 金币努力还是有的。不过这次可在没有上亿的价格，最高也就1000W 金币。没办法，原本富商们都想分析成分，然后量产。可现在搬出这么大一箱子，就算量产了，还有什么价值？1000W 金币成交，800W 金币成交，780W 金币成交。乌力伯的小锤不断落下，每敲击一下，就像是落在希伯勒心脏上一样，砸得他生疼。怎么会这样？看着一件件被拍卖出去的商品，希伯勒都呆滞了。他可是足足花了100亿金币啊！按照现在的价格，买下这一大箱子都十分富裕。该死，肯定是这个拍卖行的行长在整我！希伯勒终于反应过来，连忙让秘书去联系其他富商，正式与拍卖行宣战。可等秘书回来，却说每个富商都在推脱，只因为之前的竞争，让他们从原本的同仇敌忾变成了各自为战。现在大家都用区100万金币就拿到了生命药水，为什么还要和希伯勒去干这种事？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去讨好一下拍卖行的行长。第31章协议达成，沉寂的蛋。很快，今天的拍卖宣告结束。陆胜坐在办公室中静静等待。叩叩叩，进来！办公室的大门被推开，一个拥有狐狸特征的火辣女人走了进来。主人，这是今天的收入。女人递过来一张卡，陆胜接过，提示音在耳边响起。提示：您获得2728910000金币，奖金300亿金币，直接进入了陆胜的背包。原本有些贫瘠的资金瞬间富裕起来。这批药水花了多少钱？回主人，一共花了300万金币。300万金币换了将近300亿，这笔生意太值了。这批药水全是陆胜自掏腰包，另外拍卖的那些装备也都是陆胜在这段时间换下来或者是爆出来的，所有收益也当归他所有。陆胜打开背包，里面还剩着8000多份无根圣水。生命药水暂时卖不出价格，不过后续药水还有需要他的，暂时先留着。陆胜心中盘算着，同时看向面前的女人。你叫什么名字？回主人，叫我雅丽丝就好。陆胜点头，我手里的东西不多，你将消息散出去，从明天开始，拍卖行可以承包所有人的商品拍卖，抽水10%。多谢主人。听着陆胜的话，雅丽丝小脸上满是惊喜。将这件事交给他，是陆胜对他的信任。如果做得好，日后拍卖行的事情，陆胜估计也会让他代理。好了，以后有什么事再找我汇报。陆胜说着站起身来，很快便消失在雅丽丝眼前。陆胜离开拍卖行，快速朝着紫金商行走去。他背包中足足有300亿金币，也是时候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了。毕竟距离第一个版本大事件到来也没有多少时间了。陆胜在前世记忆中，因为那次事件可是死了不少玩家和平民，损失很大。如今他有了这么多家底，可不能重蹈覆辙。想到这里，陆胜不免又加快了速度。如今他的敏捷已经来到一个很恐怖的数值。路上的行人只感觉一阵风在身边吹过，再回头就不见了陆胜的身影。寻常玩家需要赶许久的路，陆胜几乎是眨眼间就到了紫金商行。一走进去，立刻有人迎了上来。欢迎阁下光临，阁下需要什么？我可以带您去看。一群侍女挤到陆胜面前，态度毕恭毕敬，都是因为陆胜的高额声望。扫视一周，陆胜找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你，阁下随我来。之前的旗袍少女见陆胜指着自己，心中欢喜，同时很快进入状态，带着陆胜走进商行。君临阁下需要些什么？带我去找你们行长。啊！旗袍少女愣住，这个男人第一次来只是买了一堆材料，第二次就修复了一柄传说级武器，获得了长老的青睐，这第三次直接要见行长了。阁下稍等，我先为您申请一下。旗袍少女歉意一笑，这是规矩，哪怕他再尊敬陆胜，也必须要走程序。没问题。见陆胜答应，旗袍少女将他带到一个富丽堂皇的包间，又上了茶水点心，这才急匆匆去申请。很快，少女又折返回来。阁下，我们行长早就在等您了。好。陆胜起身，跟着旗袍少女来到位于紫金商行的顶楼。一个被单独分离出来的房间中，紫金商行行长正摆弄着桌上的茶壶。君临阁下，久仰大名啊！一见到陆胜，行长立刻起身，同他握了握手。陆胜悄悄发动了探查术，紧跟着一道面板浮现在眼前。紫金商行行长莫里安，等级
LV99，品阶传说级，血量，攻击，防御。介绍：紫金商行行长不光有用富可敌国的财力，更有堪比一主的实力。扫了眼面板，陆胜心道：果然，这行长的实力早就超出了他探查术的范围。想来也是，作为神域主城，甚至4大主城最大商行的行长，没有点实力怎么镇得住场子？莫利安一边沏茶一边说道：君临阁下可不要觉得我是在客套，我想见阁下一面可是想了许久啊。陆胜接过茶，没有说话。莫利安也不在意，自顾自地说道：阁下一来到神域主城，便包下了传送阵前的一条街，颇为豪气。但最吸引我的还是阁下那2间店铺，虽然里面售卖的东西我这里都有，但阁下还是让我这生意差了不少。更别说那拍卖行。莫利安笑着摇了摇头。陆胜看向他：阁下是要兴师问罪？不。莫利安连忙摆手：我们生意人讲究一个和气生财，今天只是单纯想与阁下见一面。莫利安说话十分和气，完全没有强者的样子。同时他对陆胜也十分欣赏，有实力更有心性，稳重成熟，强而不骄。自从他坐到这个位置，无数人趋之若鹜，阿谀奉承，反而陆胜身上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他才拿出平等的态度来对待陆胜。开个玩笑。陆胜笑笑，喝了口茶，继续道：不过我今天前来的确是有生意要想和阁下谈。哦，一提到生意，莫利安立刻来了兴趣。陆胜开口：据我所知，贵行不重宣传，许多珍稀商品出售困难，而对于这点，我的拍卖行最为擅长。如果阁下愿意，可以将紫金商行中卖不出去的商品放到我的手中。陆胜顿了顿，继续说道：当然，我也不会白做，抽水10个点，当然可以。莫利安欣然同意。那些囤积的装备让他无比苦恼，如果陆胜能帮上忙，他自然是不会拒绝的。还有，我想向阁下求一样东西。什么东西？莫利安心说，果然，天上哪有掉馅饼的好事。就听陆胜开口：听闻阁下手中有一枚多年未曾孵化的兽卵，不知阁下可否愿意割爱？听着陆胜的话，莫利安陷入沉默。的确，正如他所说，在他还没有经营起紫金商行的时候，曾在一处荒山拾到一枚兽蛋，原本想带回来精心培养，孵化成宠物，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兽蛋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反而耗费了不少钱财。好吧，你等我片刻。说完，莫利安便消失在原地。几个呼吸之间，莫利安又返了回来，将一个精致的锦盒递了过来。君临阁下，它现在是你的了。陆胜接过，打开一看，沉寂的黑王之卵，等级 LV1，品阶传说级。道具介绍：可以孵化出黑王龙的蛋，但此刻陷入沉寂，需要唤醒。第32章，会长莉莉丝魔力之拳。看着手中兽蛋的面板，陆胜心中激动。所谓的黑王可是存在于传说中的巨龙，而且还是巨龙中的王者。前世的玩家想要获得这枚兽蛋，可是耗费了不少钱财，并且还为莫利安做了一系列任务，而后找到唤醒方式，才将其激活。当时处于幼龙阶段的巨龙就能无压力碾压大部分怪物，世界融合后更是人类的一大助力。陆胜仍然记得，在与万族的大战中，一道黑影遮天盖地般从天空中掠过，站在巨龙身上的那道身影更是成了无数玩家羡慕的对象。有了先前的布局，陆胜获得这枚龙蛋却是极为轻易，甚至还为拍卖行拉了生意。多谢莫利安阁下。陆胜起身，再次与其握了握手。相信你我的合作会十分顺利的开展，我们曙光拍卖行也会为阁下带来丰厚的利润。那么我就先告辞了。陆胜不想在这浪费时间，想着早些激活宠物蛋。莫利安也是明眼人，寒暄2句便起身相送。看着陆胜眨眼间消失在眼前，莫利安长叹一口气，真是英雄出少年，看来我已经老了呀。那枚蛋如果能在你手中绽放本属于它的光彩，我也就放心了。离开紫金商行，陆胜再次看向背包中的龙蛋。陷入沉寂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龙母庇佑，损失了大量生命精华，只要补充足够的生命力就能激活。不过龙族何其强大，且还是龙王的后裔，想要补充生命之力倒是件难事。陆胜虽然这么说，但心中早已有了打算。前世那名玩家激活龙蛋，就是进入了一片奇地。正巧那个记录贴，陆胜前世也曾关注过。不过想要进入，还得去找当今法师协会的会长。陆胜叹了口气，可惜村长司徒只是前任会长，不然他就可以凭借手中的徽章，想去哪能是问题。陆胜身形闪烁，在神域主城的大街上不断穿梭，很快便来到法师协会外。阁下，又见面了。大厅内，早先接待过陆胜的法师露出笑容，热情欢迎。你好。
陆胜微笑，我想见一下如今的会长。您稍等。没有任何犹豫，这位女性法师立刻掏出一枚晶石，魔力注入，晶石散发出淡淡光芒。女性法师对着手中的晶石低声说了几句，而后里面传来一道冷淡的女声：“可以，带他过来。”好。中断与会长的联系，女性法师看向陆胜：“会长答应了，跟我来吧。”好。陆胜点头，随着他朝着法师协会上层走去。两人坐上魔法升梯，眨眼便到了塔顶。会长就在里面。女性法师面带微笑，为陆胜解释道。说完站在一旁。多谢。陆胜致谢，然后走了过去。刚一走近，就听哗啦一声，大门缓缓敞开。朝里看去，极为宽敞的房间内，四周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秘籍、卷轴。正对面，一个看不清面容的女人，此时正看着一块发光的魔法石，眉头紧皱。法师协会会长莉莉丝，等级 LV120， 品阶传说级，血量，攻击，防御，技能。介绍：法师协会会长，神域主城最强之人。扫了一眼面板，果然依旧受到了等级限制。不过光从等级以及莉莉丝身上散发出来的魔法波动，陆胜就能大概判断出对方的实力。而后陆胜走过去，也不说话，就站在一旁。良久，莉莉丝放下魔法石，叹了口气：“不好意思，最近事情有些多，没有立刻接待你。”无妨。陆胜摆摆手，坐在莉莉丝用魔法引来的椅子上。听说你手中有司徒导师的徽章，可以给我看看吗？当然可以。那枚材质酷似黑铁的徽章被陆胜放在桌面，推了过去。莉莉丝拾起，捧在手心看了许久，良久，又叹了口气。这老头去新手村当村长倒是清闲了，要是他还在协会，我也就不会这么头疼了。莉莉丝嘟嘟囔囔说了许久，而后才看向陆胜，歉意一笑：“不好意思，司徒导师也就是你们新手村的村长，之前是我师傅。”莉莉丝说着，将徽章还给陆胜，正色道：“阁下前来是有什么事情？”“我想借工会魔力之泉一用。”陆胜缓缓开口：“当然不会白用，我可以答应会长一件事情，我力所能及的事情。”莉莉丝听到这句话，有些不屑。陆胜能感受到他身上的魔力波动，莉莉丝当然也可以。虽然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魔力十分凝实，但在他的感知中，这份魔力还不够强大。正打算开口拒绝，却又看到陆胜还没收回去的徽章，被那个老头子选中的人。莉莉丝心中想着，而后看向陆胜：“可以，正巧我这里有一件麻烦事，不知道你能不能胜任？”“会长请说。”莉莉丝点头。神域主城南边的一个村庄突然出现了一个极为强大的巨人族，那个巨人族不仅力气强横，防御力也是惊人的高，我派出了几名法师都没能将其拿下。如果你有信心，可以前往那里斩杀那名巨人。”莉莉丝说着微笑道：“不管你能不能将其拿下，我都会带你去魔力之泉。如果能成功驱赶或者斩杀了巨人，我还可以再给你一份大礼。”“当然可以。”陆胜点头答应。至于莉莉丝口中的巨人族，陆胜也是知道一些的，不过还是要亲眼看一看，才能证实心中的猜想。“那好，我现在带你去魔力之泉。”莉莉丝身形一闪，穿过桌子来到陆胜面前，轻从玉指伸出，带着一股香风搭在陆胜肩膀上。“站稳了。”提醒一句，温和的魔力波动从莉莉丝身上扩散出来，两人消失在原地。光芒闪过，陆胜睁开眼睛，这里就是魔力之泉了。陆胜抬头看去，只见面前正有一汪碧蓝色的泉水，平静的泉面乍看上去和一块巨大无比的蓝宝石没什么区别。魔力之泉，等级 LV100， 品阶传说级。道具介绍：激发泉水，可为使用者提供1万点经验。第33章，枯竭的魔力之泉，巨人族出现。这里就是魔力之泉了。莉莉丝看着面前的泉水说道：“不过激活泉水需要耗费很多，希望你准备好了。”“当然。”陆胜微微一笑，紧跟着提示音在耳边响起：“提示：激活魔力之泉一次需要耗费1000金币。提示：是否激活？”“是。”陆胜当即回应，而后背包中金币被扣除1000，紧跟着面前的泉水开始散发出魔力波动，一股浓郁的白光从中冒出，钻入陆胜体内。提示：激活成功，您获得经验值1万。现在陆胜等级停留在 LV26， 升级需要56万经验，这点经验并不多。陆胜继续氪金。提示：激活成功，您获得经验值1万。提示：激活成功，您获得经验值1万。提示音接连响起，看着一道道从泉水中冒出来的白光，莉莉丝站在一旁都惊呆了。这得多少金币？这小家伙这么有钱？很快，一道金光从陆胜身上亮起。提示：
你已升至 LV27，全属性加30，自由属性点加50，技能点加10，升级了。不过陆胜的动作却是没有因此停留，氪金的速度越来越快，从泉水中冒出来的白光几乎连成一条线，就连一旁的莉莉丝都难以判断陆胜究竟氪了多少金币。很快又是一道金光亮起，提示你已升至 LV28，全属性加30，自由属性点加50，技能点加10。提示你已升至 LV29，全属性加30，自由属性点加50，技能点加10。提示这一刻陆胜好似开了挂，金光不断从身上冒出，持续升级。如今陆胜想要升一级，需要足足100万经验，但换算成金币也就10万出头，这点金币甚至还不如药剂店赚钱的速度。此刻的莉莉丝已经麻木了，她甚至没有在计算陆胜花了多少金币，而是看着眼前的魔力之泉不断变淡变淡。等等，莉莉丝忽然意识到了不对，惊叫一声，可当她反应过来，已经晚了。只见陆胜一挥手，密密麻麻的金币抛了下去，而后浓郁的白光冒出，泉水彻底清澈了。白光没入陆胜体内，金光接连亮起。提示你已升至 LV31，全属性加30，自由属性点加50，技能点加10。提示你已升至 LV32。提示你已升至 LV33。听着耳边的提示音，陆胜微微一笑，果然可以。这样的话，如果我直接朝里面撒1金币，能让我升到几级？陆胜想着就要动用超能力。莉莉丝看到连忙阻止，见陆胜一脸疑惑地看向自己，莉莉丝这才无奈解释道，泉水中的魔力已经被你耗尽了，你这些金币投进去只会是打水漂。那好吧。陆胜叹了口气，没想到这魔力之泉这么不经用，才升了不到10级就耗尽了。陆胜看了眼自己的面板，将获得的400自由属性点分配到智力上，短短一炷香时间，陆胜就获得了640点智力，其他属性也各加240点，不愧是隐藏职业啊。饶是到现在，陆胜依旧感叹，就是不知道2转之后这个职业又能强大到什么地步。陆胜想着，又将虚空之力和虚空穿梭升到当前的最高等级。虚空之力技能等级 LV34， 技能品阶铂金级，效果释放后目标地点出现一片虚空漩涡，对40×40范围内的敌人每秒造成 340% 基础攻击力的伤害，同时施加减速、重伤、混乱效果。冷却120秒，当前天赋加成无冷却，消耗魔力30点。介绍：超高的范围伤害才能配得上虚空之主的名号。虚空穿梭技能等级 LV34， 技能品阶铂金级，效果使用后玩家朝目标方向穿梭一段距离，穿梭过程中免疫所有伤害。冷却60秒，当前天赋加成无冷却，消耗魔力60点。介绍：穿梭在虚空当中，无人能找到你的行踪。看了眼2个技能的属性，陆胜满意点头，而后看向莉莉丝，魔力之泉已经用完了，带我去那个村庄吧。莉莉丝直翻白眼，你还真是用完了，我将你传送过去。莉莉丝指着面前的泉水，你把这里糟蹋干净了，我总得善后吧。陆胜想了想，也是，毕竟是法师协会中较强的底蕴之一，总不能就这么荒废着，于是答应。莉莉丝手腕一翻，一柄纯洁如水晶的冰蓝色法杖出现在手中，轻轻一点，一个繁复无比的传送法阵便出现，将陆胜笼罩起来。光芒闪过，陆胜消失。送他离开，莉莉丝看向面前泉水，叹了口气，这小子，我到底是该惊叹他有钱，还是没脑子啊？实力提升这么快，也不知道能不能掌控得住。莉莉丝摇了摇头，老头子选中的人应当不会差。说完，莉莉丝伸出法杖，将一头浸在泉水中，庞大的魔力涌动，泉水逐渐朝着最初的样子恢复。与此同时，一道白光降落在神域主城南部的一个破败的村庄远处。提示：法师协会会长莉莉丝对您好感加50。听着耳边的提示音，陆胜愣了一下，不过他也没有多想，而是打开任务面板，解决墨雨村的危机。任务简介：前往墨雨村，解决那里的巨人。任务进度：1. 抵达墨雨村112，解决赤红巨人101。任务完成奖励：1. 莉莉丝的神秘大礼；2. 莉莉丝好感加50。任务失败惩罚：1. 莉莉丝好感负 20%， 墨雨村任务终止。按照莉莉丝所说，这个村庄本来居住着许多平民，但因为那个巨人族的降临，平民死伤无数，幸存者也在法师协会的护送下，勉强才回到了神域主城。陆胜抬头，远远便看到
一个足足有几十米高、浑身赤红的巨人正呆站在村庄中。赤红巨人，等级 LV50，品阶铂金级，血量3000000，3000000，攻击7500，防御3500，技能践踏、冲撞、火焰喷射。介绍：巨人族中最具有威慑力的族群，皮肤的高温让人无法靠近，且回血速度也十分强大。第34章，收钱收礼。果然是巨人族。看着眼前的高大的巨人族以及熟悉的面板，陆胜了然，这和他前世见过危害苍生的巨人族别无二致。唯一一点不同，那就是陆胜面前的这个巨人还处在青年期，等到巨人族正式降临，全部都是成年期，比这个不知道要强大多少倍。陆胜自语，同时心中明白，留给他准备的时间不多了。按照莉莉丝所说，这个村庄中的平民已经被全部转移了出去，没有平民的话就好办多了。陆胜说着，心神一动，紧跟着整个人化作一道虚无，直奔村庄。好！再出现，陆胜已经在距离巨人不远处，而那个呆滞的巨人感受到陆胜的存在后，发出一声怒吼。这声音诡异无比，就好像许多野兽的吼叫夹杂在一起，并且放大了100倍一样。寻常玩家若是在这个阶段面对这头巨人，恐怕这一声吼叫就能将其吓破了胆。但陆胜不同，别说青年级巨人，前世他与万族征战的时候，多少成年巨人都倒在了他璀璨的法术之下。莉莉丝的担心更是不会影响到陆胜。对于这条路，陆胜比任何人都熟悉。好！巨人再次发出一声嘶吼，俯身挥动手掌，就想要将陆胜抓在手中。虚空穿梭，陆胜心念一动，精准把控距离，这一掌几乎是擦边而过。站稳的同时，陆胜开始施法，刹那间，一股庞大的虚空能量扩散开来，瞬间将其笼罩。-73500， -75490， -73501，一串串红字冒出，快速消磨着赤红巨人的血量。虽然他有高达3500点的防御，但现在陆胜的基础伤害已经22647，虚空之力更是有高达340%的加成，每秒可以造成足足77000点伤害。哪怕减去他的高额防御，伤害依旧保持在7万这个恐怖伤害。几乎是眨眼间，赤红巨人便伤痕累累，仅剩不到10万血。强烈的痛苦更是让他发出阵阵嘶吼。忽然，只见赤红巨人的皮肤颜色愈发浓郁，且快速鼓胀。轰！下一秒，赤红巨人的皮肤爆开，灼热的火焰喷涌而出。想要同归于尽吗？陆胜不屑一笑。这个赤红巨人的攻击手段，前世他就曾看破，更别说眼前这个初出茅庐的东西。身形一闪，陆胜便出现在100米之外。紧跟着，击杀提示也在陆胜耳边响起。提示：您越级击杀了赤红巨人，获得经验值3万。果然只是个小喽啰。听着耳边的提示音，陆胜确定了心中的判断。不过眼下危机解除，陆胜也算是完成了任务。提示：恭喜玩家完成任务，解决墨雨村的危机，可前往法师协会领取奖励。耳边提示音响起，陆胜却不是很急，因为在他前方赤红巨人死去的地方，正有一件装备在闪闪发光。提示：您拾取到了金币9072。提示：您拾取到了赤红巨人的皮肤碎片20，已发放至背包。提示：您拾取到了巨人护腿1，已发放至背包。提示音响起，陆胜打开背包，只见里面正躺着一个赤红色的绑腿，最中心的位置还点缀着一只通红的眼睛。巨人护腿，等级 LV30， 品阶铂金级，体质+175，敏捷+143，装备特殊效果：1. 使用移动技能时，有 20% 几率触发巨人践踏效果。还不错，陆胜满意的点了点头。作为铂金 LV30级的装备，这条护腿的属性算是中规中矩，但这个装备特殊效果却是让陆胜十分好奇。巨人践踏触发时，你所路过的地方对沿途造成 100% 基础伤害，同时对其造成致残效果。按照陆胜对这个技能的理解，如果能触发，那他路过的地方就会像是巨人踏过一般。而正好他现在的虚空穿梭已经能进行长距离位移。等到巨人族降临，我用这件装备的巨人践踏去踩巨人会是什么效果？想着想着，陆胜的嘴角勾起一抹微笑，然后果断将其穿戴上。可惜只爆出了这一件装备，如果再来个什么巨人之握之类的，我甚至都可以当战士打了。陆胜嘿嘿一笑，不过这句话的确是开玩笑的。他一直在朝着法师顶峰攀登，就算给他10张战士隐藏职业卷轴，他都不可能会换。而后陆胜看了眼背包中的材料，赤红巨人的皮肤碎片是个不错的装备材料，先送去铁匠铺吧。
陆胜来到商业街，此时的玩家依旧络绎不绝，在2间店铺前面排队。至于拍卖行，现在已经开始了第2轮拍卖，想必会有不少委托拍卖的人。陆胜笑了笑，然后走进了铁匠铺。叮叮叮，一进来便听到悦耳的金属交击声。店铺生意好，胡子铁匠也很有面子，铁锤也抡得更起劲。见到陆胜走进来，胡子铁匠连忙起身就要行礼。陆胜抬手止住他的动作，而后将那20多个足足有窗户大小的巨人皮肤递过去。你看看，这些能用来打装备吗？铁匠接过，仔细摸了摸，又尝试了下强度，顿时激动起来。这上好的护具材料啊！主人，这么珍贵的材料，你要给我打造？为什么不行？陆胜微微一笑，你去拍卖行叮嘱一下，让他们帮你留意一些珍贵的装备图纸。多谢主人。走出铁匠铺，陆胜又来到拍卖行。主人，亚丽丝欠身行礼，这是今天的一部分收入，请您过目。说着，亚丽丝递过来一张卡片，提示当前卡内余额987261253金币，居然有将近10亿金币。陆胜有些呆住，但看到后台堆砌的物品，顿时就明白了，这里大部分是莫利安送过来的。以紫金商行物品的珍稀程度，再加上曙光拍卖行的宣传，赚不了这么多才奇怪。很好，继续做吧。陆胜淡淡笑了笑，又走出拍卖行。这些只是顺手，解决完之后，陆胜便快速朝着法师协会走去。他有点好奇，这个莉莉丝会长究竟会给自己准备一份怎样的大礼。第35章特殊礼物，生命精华。法师协会位于顶楼的房间中，陆胜站在门前，大门缓缓开启。这么快？看着走过来的陆胜，莉莉丝有点惊讶。这一来一回，才过去多少时间，就把那头巨人解决掉了？信不辱命。陆胜微微一笑，坐在了莉莉丝面前的椅子上。好吧，稍等一下。莉莉丝说着，手指轻轻一点，浓郁的魔力波动在面前绽放，缓缓凝聚成一面半透明的镜子，里面正是墨雨村的景象。莉莉丝朝里面看去，只见废墟之中已经没了那个巨人的影子。这种体型的巨人，要想藏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陆胜要么是驱赶了巨人，要么就是将其解决。不管是那种结果，都算是完成了他交给的任务。你做得很不错。莉莉丝颔首，对陆胜表示认可。那接下来就该我来兑现诺言了。说着，他素手一招，一个锦盒便从凭空出现，朝着陆胜飞来。这便是我答应你的礼物，打开看看吧。陆胜接过，道了声谢。锦盒打开一道缝，陆胜便感受到了里面散发出来的浓郁的魔力。只见里面正躺着一块晶莹剔透的魔法石，上面还雕刻着繁复的我纹路，魔力波动正是从上面传出来的。秘境传送石，等级 LV30， 品阶传说级，道具效果使用后可以进入法神领域，通关可获得大量经验值、属性点、技能点等奖励。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微微一愣，这是给自己的？这可是个好东西啊！陆胜依然记得前世天命进入中阶段，法师协会曾开展过一次比试，最终胜利者的奖励就是这个秘境。当年进入这个秘境的法师出来之后，整个人几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正因如此，那个人也成了后来抵挡万族的主力之一。如今这个资格却到了自己手中。我见你是法师，且潜力无穷，才将这块传送石送给你，既当做这次任务的奖励，也希望日后如果法师协会遇到危难，你能出手相助。莉莉丝看着陆胜，面露微笑。一来二去，她自认为看清楚了陆胜身上的潜力，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日后定然不可限量。更何况自家导师在信中也对这个小家伙赞口不绝。莉莉丝心想，能被自家老头看上的小家伙，能是什么凡物？自己就是个最好的例子。那就多谢了。陆胜点头致谢，法师协会对我帮助很大，如果遇到难处，我定然会出手相助的。莉莉丝放心了，那就好。两人又说了两句，主要是莉莉丝在问司徒村长在新手村的近况。陆胜一一道来，又寒暄了一会，便离开了法师协会。很快，陆胜来到公会，此时的玩家都进入了副本，全力升级。当然，也有一些人刚刚冒险回来，借用公会 buff 回血。见到陆胜，这些人当即放下手中的活计，和陆胜打着招呼。与众人寒暄完，陆胜来到一片空地，随后取出了那枚从莫利安那里取来的龙蛋。这枚龙蛋通体漆黑，上面布满了像是裂缝的纹路，也不大，只有脑袋大小。现在开始激活你吧。陆胜将其放在地上，又从背包中取出一枚通红的晶石，赤红晶核，等级 LV40， 品阶铂金级。道具介绍：赤红巨人的生命内核，拥有它可以快速恢复生命力。感受着温热的晶核，
以及里面散播出来的澎湃的生命力。陆胜微微一笑，按照天命中的逻辑，像是巨人这种大型生物，其体内蕴含的生命力自然是极强的。但寻常对战中，玩家攻击巨人，巨人会不断透支赤红金河来回复血量。这样一来，等到将其杀死，巨人体内金河中的生命力也不会剩下多少。但陆胜何其强大，超高的伤害，赤红巨人甚至都没反应过来，就被清空了血量。赤红金河自然是保持着全胜状态，就是不知道这枚金河能否补足龙蛋亏空的生命力。陆胜说着，将赤红金河朝着面前的龙蛋按去。提示：是否对沉寂的黑王之卵使用赤红金河？是。陆胜轻声，下一秒手中的赤红金河开始融化，顺着龙蛋表面缝隙一般的纹路逐渐融入。很快，整颗赤红金河融入其中，磅礴的生命力开始发挥作用，好似一盏灯火在里面燃烧。透过蛋壳，陆胜甚至能看到里面胚胎状的幼龙。果然可以。不仅如此，陆胜甚至还能听到里面幼龙雄壮的心脏跳动声音。提示：当前宠物孵化剩余时间1204小时。提示：玩家可用金币加速孵化，每小时1万金币。不愧是顶级种族，孵化时间居然长达1000小时。好在还可以用金币加速。陆胜松了口气，如果干等下去，足足需要1个半月的时间。到那时候，天命大陆早就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想到这里，陆胜直接氪金。提示：加速成功，当前宠物孵化剩余时间1023小时。提示：加速成功，当前宠物孵化剩余时间996小时。提示：加速成功，当前宠物孵化剩余时间699小时。陆胜疯狂氪金，剩余孵化时间也如流水似的一泻千里。提示：孵化成功。在陆胜足足氪了上千万金币后，提示音终于响起，咔嚓一声脆响，厚重的蛋壳出现一道裂纹，而后第2道、第3道，一只黑色的龙嘴从里面拱了出来，紧跟着便是龙翼、龙身、龙腿。好！幼年黑王龙从蛋壳中钻出，立刻发出一声震人心魄的吼叫。此时的幼龙才不过半个人大小，一声吼叫却传遍了整个曙光主城。不愧是龙族中的王者！陆胜双眼放光。与此同时，沉寂许久的世界公告再次响起。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曙光主城玩家君临成功孵化出宠物。世界公告：该玩家为天命大陆中第一个拥有宠物的玩家，特此奖励传说及宝箱1，金币10万，声望5万。第36章出击！黑王龙之威。世界公告再次响起，一连3遍，响彻整个天命大陆。又是君临大佬！本来以为君临大佬要暂时沉寂，看来是我想多了。宠物？这个世界还有宠物？给我整一个！我要弄一个猫猫，然后给我变，嘿嘿嘿。不知道君临大佬的宠物是什么？狮子、老虎，不管是什么，肯定是很厉害的。不知情的玩家议论纷纷，而那些待在公会回血的玩家听到那声龙吟，便清楚了陆胜最近究竟在忙什么。绝对是龙族！刚才那声龙吟响起，我的双腿都在发抖。种族压制，但这个世界有龙族，我是没想到的。什么时候我也能弄一条龙来做宠物？众人议论纷纷，站在极远处看着陆胜以及那道半人高的身影。不是不能靠近，而是他们不敢。只要走近一步，就能感觉到血脉中的害怕。等级稍微低了一些的玩家，在这股威压下面，更是要昏厥过去。然而陆胜此时却是近距离打量着面前的幼龙。他现在贵为虚空之主，小小一个龙族，又能震慑地了他。黑王龙，幼年，等级 LV1，品阶传说级，血量10000010000，攻击3420-3500，防御2790，技能熔浆烈焰、龙颚强击、龙威镇压。被动介绍：龙族中的王者，潜力无限。看了眼面板，陆胜现在脑海中只有一个字：强。太强了！这才只是一个1级的幼龙，血量就已经上万，攻击更是高达3000。这是什么概念？他一次攻击就顶得上数10个玩家同时出手，并且他还有足足3个技能：熔浆烈焰，巨龙对指定方向喷射熔浆与烈焰，对其造成100%基础伤害，并且附加灼烧效果；龙颚强击，巨龙对指定方向冲撞，以最坚硬的下颚对其造成120%基础伤害，如果对方血量减半，对其施加重伤、致残效果；龙威镇压，被动，以巨龙为中心，对10×10范围内低于自身血脉的生物施加震慑效果。看了眼幼龙的3个技能，陆胜更是理解到了龙这个种族的恐怖，尤其是第3个技能，比黑王龙血脉更高的生物，天命大陆存在吗？
陆胜微微一笑，震慑效果期间，敌方除血量外，各项属性都会下降。以后刷副本带上黑王龙，不知道要轻松多少，简直就是自带一个永久 buff 呀！提示：黑王龙向您发起签订邀请。提示：同意后，黑王龙将成为您的专属宠物，此生不会背叛您，且击杀敌人时经验共享。专属宠物和宠物还有不同，如果玩家长时间忽略宠物，在极大的怨念下，宠物或许能割断两人之间的联系，但专属宠物，除非玩家同意，不然宠物是绝不可能割断这份联系的。同意。陆胜看着趴在脚边咬着自己裤脚的小黑龙，微微一笑，而后陆胜的胸口冒出一道光芒，如针一般快速钻进小黑龙眉心。提示：签订成功。提示音响起，小黑龙更高兴了，在陆胜脚边咿咿呀呀地叫了起来。饿了？嗷！见小黑龙点头，陆胜从背包中取出莉莉丝给他的那份大礼。秘境传送石，等级 LV30，品阶传说级，道具效果。使用后可以进入法神领域，通关可获得大量经验值、属性点、技能点等奖励。走，带你吃东西去。陆胜说着，掌心朝内注入魔力。下一秒，偌大的魔力波动扩散开来，在陆胜面前凝聚成一道门。提示：是否进入法神领域？是。陆胜说着，朝面前魔力波动构成的法门走去。在他身后还跟着一只摇头晃脑的小黑龙。快看，会长带着那个恐怖的龙族进了一道门，这又是什么操作？我怎么看不懂？难道这就是我和大佬之间的差距吗？我有预感，那龙族从这道门走出来之后，将会变得更加恐怖。与此同时，一道白光闪过，陆胜的身影出现在一片神秘空间，紧跟着又是一道白光，小黑龙出现在了陆胜身后。嗷！小黑龙叫了一声，揉了揉自己的肚子。陆胜忍俊不禁，别急，一会就有的吃了。提示：法神考验开始，请玩家做好准备。提示音在这片空间内回荡。与此同时，陆胜感觉到周围的魔力波动在朝着自己面前聚合。很快，浓郁的魔力凝聚成数条犬类生物的模样，停在陆胜面前。魔宠猎狗，等级 LV10，品阶铂金级，血量6000-6000，攻击300-310，防御90，技能撕咬、电击、波涛、海浪。介绍：体内蕴含丰富魔力的猎狗，相当于一转法师的实力。陆胜看着面前的怪物，这两条猎狗并不是寻常动物的模样，从脖子开始，它们各自生着2个脑袋，且每个脑袋上都生着一个角，一蓝一紫。虽然长得恐怖，但它们的等级只有10级，对陆胜自然是没有丝毫威胁。去吧！陆胜给小黑龙使了个眼神，紧跟着就听嗷的一声，小黑龙脸上的人畜无害顿时消失，转而一脸的贪婪，参差的獠牙间满是咸水，双目更是死死盯着面前的几条猎狗，仿佛看到了什么美食。嗷！又叫了一声，小黑龙拍动翅膀，化作一道黑线。龙颚强击！砰！小黑龙结实的下颚精准撞在一条猎狗的额头。负4330，一串红字冒出，猎狗重伤。紧跟着小黑龙又补上一爪子，彻底清空了对方的血量。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幼龙击杀猎狗，获得经验值6000。提示：经验共享，您获得经验值6000。提示音响起的同时，就见小黑龙一口咬在猎狗的脖子上，撕下大块血肉。诡异的是，哪怕看到小黑龙在蚕食自己的同类，周遭猎狗确实不敢有丝毫动作，每条都趴在地上，前爪抱着脑袋，瑟瑟发抖。陆胜看着这一幕，满意地点点头，不愧是龙族王者之威，果然强悍。就在他说话的时间，小黑龙已经将面前的猎狗啃食的只剩骨头，而后抬起头看向了其他还在发抖的猎狗。第37章快速成长升级。看着面前瑟瑟发抖的猎狗，小黑龙颇为人性化的皱了皱眉头，似乎是因为猎狗的数量太多，一个个杀起来太麻烦了。忽然，小黑龙眉头舒展开来，牙缝之间也渗出丝丝火焰。熔浆烈焰，下一秒，赤红色的岩浆，高温的火焰从他口中喷涌而出。负3445，负3450，负3440，一连串的红字冒出。很快，陆胜便闻到了烤肉的味道。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幼龙击杀猎狗，获得经验值6000。提示：经验共享，您获得经验值6000。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幼龙击杀猎狗，获得经验值6000。提示：经验共享，您获得经验值6000。提示音不断响起，这点经验值对陆胜来说如同9牛1毛，但小黑龙身上却是不断冒起金光。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幼龙
已升至 LV2。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幼龙已升至 LV3。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幼龙已升至 LV7。连升6级，这升级速度也是没谁了。不过小黑龙似乎没有感觉到升级的快乐，摇头晃脑去吃烤肉了。陆胜站在一旁，眼前面板浮现：黑王龙，幼年，等级 LV7， 品阶传说级，血量21000，21000，攻击4020-4050，防御2800，技能熔浆烈焰、龙颚强击、龙威镇压。被动介绍：龙族中的王者，潜力无限。连升6级的小黑龙血量不仅翻了一番，就连攻击属性也突破了4000。照这样下去，实力迟早会超过我啊！看着他的面板，陆胜不禁苦笑。不过说归说，陆胜丝毫不担心。且不说小黑龙永远是自己的宠物，他可有着2世记忆。这个世界中隐藏的宝贝可太多太多了，只要拿到手，绝对能成为世界最强。更何况陆胜马上就要2转，届时他的实力定然会再次暴涨。这时候，小黑龙已经将地面上的烤肉扫荡一空，飞回陆胜身边的时候，身子还摇摇晃晃的。好了，我们继续走吧。陆胜微微一笑，带着小黑龙继续向前走去。很快，又是一股魔力波动传来。陆胜抬头，只见面前再次出现密密麻麻的怪物，并且这次的数量比那些猎狗还要多。披甲魔猴，等级 LV20， 品阶铂金级，血量30000-30000，攻击1600-1610，防御180，技能投掷、撕咬、尖锐音波。介绍：相当于20级铂金精英怪的水准，请玩家小心。看了眼对方的面板，陆胜放下了心，心神一动，身后的小黑龙便冲了上去。和之前一样，刚一接近，陆胜就看到那些猿猴双腿开始发抖，显然怕得不行。但魔猴这种怪物已经初步具备了人类的智慧，眼见自己的同族吓得趴到地上，站位靠后的猴子立刻反方向跑去，显然是躲避着小黑龙的龙威范围。吼！小黑龙也不急着追他们，炽热的火焰瞬间将面前的猴子烤成了焦炭。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幼龙击杀披甲魔猴，获得经验值8万。提示：经验共享，您获得经验值8万。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幼龙击杀披甲魔猴，获得经验值8万。提示：经验共享，您获得经验值8万。提示音不断响起，这次怪物给的经验比之前足足翻了10倍有余。当然，这也和这群魔猴是精英怪水准有关。不断有白光涌入陆胜体内，经验值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但是这点怪物还不足让陆胜升级。不过小黑龙身上倒是接连冒起金光，连续升级，一直升到了13级才停止。现在吃饱了的小黑龙也在感受着体内逐渐强大的力量，因为它的体型也在随着等级变大，之前只有半人大小，现在则和陆胜差不多高了。咻！就在这时，一个石子从魔猴手中投出，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小黑龙而来。咔嗒！-1，一个浅到几乎看不见的数字从小黑龙头上缓缓飘起。陆胜看到这一幕，差点绷不住。虽然魔猴的攻击力高达1600，但小黑龙的防御可是将近3000，连防御都没能击穿，这一点伤害还是强制造成的。损失的血量很快恢复，小黑龙也没觉得有多痛，但他感觉受到了挑衅，来自低等种族的挑衅。吼！一道龙吟传遍整个神秘空间，紧跟着厚重的双翼一拍，化作一条粗壮的黑线冲了过去。见到这一幕，那些魔猴直接吓傻了，一边尖叫着逃跑，还不时回头丢2块石子。小黑龙顶着一头的眨眼就来到了这群魔猴身后，粗壮的尾巴一甩，大片魔猴倒地。熔浆烈焰，火焰瞬间将这一片魔猴覆盖，大片大片的红字冒出。-4450，-4450，-4500。虽然魔猴的血量高达3万，但在小黑龙持续的高温灼烧下，很快便被清空了血量。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幼龙击杀披甲魔猴，获得经验值8万。提示：经验共享，您获得经验值8万。提示声再次响起，大量乳白色的光芒冒出，一半没入陆胜体内，另一半则是归了小黑龙。金光冒出，小黑龙持续升级。与此同时，他也没停止杀戮，级别越来越高，小黑龙飞行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直到最后眨眼便能超过魔猴，对其发动进攻。又是一道灼热的岩浆喷出，一人一龙再次获得了大量经验值。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幼龙
已升至 LV21。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幼龙已升至 LV22。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幼龙。提示：您已升至 LV35，全属性加30，自由属性点加50，技能点加10。第38章法神投影，小黑龙进化。虽然这些魔猴给的经验并不多，但好在数量足够庞大，陆胜的经验值很快便被填满。而后金光乍现，升级，依旧将50点自由属性分配到智力上，又将技能升到满级，总共增加了80点智力，不多也不少。相较于他，小黑龙却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黑王龙，幼年，等级 LV29，品阶传说级，血量15000015000，攻击21620-21650，防御6480，技能熔浆烈焰、龙颚强击、龙威镇压。被动介绍：龙族中的王者，潜力无限。连续升级，小黑龙的体型也在快速变大，并且属性也急速变化，还处在幼年期，攻击就高达2万之多，血量更是来到15万这个恐怖的数字。先前进入副本，小黑龙的体型也不过半人多高，现在却是比2个陆胜加起来还要大，并且头上之前圆圆的独角，此时也初具规模，看起来锋锐无匹，身上的鳞片也逐渐清晰，散发着黝黑的光泽，好似一身精致的盔甲。吼！实力急速攀升，小黑龙也感受到了体内磅礴的力量，当即欣喜地发出一声龙吟。呼啦！小黑龙拍动翅膀，腾空而起，速度极快。嗷！来到陆胜面前，小黑龙又换了副面孔，全然没了之前的狰狞，仿佛一条小狗似的，用足有卡车轮胎那么大的脑袋蹭啄陆胜。好了好了，陆胜笑着拍了拍他的大头，这里的怪物还没有清完，我们继续。嗷！小黑龙又发出一声嚎叫，而后伏在地上，大脑袋一晃一晃，示意陆胜站上来。轻轻一跃，陆胜便站在了宽阔的龙背上。而后小黑龙小心翼翼拍动翅膀，稳稳升空。居高临下，陆胜总算看清楚了这里的布局。这是一条极长的道路，沿途许多怪物盘踞着，现在他们所在的距离已经接近尽头。陆胜远远看到，极远处正站着一道人性身影，有些熟悉。那人也抬头看向陆胜，似乎是在等着他们。我们过去吧。陆胜下令。小黑龙应了一声，翅膀猛然拍动，几个呼吸间便到达了那人面前。法神伊利亚的投影，等级 LV40，品阶铂金级，血量1200001200000，攻击6000-6100，防御1800，技能风之凛冽、火之灼烧、金之速割、木之缠绕、水之波涛。介绍：法神伊利亚在法神空间留下的一道投影，击败他，你便能获得法神的认可。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这才了然，怪不得这么熟悉，原来是法神在这一方空间留下来的投影。这位法神，陆胜自然是听说过，不仅听说，甚至还曾见过这位在万族群众大杀四方的画面。你终于来了！伊利亚开口，面带微笑，仿佛早已知道陆胜将会到来。然而陆胜却清楚，这只是法神留在此地的一个投影，不管是谁来，他都会这么说。能通过前面的试炼，显然你已经达到了我的要求，希望你能击败我，成为下一代法神。伊利亚说着，身上忽然爆发出磅礴的魔力波动，挥动法杖，一次性将5道法术同时施展了出来。且在他精准的操控下，5道法术还在互相影响。风助火，水生木。原本乳白色的神秘空间，刹那间被这几道法术染得五光十色，庞大的魔力波动散开，甚至将周围的神秘物质冲击出丝丝裂纹。一上来就放杀招，陆胜微微惊讶，本以为双方会有来有回，打上个10几回合，没想到对面上来直接开大。虽然这道投影不及法神本体的1/10，但接连5道法术还是不能应接。虚空之力，下一秒，陆胜挥动法杖，庞大的虚空波动瞬间与那5道法术碰撞在一起。紧跟着，奇异的景象发生了，就见陆胜施展出来的虚空之力宛如黑洞一般，竟然那些法术一一吞噬，而后更加强大。轰！虚空之力的范围刹那间又扩大数倍，瞬间波及到了伊利亚。-78029， -78029，一连串红字冒出，瞬间清空了法神的血条。法师就是这样，如果没有保命手段，只要被攻击到，就是一个死的下场。提示：您越级击杀了法神伊利亚的投影，获得经验值26万。提示：您的宠物获得了共享经验26万。提示音在耳边响起，浓郁的白光一分为二，没入陆胜和小黑龙的体内。
如今陆胜升级，足足需要将近200万经验，这些也就只填满了1/10，但对于小黑龙来说，却是一份大礼。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幼龙已升至 LV30。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已成长为青年期。提示音响起，陆胜也感觉到了脚下正在极力克制的身体，一跃而下，感觉到陆胜离开自己的后背，小黑龙终于不再忍耐，吼！一声巨大的龙吟传出，甚至能清晰看到震动的波浪。紧跟着，咔嚓咔嚓的骨骼生长声从小黑龙体内传出，鳞片掉落，就连头上的独角都蜕了几层皮。两人多高的身体快速生长，几个呼吸间便翻了1倍。小黑龙还在嘶吼，更加坚硬的鳞片正在从他体内钻出，将他划得鲜血淋漓。终于，在不知道承受了多少痛苦后，小黑龙总算是完成了进化。相比之前，不仅大小翻了1倍，四肢也更为粗壮，脚掌上的利爪宛如精心打磨过的匕首，身上的鳞片更是媲美传说铠甲。最能吸引陆胜的，则是小黑龙头顶上的那根独角。此刻相比之前，这根独角更加黝黑，上面还有裂缝式的花纹以及惨白色的分叉，让这家伙撞一下，怕是了不得。陆胜自言自语，同时心神一动。下一秒，小黑龙的面板浮现在眼前。第39章首通奖励回归。黑王龙青年期，等级 LV31，品阶传说级，血量31000031100000，攻击49530-49550，防御12500。技能：熔浆烈焰、龙颚强击、龙角突刺、龙鸣威慑、龙威镇压。被动介绍：青年期的黑王龙已经初步具备王族的实力，成长潜力无限。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微微感叹：不愧是龙族中的王者，太夸张了！成长到青年期，小黑龙的身体不仅变大了1倍，看起来也十分威风，而它的数值也是足足翻了1倍。防御上万，攻击更是将近5万。光凭这个属性，陆胜相信现在的小黑龙绝对能在天命大陆横着走，更别说原本就有3个技能的他，现在足足有了5个。想到这里，陆胜视线下移，龙角突刺，巨龙朝指定方向进行攻击，龙角穿刺敌人，对敌人造成200%基础伤害，同时对敌人施加流血、重伤、穿刺效果，可搭配龙颚强击使用。龙鸣威慑，巨龙仰天怒吼，龙吟呈波状散播出去，对被波及到的敌人施加震慑效果，可与龙威镇压叠加。第一个技能足足有200%的伤害加成，以小黑龙现在的攻击力，撞击一下就能造成上万的伤害，再搭配上龙颚强击，突破2万。第二个技能更是离谱，从字面上理解，只要小黑龙嗓门够大，就能对敌人造成震慑效果，再加上龙威镇压的效果，只要血脉低于它，几乎就能将对方的属性缩减到不足1/4。有这2个技能，哪怕以肉坦著称的赤红巨人，在小黑龙面前也就是个大一点的脆皮鸡。看完黑龙王的面板，陆胜抬头看向远处，此时伊利亚的血条早已被清空，可他的身躯依旧没有消散，而是淡笑着看向陆胜。前辈。陆胜微微一礼，表示尊敬。自己是法师，对方又是法神，而且陆胜虽然将其击败，但终究只是一个投影，该有的礼节还是要有的。不错。伊利亚点点头，看向陆胜的眼神十分满意。英雄出我辈，我在这里等待许久，没想到迎来这样一个天才。本来想着将我的武系元素法则传给你，但没想到你掌控的力量比我的还要强大，倒是有些拿不出手了。听着伊利亚的话，陆胜挑了挑眉，有些意外。这投影居然是有意识的，还好自己刚才没说什么不尊敬的话。此时伊利亚也陷入沉思，思考着究竟给陆胜什么奖励。良久，他才下定决心。这样吧，我给你一个地址，那里有我之前留下的秘宝，以你现在的等级，暂时还无法到达，等你实力够了，你再前往。说着，伊利亚伸手一点，一枚光点飘出，缓缓没入陆胜眉心。陆胜脑海中仿佛出现了一张地图，伊利亚说的地址就标注在上面。多谢前辈。不必。伊利亚摆摆手，继续说道：那件秘宝对你是好是坏，暂且不知，一切都要看你的造化。说完，他又扭头看向一旁的小黑龙，眼神中流露出赞叹。黑王龙，还是青年期的黑王龙，少见啊！这种王族几乎都快要灭绝，没想到却在这里看到了。你要小心，他对现在的你来说或许会有帮助，但日后必会招来无尽灾难。最后一句是对陆胜说的。看着一脸严肃的伊利亚，陆胜表情淡然。前辈口中这点我早有预料，不过这在晚辈曾见过的天灾面前不值一提。晚辈认为只要实力够强，哪怕是天掉下来也不足为惧。好。
伊利亚点头，眼底的欣赏更胜几分。看来你的确是我要选的人。说着，伊利亚脸上露出微笑。本想和你多说几句，但刚才的战斗已经耗光了我留在这里的魔力。年轻人，期待与你的下次见面。话音落下，伊利亚的身影也化作点点星光消散。就在这时，世界公告响起。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曙光主城玩家君临通关法神领域，奖励自由属性点1000，技能点1000，铂金级宝箱1，专属称号1。世界公告，世界公告，世界公告，一连响起了3遍。天命大陆再次沸腾，所有人都麻木了。这君临怎么这么厉害？世界公告接二连三，干脆别叫天命大陆，直接改名叫君临大陆得了。与此同时，曙光主城中，那些目睹陆胜走进传送门的玩家，此刻也是恍然大悟。原来会长是去打那个什么法神领域了。这个法神领域听起来就很吊。废话，法神哎，那你们说会长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法神了？应该不会吧，法神不应该是站在天命最顶端的男人，可会长他就是站在天命最顶端的男人啊。众人议论纷纷，直到有人反应过来，出声提醒道：会长那么强，还在刷怪升级，而我们在这里耗费这么多时间。这一刻，玩家们明白了什么叫比你厉害的更比你努力。然后所有人幡然醒悟，连忙朝着公会中陆胜布置的传送阵走去。别挤别挤，让我先传，先出后进，让回公会回血的玩家先出来。有没有去幽暗之森的，挑战一下极限？你那叫挑战极限，你那叫找死。随着玩家涌入，传送阵周围围了个水泄不通。就在这时，一道冲天白光亮起，围在周围的玩家见状连忙后退。看这光芒，应该是一大批10几个人吧，数十个人都不止。众人纷纷猜测，究竟是哪支刷怪大军回来了。光芒逐渐散去，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想要看清楚。就在这时，吼！一声龙吟传出，震耳欲聋。原本包裹着的光芒，霎时间被这一声龙吟震散。紧跟着，一道黑色的巨大影子直冲云霄，眨眼间就消失在了众人视线内。人群被眼前的景象震到鸦雀无声。不知道是谁反应过来，喃喃说道：原来是会长回来了。第40章，新的奖励来到圣光主城。陆胜站在小黑龙背上，狂风从耳边呼啸而过。看着脚下的黑龙，陆胜有些感慨：龙骑士啊，每个男人的梦想，而他现在居然实现了。就算在前世，龙族也是极为珍惜且强大的存在，随便一只成年的巨龙就堪比那时强大的人类大能。且不说能不能寻找到且战胜对方，就算真的将其击败，但龙族向来是一个十分自傲的种族，哪怕自裁也绝不愿意屈尊人类之下。而陆胜，他现在做到了，不仅做到了，而且还是龙族中的王者，黑王龙。哪怕是再强大的龙族，在他面前都得俯首称臣。按照伊利亚法神的话，未来或许会有龙族降临，见到我将他们中的王者收为宠物，龙族定然不会同意。但陆胜眼放金光，那时的我定会无比强大。龙族不同意，那就将他们全部收入麾下，组成一支龙族大军。说这话的同时，陆胜也知道，实力才是一切，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泰山崩于前儿面不改色。想到这里，陆胜打开面板，剩余自由属性点1000点技能点。就算是现在的陆胜，想要一次性获得这么多，也要连升10几级才行。这次秘境算是帮陆胜缩减了不少时间，怪不得前世那人从秘境中出来，整个人都变了副模样。1000点属性点，再加上法神的传承，陆胜摇了摇头，随后心神一动，将属性点全部加在智力上。智力3742，现在陆胜的智力已经来到3000，看起来虽然不是很多，但这却是一个极为恐怖的数字。3742智力换算成攻击力足足有3万，而且陆胜如今的虚空之力已经蜕变为神级，对基础伤害的加成足足有 350%。 也就是说，陆胜现在一击足足可以造成137270点伤害，哪怕对手防御过万，伤害依旧突破10万。如果让现在的陆胜面对那个赤红巨人，仅是一瞬间绝对就能将其秒杀。这份伤害哪怕放到100级玩家中都是极为炸裂的。平复下激动的内心，陆胜打开背包，里面还放着首次通关和铂金 BOSS 首杀的奖励。铂金级随机宝箱，等级 LV10， 品阶铂金级。道具介绍：打开后可获得铂金级装备、道具、建筑图纸其中之一。提示：是否打开铂金级随机宝箱？打开。陆胜毫不犹豫，咔嗒一声，就见悬浮在面前的铂金级宝箱敞开一道口子，
紧跟着刺目的光芒冒出。提示：开启成功。提示：恭喜玩家从铂金级随机宝箱中获得了建筑图纸魔能塔，已发放至背包中。魔能塔建筑图纸，等级 LV10，品阶铂金级。道具介绍：使用后可建造魔能塔，注：可重复使用。看着手中的图纸，陆胜微微感叹，真是困了来枕头啊。他此时正在想着如何在版本大事件到来之前搞好曙光主城的防御工事，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了一张图纸。等回到主城，立刻建造上。将图纸收进背包，陆胜又看向首次通关所给的奖励：法术湮灭者，等级 LV30，品阶传说，智力加300，装备特殊效果：一、施法速度正 50%； 2、释放技能时有 20% 的几率回复该技能所损失魔力值； 3、在战斗过程中，如果穿戴者的技能伤害高于对方，可将其技能吸收化为己用。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有些讶异，这称号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呀！超高的智力加成， 50% 的施法速度缩减，最重要的是最后一条，可以吸收对方的技能化为己用。之前在法神空间，陆胜也是无意识间吸收了对方的技能，当然那也是因为属性克制的原因。就好比你对着火系技能释放风系法术，最终封住火，对自己的伤害反而还会增加。但有了这个称号，陆胜就可以吸收任何技能，当然前提是自己的技能伤害要高于对方。不错的称号，陆胜十分满意，将称号穿戴好，而后隐藏。他可不想和游戏中的人物一样，头顶着一行大字，看起来太蠢了。嗷！就在这时，脚下的小黑龙发出声音：到了。陆胜低头看去，脚下是一个有些陌生的主城。提示：您已进入圣光主城。和神域主城一样，圣光主城就是牧师职业玩家的天堂。这里也有和法师协会相似的牧师教堂，不过因为牧师战斗力不佳，为了保护主城权力不被侵犯，这里的防御工事也做得十分完美。因此，这里的牧师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大炮萝莉。上一世陆胜就曾亲眼见过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萝莉牧师，直接从裙子里掏出来一门比他还要大的大炮，一炮打过去，万族湮灭。好了，我们下去吧。陆胜轻声示意小黑龙。嗷！小黑龙应了一声，而后放缓了翅膀震动的速度，轰隆一声落在地上。什么人？一群穿着钢铁盔甲的守卫顿时围了过来，每个人手中都举着一门车轮大的魔法炮，纯粹的魔法能量在其中酝酿，蓄势待发，看起来十分摄人。不过陆胜却是注意到了他们紧张发抖的腿，甚至还能听到腿部盔甲碰撞传来的叮当响声。都怕成这样了，还要站这么近啊？陆胜无奈地摇了摇头，跳下龙背，而后在他的授意下，黑王龙的身体快速缩小，眨眼间便回到了最初见面只有半人高的时候。那股令人胆寒的龙威也随之消失，感觉到身上的压力消失，众守卫偷偷松了口气，但他们的炮口却依旧对准陆胜。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来我们圣光主城？你有什么目的？虽然感觉眼前的这个男人没什么恶意，但他们必须这么问，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而面对他们的质问，陆胜微笑道：去告诉你们城主，就说君临来了。第41章达成战略合作。哪来的美女？君临。听到这个名字，那些守卫微微一愣，总觉得有些熟悉，在哪里听到过。你要见我们城主？一名带头的守卫放下炮口问道。虽然城主没有下令，但眼前的男人看起来太过神秘，且并没有带给他们危险的感觉，所以一时间有些犹豫。没错。陆胜点头，快去通知你们城主吧，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好，稍等。那名带头的守卫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拿出一块魔法石，微薄的魔力灌入许久，魔法石这才散发光亮。城主大人，这里有个人想要见您，他说他叫君临。君临来了，快请他进来。城主的声音非常急切，听起来像是等了很久。通话被挂断，那名守卫看向陆胜，十分抱歉，我不必。陆胜摆了摆手，他可不想在这浪费太多时间，早点办完事，早些离开。快带我去见你们城主吧。好，请您跟我来。说完，带头的守卫便转身朝着一座工程堡而去。陆胜跟上，屁股后面还跟着缩小了的小黑龙。城主大人，君临到了。守卫站在门前，高声说了一句。下一秒，哗啦，一道沉闷的响声发出，大门敞开，门内的空间极其宽广，金丝红底的地毯尽头，正有一个相貌娇小的女孩坐在王位上。圣光主城城主亚利路，等级 LV99，品阶传说级，血量
359000，359000，攻击8079-8100，防御3762，技能圣佑术、圣疗术、圣光闪现、神圣震击。介绍：圣光主城城主，看似年轻的外表下，实则是一颗历经100年的灵魂。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心中感叹：不愧是圣光主城的城主，这模板简直太牧师了。输出低，血量低，防御低，放在战场上，怕是第一个成为炮灰。但如果完美发挥职业优势，牧师在战场上的作用绝对要比同等级的输出职业强。同时，陆胜也开始好奇，能保护一个满是牧师职业的城镇的防御工事，究竟得多么强横？君临阁下，终于见到你了。亚历路从王位上跳下，昂着头看向陆胜。莉莉丝早就跟我说你要来，害我早早开始准备。殿下，一旁的守卫连忙解释，君临阁下来迟，全是因为我们在外面耗费了太多时间，所以才……好了，我没有怪你的意思。亚历路摆了摆手，而后看向陆胜，阁下此番来访，究竟所谓何事？陆胜也不绕弯子，直接开门见山。我想要购买一批防御工事，用于我的主城。曙光主城？正是。陆胜点头，得到肯定的回答。亚历路大手一挥，好说，君临阁下要多少，报个数就可以了。只要我城中的库存还够，都可以出手给君临阁下。之所以这么说，亚历路也是有计算的。自家这批防御工程价格可是相当高昂的，更何况曙光主城才建立起来不久，哪有这么多钱购买？估计也就是几门魔法炮，再加上一些看起来射人但威力并不怎么样的武器。这点东西，亚历路别说卖，就算白送给陆胜都不是问题。只见陆胜思考片刻，而后开口：照着圣光主城的防御工事来一套就好。多少？亚历路愣住，还以为自己听错，连忙掏了掏耳朵。照着圣光主城来一套就好。陆胜又重复了一遍。这次亚历路听清楚了，一脸疑惑：君临阁下确定？我圣光主城的防御工事价格相当不菲。当然确定。陆胜面带微笑。现在他的商业街虽然只是一个雏形，但也能为他创造源源不尽的金币。现在的金币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数字，城主殿下报价就好，这点小钱我曙光主城还是付得起的。见陆胜一脸认真，不像说谎的样子，亚历路犯难了，犹豫了好片刻才开口道：抱歉，我不能卖给你。陆胜皱眉，为什么？亚历路叹了口气，想必你也听说了，神域主城附近最近出现了巨人一族，根据我们的推测，这只是一个开始，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大批巨人降临，威胁4大、5大主城。但君临阁下也知道，圣光主城和其他主城不同，我们的子民大都没有战斗力，全凭那些魔法炮。若是全部卖给阁下，就算能挺过这次灾难，其他主城再对我们动手，圣光主城怕是就要覆灭了。亚历路深吸一口气，正是陆胜，所以我不能卖给你。原来如此。听完亚历路的话，陆胜了解了对方的苦衷。的确，人心难测，更何况圣光主城在这片大陆屹立这么多年，早已遭人妒忌。若让有心人逮到机会，圣光主城怕是在劫难逃。不过，这对陆胜来说全然不是问题。城主殿下的苦衷我能理解，但也不是全然没有办法。陆胜说着，招了招手，一条小黑龙从他身后冒出头来。若城主愿意与我达成交易，届时他就能替城主驱逐来敌，这可比那些魔法炮好使。这是……看到小黑龙，亚历路只觉得有些熟悉。当他凑近仔细观察，那段恐怖的记忆顿时涌入脑海。亚历路的小脸顿时惨白。黑王龙为什么会在这里？殿下不用担心，现在他已经是我的专属宠物，只要没有我下令，就不会对圣光主城造成威胁。他的实力殿下更不用质疑，毕竟……没等陆胜把话说完，亚历路便打断道：阁下不用多说，从我那个年代过来的，谁能不知黑王龙的恐怖？阁下都为我们做好了保障，那我也再不好推脱了。不过我圣光主城也不会白白享受。亚历路说着，思考了一会，而后神秘一笑：等君临阁下走的时候，我也会送你一份大礼。陆胜愣住，又是大礼，又是神秘。你和莉莉丝一个娘胎出来的吧？怎么都喜欢玩这一套？事情解决，亚历路开口道：魔衣，带君临阁下去仓库吧。好。温润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陆胜回头一看，只见刚才那位守卫现在已经摘下了钢盔，一头金发如瀑，眼眸好看的宛如繁星在其中闪烁。这铁壳子里竟然藏着这么大的美女。莫伊微微一笑，伸手道：君临阁下，随我来吧。第42章，带回牧师小队，打劫女儿国。君临阁下，一共是87亿3500万金币，给您抹个零头，87亿就好了。看着仓库中摆满的武器，
陆胜眼前出现一道道面板，魔能巨炮，等级 LV40， 品阶铂金级。道具介绍：充能完毕后可进行攻击，每次攻击可对敌人造成6万魔法伤害。巨石碑，等级 LV40， 品阶铂金级。道具介绍：充能完毕后可释放幽暗领域，进入该领域的敌人移动速度负 50%， 攻击力负 30%， 防御负 30%， 直到退出领域或死亡。除此之外，还有更多装备。一时间让陆胜都有些眼花缭乱，怪不得圣光主城能屹立不倒，原来有这么多强大的防御攻势。陆胜心中悄悄计算，如果将这些武器全部搬出来，哪怕是最向往暴力的暴风主城来犯，也能将他们打个落花流水。而这些装备安放在曙光主城，等到巨人来临，他也不用在主城耗费太多时间，只需要将其交给玩家，剩下的根本不用他动手。想到这里，陆胜大手一挥，直接转账。提示：您已成功支付87亿金币。收到转账的莫伊微微一笑，指着身后密密麻麻的武器：这些都是您的了，至于使用方法都在这里。莫伊说着，递过来一块晶莹剔透的魔法石，流影石，等级 LV10， 品阶黄金级。道具介绍：催动魔力，可激发其中留存的影像。陆胜尝试着注入魔力，很快眼前便出现一幅画面，是莫伊在其中讲解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法以及注意事项。陆胜懒得去看，直接关闭，大手一挥，将各项武器收入背包。达成交易，他也该返程了。一直走到城门外，陆胜打了个响指，啪！嗷！身后的小黑龙发出一声低吼，身形迅速扩大，眨眼便回到了几十米的长度。陆胜轻轻一跃，站在龙背上。君临阁下！刚打算离开这里，就听身后传来一道呼唤。回头望去，只见城主亚利路正一脸微笑，朝着这里缓步走来，同时他身后还跟着一队守卫。陆胜疑惑：殿下，你这是？亚利路微微一笑：君临阁下能舍得黑王龙来镇守我城，那我也得拿出诚意来，不是？说着，他指向身后的守卫：这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牧师，希望能在大事件到来之时对君临阁下有所帮助。陆胜这才恍然大悟：那就多谢城主了。不必客气。亚利路说着，看向身后的守卫：到了曙光主城，你们就要听从君临阁下的话，明白了吗？明白。众人回应，声音整齐而有力，显然训练有素。不错。亚利路点了点头，大手一挥：将你们的盔甲留下，随同君临阁下离开吧。一声令下，众人开始卸甲，一道道绝美的面容露了出来，而后在陆胜的示意下，一同跳上了龙背。莫伊，这一队就由你来指挥，若是哪日让君临阁下不满意，告状到我这里，你知道后果。属下明白。莫伊点头，而后跳上龙背，站在陆胜面前。原本属于陆胜的宽敞龙背，这下足足站了上百个人，就连小黑龙都有些不爽，他们又不是自家主人，凭什么站在自己背上？不过陆胜没发话，他更不敢发作。而后就在陆胜的示意下，庞大的巨龙缓缓起飞，直奔曙光主城。会长离开好久，你们猜是去做什么了？公会中，几名闲下来的玩家凑在一起，议论纷纷。方才黑龙冲天而起的画面还在他们脑海中不断回荡，久久不能消散。没办法，那一幕实在是太帅了，尤其是男玩家更是羡慕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毕竟哪个男人没有成为龙骑士的梦想？别想了，那可是会长。就是，你以为谁也能变成龙骑士啊？当不了龙骑士，当个虎骑士、狮骑士也行啊。拉倒吧，就你还骑狮子，你不被狮子骑就算好的了。被同伴无情嘲讽，那名玩家刚想喷回去，忽然吼一声龙吟传来，众人脸色一变，齐刷刷朝着天上望去。只见极远处的天边正有一个小黑点快速放大，依稀还能看到其震动的翅膀，是那条黑龙。快看，会长回来了！一名玩家指着天空，满脸期待。在他的记忆中，每次会长离开都会带来惊喜。上一次是副本，上上次是拍卖行，那这一次，我去！你们快看龙背上，会长他被一群女人绑架了。什么话？是会长绑架了一群女人？会长把女儿给我打劫了？我滴个乖乖，不愧是会长，真男人啊！那名嘲讽被狮子骑的玩家，此刻羡慕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比龙骑士更带劲的事情，当然是骑龙带妹啊！会长太会玩了！轰！一声巨响，小黑龙精准落在主城中的一片空地上，巨大的声响也将散落在主城的玩家全部召集了过来。顿时，周围被围了个水泄不通。所有 LSP 瞪大了眼睛，目送着秀美宛如精灵的牧师们依次从龙背上走下。
全然忽视了一脸黑线的陆胜。什么被女人绑架，绑架了女人，更离谱的还有说自己打劫女儿国的，可笑！他要是打劫，能只带回来这么点。不过陆胜也没好意思说，平复完心情便从龙背上跳下，扫视了一圈周围的 LSP， 开口道：如你们所见，这是我从女儿从圣光主城带回来的牧师小队，日后闯关可以邀请他们入队，充当你们的奶妈。具体怎么操作？陆胜扫了一眼，而后指着莫伊问他就好。莫伊无视了一脸问号的莫伊，陆胜再次挥手，魔力波动开来，将面前划出一大片空地。心神一动，刹那间大片大片的武器出现，堆积成一座山的样子。围在周围的玩家扫了一眼面板，顿时惊呆。良久，才有人喃喃道：会长，你太刁了。第43章准备完毕，危机来临。这些装备尽快布置起来，然后按照这里面的影像学习使用。陆胜说着，将留影石抛给一名玩家。那玩家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研究起来。不时便有人发出一声惊呼：我了个去，魔能大炮，好高的伤害，有没有人要跟我试火？可去你的吧，这一炮能把你轰的渣都不剩，还是火？一群玩家吵吵嚷嚷，显然第一次见这么新奇的玩意儿。说实话，自从那次成功阻击白银国玩家后，陆胜让玩家们尽快练级，众多玩家心里都有些没底。强如会长竟然也会有压力，那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他们又能做什么？不拖后腿就是好的。不过现在不一样了，有了魔能大炮，哪怕是新手玩家也能分分钟打出成吨的伤害。于是所有玩家自发组织起来，开始琢磨怎么布置这些武器。陆胜也懒得管他们，转身找到莫伊：我先前说的，让你的牧师去帮助他们冒险，你能理解吗？莫伊茫然点了点头，似懂非懂。陆胜也不管他，继续说道：记得设置门槛，一个牧师1000金币吧，不然谁都来请牧师，岂不是乱套了？好，这次莫伊听懂了。收钱嘛，谁不会啊？刚才那名玩家就是君临，我肯定没看错。圣光主城中，一名高丽玩家缩在角落，对着手中的传音石无比认真说道：君临去了圣光主城。传音石那头的声音操着一口流利的英文，疑惑问道：君临去圣光主城做什么？高丽玩家摇摇头，不清楚，但他似乎和圣光主城达成了某种协议。这样啊。那头的白银玩家沉吟片刻，而后赞许道：新金泰，你做得不错，带我们白银占领天命，届时你便是开国功臣，你们高丽国也将有一席之地。多谢亚历山大先生。新金泰语气中满是谄媚。挂断传音时，亚历山大立刻招来一个人：你去曙光主城四周看看，君临又在搞什么名堂？一有消息立刻汇报。是。那名玩家应下，转身离去。看着那人离去的背影，亚历山大一脸愁苦。自从上次突袭失败，他在白银国玩家的阵营中地位是一降再降，不光欠下一大笔金币，就连之前花重金才搞到的装备也被君临拿了去，实力也是一落千丈。再这样下去，别说地位了，怕是小命都不保。君临，这些都是你欠我的，别让我逮到机会，否则定要让你万劫不复。亚历山大眼神狠厉，巴不得将君临生吞活剥。没过多久，他派出去的那位探子便折返了回来，并且将曙光主城正在布置防御工事的事情说明。原来如此，亚历山大恍然大悟，而后又想到，如果圣光主城将东西都给了君临，那岂不是说明圣光主城现在一点防御力都没有？很快，一个邪恶的计划在他心中浮现。快，帮我约见暴风主城的城主，就说我有一个惊天秘密要跟他分享。与此同时，陆胜出了曙光，一路来到法师协会，直奔顶层。陆胜先是说了他在法神领域中发生的事，以及伊利亚留在领域中的真实投影，而后又说了现在圣光主城的处境。我认为，既然圣光主城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正好借这一次，给那些一直盯着圣光主城却不敢动手的人一次迎面痛击。可以。莉莉丝点头，对陆胜的方式表示认可。如果你需要的话，法神协会也会派出一部分人来支援你。那就不用了。陆胜摆手，淡淡道：对付那些人，我一个曙光主城足矣。说完，陆胜转身离去。看着逐渐消失在视线中的背影，莉莉丝长出一口气，看来4大主城的局面要被打破了呀。中途，陆胜前往紫金商行买了一大批能源魔晶，用作防御工事的启动能源。回到工会，陆胜远远便看到驻扎在军营外的军队，这次相比之前，人数损失减少了许多，几乎是多少人去的，就有多少人回来。主公，幸不辱命！万夫长单膝跪地，将这次爆出的装备双手奉上。枯木戒指，等级 LV30，品阶
紫荆棘，智力加75，装备特殊效果：一、释放技能时有 30% 的几率召唤出木之守卫，与使用者一同攻击敌人。二、法术穿透正 20%。陆胜从万夫长手中拿起那枚散发着紫金色光泽的戒指，看完面板，陆胜点了点头。这属性对30级紫荆棘装备来说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其中第一个特殊效果更是与陆胜的天赋契合，释放技能便有几率，那他无限释放，几率是不是会大大提升？并且陆胜也不担心脸黑，到现在为止，他依旧是整个天命大陆最幸运的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陆胜最为期待的效果——套装效果。心神一动，这枚紫荆棘戒指便出现在陆胜的无名指上。戒指有很多孔位，所以和之前的装备并不冲突。而后便是枯木手环和枯木项链。穿戴完毕，陆胜再次看向装备面板，原本灰暗的套装效果那一栏终于亮起。套装效果3/3，对敌人造成伤害时有 20% 几率令敌人进入木化状态，持续3秒。这个木化效果，陆胜可是十分好奇。如今他的虚空之力范围足足有40×40，范围极其宽广，再搭配上木化效果，若是国战，哪怕对方血量极其雄厚，只要触发一次木化，再疯狂砸技能，对方依旧要倒在陆胜的技能轰炸下。陆胜扭头，只见城墙上的防御工事此刻也安装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陆胜掐算了下时间，而后猛然睁眼，时间到了。下一秒，一道金色雷霆在天空中点亮，紧跟着便是第二道、第三道，足足成百上千道雷霆，将整片天空映衬成金黄色。与此同时，世界公告轰然响起。世界公告：巨人危机来临，请玩家做好准备，为自己的家园而战。第44章，天降巨人，开饭了。熟悉的提示音响起，陆胜抬头看向被染成金黄色的天空，终于来了。他期待这一刻到来已经许久。上一世同样是在这个时间，巨人族降临，许多没准备好的玩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就连4大主城也在巨人的舍命式攻击中伤痕累累。华夏国、白银国玩家损失都十分惨重，但在这场灾难中，却有一个国家活了下来，并且愈发强盛，那就是高丽国。原本面对声势浩荡的巨人，他们没有什么反抗能力，但因为圣光主城庞大的防御工事，让他们钻了漏子。借用魔能大炮，他们击杀了最多的巨人，荣登天命排行榜第1，获得诸多奖励。自此之后，高丽国几乎是翻身把歌唱，对樱花、白银的态度也一改往常，全然一副天王老大我老二的态度。甚至就连圣光主城的防御工事也被他们单方面收走，据为己有。美名契约之前是暂放在圣光主城的，虽然后来高丽依旧被崛起的华夏玩家驱逐出天命大陆，但那段时间实在是太久了。陆胜长叹一口气，而后目光变得坚毅。现在就由我来提前将他们彻底驱逐出去。世界公告：巨人危机来临，请玩家做好准备，为自己的家园而战。世界公告：本次事件将采用积分制，击杀一名普通巨人为1分，击杀精英巨人为10分，击杀巨人 BOSS 为100分。世界公告：最终分数最高者将获得天命奖励。世界公告：且分数最高的大区玩家也将受到天命的眷顾。提示音响起，足足3遍。这次每个玩家都聚精会神，仔细听了一遍又一遍，因为这次世界公告可是宣布了规则、奖励。先前君临不断触发世界公告，在他们看来，大多数是因为首次而触发，类似于创建工会、进入主城之类的。但现在世界公告直接将规则说出，这意味着他们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与君临争夺。成王败寇，就这一次了。暴风主城中，亚历山大提着新买来的长枪，站在城墙上，高喝一声。身后万千白银国玩家应和，声势震天。樱花国同样如此。世界公告响起的一瞬间，领头人便快速下达指令，顿时大部分忍者走出城门，埋伏在半路上，打算来一个出其不意，也同样想用这种方法争下积分第1。不光他们，就连圣光主城的众多小国此刻也在申请魔能大炮的使用资格，哪怕付出再多金币也要用，因为这是他们小国唯一一次崛起的机会。反倒是曙光主城，提示音响起的一瞬间，众人齐刷刷看向陆胜。不用想，这次第1肯定又是会长的，也说不定，毕竟世界公告中说的是一个什么巨人族，没听说过的种族，或许很强。等等，会长准备的这些魔能大炮，不会就是为了抵御巨人族的吧？会长，你还说你不是 GM？ 有人反应过来，一脸好奇地看着陆胜。
但更多玩家此刻确实齐刷刷地奔向城墙上的魔能大炮。哈哈，我抢到了，我也抢到了，一下能造成6万伤害，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给我跪下！别急，给我留一个！城墙上顿时乱成一锅粥。很快有人发现，魔能大炮是抢到了，但莫一说的启动能源，他们还没拿到手啊！见到这一幕，陆胜这才掏出先前购买的能源魔晶，将其挂在工会商城中，就设置为1000金币1块吧，他们钱也不多。设置完毕，看着自己定的价格，陆胜突然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定价定高了。结果下一秒，售罄，才上架1秒就被抢光了。提示：您在工会商城上架的物品出售完毕，共计1亿金币，已发放至您的背包中。提示音落下，陆胜的背包中果然多出了1亿金币。这些金币他买来才花了500万，翻了20倍。早知道这么好卖，就多准备一些了。陆胜叹了口气，有钱不赚和丢钱没什么两样。但这种情绪并没有持续多少，毕竟2家店铺外加拍卖行一直在朝他转账，横竖加起来，一天的收益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他现在已经对钱不感兴趣了，甚至怀念前世辛辛苦苦才攒够1金币的日子。关闭背包面板，陆胜来到军营前，主公！万夫长抱拳。陆胜摆摆手，示意对方免礼，而后抬头看向面前的主城。军营品阶神级，道具介绍：可花费10万金币召唤1名等级为 LV50的黄金级士兵，花费100万金币召唤同等级品阶的将士。注：当前兵营最大容量为1047310000000，还有这么多空余啊！陆胜感叹一声，然后开始氪金。提示：召唤成功，已从您背包扣除金币10万。提示：召唤成功，已从您背包扣除金币10万。提示音不断响起，军营中白光不断，一道道身影从中走出。100、1000、1万，足足召唤了10万军队。陆胜这才停下自己的动作。现在工会成员太多，若是将军营中的士兵全部召唤出来，怕是太过拥挤，日后还得扩宽一下主城领土啊。陆胜心中想着。突然，轰！一声巨响从主城外面传来，轰！轰！轰！震响不断。陆胜抬头看去，只见一个个高达几十米的巨人正从那一道道金色闪电中冒出，重重砸落在主城之外。这次大事件的规则是有同等数量的巨人分别攻击4大主城，玩家们要在保护主城的同时尽可能杀死巨人。果然如同我所料，曙光之城也被天命计算在了几大主城之内。陆胜打了个响指，吼！一声龙吟传出，小黑龙的身形再次扩至几十米大小，纵身跳上龙背。陆胜看着还在不断掉落的巨人，轻轻拍了拍龙头，走，开饭了。第45章巨人族降临，恐怖如斯。轰！轰！轰！天空中巨人像是天降陨石一般不断落下，将地面砸出一个个巨大的深坑。众多玩家站在墙头，焦急地调试着魔法大炮。眼前的巨人每个都有几十米高，虽然这个高度暂时威胁到站在城墙上的他们，但100个呢？上千个呢？如果城墙被攻破，这次作战就会彻底失败，并且还会辜负会长这么久以来做的准备。开炮！不能让他们接近城墙！有玩家厉声吼道。吼！就在这时，一声龙鸣响起，来自血脉的恐惧瞬间袭遍全身。不光是他们，就连城下的巨人此刻脚步也明显放缓。好机会，快开炮！城墙上的玩家发现巨人进入了迟缓状态，立刻有人暴喝一声，紧跟着城墙上魔法光束绽放。轰！负54000，负54000，负54000，一连串红字绽放。看着自己造成的高额伤害，开炮的玩家眼神欣喜，伤害居然这么高，自己竟然也有今天。继续开炮！轰！轰！轰！下一秒，城墙上大量魔法光束绽放，爆炸声接连响起，大片大片红字绽放，巨人的血线快速下降。玩家们此刻都疯狂了，好似不要钱似的疯狂开炮。可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不对劲。只见巨人群众走出来一名与众不同的巨人，同样是几十米的高度，但这名巨人身上覆盖着一层不知名的金属，炮火打在他身上，伤害大量缩减。原本高达6万的伤害，却只能造成1万，防御居然高达4万，还让不让完了？集中火力，先秒掉这个铠甲巨人，不能让他接近城墙。所有人反应过来，顿时集中火力对准那名铠甲巨人。但魔法大炮需要充能，打完一炮还需要冷却时间。不好了，要过来了！看着逐渐逼近的铠甲巨人，玩家们都慌了。如果让这群巨人接近，
以他们超高的攻击力，哪怕是紫金级城墙，估计也难撑多久。就在玩家们慌张之际，忽然一道巨大的黑影从头顶掠过，陆胜站在小黑龙背上，居高临下看着密密麻麻的巨人。赤红巨人，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血量600000，600000，攻击15000-15100，防御6000，技能践踏、冲撞、火焰喷射。介绍：巨人族中最具有威慑力的族群，皮肤的高温让人无法靠近，且回血速度也十分强大。扫了一眼属性面板，陆胜就看出来，这些赤红巨人都是成年期巨人，和之前在墨雨村遇到的全然不是一个级别。属性全部翻倍，攻击也上万，并且这样的巨人足足有上千头。若是让他们接近城墙，恐怕曙光主城瞬间就会覆灭。与此同时，陆胜也注意到了那名首当其冲的铠甲巨人。铠甲巨人，精英，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血量30281，600000，攻击20100-20200，防御43296，技能冲撞、践踏、铠之护盾。介绍：巨人族中的特殊种族，防御力极其强大，高达4万的防御，怪不得玩家们努力半天也才堪堪将对方打到半血。想到这里，陆胜不禁皱起眉头，精英怪怎么这么快就出现了？前世可不曾见过这番景象，是所有城镇都出现了精英怪，还是只有我曙光主城？陆胜眉头皱起，感觉有些不对劲。先将这些解决，然后去看一下其他主城的处境。说着，陆胜挥舞法杖，虚空之力。刹那间，一股庞大的虚空气息在巨人群众爆发开来，瞬间诸多 debuff 降临。本就被巨石碑减速的巨人，此刻更是迈不动脚步，好似定在了地上。紧跟着，一长串红字冒出：-133,270， -133,270， -133,300，一长串的红字冒出。现在的虚空之力，1秒就能对巨人造成13万伤害。陆胜一连砸了10数个，刹那间，这片空地上的虚空之力极其浓郁，灰白色的漩涡在无数次叠加中，已经蜕变为了纯黑色，仿佛宇宙中的黑洞降临。顿时，代表伤害的红字更加频繁，足足有60万血量的巨人，刹那间便被清空了血条。另外，对于铠甲巨人，陆胜也格外照顾，一连数个虚空之力砸下去 ，debuff 疯狂叠加，任凭他防御力再强，连脚步都迈不动，又怎么进攻？-91826， -92717， -92717。提示：您越级击杀赤红巨人，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您的宠物获得了经验共享。提示：您击杀赤红巨人，积分+1。提示：您越级击杀赤红巨人。提示：您越级击杀铠甲巨人，获得经验值15万。提示：您的宠物获得了经验共享。提示：您击杀赤红巨人，积分+10。一连串的提示音在陆胜耳边响起，躺倒在地上的巨人尸体快速消散，化作一道道白光涌入陆胜体内。提示：您已升至 LV36， 全属性+30，自由属性点+50，技能点+10。提示：您已升至 LV37。提示：金光不断亮起，接连升级，一直到39级才缓缓停止。陆胜心神一动，将刚获得的200点自由属性全加在了智力上，又将技能提升到和他等级相同的程度。咔咔咔！与此同时，他身下的小黑龙接收到这股磅礴的经验，身形更是在快速扩大，骨骼生长的声音不断响起，再次生长了10几米，才缓缓停下。与此同时，这一幕也被城墙上的玩家全部看在眼里。此刻的玩家人都傻了，他们曾想象过会长的实力究竟有多厉害，但当看到他施法湮灭巨人大军的那一刻，还是懵了。那大到离谱的技能范围，还有夸张的伤害，最重要的是，这技能怎么没有冷却啊？他们眼睁睁看着陆胜放了10数个技能，中间丝毫不带停顿，对他们来说几乎威胁到生命的巨人族，在会长手中就好像一个面团一样随意拿捏。这就是会长的实力吗？第46章解决危机，4大主城现状。个人排行榜：第1，华夏，君临1039；第2，华夏，昨夜清风62；第3，华夏，陆明57。看了眼自己的面板，陆胜发现不知不觉自己竟然已经有了上千的积分，稳稳占据个人排行榜第1名。让他没想到的是，第2和第3竟然也都是华夏的人。陆胜延伸扫过城墙，很快便找到了这2人。
此刻，他们还对着城墙下残存的巨人疯狂开炮，轰轰轰！魔力波动不断炸开，一道白光涌入他们体内。好，又得一分。昨夜清风擦了把汗，掏出一块能源魔晶塞进大炮中。那个叫做陆明的玩家见状，手中大炮更是连续不断发射。陆胜低头一看，只见城下还有寥寥几个残存的巨人，此刻被魔法大炮轰炸的已经不成样子。如果没记错，就算是第2、第3名，届时也会有天命的奖励。既然如此，这些巨人就给他们留下吧，总好过落入其他国家玩家的手里。想到这里，陆胜收起法杖，心神一动，小黑龙便朝着地面俯冲过去。就在他施法结束，巨人死亡之后，那些巨人纷纷爆出了金币和装备。远远望去，就见金币如同地毯一般在地上铺了满满一层。提示：您拾取到金币18372618，100万金币瞬间进入了陆胜的背包中。虽然不多，但蚊子再小也是肉不是。拾取完金币，地面瞬间空荡了不少。陆胜扫了眼地面，开始拾取装备。提示：您拾取到铂金级装备巨人护腕，已发放至背包。提示：您拾取到铂金级装备巨人腰带，已发放至背包。提示：您拾取到铂金级装备巨人护肩，已发放至背包。提示：很快，地面上的装备便被陆胜扫荡一空。巨人护腕，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体质加300，防御加3000。装备特殊效果：一、收到敌人攻击时，手环会吸收 10% 的伤害，并入你的下一次攻击。2、攻击速度正 20%。巨人护肩，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体质加290，防御加3100。装备特殊效果：一、每进行一次攻击，使用者对敌人的下一次攻击伤害增加 5%， 最多可叠10层。2、对敌人造成攻击时，攻速正 20%， 可叠加5层。巨人战甲，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体质加350，防御加4000。装备特殊效果：一、受到伤害时有 10% 几率触发巨人守护，获得一个可以承受10万伤害的护盾。2、进入眩晕、重伤、致残等负面效果时，有 20% 的几率进化。巨人长靴，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体质加270，防御加2600，敏捷加160。装备特殊效果：一、进入战斗状态，移动速度增加 50%。扫完眼前的面板，陆胜微微点头，保持了巨人装备的一贯水准，防御极高，并且特殊效果也十分不错。再算上陆胜背包中的巨人绑腿，已经凑够了5件套。不过陆胜却没有穿戴的意思，因为这几件装备里面竟然连一点智力都不加。不过陆胜丝毫不气馁，哪怕是一套铂金级的法师装备，对他的提升来说也不会特别大。并且看着这些装备，陆胜心中也有了打算。如果将这批装备配备到军队上，如此强横的防御力，岂不是能够无往不利？陆胜看向背包，刚才他捡到的这些装备每样都有几十件，最主要的是材料。此刻他的背包中已经堆满了巨人皮之类的材料，每一张巨人皮如果物尽其用的话，完全可以打造出来一套巨人装备。站在城墙下，陆胜招了招手，很快莫一便走了过来。君临城主。陆胜点了点头，而后将所有巨人皮取了出来，在面前堆成一座大山，而后又取出一套巨人套装交给莫一。你将这些送往神域主城的铁匠铺，那里的铁匠知道该怎么做。好，没有犹豫，莫一点头答应。先前出城的时候，亚利路就曾告诫过他们，不管君临城主提出什么要求，他们都不能拒绝。何况现在只是让他去送东西，虽然有些大材小用，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抬起如山一般的兽皮，莫一快步朝着神域主城的方向走去。两座城镇几乎接壤，所以也不用担心半路上遇到巨人。小黑龙快速升空，很快穿破云端，来到一个奇高的高度。陆胜站在小黑龙背上，居高临下，注视着4大主城现在的战况。神域主城不用多说，虽然大部分玩家都被吸收进了曙光主城中，但莉莉丝以及法师协会依旧是一个极强的战力。如此情况下，整个法师协会倾巢而出，神域主城周围简直化作了一片绚丽的魔法海。莉莉丝更是脸色冰冷，注视着防线。一般情况下，她不会选择出手，但若是有巨人穿破了魔法轰炸的防线，她便会施展法术。陆胜清楚看到莉莉丝挥动法杖，一道冰箭射出，摧枯拉朽般破开了一个巨人的头颅，直接秒杀。不愧是神域主城，
这点巨人根本不算什么困难。陆胜点点头，而后看向幽暗主城。相比神域主城来说，幽暗主城就相当悲催了。里面大部分玩家都是忍者、刺客职业，擅长暴击。就算是巨人，也能采用游击战术，不断消耗对方的血线。但问题是，这里有成百上千的巨人啊！而且巨人目标十分明确，摧毁城池，导致这些原本擅长偷袭的刺客玩家不得不正面应战，死伤惨重。看着那些樱花玩家的惨状，陆胜不仅内心毫无波动，甚至还想一个技能砸过去，但他没有。直到现在，他都没有见到那位幽暗主城的城主，自然不会率先动手。然后陆胜看向了暴风主城的位置，那里是白银国玩家所驻扎的城镇。可当陆胜看清楚后，不禁微微挑眉，有意思。第47章成功截胡，罪孽深重。亚历山大站在城墙上，看着下面与巨人们战斗拼杀的玩家和暴风战士，怪不得君临的升级速度可以快到这种程度。哼笑一声，亚历山大看了眼自己的面板，等级 LV25。与此同时，他注意到城下有一头巨人，在玩家和暴风战士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残血。亚历山大先生，剩下的就交给你了。说完，那头巨人玩家周围的巨人纷纷退开。正义审判。亚历山大瞅准机会，提起长枪，从上而下刺了下去。-3091，一串红字标出，巨人的血量被清空，浓郁的白光涌入体内。亚历山大甚至舒爽地叫了一声。巨人到来之前，在他的努力争取下，玩家们打算再相信他一次。同时，亚历山大将圣光主城的消息以一种交易的方式与暴风城主达成了合作。他将圣光主城现在的状况告诉对方，暴风城主也答应了他的条件，派出一部分士兵帮助他升级。亚历山大返回城墙上，看了一眼积分面板。当看到君临稳居第一，甚至与第二拉出数百分差距的时候，眉头不禁皱起。不过很快他便释然，等到清理完这片巨人，我的积分也能上千。届时跟随暴风主城的军队前往圣光主城，再将那里的巨人全部斩杀，第一还会是我的。亚历山大一边说着，同时还在注意着城墙下的战况。白银国这次算是全员出动，暴风主城也派出了相当多的战士，每名巨人都要同时面对数十道甚至上百道攻击。虽然他们的伤害不高，但架不住一直攻击。赤红巨人的血量蹭蹭往下降，是时候了，一波收割。亚历山大眼神中绽放出兴奋的光芒。眼下大多数巨人都是残血，一波 AOE 就能完成收割。君临，准备迎接你真正的敌人吧。说着，亚历山大浑身金光绽放，一个准备许久的技能正在快速酝酿。呵！亚历山大暴喝一声，璀璨金光从枪尖喷涌而出。只要命中一个巨人，这个金光就会产生爆炸，然后完成收割。正当亚历山大摆好姿势，准备迎接海量经验与积分的时候，只见一抹虚空之力在巨人群中出现。唰！一声轻响，那抹虚空之力陡然扩大，瞬间将整个战场笼罩。而那些血量所剩无几的巨人也在虚空的消磨下快速失去了生命。不仅如此，白银国的玩家、暴风主城的战士，只要此刻身在虚空之力中，都迅速被消磨干净了生命值，甚至连一声惨叫都没发出，就踉跄倒地，再无声息。看着眼前这一幕，亚历山大只觉得头皮发麻，而后一阵怒火涌上心头。这是怎么回事？是谁？亚历山大只是愣了一下，马上就反应过来，自己这是被截胡了。可现在整个暴风主城都是自己的人，究竟是谁这么大胆子？亚历山大左张右望，却看不到动手的玩家。这是……亚历山大抬头，只见一道黑影正在自己的视线中快速缩小，消失不见。该不会是……脑海中忽然闪现出一道面孔，亚历山大顿时被惊出了一身白毛汗，下意识打开积分排行榜，只见君临两个大字依旧稳居第一。不同的是，摆在 ID 后的数字已然发生了变化。第一，君临2152。君临，我与你不共戴天！一声怒吼从脚下传来，陆胜站在小黑龙背上，嘿嘿一笑。本来没打算截胡，但所有巨人都到了斩杀线，你还在城墙上蓄力，我只好勉为其难，帮你收了。陆胜说着，脑海中提示音不断响起。提示：您越级击杀了赤红巨人，获得经验值。提示：您击杀了白银大区玩家5878，依据天命大陆规则，现对您进行惩罚。提示：您罪孽值加5878。提示：您击杀了暴风战士3762，依据天命大陆规则，现对您进行惩罚。提示：您罪孽值加3762。提示：您当前罪孽值为9860，获得称号杀人狂魔。提示：由于您罪孽深重，现天命大陆将对您发起通缉。提示：
由于您罪孽甚重，您接下来的收益负100%。世界公告：由于玩家君临罪孽深重，现对其发布通缉令。世界公告：将其击杀者可获得奖励金币100万、声望1万、铂金级宝箱1。一连串的提示音响起，连带着还有3遍世界公告。一直不涨的罪孽值居然快要破万了。陆胜也有些惊讶，但他也没太放在心上。有前世的经验，想要清除这些罪孽值，对他来说容易的就像喝水一样。不过现在他可不会清除。等了这么久，终于能进入那个神秘副本了。不过要先将眼前的事件结束才行。想到这里，陆胜心神一动，快速朝着圣光主城而去。来到圣光主城，一路走来，陆胜都能清楚感知到路人 NPC 对自己的敌意。当然，他们对自己身后的小黑龙的恐怖也有耳闻。如果不时亚利路曾明令禁止，他们现在早就扑上来了。来到城堡中，一道娇小的身影出现在眼前。君临阁下，你们曙光这么快就解决掉巨人危机了吗？亚利路一脸惊讶。陆胜微笑，亚利路殿下的圣光主城不也是一样？我过来的时候，城墙外的巨人早就所剩无几了。两人一顿商业互吹。亚利路将陆胜请进房间，关上门，转过身来，一脸关切。君临阁下，你被通缉这事？没什么。陆胜摆摆手，不过是不小心杀了几千个玩家，又杀了几千个暴风主城的战士，都是小事。这话听得亚利路嘴角一顿抽搐。好一个不小心！不过听到暴风主城这个名字，亚利路也反应过来，那君临阁下到来，莫不是因为听到了什么消息？当然，陆胜点头，应该很快就要到了。话音刚落，就听外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不好了，殿下！暴风主城的人来了，还说要我们交出主城，如果不交，格杀勿论。第48章，主城之战，圣光危机。来得这么快，陆胜很快就想明白，想必对方是乘坐传送阵过来的。想要攻城，最少也需要数十上百万兵力。暴风城主很舍得下本吗？不过这次那些钱怕是要打水漂了。陆胜嘿嘿一笑，起身朝着外面走去。亚利路见状，连忙跟上。圣光主城外，足足30万暴风战士整齐站在城门之下，为首的是暴风城主，一旁还站着亚历山大。暴风城主面色不悦，为了得到圣光主城的消息，他派出了上万士兵帮助他提升等级。一开始巨人的冲击，足足死了1半还多，原本以为能剩下一些，没成想等他赶到战场，所有战士都死了。玩家死后，除了会掉落装备、金币、道具等，还会在复活点重生。但 NPC 不一样， NPC 死了，那就是真死了。为了这个消息，让他足足损失了上万条战士的性命。哪怕亚历山大事后主动要求要过来助阵，依旧无法抵消暴风城主心中的怒火。亚历山大，你这次最好说的是真的，千真万确。亚历山大连忙解释，我们的人亲眼看到一名玩家将圣光主城的大部分武器都买走了，现在又击退了巨人，大部分武器应该还在维护，现在正是他们脆弱的时候。城主大人现在进攻，定能将其拿下。亚历山大信誓旦旦保证，为了让对方安心，甚至申请自家玩家带头冲锋。见此，暴风城主才放下心来。与此同时，亚利路催动魔法，终于来到城墙之上，看着城门外嚣张的暴风城主，当即呵斥道：昂波，你什么意思？刚将巨人击退，就来挑衅我们圣光主城，是不是太不把我们的防御工事当回事了？亚利路声音娇柔，同小姑娘一样，一番呵斥在昂波听来更是没什么威慑力，当即大笑出声，引得身后士兵也是一阵哄笑。哈哈，亚利路殿下，我想你是误会了。昂波面带嘲讽，亚利路殿下难道忘了吗？早些年我暴风主城曾多次发出合作邀请，希望两城能够友好交流，互相帮助，但殿下当时拒绝了，还说你们的防御工事比我们的战士还要强。这不，我今天特地带了30万战士来试试殿下的防御工程究竟做得怎么样。昂波嘿嘿笑着，脸上的表情逐渐变得阴冷。如果圣光主城不能防住我的进攻，我劝殿下还是早日退位吧。你放肆！亚利路气得脸色通红。好啊，有胆子你就来试一试，看看我们的魔法大炮能不能轰烂你的脑袋。城下又是一阵哄笑。昂波擦了下笑出来的眼泪，我受不了了，亚利路你还是别演了，圣光主城售卖防御工事的消息早就被我知道了，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会选择今天？你怎么知道的？亚利路演技大爆发，脸上满是惊恐。这你就不用知道了，等我攻进城，将圣光主城化作我暴风的领土，再慢慢告诉你也不迟。说着，暴风一挥手，攻城。数十万名士兵收到指令，顿时兴奋起来。为首的冲锋战士个个身上亮起金光，朝着城门冲了进去。
圣光主城防守最佳，但如果攻破城门，那群牧师在这群战士面前无异于随意拿捏的小鸡仔。攻破城门，为暴风主城建功立业，拿下圣光主城，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冲！所有战士都跟打了鸡血一样，浩浩荡荡朝着城门冲去。吱呀！就在这时，城门发出一声轻响，紧跟着哗啦一声，城门居然自己打开了。为首的暴风战士愣住，还没有攻城，怎么就开了？圣光主城这是要投降了？还等什么？冲进去！暴风城主眼见城门大开，立刻指挥，战士们也反应过来，加快速度朝着城中冲过去。只要进入主城内部，圣光主城将再无翻身之地。就连亚历山大此刻也瞅准了机会，浑身金光爆闪，催动技能急速朝着城中冲去。只要进入城中，劫掠一波，必定有大收获。亚历山大眼神兴奋，与城门的距离越来越近。就在这时，他的视线中忽然出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亚历山大，好久不见。面前的男人微微一笑，看着突然出现的君临，亚历山大顿时一惊，脚步陡然停住。君临，他怎么来了？亚历山大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他预料到君临会出现，所以提议暴风城主用了传送阵，但没想到君临的速度比他们更快。快跑！短暂呆愣过后，亚历山大立刻反应过来，转身就跑，速度比之前更是要快上几分。剩余的白英国玩家也反应过来，反方向狂奔，顿时与兴奋的暴风战士撞作一团，场面十分混乱。亚历山大，你在做什么？自己战士的阵型被打乱，昂波怒火中烧。这个亚历山大果然不靠谱，浑身能量波动，整个人腾空而起，就要捏死亚历山大。就在这时，昂波的余光忽然在人群中看到一抹灰色。这是什么？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见那一抹灰色忽然爆发出强大的虚空之力，将地上的士兵全部吞噬，就连亚历山大等一行人都被淹没在了磅礴的能量之中。谁？究竟是谁在搞鬼？昂波反应过来，仰天怒吼。他看到了城门下挥舞法杖的陆胜，顿时反应过来，原来是你。昂波突然回忆起，就在巨人降临的时候，自家士兵死亡的那一瞬间，似乎也有强大的虚空之力爆发。算上这次，已经是第二次破坏自己的计划了。昂波顿时怒不可遏，伸出一只手朝着陆胜抓来。我杀了你！反观陆胜，面对昂波的突然袭击，却像是没看到一般，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在这时，嗡！清鸣响起，一道淡绿色的波纹在陆胜面前扩散，瞬间化作一道屏障。巨大的手掌落下，屏障崩碎，掌印也消散。看着站在陆胜身边的亚历路，昂波先是愤怒，而后又是狂笑。哈哈，亚历路，如果你觉得你们两个就能将我击退，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是吗？我不觉得。忽然，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众人抬头，只见一道俏丽的身影缓缓落下，竟然是莉莉丝。第49章暴杀30万，巨人之王。莉莉丝周身魔力波动极其旺盛，好似披着魔力做成的连衣裙，缓缓从天空中落下，站到陆胜身边。昂波，你现在觉得我们能不能击退你呢？莉莉丝脸色冰冷，手中晶莹剔透的法杖闪烁着光芒，显然蓄着强力魔法。看清来者，昂波也是愣了一下，没想到堂堂法师协会会长竟然会在此刻出现。法师协会自然不用说，响彻整个大陆。当今会长莉莉丝更是实力强大，哪怕是昂波都不敢与其硬碰，更别说他身后还有亚历路这个天命第一奶妈。如果各种增益加齐，他甚至怀疑莉莉丝是不是可以直接将他秒杀。哼，没想到法师协会会长都会掺和这种事。在下告辞。昂波反应过来，二话不说就跑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摆明的必死的局，他当然不会正面硬碰。看着化作一道光线急速消失在视线中的昂波，亚历路松了口气，对着身侧两人行了一礼。感谢两位。不必客气。陆胜摆手，答应你的事我自然不会食言。莉莉丝也让他别放在心上，转头看向陆胜。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暴风主城距离你的曙光距离可是不远，今天你让他吃了这么大一个亏，你就不怕他今后找你麻烦？但对此陆胜却丝毫不放在心上。我更怕他不来找我麻烦。看来你很有自信啊，那是我多虑了。莉莉丝微笑道，既然这里的事情解决，我就先行离开了。巨人危机解决，我还得主持后面整备的事情。目送莉莉丝离去，陆胜扭头看向亚历路。城主殿下，你可知暴风主城为什么会在这种紧要关头前来攻城？当然是因为……亚历路想都不想，开口就说，可还没说到一半，便止住了话语。
君临买走了他们大部分武器没错，但君临身为玩家，且离开时也是驾驭着黑王龙，这件事情不应该暴露才是。想到这里，亚历路脸色逐渐凝重。君临阁下的意思是我们城中出了奸险，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陆胜微微一笑，没有明说，转而示意小黑龙化作原形，一人一龙快速消失在了他的视线中，只留下亚历路一人站在原地琢磨。非我族类。沉吟片刻，他似乎想明白了，连忙召集了城中所有守卫，排查所有先前进入圣光主城的人，只要和外界有联系的，全部驱逐出去。宁杀错，勿放过。陆胜乘坐在小黑龙身上，在天空中快速飞驰。与此同时，耳边提示音响起，提示圣光主城城主亚历路对您好感度加100。提示暴风主城城主昂波对您好感度200。提示由于暴风主城城主昂波对您好感度过低，请玩家小心。听着耳边的提示音，陆胜不屑一笑。这次为了拿下圣光主城，暴风城主足足派出了30万战力，将近全城所有的战斗力，结果被陆胜全歼了。算上暴风主城中的长老，现在应该有10几位，且每个实力都相当强悍。不过他们若是敢上门找茬，我不仅能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就连暴风主城也能一起纳入我曙光的版图。陆胜微微一笑，而后看向自己的面板，如今他的罪孽值已经达到30多万，已经远远超出了能够进入那个特殊副本的资格。但现在应该先去解决巨人之王，彻底终结这场灾难才行。说到这里，陆胜再次打开个人积分排行榜，发现自己还是凭借将近3000的积分稳居第一。另外前3名都被华夏玩家包揽了，幽暗主城和樱花国那里我还没动手，但想必经过刚才的战斗，亚历山大等白银国玩家也不能再在暴风主城待下去了，定会找栖身之地。再加上圣光主城，如果亚历路能够想明白，那些小国的玩家也会被驱逐出去，这2拨人肯定不会来曙光和神域主城，为了找寻栖身之地，估计会前往幽暗主城。如此一来，他们争夺各方获得的利益都不会很高。陆胜一想，顿时失去了去幽暗主城的心思。现在的他们都还是小羊羔，养肥了再一锅端才有意思，不然3天2头去一次，给人家逼退油了怎么办？宇顺清楚现在要做的事。陆胜拍了拍小黑龙，指挥道：走！嗷！小黑龙回应一声，翅膀一震，加快了速度。很快2人便来到一处天命大陆中的偏僻之地。前世玩家们解决了巨人危机，但一直过了许久才传来巨人之王被击杀的信息，原因就是巨人之王的降落地点太过偏僻。陆胜站在小黑龙背上俯瞰下面，按照前世论坛上玩家发布的消息，巨人之王应该就是降临在这里。找到了！很快陆胜便看到了巨人之王，上百米的身高，通红的皮肤，宛如一块烧红的通天铁柱。陆胜眉心一闪，探查术发动。巨人之王 BOSS 等级 LV50， 品阶铂金，血量300000030000000，攻击7362-7400，防御10162，技能高温喷射践踏召集。介绍：巨人一族中的王者降落在天命之中，实力受限，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实力会不断增长。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微微感叹，原来刚刚降临的巨人之王这么弱小，不仅血量还没有成年赤红巨人的一半，就连防御力也只有1万出头，唯独能看出他王者身份的也就只有那100米的身高了。陆胜可是记得前世众多玩家攻打巨人之王时恢宏的场面，无数战士冲锋，法术爆发，上万名牧师站在人群之后持续不断的施法，但即使是这样依旧损失惨重，只因为那时候的巨人之王已经成长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地步，100万血量，数10万防御，强大的攻击更是2下就能打爆成片的骑士肉盾。还好前期没有躲藏，让我找到了。陆胜嘿嘿一笑，拍了拍脚下的小黑龙，去吧，把他干掉。第50章原始的战斗，获得奖励。就在全部玩家还在寻找巨人之王的身影的时候，一片荒芜之地上，吼！小黑龙兴奋地发出一声龙吟，待陆胜在地面上站稳，便迫不及待地化作一道黑线冲了出去。最近几次都是陆胜在战斗，没有得到示意，他只能保持小幼龙的模样，跟在身后摇头晃尾，可算是把他憋坏了。自从进化到青年期，小黑龙便愈发渴望战斗，如今得到陆胜的示意，自然是没有丝毫逗留，立刻与巨人之王缠斗在一起，展现自己龙族的王者之威。轰！几十米的黑王龙在巨人之王面前略显渺小，但若是论属性，可是要超出对方许多。轰的一声，巨人之王便被撞了个趔趄，几乎栽倒下去。
紧跟着一串红字冒出：负73821。巨人胸口被黑王龙的角刺出一个大洞，鲜血直流。见了红，黑王龙更加兴奋，吼一声咆哮，再次冲了上去。见他再次冲来，巨人之王原本心中的恐惧顿时被愤怒驱散，伸出一只高温大手便朝着小黑龙抓来。眼看就要抓到，小黑龙忽然调转方向，口中火焰喷涌，熔浆烈焰倾泻而出，刺啦一声，伴随着焦糊味道，巨人之王的手几乎被烧熟，无力地垂了下去。翅膀一震，黑王龙顿时化作一道黑线，再次与巨人之王撞在一起。轰！又是一声巨响。小黑龙体型虽然小了不少，但胜在灵活。撞击之后，再次调转方向，尖锐的爪子划破巨人裸露的肌肉，死死挂在上面，用嘴咬，用爪子挠，用脚顶。黑王龙放弃了技能，采用最原始的战斗方式。巨人恼怒，想要将其从自己身上拽下来，但奈何黑王龙太过灵活，几次攻击没能奏效，反而打在了自己身上。就在巨人血量即将减低的时候，小黑龙拉开距离，陡然撞了过去。龙颚强击，厚实的下颚撞在巨人眉心的位置，连同头顶长满刺的长角一同刺了进去。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越级击杀巨人之王，获得经验值。提示：经验共享，您获得经验值。提示：您击杀 BOSS 巨人之王，积分加1000。提示：即将发起世界公告。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曙光主城玩家君临成功击杀巨人族 BOSS， 奖励自由属性点500，声望5万，铂金级宝箱1。被刺穿脑袋，巨人的血量终于见底。随着他轰然倒下，一道浓郁的白光也从他体内冒出，分成2团，没入陆胜与小黑龙的体内。做得不错。陆胜看向浑身浴血返回身边邀功的小黑龙，夸赞了一句。得到夸奖的小黑龙兴奋的手舞足蹈，两只肉翼上下拍打，别提多开心了。看他这样子，陆胜完全不能将其与之前玩虐巨人的黑王龙放在一起。心神一动，小黑龙重新化作了幼年大小。陆胜也来到巨人之王死去的地方，面前实如小山一般的金币，其中还夹杂着一件闪闪发光的东西。陆胜眉头一挑，上前拾取。提示：您拾取到金币16271。提示：您拾取到巨人之心，已发放至背包中。巨人之心，等级 LV10，品阶铂金级。道具介绍：使用之后，有100%的几率孵化出赤红巨人，有50%的几率孵化出精英巨人，有10%的几率孵化出巨人之王。注：孵化出的巨人可与之签订契约，收为宠物。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眼神一亮，这好东西啊！虽说普通赤红巨人在现阶段来说作用并不是很大，但若是开启国战，以巨人打头阵，效果绝对不用说。如果能孵化出巨人之王，陆胜想着有些激动。如果是巨人之王的实力，自然不用说。别看小黑龙玩虐他，但这世界上的黑王龙能有几头？如果让巨人之王发育起来，攻破一座主城都不是问题。不过孵化巨人之王的概率太小，需要相当高的幸运值才行。陆胜想着，将巨人之心收入背包之中。这时才看起首杀给予的奖励，500点自由属性，直接加在智力之上。先前在曙光主城外击杀巨人升到了39级，后来又截胡了一波亚历山大，等级来到了43。算上刚才的500属性点，这次大事件陆胜足足1140点。而后陆胜看向背包中的宝箱，铂金级随机宝箱，等级 LV10，品阶铂金级。道具介绍：开启后可获得铂金级装备、道具、建筑图纸其中之一。提示：是否开启？开启。陆胜毫不犹豫打开宝箱，随着一道击扩声响起，耳边也传来提示：提示：恭喜您获得了铂金级道具幸运药水药方，已发放至背包中。陆胜听着耳边的提示，陆胜开始怀疑自己的幸运值，自己现在是不是已经足够幸运了？不然为什么最需要幸运值的时候开出了这种东西？陆胜扫了一眼，而后就将其收入背包中。具体药方他不用了解，放到药剂店就好。有了药方，对那个麻花辫药剂师来说不是问题。随着巨人之王死亡，这次的大事件也告一段落。就在这时，世界公告缓缓响起。世界公告：敬天命大陆，巨人危机已经结束，感谢大家的贡献。世界公告：现在开始宣布排名。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曙光主城玩家君临斩获第1名，3642积分。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曙光主城玩家昨夜清风斩获第2名。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曙光主城玩家刑天斩获第3名。世界提示响起的同时，陆胜只觉得眼前白光一闪，
再睁眼，出现在了一片纯白空间之中。是会长，恭喜会长斩获世界第一！会长太强了，没有会长，我也拿不到第二。谁不是呢？这次多亏了会长。耳边响起一阵杂乱的声音，陆胜扭头望去，只见身后一群华夏玩家都凑了过来，并且都是公会中的玩家。众人还打算说些什么，就在这时，世界公告的声音再次响起。世界公告，恭喜在场的所有玩家！世界公告，现在开始发放奖励。第51章神级宝箱回归。公告声音落下，所有人都面色激动。天命世界的奖励，先前都是君临一人包揽，他们只能眼巴巴看着，而现在他们竟然也有资格获得。虽然第一依旧是被君临占领，奖励也绝对是最丰富的，但他们好歹也有不是。想到这里，每个人脸上的兴奋神色更浓了几分。多谢会长，如果没有会长，也没有我们的今天。一名玩家上前对着陆胜真诚说道。不必客气。陆胜摆摆手，颇为不在意，大家都是华夏战区的玩家，理应互相帮助才是。此话一出，众人纷纷点头，心中对陆胜的崇敬又高了几分。说话的时间，天命也准备好了奖励，开始依次发放。世界公告，华夏战区曙光主城玩家东贤排名第10，获得奖励金币3万，声望3000，自由属性点20。提示音落下，一名玩家面色激动上前，伸手接过从天上缓缓落下的奖励，3万金币，3000声望，最重要的是还有20点属性点。要知道，天命中的属性点极难获得，唯一的获取途径只有升级。如今他获得了20点，相当于比其他人多出了2级还要高的水平。同阶战斗中，哪怕是这样一点小小的差距，都将成为关键。紧跟着是第9名、第8名，一直到第3名，获得的奖励都是金币、声望值还有属性点，数值越来越高，直到第3名，足足获得了100属性点，这可让其他人都羡慕坏了。紧跟着提示音再次响起，世界公告，华夏战区曙光主城玩家昨夜清风排名第2，获得奖励金币10万，声望1万，自由属性点200，铂金级自选武器礼盒1。提示音落下，现场一片哗然。10万金币，1万声望值，那200自由属性点更是令无数人垂涎。最重要的是那个铂金级自选礼盒，天哪，铂金级装备，这次清风哥可算是捞着了。我们中谁有铂金级装备？这下真是一跃变凤凰了，好羡慕！早知道当时就不节省能源魔晶了，那可是铂金级礼盒。清风哥有没有想过转卖？我可以出一个令你满意的价格。一瞬间，所有人都叽叽喳喳说了起来。更有甚者，想要收购那个铂金级自选礼盒。昨夜清风当然不答应，他本身就是个有钱人，更何况手中的礼盒可是托了会长的福。如今若是转卖，让会长怎么想？想到这里，昨夜清风捧着礼盒上前。会长大人，没有您准备的武器，我是绝不可能拿到这份奖励。这个礼盒请您收下。陆胜扭头看了看他手中的铂金级武器自选礼盒，又看了看自己手中的传说级法杖。你自己留着吧。刚才还有些肉疼的昨夜清风顿时说道。会长，可是……没等他说完，一道白光忽然落下，紧跟着提示音响起。世界公告，恭喜华夏战区曙光主城玩家君临斩获世界第一。世界公告，请上前接受奖励。听着响起的世界公告，众人微微一愣，这奖励发放的方式还不一样。昨夜清风更是没反应过来，只看到陆胜的背影走进光柱之中，而后缓缓消失，只留下一句话：铂金级装备太次，我用不到。昨夜清风。众人面面相觑，最终还是那个叫做东贤的玩家上前，拍着昨夜清风的肩膀安慰道：没关系，虽然会长说这件装备是垃圾，但你好歹获得了件垃圾不是？昨夜清风，我谢谢你。众人说话之间，周围的白光开始消散，再睁眼，已然出现在曙光主城之中。他们一出现，等候已久的玩家纷纷上前询问他们获得了什么奖励，是什么感受。几人一一说出。会长呢？怎么没有和你们一起回来？就在这时，有人发问。昨夜清风喃喃道：会长，他被天命接走了。与此同时，陆胜进入到那道白光之后，便感觉到整个人在快速上升，好似乘坐法师协会的魔法升梯一样，但速度肯定是不能相比的。很快，白光消失，陆胜从光柱中走出，眼前是一望无际的云端。我这是站在云彩之上。陆胜四下观望，却看不到任何奖励的样子。忽然，提示音再次在脑海中响起。提示：恭喜华夏大区曙光主城玩家君临排名第1，现为您发放奖励。提示：恭喜您获得奖励金币1000万，声望10万，自由属性点500，神级随机宝箱3。提示音落下，
陆胜的背包中顿时多出了1000万金币，声望值也多了10万，还有500点自由属性点。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还有3个神级随机宝箱。陆胜连忙打开背包，紧跟着一道面板浮现在眼前。神级随机宝箱，等级 LV10， 品阶神级。道具介绍：开启后可获得装备、道具、建筑图纸之一。提示：是否开启宝箱？否。陆胜直接拒绝，而后关闭背包面板。他还记得自己有一个幸运药水的制作配方，如果先将我的幸运值提升起来，再开宝箱，收获肯定不一样。接受完奖励，陆胜又将自由属性点全部分配到智力上，心神一动便离开了这里。与此同时，曙光之城陡然出现一道光柱，快看，那是什么？有人发现，当即出声。所有人的视线被吸引过去。昨夜清风还沉浸在陆胜说他的装备是垃圾的背上中，茫然转过头，只觉得那光柱有些熟悉。这个是会长。昨夜清风精神一振，快步朝着光柱走了过去。是会长，会长回来了。此话一出，所有人都反应过来，快速冲了过去，很快便将光柱周围围了个水泄不通，光芒逐渐消失。陆胜眼前清晰，却发现周围聚集了很多人，这是要做什么？可还没等陆胜发问，就见领头的昨夜清风单膝下跪，庄重一礼，恭迎会长。紧跟着身后所有人通通行礼，呼喝声冲天起，恭迎会长。第52章幸运破万，开启宝箱。众人向着陆胜拜倒，真挚诚恳。看到了其他主城的惨状，众人心中悸动。如果没有陆胜带来的防御攻势，恐怕最惨的就是曙光主城莫属了。而身为曙光主城的子民，他们的后果也绝不会好过。所以这一切都是多亏了陆胜。与此同时，世界公告再次响起。世界公告：由于在此次事件中，曙光主城累计积分最高。世界公告：奖励曙光主城臣民每人10点自由属性点。世界公告：奖励曙光主城城主100点属性点。世界公告的声音再次响起，整个曙光主城再次疯狂。一人10点技能点，相当于比其他主城的玩家领先一级。虽然听起来不多，但若是群体作战，那绝对是碾压的姿态。这一切都多亏了会长大人啊！有会长大人在，我们曙光主城定能做大做强，超越其他4大主城，屹立于天命之巅也不在话下。多谢会长！众人感激的话语接连不断。不过陆胜也没有因此沉迷，而是挥挥手示意众人起身。此刻的他还有其他目的，再次嘱咐众人加快升级，强化自己的进度，而后驾乘小黑龙迅速消失在了众人视线当中。轰！巨大的黑龙落下，瞬间霸占了神域主城的整条街道。陆胜从龙背上跳下，在他的示意下，小黑龙重新恢复了最初的大小。一队魔法巡卫兵赶来，看清楚是陆胜后，面色复杂。此时陆胜已经被天命标记，捉拿或者击杀后有大量奖励。但法师协会会长莉莉丝刚刚发下命令，如果见到陆胜不能向外界透露，同时还要以最高的水准行见面礼，就和见到他一样。短暂的思想斗争后，一队魔法巡卫兵这才行礼，见过君临城主。陆胜摆摆手，驱散了几人。看来得抓紧清楚了罪孽值，不然一直被仇视也是个麻烦事啊。陆胜微微感叹，决定开完宝箱就前往特殊副本。来到药剂店前，依旧是一片火热。陆胜推开药剂店的门，看到了里面的麻花辫药剂师。麻花辫也发现了陆胜，一手拉下与玩家联系的窗口，连忙行礼，见过主人。陆胜微微点头。麻花辫穿着紧身青衫，围裙的带子紧紧扎在腰上，身材傲人。不仅如此，他的炼药技术也是1顶1的高手。你先看看这个。陆胜挥手从背包中掏出那张药剂制作图表。麻花辫接过，扫了一眼，顿时瞪大了眼睛。这是神级药水，而且还是极为稀有的神级药水。没错。陆胜点头。你可以炼制吗？听到陆胜的话，麻花辫脸上泛起一抹愁容。回主人，这是神级药水，而我的实力还没。陆胜抬手打断他的话，同时耳边响起提示。提示：当前药剂店升至铂金级需要10万金币。提示：是否升级？区10万金币。陆胜毫不犹豫，升级。紧接着，陆胜又氪金加快升级速度。提示：当前药剂店升至神级需要186金币。提示：是否升级？升级。花费了1000多万金币，药剂店被陆胜升到了神级。与此同时，麻花辫也发现自己对药剂方面的领悟在快速变强，他也随着药剂店一同升到了10级。发觉自身变化的麻花辫无比激动，颤巍巍地道：
多谢主人，小女愿为主人当牛做马，绝无怨言。好了，起来吧。陆胜摆摆手，示意他起身。自己只是需要他炼制一些药剂，当牛做马干什么？并且他升级店铺，也不能说是为了醋包了顿饺子。药剂师达到神级，依旧可以制作黄金级等低品阶的药水，并且高品阶药剂师制作低品阶药水的时候，偶尔还会发生暴击，出现特殊效果之类的。如此一来，药剂店的生意会变得更好。陆胜看着面前的麻花辫，说道：“现在你可以炼制药剂了吧？”回主人：“当然可以。那你通知拍卖行的人，送一些需要的材料过来。”是。下完命令，陆胜又走到一旁的铁匠铺，一顿氪金，铁匠店也升到了神级。大胡子铁匠夺门而出，对着陆胜便是一阵表忠心。陆胜当即赶他回去，让他好好打造装备，毕竟军营那边还等着他的巨人套装。等巨人套装全部打造出来，装备到军队，哪怕是一座主城，也能顷刻间踏平。不一会，麻花辫就走出店铺，告诉陆胜幸运药水已经制作完成。陆胜接过幸运药水，等级 LV10， 品阶神级，道具效果使用后提升100点幸运值，持续60秒，还算不错。陆胜点了点头，又看向麻花辫，做了多少？回主人，按照主人的要求，总共做了100只，足够了。陆胜点头，走进药剂店，果然看到一整箱幸运药水正摆在桌子上，伸手拿起一瓶，选择使用。提示：您成功使用幸运药水，获得100点幸运值 60S。 而后第二瓶、第三瓶，直到最后，陆胜嫌太过麻烦，直接选择批量使用，足足100瓶幸运药水瞬间耗光。站在一旁的麻花辫看得目瞪口呆。作为一名药剂师，这些药水的价值他是知道的，100瓶哪怕售卖1亿金币都会有人抢着要，可自己的主人竟然全部用到了自己身上。不过他并没有怨言，主人这么相信自己制作的药剂，他高兴还来不及。幸运值10100，看着面板上成功破万的幸运值，陆胜心情激动，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心神一动，3个神级宝箱出现在面前，全部开启。陆胜出声，3个宝箱齐齐发出一道清脆的击扩声，光芒乍现。提示：开启成功，恭喜您获得神级建筑图纸附魔垫，已发放至背包。提示：开启成功，恭喜您获得神级装备伪装面具，已发放至背包。提示：开启成功，恭喜您获得神级装备女神吊坠，已发放至背包中。第53章神级装备附魔店铺，竟然出了2件神级装备。光芒闪烁之间，陆胜直接打开背包查看。伪装面具，等级 LV40， 品阶神级，智力加10，力量加10，体质加10，敏捷加10。装备特殊效果：一、穿戴后使用者可以隐藏自身信息，同时隐藏于迷雾，不被外人看清。女神吊坠，等级 LV40， 品阶神级，智力加140。装备特殊效果：一、穿戴者生命值见底后，获得1次复活的机会，恢复100%血量。注：特殊效果触发后，装备自动销毁。看着眼前的2件装备，陆胜心情激动，光是看面板就知道这2件装备有多么离谱。伪装面具虽然属性非常平庸，但它的特殊效果可是太夸张了，隐匿自身，就算是等级高于陆胜的玩家或者 NPC 都无法认出。有了这件装备，无论我做什么事，外界都不知道是我在操作，甚至我还可以用别人的名字嫁祸于他。紧跟着陆胜看向第2件装备，女神吊坠。这个吊坠更加离谱，不光智力属性加成很高，更特别的是特殊效果，1次原地复活的机会。要知道，玩家在天命中死亡可是有惩罚机制的，如果幸运值够高，死亡后只会掉落一些金币，但如果幸运值很低，就算掉落全身装备也不足为奇。更重要的是，如果在副本中死亡，将会判定副本通关失败，再想进入就要从头再来，更别说那些有着进入次数限制的副本，若是不小心死亡，简直就亏大了。看着这件装备，陆胜眼神反光，这件装备刚好可以在接下来的副本中派上用场。想到这里，陆胜直接将其穿戴上。敏捷、力量、体质各加10点，智力则是直接加了150点，换算成攻击力就是1500。如果释放技能，以现在虚空之力足足有 430%， 将近7000的伤害。虽然听起来不多，但一直这样叠加下去，陆胜的伤害迟早就能突破100万。穿戴上2件装备，陆胜又看向了从宝箱中开出来的最后1件道具。
是一张建筑图纸，附魔殿建筑图纸，等级 LV40，品阶神级，道具效果，使用之后可建造神级附魔殿，附带附魔师1，所需材料木材100，铁钉100，附魔毡1。附魔殿啊！陆胜看着眼前的图纸，眼神中绽放出光芒。对于玩家来说，提升实力无非就是升级，获得自由属性点或者挑选好的装备。但还有一点一直被玩家忽视，那就是附魔。附魔可以在装备原有的属性上再次拔高，并且附魔一次所耗费的钱财却并不夸张。第一次附魔只需要几千金币，附魔成功，装备便有明显的提升，并且附魔殿也是一个十分吸金的渠道。陆胜嘿嘿一笑，附魔虽然听起来省钱，但第一次附魔之后所需耗费的金币将会成几何倍增长，并且越往后装备的提升就越大。看着装备不断变强的玩家，自然会被其吸引。接下来就是无尽的附魔，但最重要的是，装备附魔达到10级以后，可是会有破坏的风险。一旦装备被破坏，所有的努力可都打了水漂，从头再来，避免不了再次耗费金币。想到这里，陆胜似乎已经听到金币哗哗入袋的声音。建造，二话不说，陆胜使用图纸，建造的地点则是选在了铁匠铺旁边。装备如果碎了，玩家就可以去铁匠铺再买一把。我真是太为客户着想了。陆胜面带微笑，同时疯狂氪金。只见铁匠铺的建造速度快速增长。提示：附魔殿已建造完成。提示音落下，铁匠铺旁边便出现了一座全新的店铺。世界公告：恭喜玩家陆胜建立第一家附魔殿，奖励金币10万，声望1万，传说级武器保护券1。世界公告再次响起，全世界玩家沸腾，还以为会长是去打怪了，怎么又去建造了什么附魔殿？附魔？我怎么没想到？得了吧，就算你想到，也不会有图纸。话说会长的店铺是坐落在哪？神域主城啊，你不会没去过吧？莫非是那里的商业一条街？众人议论纷纷。随着附魔殿的建造完成，陆胜在众人的心目中又提升了一部分。确定了位置，许多人家也放下手中的事情，急速朝着附魔殿而去。与此同时，附魔殿建成，陆胜也走了进去。推开门，只见一个小麦肤色的少女正站在里面，安静的等待。一见到陆胜，连忙行礼：“见过主人。”少女穿着一件紧身汗衫，一条短裤，身材火爆，黝黑的头发在后脑扎成马尾，看起来健康且富有朝气。好了，起来吧。陆胜摆摆手，示意对方不用太拘谨。扫了眼面板，发现距离自己的幸运值到期还有30秒时间。陆胜也不耽误时间，直接开始，将手中的法杖递了过去。马尾少女心领神会，接过便开始附魔。提示：您的装备正在进行附魔。叮！随着一声轻响，装备附魔完成。智慧之杖，等级 LV20，品阶传说级，攻击1800-2000加280，智力加90加10。装备特殊效果：1. 双生施法，释放技能时有 50% 的几率造成2次施法效果。2. 法术狂暴，5S 内施法超过5次之后，10S 内的技能将对敌人造成200%的伤害。眼前面板一闪而过，攻击力涨了280点，智力则是只有10点，虽然不多，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提升了。继续，没有废话，陆胜示意马尾少女抓紧时间，毕竟她的幸运值很快就要过期了。马尾少年心领神会，继续附魔。提示：您的装备智慧之杖加1附魔成功。提示：您的装备智慧之杖加2附魔成功。提示音接连不断，马尾少女没有听到陆胜让她停下的意思，手中持续不停，智慧之杖也不断放出光芒，属性持续增长。提示：您的装备智慧之杖加9附魔成功。提示：您当前的装备已达10级附魔，再继续下去会有损坏的风险，是否继续？第54章增幅14，巨人孵化成功。继续。陆胜眼神毫无波动，平淡的示意马尾少女。增幅10到增幅11，成功率很高。其次，陆胜现在有足上万的幸运值，根本不用担心增幅失败、装备破碎。受到陆胜的示意，马尾变少女点点头，操纵面前的机器。嗡！随着一道轻响传出，机器中的法杖发出一道光芒。提示：您的装备智慧之杖加10增幅成功。提示音落下，法杖的面板再次发生变化。马尾变少女也是一阵欣喜，转过头来看陆胜，却发现对方竟然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继续。陆胜声音响起，马尾变少女心领神会，继续增幅。嗡！又是一阵机器嗡鸣，再次增幅成功。继续。
每成功一次，陆胜便会开口，丝毫听不出来要停止的意思。马尾辫少女也放下了心中顾虑，加快操纵机器的速度。嗡嗡，接连几道轻响传出，提示音再次在陆胜耳边响起。提示：您的装备智慧之杖加13增幅成功。这次陆胜没有急着继续，而是看向自己的面板，幸运值100，要效果了呀！陆胜叹了口气，尽管他已经加快了速度，可 60S 实在是太短了。见状，马尾辫少女也是松了口气。如果是其他玩家的装备，他倒是没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这现在机器中的法杖是陆胜，也是他主人的啊！继续！就在这时，陆胜的声音从身后响起。麻花辫少女愣住，一脸艰难地提醒道：“主人，这件装备已经增幅到了13级，再继续下去的话，成功率太低，很有可能损坏装备。”话没说完，就见陆胜递过来一张符纸。这是……少女接过看了一眼，眼睛忽然瞪大。装备增幅保护券，这种神级道具竟然就被自家主人这么轻易地拿出来了。陆胜扫了眼对方手上的符纸，装备增幅保护券，等级 LV10，品阶神级。道具介绍：使用后装备增幅成功率大大增加，并且失败也不会损坏装备，增幅等级保留。成功率增加很好理解，这段话后半段的意思就是，哪怕这次增幅失败，他还是能获得一柄加13的法杖。继续吧。陆胜瞥了眼一脸惊容的马尾少女，催促道：“是。”将保护券放进机器中，马尾辫少女再次催动，机器开始运转，里面的智慧之杖也开始绽放光芒。嗡嗡嗡，这次增幅十分困难，机器足足运转了好几次都没能升上去。智慧之杖在机器中爆发出璀璨的光芒，好像下一秒就要摧毁似的。就在这时，提示：您的装备智慧之杖加13增幅成功。提示音响起，那柄法杖也被马尾少女从机器中取出，双手呈现在陆胜面前。智慧之杖加14，等级 LV20，品阶传说级，攻击1800-2000 3920，智力加90加370。装备特殊效果：一、双生施法，释放技能时有 50% 的几率造成2次施法效果。二、法术狂暴，5S 内施法超过5次之后，10S 内的技能将对敌人造成 200% 的伤害。看着眼前法杖的属性，陆胜微微点头。不枉他用了一张保护券，这件法杖属性的提升还是很令他满意的。攻击力加了将近4000，智力更是加了300，配合上现在虚空之力得加成，能多打出3万伤害。现在陆胜一发虚空之力，每秒都能造成将近20万的伤害。如果能打全，无疑能突破100万。一个技能100万伤害，哪怕是在前世，拥有这种能力的玩家都少之又少。回顾前世，恐怕只有游戏融合现实，那些人族大能能做到吧。陆胜心潮澎湃，没想到现在的自己就达到了其他人一生的终点。不过这并不是我的终点，前世大能虽多，但依旧倒在了万族的爪下。我只有变强，无尽头的变强，才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想到这里，陆胜拿起法杖，只见原本的传说级光泽之上，现在添加了一层只有高级附魔才有的色彩，两种光芒交相辉映，几乎掩盖住了这柄法杖的原本样子，十分神秘。做得不错，继续努力。陆胜看着面前的马尾少女，夸赞了一句，而后转身离去。多谢主人，我会的。目送陆胜离去，马尾少女兴奋的直跺脚，而后一挥手拉开门帘。曙光附魔殿现在开业。离开附魔殿后，陆胜又来到了药剂店，只见桌子上又摆满了刚刚制作的幸运药水。陆胜拿起一瓶，然后选择批量使用，整整100瓶，幸运值10100。看着自己再次突破5位数的幸运值，陆胜没有浪费时间，当即掏出那枚巨人之心。提示：是否孵化巨人之心？是。巨人之心进入孵化状态，表面的暗红色涌动不停。提示：当前宠物孵化剩余时间765小时。提示：玩家可以用金币加速孵化进度，每小时5000金币，比孵化小黑龙的时候少了一半，并且时间也只有700个小时。毫不犹豫，陆胜开始疯狂氪金，1000、1万、10万，足足耗费了100万金币。终于，一道提示音在陆胜耳边响起，提示：孵化成功。与此同时，陆胜看了眼幸运值的剩余时间，松了口气，还好时间没到。正说着，忽然看到面前的巨人之心开始快速鼓胀。不好！陆胜当即反应过来，一脚将鼓成鱼缸大小的肉球踢了出去。这是什么？好诡异的东西，还在变大，感觉好熟悉，好像在哪见过。
我去，头长出来了，还有手、脚，卧槽，这是个巨人！快跑啊！围在周围的玩家发现不对，立刻风紧扯呼。与此同时，巨人之心也好像突破了桎梏，生长速度一长再长。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从法师协会远远传来：“巨人，受死！”第55章，这么点血量也敢在我面前装逼？一道声音从法师协会传出，紧跟着众人便看到一道身影踏着道道蓝色波动渡空而来，是法师协会会长，据说是99级传说级 NPC， 竟然在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巨人出现，不愧是协会会长，快为民除害吧！众人仿佛看到了救星，连忙呼救。莉莉丝站在空中，看着面前的巨人，微微蹙眉。巨人之王，他怎么会在这？不是已经被……吼！正当他疑惑的时候，一道龙吟声响起，紧跟着一道巨大黑影快速升空。看着站在巨龙背上的熟悉身影，莉莉丝这才恍然，脸上的冰冷消失。巨人千里之外的法师协会会长，居然对着面前的男人翻了个白眼。君临阁下，这不会是你的作品吧？正是。陆胜面无表情，全然没有面对神域主城最强者的谦卑。莉莉丝也不介意，摆摆手道：“快将其收走吧，看把我的主城都弄成什么样子了。”巨人突然出现，不仅在城中造成了惊慌，那经过魔法加持的地板，此时也是出现道道裂痕。会长不必担心，这条街道现在在我的名下，自然不会坐视不管。陆胜说着，一挥手，数十米的巨人之王瞬间缩小，原地消失不见。与此同时，陆胜的宠兽空间中一道身影出现，顶天立地。这是获得宠物过后玩家自带的能力。小黑龙不愿进去，而且带在身边还有赶路的作用。巨人之王就不一样了，不仅不能缩小，带在身边还会引起骚乱。收入宠兽空间最为合适。好了，既然没事，那我就先行离开了。莉莉丝说着，转身踏空而去。看着刚才的一幕，底下的玩家目瞪口呆。什么意思啊？那么大个巨人怎么就消失了？那个巨人好像是曙光主城城主的宠物。曙光主城城主君临，他不是玩家吗？玩家竟然能和法师协会的会长如此心平气和的对话，我每次见到那个女人巴不得要下跪。那可是曙光主城城主和4大主城并肩的存在。胡说，我们会长是最厉害的，就是这次巨人危机，我们曙光主城战绩最为卓越，岂能屈尊与他们并肩？人群中有几个曙光主城的成员在人群中科普，君临究竟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存在。不过陆胜可没心思听，心神一动，看向宠兽空间中的巨人，面板浮现，巨人之王，等级 LV1， 品阶铂金级，血量10000010000，攻击1072-1100，防御2671，技能践踏高温喷射。介绍：巨人一族中的王者，拥有号令全族的能力，是玩家君临的宠物。扫了一眼巨人之王的面板，陆生又看了眼脚下的小黑龙，不禁感叹：太弱了呀！当然，这是和小黑龙相比，单独拿出来，这个属性也是极为夸张的。但陆生最看重的是其之后的成长能力。既然如此，就去带你们升级吧。陆胜说着，脚轻轻一点，小黑龙心领神会，立刻朝着一个方向急速掠去。不知过了多久，一人一龙已经来到了天命大陆的边缘。提示：您已进入50级副本驱逐之地，请玩家小心。提示音响起，陆胜开口：好了，下去吧。翅膀震动放缓，小黑龙缓缓落下。陆胜从龙背上跳下，看着眼前的荒芜景象。放逐之地，这是一个副本，同样也可以说是一个监狱。天命大陆已经存在不知道多少年，已经有了完备的法律，当然也有法外狂徒。对于这些人，执法队只有2个态度，要么当场击杀，要么驱逐。被驱逐的就来到了这片放逐之地。这么多年过去，那些罪人应该也在成长，但无论成长到何种程度，都没人能从这里逃出去。陆胜说着，扭头一看，只见来时的路已经被一片迷雾所笼罩。我这算是放逐了自己吗？陆胜苦笑，但心中还是很期待的。毕竟前世在论坛中，可是有玩家在这里发现了好东西，并且在一众华夏玩家的好奇下，成功找出了离开这里的方法。先将东西搞到手，然后离开。陆胜说着，迈步朝前走去。很快，眼前便出现一片村落，准确来说，是一片简易茅草屋堆在一起。哦，生人来了！陆胜接近的同时，一道粗狂的声音响起，紧跟着，一群壮汉走了出来，不怀好意地看着陆胜。好俊俏的小家伙，快让我看看润不润。
一个提刀的大汉摸了摸下巴，嘿嘿笑着接近。陆胜面无表情，同时发动探查术。血腥战士，等级 LV50， 品阶铂金，血量30000-30000，攻击1500至1510，防御450，技能劈斩战士咆哮。介绍：被嗜血影响到心性的战士，残忍无常，请小心。不过如此。扫了眼他们的面板，陆胜不屑，这点血量也敢在自己面前装逼。法杖挥舞，一抹虚空之力悄然出现在人群中，而后扩散，庞大的虚空之力陡然扩大，瞬间将众人笼罩起来。那坏笑上前的战士还没反应过来，血条就被清空。-160281， -161021， -161000，一长串红字冒出，几乎重叠在一起。提示音同时在耳边响起。提示：您越级击杀了血腥战士，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您越级击杀了血腥战士，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您越级击杀了血腥战士，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声接连不断。与此同时，虚空之力缓缓消失。刚才还在面前嚣张的大汉们，此刻早已被虚空之力磨灭，化作一道道白光涌入陆胜体内。同时，小黑龙野巨人之王也受到了这份经验。提示：共享经验，您的宠物巨人之王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你的宠物巨人之王已升至 LV18。第56章巨人威，大杀四方。宠兽空间中，数道金光亮起，巨人之王接连升级。巨人之王，等级 LV18， 品阶铂金级，血量84000-84000，攻击2760至2800，防御4180，技能践踏高温喷射。介绍：巨人一族中的王者，拥有号令全族的能力，是玩家君临的宠物。看着眼前的介绍，陆胜微微点头，这个属性增长速度还是让他满意的。随着升级，巨人的身高也在快速增长。心神一动，这道顶天立地的身影出现在眼前。现在的属性在这里也算有了自保的能力。先将你放出来吧。陆胜看着眼前的巨人，淡然说道。巨人仿佛也听懂了，巨大的脑袋上下点了点。既然如此，继续动身吧。陆胜挥手示意小黑龙变大，能不能带上我？就在这时，一道微弱的声音响起。陆胜停住动作，循着声音找去。只见不远处的角落正蜷缩着一道人影。能不能带上我？微弱的声音再次发出。陆胜走过去，低头，只见蜷缩在角落中的人影是个10几岁的少女，脏兮兮的脸，身上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一双清澈的大眼睛祈求地看向陆胜。带上你？陆胜来了兴趣。你知道我要去哪？少女摇了摇头，不知道，但我在这里待着必死无疑。求求你了，可以带上我吗？看着对方楚楚可怜的眼神，陆胜沉吟片刻，转身跳上小黑龙的后背。少女眼神中顿时闪过一抹失望。上来吧。陆胜的声音传来，少女愣了一下，反应过来连忙起身，手脚并用爬到小黑龙背上，对着陆胜不断感谢。谢谢您，您真是个大好人。陆胜没有搭理他，而是示意小黑龙起飞。嗷！一声龙吟响起，翅膀一震，巨大的黑影快速升空。巨人之王也反应过来，跟在后面快速奔跑。轰轰轰！每一步落下都将地面踩出一个巨大的深坑，激起大片尘土，声音很大，传遍整个放逐之地，同时也吸引那些法外狂徒朝着这边赶来。陆胜站在龙背上，居高临下，眼看着一批批人朝着这边赶来。忽然，一个极为高大的身影出现在视线中。法外狂徒精英，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血量80000-80000，攻击2010-2100，防御1225，技能流星锤重击碾碎。介绍：罪人们的领导者，放逐之地的2号人物。区区一个精英怪，竟然是这片地狱的领导者，有意思。陆胜挑了挑眉，来了兴趣。如果他是领导者，那真正的 BOSS 呢？难道是你？陆胜忽然扭头看向因为害怕蹲在身后的少女。我？少女一愣，连忙摇头，不是我根本不知道什么 BOSS。别紧张。看着他慌张的样子，陆胜微微一笑，再次看向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罪犯。不管谁是 BOSS， 都不会有好下场。先将这些人清理了吧。陆胜说着，却没动手。心神一动，巨人之王一步踏了出去。轰！重重一脚踩下，顶天立地的巨人便拦在小黑龙之前。都给我上！看着巨人突然出现，
那些罪犯立刻止住了脚步，神色惊恐的就要逃跑。法外狂徒看到，顿时震喝一声：“谁敢跑，我就先杀了谁！”这下罪犯们不敢跑了。法外狂徒他们打不过，现在唯一的活路就是杀死眼前的巨人。可是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见一个巨大的脚丫子从天而降，轰！践踏，一脚落下，不知道有多少罪犯被踩中。顿时，大片大片的红字冒出：-5871，-5800，-5900。一长串红字冒出，那些罪犯血量齐齐降下一截，并且如此强烈的重击，这些罪犯都被施加了负面效果，重伤、减速。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巨人之王又是一脚：-5871，-5800，-5900。巨人之王就好像那叶问，一脚一脚连续不断。那些罪犯被踩中，倒下，爬起，又被一脚盖在地上，一点反抗的余力都没有，直到血条被清空。提示：您的宠物击杀血腥战士，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共享经验，您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您的宠物击杀血腥战士，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音不断响起，陆胜的经验条再次涨了起来。不过这些经验实在是太少，还不足以让他升级。嗷！就在这时，小黑龙发出一声不满的咆哮。巨人之王杀的实在是太慢了，看得他都不满意，尝试朝着陆胜申请，能不能让他也加入战斗。巨人之王也听懂了他的意思，纵身一跳，轰！巨大的身影轰然落下，又是一串红字冒出。不过现在巨人之王的位置却是在众多罪犯之中。法外狂徒看在眼里，立刻指挥：快杀了他！以他多年杀人的经验，巨人之王跳到这个位置，无疑就是找死。听到他的指挥，罪犯们也一拥而上，挥舞手中沾满鲜血的长剑砍来。嗡！就在这时，巨人之王体内传出一阵嗡鸣，紧跟着皮肤通红，身体鼓胀。下一秒，轰！浓烈的火焰喷涌而出，每个毛孔都像是火焰喷射器一般，炙烤着周围的罪犯。-80151，-81000，-80526。炽热的火焰持续喷涌，大片大片红字冒出。与此同时，巨大的后坐力也将刚刚靠过来的罪犯推开，想要以伤换上伤都做不到。提示：您的宠物击杀血腥战士，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共享经验，您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您的宠物击杀血腥战士，获得经验值3万。陆胜还是第一次看到巨人之王使用这个技能，颇为新奇。同时，刷怪速度也快了不少。只是一会，视线内的血腥战士就被扫荡一空，海量经验涌入，巨人再次升级，接连升级。第57章，宠物吃醋，嗜血魔女。提示：您的宠物巨人之王已升至 LV32。提示：您的宠物巨人之王成长至青年期。提示：您的等级已升至 LV44，全属性加30，自由属性点加50，技能点加10。几道提示音响起，庞大的经验灌注，就连陆胜都升了一级。与此同时，巨人之王的身高再次拔高，本就高大无比的他，此刻宛如顶天立地的柱子，远远站着便感觉到一股恐怖的高温从他体表散出。陆胜心神一动，打开面板，巨人之王，等级 LV32，品阶铂金级，血量280000，280000，攻击10210-10300，防御13017，技能践踏高温喷射。介绍：巨人一族中的王者，拥有号令全族的能力，是玩家君临的宠物。扫了眼面板，陆胜微微点头。血量接近30万，攻击也成功破万，防御力同样发生了极大的成长，13000。这个属性，哪怕是在这片地界横着走都没问题了。紧跟着，陆胜抬头，只见那些血腥战士早已被清空，只剩下法外狂徒还在远远站着。下一秒，法外狂徒转身就跑，轰！巨人之王自然不会让其逃跑，一步跨出，瞬间拦在他面前。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饶我一命！法外狂徒扑通倒地，对着陆胜的方向接连磕头。陆胜自然不会放过他，动手！一声令下，巨人之王动了，巨大的手掌张开，瞬间将其捏在手中。炽热的高温烫地法外狂徒惨叫连连，头上还在不断冒着红字。就在这时，砰！法外狂徒被巨人之王猛地砸在地上。虽然他十分高大，但那只是对人类来说，在100米巨人面前，和一只稍大的虫子没什么区别。没等对方站起，巨人之王再次将其捞起，砸下，捞起，砸下。
这个动作足足重复了数次，就见巨人之王抬起脚踩了下去。提示：您的宠物巨人之王击杀精英怪法外狂徒，获得经验值10万。提示：共享经验，您获得经验值10万。提示音响起，巨人之王的脚下冒出2道白光，一道涌入巨人体内，另一道则是飞向陆胜。小黑龙拍打着翅膀，羡慕坏了。他不羡慕经验值，而是想要出战。实力提升后，他也愈发狂暴，只等着陆胜发令让他出战。可这次有了新的宠物，他就只能当一个坐骑，酸坏了。陆胜无视了不断眨巴大眼睛的小黑龙，示意他落下，而后跳下龙背，来到法外狂徒死的位置，开始拾取。提示：您拾取到了金币6251。提示：您拾取到了铂金级装备波动手环，已发放至背包中。波动手环，等级 LV40， 品阶铂金级，智力加120，体质加240。装备特殊效果：一、释放技能时有 30% 的几率触发波动干扰，可以扰乱敌人的动作，持续5S。2、法术穿透正 20%。3、施法速度正 10%。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来了兴趣。这件装备的属性算是中规中矩，但特殊效果却很有意思。不仅有法穿和施法速度这种十分契合法师的属性，陆胜最感兴趣的就是波动干扰，可以干扰对手的行动。如果是技能，能不能打断呢？心神一动，这枚黑色金属制作的手环便出现在陆胜腕间。继续吧。陆胜也没再站到小黑龙背上，就在原地站着，而那名少女则是跟在陆胜身后。在他的示意下，巨人和小黑龙分头行动，开始猎杀剩下的罪犯，同时搜寻 BOSS 的位置。而他们似乎也磕上了，疯狂击杀罪犯以展示自己的价值。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击杀血腥战士，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经验共享，您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您的宠物巨人之王击杀血腥战士，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经验共享，您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音不断响起，陆胜就站在原地，四面八方都有乳白色的经验，如燕归巢一般朝着陆胜飞来，不知不觉就实现了躺着刷图。两个宠物的速度越来越快，陆胜耳边的提示音几乎都要重叠起来。与此同时，一巨人一龙都在不断升级。这些经验值对陆胜来说虽然只有3万，但胜在数量多。放逐之地中流散的罪犯比刚才那些多出不知道多少。经验条缓慢但持续的上涨 93%， 眼看还剩一节就能升级，耳边的提示音却忽然停止。看来是刷完了呀。陆胜叹了口气，左右看了看，只见一个巨人正在朝着这边奔跑，另外一边小黑龙急速震动翅膀。不过杀了这么多人都没见到 BOSS， 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就在这时，陆胜扭头看向身后的少女，被他这么一问，少女自然是愣住，旋即勉强挤出一个微笑，解释道：恩人，不要开玩笑了，等您将我带出去，您想让我做什么都可以。说着，他还娇羞地夹紧身子，低下头去。不得不说，虽然身上脏兮兮的，但依旧能看出他有几分姿色。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但也平添了一分诱惑。如果洗漱干净，再换上一身华丽衣服，陆胜相信绝对有不少雄性牲口趋之若鹜。不过在陆胜眼中，他可是一团白花花的经验。二话不说，陆胜抬起法杖。而看清陆胜的动作后，少女也不装了，脸上楚楚可怜的表情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地是一脸邪笑。你是怎么发现的？你从一开始就暴露了。陆胜说着，又瞥了一眼对方的面板。娜拉 BOSS， 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血量15000015000，攻击7700-7750，防御2250，技能魅惑嗜血变换。介绍：黑暗阵营的魔女常常以一副弱不禁风的状态示人，会在敌人最得意忘形的时候变回原本模样，给予对方绝望。第58章辣手摧花，杀戮之心。看面板不犯法吧？这可是玩家的权利。当然，娜拉是肯定听不懂的。装神弄鬼，看我杀了你！说着，他便直接动手。原本白嫩纤细的手掌已经长出了长长的爪子，直奔陆胜而来。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出现，准确来说是一道巨大的身影。巨人之王陡然出现在陆胜面前，稳稳接住了这一击。负一，没能破防。还在娜拉吃惊的时候，巨人抬起一脚便将其踢飞出去，紧跟着一道黑影掠来，精准地将其衔在口中，急速升高。松口的时候还补了一爪子。砰！魅惑的长相，火爆的身材，娜拉哪怕在黑暗阵营
都是众人捧着高高在上的女神，现在却被当成皮球，颤颤巍巍地从深坑中爬出，一抬头就看到了俯视着他的陆胜，甚至看到陆胜手中的法杖正散发出阵阵波动，这是要补刀，想杀我没这么容易。紧跟着娜拉扭头看向了远处的黑王龙，龙族中王者的存在，就是你了。低吼一声，娜拉直接发动技能变换，这个技能可以让她伪装成任何等级低于自己的单位，即使只能持续很短一段时间，并且之后还有强大的副作用，但现在她已经管不了太多了。下一秒，白皙的皮肤开始冒出黑色鳞片，身体迅速鼓胀，原本就有些破损的衣服彻底撕碎，朝着黑王龙的样子转变。就在这时，虚空之力，陆胜挥舞法杖，一抹虚空波动出现，紧跟着快速扩大，将其包裹在其中。他可不是影视剧中的反派，乖乖站着等对方变身。提示：波动扰乱触发成功。耳边传来提示，紧跟着腕间传出一阵波动。只见娜拉快速变换的身体竟然在这一刻停滞，而后快速变回原本的样子。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我的技能失效了？娜拉大惊失色，紧跟着一股剧烈的疼痛袭遍全身。还没等她搞清楚，身体便被虚空撕碎，化作尘埃。提示：您越级击杀了嗜血魔女，获得经验值30万。提示：经验共享，您的宠物巨人之王获得经验值30万。提示：经验共享，您的宠物黑龙王获得经验值30万。接连几道提示音响起，一团浓郁的白光冒出，涌入身体。下一秒，金光乍现。提示：您已升至 LV45， 全属性加30，自由属性点加50，技能点加10。提示：由于您为 LV45， 已达职业2转标准，现为您开启2转前置任务。提示：任务已发放，寻找失落的前辈，2转前置任务。任务简介：前往亚普山脉，寻找一名叫做格瑞斯的法师。任务进度：1. 抵达亚普山脉01 2. 找到格瑞斯01。任务完成奖励：1. 2转任务开启，任务失败惩罚：1. 任务失败，等待再次开启。扫了眼任务面板，然后熟记于心中。亚普山脉，格瑞斯，寻找前辈。莫非这位格瑞斯也是虚空之主？陆胜有些不敢相信地瞪大眼睛。虚空之主只有一位，是绝对不可能2位同时存在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算了，到时候去了就知道了。陆胜甩了甩脑袋，而后看向面前的深坑。娜拉刚刚爆出来的金币几乎要将这个坑填满。不仅如此，陆胜还看到一个闪烁着的铂金级宝箱。终于来了！陆胜微微一笑，上前拾取。提示：您拾取到金币56101。提示：您拾取到铂金级宝箱1，已发放至背包。心神一动，陆胜便从背包中取出宝箱。铂金级宝箱，等级 LV10， 品阶铂金级。道具介绍：开启后你可以获得一件装备。这件宝箱和他之前开启的随机宝箱完全不同，因为里面只有一件装备，完全指定。这算不算过度包装？陆胜吐槽了一句，选择开启。一道光芒冒出，随着提示音响起。提示：开启成功。提示：您获得死亡之心，已发放至背包中。陆胜面色淡然，打开背包，只见一颗通红的心脏正在背包中缓缓跳动。死亡之心，等级 LV40， 品阶铂金级，智力加250。装备特殊效果：1. 击杀一名敌人后，下一次攻击伤害提升 10%， 可无限叠加，持续 5S。 十分简单的面板，不管是属性还是特殊效果都只有一条，但这一条确实十分逆天。250的智力在40级的铂金级装备中十分少见，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甚至能比得上一些神级装备。当然，这件装备极其稀少，随着娜拉死亡，唯一的一件也就落在了陆胜手中，整个天命都难以找到第二个。不过最离谱的还是特殊效果，每次击杀敌人，下一次攻击伤害就会提高 10%， 这就意味着只要蓝量充足，陆胜甚至能将伤害提升到一个天数。配合上虚空之主的被动虚空汲取，只要造成伤害就能回复蓝量。击杀敌人，被动回复蓝量，装备提升下一次伤害，完美。想到这里，陆胜直接选择装备，手中鼓动的心脏瞬间变小，化作一枚红色的心形吊坠，依稀能看到红水晶中那还在一下一下跳动的心脏。穿戴好，陆胜的智力再小涨一截。紧跟着提示音再次响起，这次是世界公告。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曙光主城玩家君临通关副本放逐之地，奖励金币10万，声望1万，特殊道具1。
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曙光主城玩家君临通关副本放逐之地，奖励金币10万，声望1万，特殊道具1。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曙光主城玩家君临通关副本放逐之地，奖励金币10万，声望1万，特殊道具1。世界公告一连响起了3遍，整个天命大陆都听了个清楚。这次大部分玩家不再和以前那样羡慕嫉妒，而是一脸惊容。君临，他去了放逐之地，他要怎么回来？第59章，双方营救，重要道具。世界公告一发出，许多了解放逐之地这个副本的玩家顿时大惊失色。放逐之地，那里不是去了就回不来了吗？会长怎么会进去？这要怎么出来？那岂不是说曙光主城以后就没有城主了？说什么胡话！会长既然敢进去，就一定有办法回来。可是官网上宣布的消息确实说没人能从放逐之地出来啊！玩家们议论纷纷，大部分人都在担心陆胜如何回归。最终众人得出一个决定：拯救君临。于是一群玩家自主组成浩浩荡荡一支军队出发。与此同时，神域主城一名守卫慌忙来到顶楼，拍着眼前封闭的大门：会长，不好了，出大事了！哗啦，大门打开，一股庞大的魔力波动扩散开来。莉莉丝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色冰冷。我说过多少次，无论什么事都不要大惊小怪，更不要打扰我。你是把我的话当放屁了？冰冷的声音传入耳中。那名守卫浑身一紧，连忙跪下：对不起会长，请会长放过我。见他这副样子，莉莉丝哼了一声：有什么话就快说。好。守卫咽了口口水，颤声说道：刚才传来消息，君临城主进入了放逐之地，回不来了。什么？原本不在意的莉莉丝听到这句话时，脸色大变，一个闪身来到守卫面前，死死盯着对方的双眼。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君临城主他。守卫颤颤巍巍又说一遍。我们得到消息后也是不相信，所以派人过去查探，确实在放逐之地外探查到了君临城主曾留下的魔力波动。君临城主他可能回不来了。守卫不会对自己说谎，莉莉丝是知道的，而且对方有理有据，现在他也不再抱有这是一场误会的心理。沉默了好一会，才开口道：你先退下吧。是。守卫如蒙大赦，行礼之后连忙告退。待对方走后，莉莉丝好看的眉头瞬间皱成一团。该死，他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我明明都下令不许人针对他，莫非真以为自己强了，哪里都能去？莉莉丝有些生气。就算要去，为什么不提前通知他一声？哪怕找不到方法，就算2个人一起进去也算有个照应。如今他一个人被困在里面，不是找死。强行按压下心绪，莉莉丝开始思考。良久，掏出一块传音石：莉莉丝姐姐，怎么了？对面传来一道糯糯的声音。莉莉丝听后不但没有心情愉悦，反而不爽。亚莉洛，你比我大不知道多少年，都够做我奶奶了，别叫我姐姐好吗？好吗？被训斥了，亚莉洛也没什么情绪，转口问道：所以有什么事呢？是这样的。莉莉丝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什么？君临阁下进了放逐之地？身为一城之主，又是活了100年的老怪物，亚莉洛能不知道那个地方的恐怖？那里可是困着黑暗阵营的魔女，君临阁下岂不是危险了？那倒不至于。莉莉丝还算比较冷静，分析道：君临虽然等级比较低，但他身边有黑龙王的子嗣，还有巨人之王，短时间内倒是不会出问题，但时间长了就不清楚了。毕竟那个女人的诡异，你我都是领会过的。那该怎么办？亚莉洛也不淡定了。莉莉丝沉默片刻，缓缓道：我打算进入放逐之地，将娜拉彻底解决。亚莉洛立刻回复：我和你一起进去，等我。哈哈哈，君临被困在放逐之地了。亚历山大看着传来的信息，狂笑不止。原本他已经放弃了对付君临的心思，却没想到对方居然主动将自己困在了放逐之地。笑了好一会，他才收拾好心情，同时一个计划在心中浮现。龟田阁下，这是一个好机会。亚历山大看向一旁的樱花国玩家，表情严肃道：我这里收到消息，君临被困在了放逐之地。除此之外，曙光主城的玩家都要前往营救，现在已经出发了。你知道的，放逐之地那个地方进去了就不可能再出来，就算有办法出来，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搞定的。如此一来，曙光主城岂不是成了一座空城？听到这里，龟田太郎双目放出金光。阁下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趁着这段时间将曙光主城拿下？正是。亚历山大点头，而后凑到龟田耳边：这段时间以来，幽暗主城城主收了我们多少钱？阁下难道不心疼吗？若是拿下曙光主城，
我们不仅有了自己的主城，而且还能成为一城之主，与那幽暗城主平起平坐。阁下难道不心动吗？听着他的话，龟田眼中金光闪闪，好像已经将曙光主城拿下，成为了城主似的。好，待我拿下曙光主城，亚历山大阁下就是副城主。说完，龟田起身，大手一挥，整兵出发曙光主城。放逐之地，世界公告响起，陆胜还不知道这则消息在外界引发了多么大的轰动，而是美滋滋的看向了背包。刚才的世界公告可是奖励给他一个特殊道具，能不能出去就看这件道具了。心神一动，一张符箓出现在手中。传送玉，等级 LV10，品阶传说。道具介绍：催动玉石可以传送到天命任何一个地点。注：当前传送玉充能0100。果然，陆胜眼神欣喜。前世在论坛中他就看到过这个帖子，那名玩家不小心进入放逐之地，原以为会被困在这里直到死亡，却没想到在艰难杀死娜拉之后触发了奖励，不仅获得了死亡之心，还有离开放逐之地的重要道具。有了这块传送玉，我就可以放心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点了。不过现在还要先将其充满才行。说着，陆胜催动魔力注入手中的玉石。第60章退出秘境，主城危机。终于好了。陆胜看向手中充盈的传送玉，脸上露出一抹微笑，而后催动，一股浓郁的白光出现，将陆胜包裹在其中，下一秒消失在原地。莉莉丝姐姐，你确定要进去吗？亚历路看着站在结界前的莉莉丝，忍不住问道。你要是进去，恐怕再也难出来了。没有你，法师协会怎么办？神域主城怎么办？不用说了。莉莉丝抬手打断，淡然说道。我已经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师父，之后法师协会和神域主城会由他来接手。根据我这里得到的消息，黑暗阵营正在想办法营救魔女，如果让她出来变换成我们某个人，后果不堪设想，我必须要解决她。那好，我和你一起进去。见莉莉丝如此肯定，亚历路郑重说道。那多谢了。到了声谢，两人并排站在一起，朝前迈步，踏入一只脚，忽然一道声音从身后响起。会长！莉莉丝身形一顿，连忙拉住还要迈步的亚历路。他清楚身后的军队是来自曙光主城，而他们口中的会长应该是君临。转头看去，只见一道白色光芒从天而降，依稀能看到其中熟悉的身影。紧跟着从光柱中走出来一道人影，不是陆胜还是谁？看到眼前的数百万玩家，陆胜愣住了，忍不住问道：你们这是做什么？会长，昨夜清风上前解释，我们得到消息您进入了放逐之地，所以想着试试将您救出来，就算不行，我们一起进去再创立一个曙光主城。这样啊。陆胜愣了片刻，他没想到这群玩家竟然如此忠心，于是对着玩家认真说道：多谢了。而后将任务分配给众人，数百万玩家这才散开。打发了众人，陆胜忽然感觉到了熟悉的气息，转身一看，只见莉莉丝正站在不远处瞪着自己，亚历路则是躲在一旁，一副看戏的样子。莉莉丝阁下，好巧啊，你们这是要进放逐之地？听了这话，莉莉丝更是没好气道：没错，我们也想被困在里面，一辈子不出来。陆胜，这女人怎么了？阴阳怪气谁呢？就在这时，一旁看戏的亚历路开口：君临阁下，莉莉丝姐姐可是要进放逐之地陪你呢。住口！莉莉丝连忙打断，脸颊绯红。胡说什么？我明明是想进去解决那名魔女，你不是说要跟我一起进去吗？现在就走。说着，莉莉丝拉起亚历路就要朝里走去。可如今陆胜都出来了，亚历路明显知道莉莉丝是在嘴硬，自己怎么可能陪着进去？但莉莉丝不经魔法天赋异禀，就连力气都不是一般的大，一番挣脱都没能让她撒开手。魔女，你们说的是娜拉？就在这时，陆胜开口了：她已经被我解决了。莉莉丝姐姐，你听，魔女都被君临阁下解决了，我们不用进去了吧？趁着莉莉丝愣神的功夫，亚历路连忙将手抽出，飞也似的躲在陆胜身后。你解决了？怎么可能？那可是我们当年联手送进去的，怎么能被你一个人解决了？不知道，反正确实被我解决了。陆胜说着，掏出从娜拉掉落物中拾取到的令牌，黑暗阵营令牌。道具介绍：身份证明，黑暗阵营成员专属，不可伪造。果然是。看清令牌，莉莉丝瞪大眼睛，亚历路则是想出来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许这么多年过去，没有魔力补充，那个魔女实力倒退了也说不定。陆胜点头肯定：没错，她挺弱的。莉莉丝看着两人一唱一和，莉莉丝心里的火气也消了。既然这样，那我就没事了，改日再见。
说完，浑身魔力涌动，消失在了原地。莉莉丝姐姐，等等我！见对方消失，亚历路也迈着小短腿，朝着4大主城的方向跑去。看着两人离开，陆胜也召唤出小黑龙。嗷！被从宠兽空间放出来的小黑龙当即发出一声龙吟，太憋屈了。但传送玉一次只能传送一个单位，如果将小黑龙带在身边，恐怕就要有一个留在放逐之地了。好了，我们先回去吧。陆胜安慰一声，跳上龙背。就在这时，一道提示音响起：提示，您的主城正在受到攻击，请抓紧返回。提示，护卫主城击杀玩家或 NPC 不会受到罪孽值处罚。有人在攻击主城。陆胜眉头一皱，小黑龙也意识到了不对劲，双翼一震，快速升空，而后化作一道笔直的黑线，快速朝着曙光主城的方向飞去。呼，这城墙也太肉了，打了这么半天，竟然一点伤害都没造成。龟田太郎城墙前看了看近乎完好无损的紫金级城墙，又看了看手中破损的太刀。八嘎，这样下去，天黑了也不能攻占曙光。所有人都给我拿出全部实力！杀！说完，只见一群身材矮小的樱花国玩家挥舞着太刀、苦无等武器，在城墙上一顿猛凿。人群中，亚历山大看着玩命攻击的龟田等人，脸上不禁露出一丝微笑。对，就是这样，打破城墙，耗费你们全部的力气，等到进去，安心做你的副城主就好。先前听到龟田让自己做副城主，亚历山大心中便出现了这个计划。他已经通知所有白银国玩家节省力气，等到进入主城，樱花国玩家疲惫，他们适时发起攻击，胜券在握。心中想着，亚历山大一边装模作样凿城墙，一边想着如何用曙光主城来敛财。白银国玩家全部接进来，至于其他国家想要进来，先交金币再说。另外，城中的吃穿用度都要涨价，还有房租，还有……亚历山大小声说着，心中畅想着美好。抬头看了眼城墙的血条，不禁皱了下眉头。这也太慢了，他已经等不及坐上城主的位置了。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自背后响起：“你想的不错嘛，这么想做城主这个位置。”第61章，大杀四方，风景扯呼。谁？亚历山大吓了一跳，背后惊出一身白毛汗，猛地回头，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君临，你怎么会在这？你不是被困在放逐之地？没错。陆胜点头，淡然说道。不过现在我回来了。紧跟着白光一闪，一只半人高的小黑龙出现在身后。下一秒，小黑龙陡然开始成长。吼！一声龙吟震天响，四周的玩家全被这股冲击力轰飞出去数十米。而后就见陆胜踏上龙背，缓缓升空。亚历山大先生，这是怎么回事？龟田太郎瑟瑟发抖，看着缓缓升空的巨龙，一股恐惧打心底里冒出来。他从未见过君临，还以为是哪位大人物到来，第一时间询问亚历山大。可此时的亚历山大人已经麻了。君临回来了。什么？这就是君临？龟田太郎心神一凛，抬头看向天空中站在巨大黑影上的那个人，眼神中闪烁出贪婪的光芒。被天命通缉，击杀者可获得海量奖励。有了这些奖励，我定能一飞冲天，带领武士道走向全世界。龟田太郎兴奋至极，全然没注意到一旁亚历山大惨白的脸色，而后大喝一声：“所有人，给我上！杀了君临，夺曙光主城！”下一秒，原本对着城墙挥刀砍伐的樱花国玩家顿时调转方向，手中的刀砍不到，就用飞镖，雨点一般的飞镖射出，齐齐朝着天空中的小黑龙射出。叮叮叮，飞镖撞在黑色的鳞甲上，迸发出点点火花。负一，负一，负一。如今小黑龙的防御已经远超巨人之王，这些忍者的攻击甚至连破防都做不到。饶是这样，依旧让他感到无比恼火。吼！一声龙吟咆哮响彻当场，那些樱花国以及白银国的玩家顿时双腿一软，几乎要跪倒在地。黑王龙的气息太过恐怖，让他们无法承受。去吧，陆胜轻轻说了一句。早已蓄势待发的小黑龙兴奋地咆哮一声，猛然俯冲。轰！剧烈的撞击导致地面立刻出现一个深坑，没来得及躲避的樱花国玩家也在这一击下彻底清空了血条。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击杀樱花国玩家，此次没有惩罚。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击杀樱花国玩家，此次没有惩罚。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击杀樱花国玩家，此次没有惩罚。提示音接连响起。陆胜则是站在城墙上，淡然看着这一幕。只见黑王龙庞大的身形不断在人群中辗转腾挪，横冲直撞，不时喷出一团火焰。
被命中的玩家甚至连一声惨叫都没能发出，血条便被清空，返回了复活点。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这么恐怖？龟田太郎看着眼前的景象，目瞪口呆。他没见过君临，只听过传说，但在他的猜测中，哪怕君临再强又能怎样？还能一敌数10万。可现在对方仅仅是派出一个宠物，就让他两股战，机遇拜倒。自己带来的玩家更是没有丝毫反抗的能力，甚至连逃跑都做不到。亚历山大先生，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龟田太郎看向一旁的亚历山大，后者面色凝重。华夏有句古话叫做风景扯呼。没等龟田太郎反应过来，就见亚历山大化催动技能化作一道金光，朝着远方急速冲去。吼！一声龙吟传入耳中，紧跟着龟田太郎就看到一颗巨大的火球从巨龙口中喷出，精准命中了正在远遁的金光。火焰散去，只剩下一地的金币和几件装备。亚历山大卒！我看着亚历山大被送回复活点，龟田太郎深知自己也逃不掉，于是深吸一口气，提起太刀，一跃而起。我跟你拼了！砰！黑王龙一爪子挥下，将半空中的龟田太郎皮球似的打飞，一长串红字冒出：龟田太郎卒！轰！随着一发熔浆烈焰爆开，最后一部分玩家被清空了血条。看着地上几乎铺满的装备，陆胜上前拾取。提示：您拾取到金币144。提示：您拾取到金币342。提示：您拾取到青铜级装备50刀，已发放至背包。提示：耳边提示音不断响起，陆胜脸色也逐渐变黑。直到拾取完地上的物品，他都没能见到一件品阶超过黄金的装备。数十万人，金币加起来也只是堪过1000万，这么穷还学人家攻城？陆胜忍不住了，没想到樱花国的竟然是一群穷鬼。本来还想去幽暗主城榨干一下他们的价值，现在看来也没什么好榨的呀。算了，再让他们苟活一段时间吧，先把2转任务做了再说。很快，在小黑龙的急速飞行下，陆胜来到圣光主城，直奔教堂。找到神父，陆胜没有废话，直接要求对方清除自己的罪孽值。恕我直言，阁下。神父皱着眉头，表情严肃。阁下的罪孽是我所见过最严重的，想要彻底根除，恐怕不容易。说着，还做出一副扼腕叹息的样子。陆胜则不信他的鬼话，直接开口说道：一点罪孽值，1枚金币。阁下稍等。神父立即答应，而且再三询问，确认陆胜不会反悔，而后立刻去准备仪式。将近40万罪孽值，如果全部清除，就是40万金币。这样一来，教堂最近几年的开销都足够了。没过多久，神父又折返了回来，身后还跟着一堆神女。阁下，请允许我们现在为您洗清罪孽。得到陆胜的允许后，神父带领着几位神女开始施法，淡淡的荧光飘散，降落在陆胜身上，触感冰凉。同时，陆胜发现自己的罪孽值正在快速下降，20万、10万、5万，清空。看了一眼面板上清零的罪孽值，陆胜又转头看了眼公告，先前的通缉任务同样消失。支付了40万金币，陆胜走出教堂。亚府山脉，格瑞斯。一边说着，陆胜掏出那块传送玉，开始充能。片刻后，充能完毕，陆胜催动，而后化作一道白光，消失在原地。第62章虚空投影，任务开始。提示：您已传送至亚府山脉。提示音响起，陆胜的视线逐渐清晰，抬头看去，只见他正在站在山脚下，面前是高耸入云的山峰。亚府山脉，那位前辈就在山上吗？陆胜心中诸多疑惑，虽然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2位虚空之主同时存在，但想要解决心中疑惑，还是要见了面才能知道。嗷！小黑龙叫了一声，示意陆胜站上来，载他上去。不必了，我自己走上去就好。陆胜微微一笑，朝着山脉走去。面前前辈，还是要保持基本的尊重。不过陆胜现在的敏捷已经破千，速度不慢，很快便来到半山腰。眼前出现了一头狗熊，雷电棕熊，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血量15000015000，攻击7500-8000，防御2250，技能雷霆咆哮双爪强击。介绍：本是普通棕熊，在虚空之主格瑞斯的影响下变异为雷电棕熊，实力强大。扫了一眼眼前的面板，陆胜微微惊讶，这头棕熊只是普通怪物的标识，但属性竟然无限接近于50级的铂金级 BOSS， 在格瑞斯前辈的影响下才发生变异。虚空之主还有这个能力，虽然有些搞不懂，但看样子不解决这个狗熊就不能上山。虚空之力，陆胜摇晃法杖，一抹虚空乍现，
感受到这股气息，原本士气强大的棕熊忽然愣住，而后脸上闪过无比惊恐的神色，转头就要逃跑，但虚空之力扩散的速度远比他要快得多。随着一串红字爆出，提示音响起，提示：您越级击杀了雷电棕熊，获得经验值3000。提示音响起，果然是普通级别的怪物。不过陆胜却看到了棕熊的掉落物，一堆金币中插着一块黑黝黝的令牌，上前拾取。提示：您拾取到金币526。提示：您拾取到神秘令牌1，已发放至背包。陆胜打开背包，黑色的令牌正躺在里面。不过奇怪的是，这次的面板上却没什么介绍，只有一连串的问号。或许后面会起到什么作用，先带着。思考完毕，陆胜起身继续朝着山上走去。一路来到顶峰，视线内出现一座小木屋，这应该就是那位前辈居住的地方了。陆胜心神一凛，脚步放缓，来到木屋前面，伸手敲门。叩叩叩，清脆的敲门声传出，房间里面没有动静。陆胜抬手又敲了敲，依旧没有动静。莫非不在里面？陆胜皱眉，伸手一推，吱呀，一道悠长的牙酸声音响起，木屋的门竟然就这么被推开了。陆胜走了进去，一股霉味扑鼻而来。真的没人？陆胜愣住，紧跟着在桌面上看到了一封信。上前一看，信封上写着给后来者4个大字：亲爱的后来者，你好，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埋葬在了木屋的后院。陆胜认真看着手中的信，信中讲述了格瑞斯成为虚空之主以来的经历，同时信中的时间还告诉陆胜，格瑞斯已于100年之前被埋葬在了后院。原来如此，怪不得我能转职为虚空之主。陆胜恍然大悟，将信折好放回原位，转身朝着后院走去。出了小木屋，来到后院，这里杂草丛生，但陆胜依旧看到了一尊朴素，甚至可以说是简陋的墓碑，上代虚空之主格瑞斯之墓。为其清理了周边的杂草，又打扫了墓碑上的落灰。陆胜长叹一口气，没想到你已经过世了，那我这转职任务究竟该如何完成？正说着，陆胜忽然看到墓碑上有一道缝隙，不是自然风化、石碑开裂的那种，而是一道十分规则，明显是人为刻上去的缝隙。这是……陆胜伸手一按，缝隙中的那块便凹陷下去，变成一个槽。陆胜只看得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忽然，陆胜灵光一闪，从背包中取出了之前获得的那枚神秘令牌，塞进凹陷中，果然严丝合缝。下一秒，一股强大的虚空波动扩散开来，墓碑上逐渐出现一道虚影。虚空之主格瑞斯，等级 LV45， 品阶传说级，血量1200001200000，攻击97620-98000，防御76082，技能虚空之力、虚空穿梭、虚空汲取。介绍：前任虚空之主的投影。后来者，初次见面，看来你通过了我的考核。格瑞斯说话的同时，陆胜脑海中响起一道提示音，提示：恭喜玩家完成任务，寻找失落的前辈，后续任务已开启。实力考核2转任务1/3。任务简介：前往混沌港，并且达成完美评价。任务进度：1. 抵达混沌港01 2. 完美通关01。任务完成奖励：1. 开启后续任务，任务失败惩罚1 2转任务失败，等待任务再次开启。扫了眼任务面板，陆胜微微点头，正式考核要开始了。与此同时，格瑞斯也讲述了自己的一生，同时对陆胜寄予厚望。在他口中，虚空之主这一脉虽然强大，但也正因为如此，被无数人觊觎。他的死亡就与之有关。或许有一天，我也将面对前辈曾面对甚至未能击败的敌人，我定能将其打败，因为没有人能阻断我的变强之路。陆胜眼神郑重，对着眼前的虚影说道。格瑞斯仿佛听到了他的话，欣慰地点点头。很好，我们虚空一脉就是要有这样的自信。我没能做到的事，相信你能做到，并且走得比我更远。话不多说，开始你的考核吧，祝你顺利。话音落下，格瑞斯的投影开始扭曲，化作一道传送门。陆胜起身迈入传送门，亲密的虚空能量将其包裹。陆胜依稀能感觉到自己正在穿过极远的距离，甚至离开了天命大陆。与此同时，提示音在耳边响起，提示2转任务开始，您已进入副本混沌港。提示：当前副本为5世纪副本，请玩家小心。第63章，精神伤害1于3池。提示：已获得副本道具碧水珠。提示：任务完成后道具收回。提示音在耳边响起，陆胜抬头看向前方的场景，眼前是一片港湾，
不过海水的颜色确实极为浑浊的黑色，隔不远就能看到数个漩涡，其中还有许多枯骨在旋转，看起来极为瘆人。这就是混沌港吗？陆胜感叹，而后打开背包，看向刚刚发放的任务道具：碧水珠，等级 LV45，品阶神级。道具效果：佩戴碧水珠进入水域，自身周围形成一道屏障，隔绝水魔且不会被打破，但不能抵挡伤害。既然发放了这件任务道具，那应该就是让我进入水中了。陆胜猜测，将碧水珠握在手中，一步踏进海水，脚边形成一层薄膜，很快整个人没入水中。此刻的陆胜仿佛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气泡中，与周边的海水隔着一层薄膜，并且随着陆胜行走，摆出动作，气泡也随着变形，完全不用担心被戳破。好了，开始闯关。陆胜长出一口气，放开速度，只见海底一道漆黑身影快速穿梭，搅动着海水，波涛汹涌。混沌食人鱼，等级 LV50，品阶铂金级，血量80000-80000，攻击2500至2510，防御1025，技能吞噬、撕咬、水泡。介绍：体内蕴有混沌之力的食人鱼能吞下无尽食物。噗噗噗！刚一见面，那些食人鱼便率先动手，狰狞的大嘴先是收缩，而后喷出一道水流，密密麻麻的水流袭来，速度极快，并且是全方面覆盖，不能躲避。如果普通玩家在这，肯定要被这一道道水流打成筛子。但此刻陆胜看着逐渐逼近的水流，却是丝毫不慌。法杖挥舞，一抹虚空之力扩散开来，而后化作宛如黑洞的巨大波动，将周围的海水都搅动起来。那些水流碰上虚空之力，就像只碰到了火，顿时消失不见。而后陆胜再次挥舞法杖，这次虚空之力爆开的地点是食人鱼所处的位置：-170120，-190726，-217382。一长串的红字冒出。装备了死亡之心的陆胜，现在每击杀一名敌人，下一击的伤害就会提升。然而在虚空之力中，每秒都有食人鱼死亡。只见伤害持续攀升，很快便翻倍，直到最后，虚空之力每秒都能造成30万的伤害，远远超出了食人鱼的血量上限。几乎是瞬间，海量的食人鱼便被秒杀。提示：您越级击杀混沌食人鱼，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您越级击杀混沌食人鱼，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您已到达转职等级上限，经验值存入经验池。与此同时，陆胜已经迈步上前，开始拾取战利品。提示：您拾取到金币1827。提示：您拾取到金币852。提示：您拾取到铂金级装备鱼刺耳环，已发放至背包中。提示：您拾取到铂金级装备鱼刺手环，已发放至背包中。提示：您拾取到铂金级装备鱼刺戒指，已发放至背包中。居然捡到了一个套装！陆胜微微挑眉，有些惊喜。打开背包，一套造型颇为复古的装备便出现在视线中。鱼刺耳环，等级 LV45，品阶铂金级，智力+135，体质+270。装备特殊效果：一、施法速度正20%；二、对敌人造成伤害时，都有20%的几率召唤出混沌食人鱼协助玩家进攻。鱼刺手环，等级 LV45，品阶铂金级，智力+100，体质+250。装备特殊效果：一、施法速度正10%；二、对敌人造成伤害时，有20%的几率召唤地刺，地面冒出鱼刺，对敌人造成物理伤害。鱼刺戒指，等级 LV45，品阶铂金级，智力+140，体质+230。装备特殊效果：一、法术穿透正20%；二、对敌人造成伤害时，有35%几率召唤出鱼骨剑穿刺敌人，对敌人造成物理伤害。套装效果：一、全属性+80；二、消耗1000魔力值，主动召唤出混沌海鲸攻击敌人。看着眼前的装备，陆胜愣了一下。好家伙，每个技能都有鱼的特效，一鱼三吃啊，有点意思。关闭背包，陆胜继续朝着前面走去。越往前走，陆胜便感觉到周围的混沌波动愈发浓郁，并且漩涡也是越来越密集。BOSS 应该就在前面，陆胜想着，继续朝前走去。就在这时，一股急速的水流朝着这边射来，速度极快，并且角度十分刁钻。陆胜抬手，虚空之力将自己笼罩，水流融入虚空中，消失不见。顺着水流射来的方向看去，只见一条生着双腿、造型古怪的巨型鱼不断喷射水流。混沌怪鱼精英，等级
LV50，品阶铂金级，血量1400001400000，攻击防御技能水流喷射飞踢。介绍：受到混沌影响，变异的怪鱼双腿强壮有力。看着眼前的怪物，陆胜一阵无语。鱼会飞踢，并且这条鱼长相极为丑陋，巨大的鱼脸上好像癞蛤蟆，满是脓包，身上更是凹凸不平，哪怕是陆胜这样爱吃鱼的见了都没有丝毫胃口。去死吧！虚空之力爆发，瞬间将那条怪鱼包裹起来，瞬间将其血条清空。紧跟着怪鱼发出一声惨叫，那声音好像一个80岁老家子开便生气，听得陆胜一阵脸黑，又砸了几个虚空之力，加快了怪鱼尸体消散的速度，心里这才好受了些。提示：你越级击杀精英怪混沌怪鱼，获得经验值7万。提示：你已到达转职等级上限，经验值存入经验池。听着耳边的提示音，陆胜叹了口气。进入天命这么久，从没怪物能对他造成伤害，这个怪鱼是第一个，而且还是精神伤害，以后再也不想吃鱼了。吐槽一句，陆胜上前拾取物品，却发现这怪物不仅长得丑，爆率也是出奇的低。堂堂精英怪竟然只爆出了一堆金币，真是死有余辜。陆胜一刻也不想多待，快速朝前方赶路，直到面前出现一片巨大的黑影。提示： BOSS 已出现，请玩家小心。第64章五行任务开始猎杀。巨大的黑影出现，与此同时，陆胜耳边提示音响起，眼前的就是 BOSS， 只要击杀 BOSS 就能通关。探查术一闪，陆胜眼前出现面板，混沌墨晶，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血量1900001900000，攻击7500-7600，防御2250，技能冲撞吞噬超级繁殖。介绍：黑海中的王者，食量恐怖。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毫不犹豫就要释放技能。就在这时，他看到墨晶的身体快速鼓掌，下一秒，身体后方出现无数黑影。混沌墨晶幼崽，等级 LV30， 品阶铂金级，血量90000-90000，攻击2259-2300，防御1072，技能吞噬冲撞。介绍：混沌墨晶幼年状态，生长时间极长。看着迎面来的黑影，陆胜眉头一挑，一个计划在心中浮现。虚空之力，刹那间，一股虚空之力扩散开来，瞬间将那些体型较小的墨晶包裹。-178290， -190281， -219281，一连串红字冒出，紧跟着提示音响起。提示：您击杀了混沌墨晶幼崽，获得经验值18000。提示：您击杀了混沌墨晶幼崽，获得经验值18000。提示：您当前等级已达转职上限，获得经验值暂时存入经验池。虚空之力在陆胜的控制下极为内敛，墨晶幼崽全部被击杀，而 BOSS 却没受到丝毫伤害。看到自己的子嗣被杀光，墨晶暴怒，巨大的尾巴甩动，以极快的速度朝着陆胜冲撞过来。出来吧！就在这时，一道红光闪过，紧跟着一道身高超过100米的巨人出现。巨人之王，恐怖的高温顿时将周围的海水蒸发，形成一道无水领域。头颅也浮在水面，保持呼吸。巨大的墨晶躲闪不及，撞在巨人身上，轰的一声，巨人被撞了个趔趄。墨晶更是皮肤被烫伤大块，发出一声痛苦嚎叫。动手吧！陆胜示意。巨人之王站稳身形，伸出高温的大手朝着墨晶抓去，只一下就将其抱住。滋啦滋啦的声音传出，墨晶持续被烫伤，冲撞施展不出来。面对比自己体型还大的巨人之王，吞噬更是不能奏效。痛苦之下，他的身后再次冒出一片黑影。终于来了！陆胜嘿嘿一笑，再次挥舞法杖。虚空之力。提示：您击杀了混沌墨晶幼崽，获得经验值18000。提示：您击杀了混沌墨晶幼崽，获得经验值18000。提示：您当前等级已达转职上限，获得经验值暂时存入经验池。提示音响起，墨晶幼崽再次被秒杀。虽然每只幼崽只能给陆胜提供不到2万的经验值，但累积起来却是一个恐怖的字数。被困住的墨晶不断发动超级繁殖，陆胜也不厌其烦地收获经验。提示音在耳边响个不停，直到最后，陆胜都不知道自己收获了多少经验。嗡！墨晶发出一声痛苦嚎叫，想要再次从体内释放出幼崽，却发现这么多年的存量已经被眼前这个男人消耗一空，这就没了。陆胜看了一眼巨人怀中，
干瘪的墨金嫌弃地撇了撇嘴，那就只能把你杀了。说着，陆胜施展法术，虚空之力。刹那间，大片的虚空之力扩散开来，将墨金包裹。一连串红字冒出，墨金发出一声解脱的声音，原地消散。提示：您越级击杀铂金级 BOSS 混沌墨金，获得经验值30万。提示：正在对您的副本通关进行评级。提示：玩家受到伤害0，达成完美评价。提示：恭喜您完成任务实力考核。一连串的提示音响起，陆胜也上前查看墨金的掉落物。幼崽的掉落无非就是一些金币，但 BOSS 可是掉落了装备。鱼骨项链，等级 LV45， 品阶铂金级，智力加134，体质加270，装备特殊效果：1. 混沌亲和力正 10%； 2. 在水中战斗对敌人造成的伤害正 10%。 看着眼前的项链，陆胜微微摇了摇头。这条项链属性虽然还算可以，但特殊效果限制还是很多的。混沌元素亲和且不说，单是第2条就极大限制了玩家，只有在水中战斗才能触发，那平时岂不是跟废物装备一样？不过这件装备如果拿去拍卖还是不错的，铂金级装备想必值很多金币。陆胜微微点头，将其收入背包中。副本通关，任务完成，也可以离开了。陆胜自言自语，而后一道白光降临，将其笼罩。下一秒，陆胜消失在了原地。再出现，陆胜已经回到了亚府山脉的山顶，面前还是那位前辈的墓碑。幻化成传送门的虚空之力逐渐凝实，变成了前辈的样子。没想到你这么快就通关了，看来你的实力已经达到了2转的资格。不过，你还要接受接下来的考验。声音一顿，紧跟着提示音响起。提示：2转任务已更新。紧跟着一道面板出现在陆胜眼前，破解5行，2转任务2/3。任务简介：收集金、木、水、火、土5枚王者核心，合成虚空核心。任务进度：1. 获得金王者核心01 2. 获得木王者核心01 3. 获得水王者核心01 4. 获得火王者核心01 5. 获得土王者核心01 6. 合成虚空核心01。任务完成奖励：1. 开启后续任务，任务失败惩罚1 2转任务失败，等待任务再次开启。看着眼前的任务面板，陆胜反应过来，这其实是一个提升熟练度的任务。5行 BOSS 实力强劲，并且攻击方式各有特色，想要将其全部击败，就得拥有极高的熟练度，否则一个不慎都会被反噬。而且最让人痛苦的是，这5枚核心的位置需要自己探索。不过关于这条信息，前世早有人总结出来，我只要依次传送过去，击杀 BOSS 就能毫无压力地完成任务。陆胜微微一笑，掏出传送玉，传送素泥矿山。第65章精英铜精英怪出现。提示：您抵达副本素泥矿山。提示：当前副本为50级副本，请玩家小心。提示音响起，陆胜眼前的景象也逐渐清晰，空气中弥漫着铁腥味，四周是连绵无际的矿山。陆胜抬手，明显能感觉到游离在空气中的金元素，这里金元素这么浓密，金之核心想必就在不远处。说着，陆胜便朝前走去。咯！忽然身边响起一阵轻响，紧跟着一股无比锋芒的气息快速逼近。虚空穿梭，陆胜没有犹豫，立刻发动技能。下一秒，陆胜的身影遁入虚空，迅速拉开距离，一直走到一个陆胜认为安全的距离，这才回头。只见一头斑斓猛虎正站在自己刚才的位置，2只大眼正弥漫地看着自己的爪子，似乎在疑惑，为什么眼前的人类消失了？探查术，光芒一闪，陆胜面前浮现一道面板。铜毛狂虎，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血量1000000 1000000，攻击2500至2510，防御1750，技能抓挠撕裂。介绍：生活在素泥矿山的猛虎，体表像金属一样难以穿透，防御力很强。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对这头猛虎的实力有了个大致了解。这头猛虎看起来体型不算太大，因此血量也只是普通标准，但在金元素的影响下，爪子异常锋利，攻击很高。另外，因为体表金属一般的毛发，防御力也是十分离谱。不够这点防御力，连巨人之王和小黑龙的零头都够不上，还是抓紧去死吧。吼！就在这时，铜毛虎也发现了陆胜的位置，当即咆哮一声，挥舞着爪子便冲了上来。它的速度很快，几乎化成了一道光线。哪怕是有所准备，
一般人都难以反应过来。吼！又是一声咆哮，铜毛虎已经来到陆胜面前，血盆大口中满是血腥味，尖锐的爪子更是高高扬起，眼看就要落下。可下一秒，铜毛虎居然颤抖起来。半米多高的小黑龙从陆胜身后缓缓走出，颇为不屑地看了眼瑟瑟发抖的铜毛虎，眼神仿佛在说：“就这。”然后在陆胜的允许下，小黑龙的身体快速扩大，在他的精准控制下，原本应该有将近100米的龙躯，只放大到了10米不到。但虽是如此，铜毛虎的恐惧却没有丝毫的减少。黑王龙抬起头颅看了眼瑟瑟发抖的铜毛虎，然后挥动爪子，砰！负97812，一串红字冒出，铜毛虎顿时被拍飞出去。小黑龙拍动翅膀，紧跟着又补了一爪子，砰！血条彻底清空。提示：您的宠物越级击杀铜毛狂虎，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经验共享，您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由于您达到转职等级上限，当前经验已存入经验池。提示音响起，陆胜抬头看向直流口水的小黑龙，吃吧。得到陆胜的允许，小黑龙当即大快朵颐起来，柔软的肌肉和内脏都被吃掉，很快便只剩下一条虎皮。陆胜也上前拾取物品。提示：您拾取到了金币929。提示：您拾取到了斑斓虎皮1，已发放至背包中。提示：您拾取到了精锐虎骨72，已发放至背包中。提示：铜毛虎没爆出什么好东西，但却留下了一地材料。陆胜自然是不会嫌弃，全部收进了背包中。这些东西都是打造装备的好材料，带回铁匠铺。而后，一人一龙继续前进。铜毛虎是独居动物，很少出现群居的现象。至于 BOSS 的位置，陆胜也只知道在这片矿山之中，具体位置不得而知。想要找到，看来得耗费点时间了。陆胜叹了口气，加快速度。没过多久，面前又出现一只铜毛虎。不用陆胜指挥，小黑龙直接上前，3下5除2就将对方的血条清空，连带着扒皮吃肉，很快就搞定。提示：您的宠物越级击杀铜毛狂虎，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经验共享，您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您的宠物越级击杀铜毛狂虎，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经验共享，您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不知道提示音这是第几次响起。一路上，两人杀了许多铜毛虎，可却是找不到任何 BOSS 的影子。直到现在，小黑龙也吃撑了，仅是解决铜毛虎，然后扒皮，完全没有吃肉的意思。陆胜也懒得耽误时间，抬手便是一发虚空之力，负172982，一长串红字冒出，铜毛虎的血量迅速被清空。提示音照常响起。就在陆胜准备上前拾取材料的时候，提示音忽然一变。提示：您在短时间击杀大量铜毛狂虎，已经激怒精英怪银毛猛虎和 BOSS 金皮狂虎，请迅速离开。提示：您在短时间击杀大量铜毛狂虎，已经激怒精英怪银毛猛虎和 BOSS 金皮狂虎，请迅速离开。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在矿山之间迅速蔓延。终于来了，陆胜眼前一亮 ，BOSS 自己找上门来，就能省下自己许多时间。至于离开，他想都没想过。BOSS 的追击对他来说不仅不是危险，反而还是方便。主动出击，陆胜也不等着 BOSS 找上门来，直接迈步向前走去。地面微微震颤，陆胜能感觉到一个大型巨虎正在朝着这边逼近。不，或许是2个。陆胜抬头，视线中出现一道身影，宛如鬼魅一般，快速朝着这边逼近，并且这道身影相比铜毛狂虎，足足要打上几倍。陆胜毫不犹豫，立刻施展探查术。银毛猛虎，精英，等级 LV50，品阶铂金级，血量15000015000，攻击5500-5600，防御4017，技能前行撕咬银更斩。介绍：素泥矿山中的精英怪，实力强大，喜欢独居。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有些失望，来的不是 BOSS， 而是精英怪。算了，把你解决掉， BOSS 来的或许还能快些。陆胜抬手就要施法，可就在这时，他忽然看到了2道闪烁着的银光，宛如旋转的月牙一般，朝着他快速逼近。第66章完美通关，5行宝箱。2道银色月牙速度极快，旋转着朝陆胜射来，锋锐无匹，沿途擦过矿山，打出了一条条极深的沟壑。若是被打中，怕是要被拦腰斩断。而陆胜面对这2道攻击，却是不屑地撇了撇嘴。现等级的怪物对他来说没有丝毫压力。缓缓抬手，一抹虚空之力乍现，瞬间爆开。那2抹银色月牙撞在虚空之力上，顿时被吸收，获得充能的虚空之力范围再长1分。
瞬间将精英怪包裹。-170291，-172812，两串红字标出。原本来势汹汹的银毛猛虎血条瞬间消失。提示：您越级击杀银毛猛虎，获得经验值15万。提示：经验共享，您的宠物黑王龙获得经验值15万。提示：经验共享，您的宠物巨人之王获得经验值15万。提示音响起，逐渐消散的银毛猛虎身体冒出3团白光，分别进入了陆胜、黑王龙以及巨人之王的身体。两位宠物的经验条都明显涨了一截，陆胜的则是被储存在了经验池当中。照着这样攒下去，等到完成2转，升个10级不是问题。陆胜想着，迈步上前拾取物品，依旧是一堆金币，还有一堆材料。吼！就在这时，一声巨大的咆哮响起。只见矿山深处，一条体型巨大、宛如大象的金色猛虎朝着这边袭来。而看到对方的一瞬间，陆胜嘴角也浮现了一抹微笑。终于来了！探查术，光芒闪过，怪物的面板出现在眼前。金皮狂虎 BOSS， 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血量300000 300000，攻击7902-8000，防御6732，技能前行撕咬更金斩血脉激发。介绍：素泥矿山中的 BOSS， 实力强大，喜欢独居，也有号令种族的能力。伴随着咆哮声响起，陆胜还感觉到了来自其他方向的震动。扭头看去，只见一道道铜毛猛虎正在快速朝着这边袭来。吼！就在这时，又是一道咆哮声响起，紧跟着那些铜毛狂虎都发生了变化，进入血脉状态。只见他们身上原本暗淡的铜色皮毛，此刻却是发出光芒，体内暴涨，皮毛炸起，就好像一只只体型巨大的刺猬。同时陆胜还注意到，他们的双目已然血红，显然是失去了理智。在这种情况下，小黑龙对他们的血脉压制都减弱了不少，都朝着陆胜杀来。而面对这种场景，陆胜依旧淡定，法杖挥动，虚空之力再次出现。-179,201， -19,0281， -21,0238，虚空之力爆发，每秒便能斩杀一名铜毛虎，陆胜的伤害便能再上涨1分。刹那间，横尸遍野。那些血脉激发的铜毛虎原本应该无比强大，但此刻在陆胜手中却像是玩具一样。BOSS 站在远处看着这一幕，不断咆哮，尝试再次增强铜毛虎们的实力。但随着刚才一波积累，陆胜的伤害已经到达了一个十分恐怖的数字，再怎么增强都不能在虚空之力的领域中撑下1秒。提示：您越级击杀铜毛狂虎，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经验共享，您的宠物黑王龙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经验共享，您的宠物巨人之王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由于您的等级已达转职上限。提示如同疯了一般，在陆胜耳边不断响起。反观陆胜却是面无表情，随手一个技能就能湮灭大片的铜毛虎。眼看着自己的子嗣就要被陆胜杀光， BOSS 金皮虎终于坐不住了，咆哮一声，迈动着4只爪子就朝着陆胜杀来。此刻陆胜刚刚清理完最后几只铜毛虎，听到咆哮声音，转头望去，然后挥动法杖，虚空之力，刹那间无比雄厚的虚空炸开，相比他之前每次的释放都要强大许多。-1083643，金皮虎刚刚迈进虚空之力的领域，顿时他的头顶上就冒出一大串红字，足足100万伤害，只有30万的血量瞬间被清空。到死他都不知道，如果不是他召唤子嗣过来为陆胜叠加伤害，最起码他还能在陆胜的攻击下撑个2秒。提示：您越级击杀 BOSS 金皮狂虎，获得经验值30万。提示：经验值共享。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已升至 LV45。提示：您的宠物巨人之王已升至 LV37。又是2道提示音响起，2头宠物皆都升级，而陆胜的经验值依旧被存进了经验池中。不过陆胜并没感觉有什么不对，等到2转完成，这些经验都是自己的，而且是一大波经验。哪个游戏玩家能拒绝这种突然大幅提升的诱惑？一边想着，陆胜一边朝前迈去。只见金皮虎王的掉落物，那一堆金币中正有一块金黄色的石头在闪闪发光。提示：您拾取到金币12921。提示：您拾取到金之核心，已发放至背包中。提示：您拾取到铂金级装备金虎护符，已发放至背包中。陆胜打开背包，一眼就看到了那块金色的石头。金之核心，道具介绍：蕴含金之元素的核心似乎有什么奇妙的作用。就是这个。陆胜咧嘴一笑，将其收入背包中，而后看向另外的一件装备，金虎护符，等级
LV45，品阶铂金级，智力加109，体质加109，敏捷加109，力量加109。装备特殊效果：一、法术穿透正10%；二、施法速度正10%。扫了一眼这件装备的面板，陆胜毫不犹豫将其穿戴上。这件装备是极为稀有的全属性加成，并且2个特殊效果还极为契合法师职业，没有不穿戴的理由。最重要的是，护符装备是穿戴在腰上，陆胜这里可是一直空着，不如利用起来。穿戴好装备，陆胜的4维属性再次上涨。紧跟着，世界公告再次响起。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曙光主城玩家君临首次通关副本素泥矿山，奖励金币10万，声望值1万，铂金级5行宝箱1。第67章5行装备，村长来了。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曙光主城玩家君临首次通关副本素泥矿山，奖励金币10万，声望值1万，铂金级5行宝箱1。世界公告，世界公告，世界公告再次响起，一连3遍。听到这次的世界公告，所有玩家都已经麻了。毕竟属于陆胜的世界公告实在是太多了，就好像世界公告是为他而生一样。我无语了，什么时候能轮到我上一次世界公告？我的心里只有羡慕、嫉妒，还有不好意思，我不配恨君临大佬。素泥矿场，那是什么地方？5行宝箱听起来就很炫酷，不知道那是什么。君临大佬铂金装备应该很多了吧？不知道这个宝箱会不会拿出来卖？就在所有人羡慕、嫉妒、恨的时候，陆胜也听到了世界公告，果断打开背包。除了多出来的金币，陆胜第一眼就看向了那个冒着金色光泽的宝箱。铂金级5行宝箱，等级 LV45，品阶铂金级。道具介绍：开启后可获得铂金级5行装备1。5行装备，陆胜眼前放光，这5行装备他可是听说过，不仅听说过，而且还见过。上一世一位大佬仅仅获得了一件契合自身魔法属性的5行装备，实力一下基于人类顶尖实力。提示：是否开启？开启。陆胜毫不犹豫，声音落下，宝箱立刻敞开一条缝，紧跟着无比浓郁的金元素气息喷薄而出。与此同时，提示音再次响起，提示：开启成功。提示：恭喜玩家获得金之护肩，已发放至背包中。金之护肩，等级 LV50，品阶铂金级，智力、体质。装备特殊效果：一、对敌人造成时自动触发庚金之刃，对敌人造成金元素攻击。二、受到来自敌人的伤害时，使用者周身会形成一道由金元素组成的保护罩，可以抵挡1次伤害，伤害数值不限。看着眼前的装备，陆胜心情激动，果然是5行装备。且不说这已经有些超出标准的属性，光是这2样特殊效果，若是放到大陆上，怕是会让所有玩家抢破了头。第一条对陆胜来说无比契合，只要对敌人造成伤害，就能触发庚金之刃对敌人进行攻击。那他这种大范围持续伤害，岂不就是可以一直触发？试想一下，一记虚空之力下去，不但有超高的伤害消磨对手血量，还有翻飞的庚金之刃。且不说伤害如何，光是视觉效果就很炸裂。金元素应该是5行元素中杀伐最为果断的，伤害可想而知。陆胜自言自语，同时在心中已经对这条特殊效果有了概念。其次便是第2条特殊效果，能够阻挡1次伤害。这就意味着在双方对垒的时候，陆胜就有更多的时间酝酿杀招。到了中后期，一丝一毫的差距都可能导致胜败不同。这件装备有多逆天可想而知。不过最离谱的还是这件装备的特殊效果呀！陆胜视线下移，5行效果1/5， 5行合一，虚空元素伤害正100%。看来集齐这5件装备，还能将我虚空元素的伤害提升1倍。看来要抓紧了。陆胜想着，又打开了任务面板，破解5行，2转任务2/3。任务简介：收集金、木、水、火、土5枚王者核心，合成虚空核心。任务进度：一、获得金王者核心1 2、获得木王者核心0 1、3、获得水王者核心0 1、4、获得火王者核心0 1、5、获得土王者核心0 1、6、合成虚空核心0 1。任务完成奖励：一、开启后续任务，任务失败惩罚1、2转任务失败，等待任务再次开启。如今金之核心已经到手，接下来就该是木之核心了。陆胜收拾完战利品，再次从背包中掏出传送玉，确定好目的地，刚打算传送，
忽然，一道声音在脑海中响起。陆胜忽然扭头看向神域主城的位置，新手村村长回来了，回来的这么快啊！陆胜最近忙着升级，都没想到怎样利用他老人家的身份牌做事。不过现在估计是要还回去了。陆胜苦笑，召唤出小黑龙。司徒村长来了，他总是要去看看的。踏上黑龙背，瞬间消失在原地。莉莉丝，那小伙子真有你说的那么神？法师协会中，司徒坐在往常莉莉丝的位置，翘着二郎腿，一脸疑惑。莉莉丝则是站在一旁，撇了撇嘴。之前是您给他写了推荐信，还把自己的身份牌给了他，现在又怀疑自己的眼光了？那倒不是。司徒摇了摇头，我能看出来那小子并非池中之物，但却也没想到他能像你口中说的那么厉害。的确，最起码自由进出放逐之地就是他没想到的。最初的时候，四大主城还未对立，我与当年的四大主城城主联手打造了放逐之地，关押那些不守规矩的犯人。虽然这么多年过去，那三个老家伙都不知道去了哪，但放逐之地的结界也不该衰弱成这样才对。莫非那小伙子得到了什么奇遇？司徒说着，抬头看向莉莉丝求证，后者则是思考了一会。要说奇遇，那还真不少，起码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但回想他那时候的表情，仿佛我眼中的奇遇只是一些再普通不过的事情。至于怎么回事，您等他到了再看吧。见莉莉丝说不明白，司徒也不再多问，只好点点头。也是，刚刚我与他传了音，估计今天下午就能赶到了。如果能找到传送阵，估计能快些。正说着，司徒的声音忽然停住。怎么了？莉莉丝扭头看向自家师傅。别吵！司徒抬手打断，仔细感受空气中的魔力波动，紧跟着脚下亮起魔法阵，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原地。第68章见面司徒，接受任务。司徒的身影骤然出现，一圈湛蓝色的法阵将他拖在神域主城上空。这股气息，司徒皱眉，眼前再次浮现各自一道魔法阵，视线骤然被拉远。刚一看清气息的来源，司徒就看到一个巨大的黑影正朝着这边袭来。果然是黑王龙，这片大陆竟然还有黑王龙存在。司徒眉头紧皱，如临大敌。当初四大主城建立，龙族想要坐享其成，曾有一位黑王龙降临。那一日，天地大变，司徒连同其他三大城主竭尽全力才勉强将其驱逐。可现在那三个老家伙都消失不见，我更是年老，又怎么对抗黑王龙？叹了口气，司徒认命了。恐怕这就是神域主城的命运吧。虽是这样说，但司徒还是准备调动法师协会全部兵力，哪怕只能抵挡对方一刻，能将主城的民众转移出去也是好的。可就在这时，他忽然在那道巨大黑影背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这是君临。司徒瞪大眼睛，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就见那道巨大的黑影来到面前。村长，好久不见。陆胜站在小黑龙背上，对着不远处浮空的司徒微微一笑。的确是好久不见，我都有些认不得你了。司徒反应过来，笑了笑说道，在这里说话不太好，不如去协会中。当然可以。两人落下，陆胜先让小黑龙变成幼年的样子，然后跟着一起来到协会顶层。你这是？司徒指着跟在陆胜身后朝他呲了呲牙的小黑龙，疑惑问道。陆胜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将小黑龙的身世说出。你是说这头黑王龙是你的宠物？没错。陆胜点头。司徒一时语结，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看来我的确该退休了。看到陆胜不想说谎的样子，司徒心中可谓是波涛汹涌。能将黑王龙收为宠物，简直就是古往今来第一人。哪怕当年他们四大城主也只能勉强将黑王龙驱逐。眼下陆胜身后的黑王龙虽然只是青年期，但的确是货真价实的龙族王者。日后要是成长起来，司徒心中想着，不由上下打量了一番陆胜。以后这个年轻人身后最少会有一头龙族王者撑腰。司徒忽然开口问道，听说你还建立了一个主城？陆胜微笑，是，名为曙光主城。司徒点头，曙光主城，好名字。转而看着陆胜，认真道，先前我就觉得你不一般，但没想到你竟然能建立出一座远超四大主城的主城，着实有点超乎我所料。陆胜自然是客气一番，两人又聊了些有的没的。陆胜开口问道，不知村长想要见我，可是有什么事？司徒苦涩的笑了笑，你猜对了，我确实有求于你。不必这么说。陆胜摆摆手，村长有什么话就直说，我定然尽力。那好吧。司徒沉吟一下，开口说道，法师协会最近有几个资质还算不错的新人，本来应该是我和莉莉丝去带，结果传来黑暗阵营作祟的消息，我们两个抽不出身，想让你代劳。可现在你这么强，
让你去带新人，着实有点大材小用啊。不知村长想让我带那些新人去何方历练？陆胜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开口问道。纳亚西森林。司徒如实道来。听到这个回答，陆胜挑了挑眉。这要求，在他的记忆中，木之核心所在的位置正是纳亚西森林。与其自己前往，不如接上任务，再加1分收获。这件事就交给我吧。与此同时，提示音响起。攻略纳亚西森林。任务简介：带领法师协会的新人通关纳亚西森林。任务进度：1. 抵达纳亚西森林01 2. 解决 BOSS 01 3. 全员无伤。任务完成奖励：1. 法师协会副会长身份；2. 莉莉丝好感加50； 3. 司徒好感度加50。任务失败惩罚：1-5。就在陆胜答应的瞬间，一道任务面板浮现在眼前，看起来还是很简单的。陆胜心中想着，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奖励部分，除了好感度，竟然还会有副会长身份。有了这个身份，之后行事应该会比扯虎皮更加方便。然后陆胜又问道：何时能出发？司徒二话不说，立刻传音让那几人上来。没过多久，房间的大门再次打开，从外面走进来一对法师。会长，这些人见到莉莉丝和司徒，第一时间行礼，而后才是陆胜。君临城主。陆胜摆摆手，而后看向司徒。司徒也不废话，直接将陆胜带他们历练的消息说了出来。君临城主带我们历练。一名红发少女有些意外，但眼神中更多的是不愿。在她心中，最强的法师当属2位会长，本以为能跟在会长身边偷偷学个一招半式，没想到即将出发却换了人选。莉莉丝冷声道：雅西娜，你有什么意见吗？红发少女连忙低头，不敢。莉莉丝又扭头看向另外几人，你们几个呢？几人更是连忙低头。既然都没什么意见，那就出发吧。莉莉丝一挥手，替众人做下决定。司徒也是毫不客气，与陆胜道别后，直接催动传送法阵离开了这里。你们几个都跟我走吧。陆胜瞥了他们一眼，转身朝着法师协会外走去。来到院子里，陆胜直接让小黑龙变大，站上龙背，然后朝众人示意。纳亚西森林太远，我们乘龙过去。看着眼前狰狞的巨龙，几名少女有些害怕。最后还是那个红发少女雅西娜主动上前，而后催促几人，这才迈了上去。好了，我们走吧。陆胜催促一声，而后小黑龙才拍动翅膀，快速起飞。翼龙几人翱翔在高空，速度极快。陆胜站在最前面，面色平淡。反观几位少女却是脸色苍白，她们还没有能力飞行，也没如此快速飞行过，更何况还有小黑龙无意散出的血脉压制，更是让他们脸色苍白，忍不住跪倒在龙背上。就连一向强硬的雅西娜都忍不住说道：君临城主，能不能飞慢点？第69章分岔路，陷入包围。陆胜扭头看了看他，见对方跪坐在小黑龙背上，脸色苍白，一脸的难堪。坚持一下，一会儿就到了。陆胜没有让小黑龙放缓速度，甚至感觉到还在隐隐加快的速度。几个女生脸色顿时更加惨白，凑得近的更是直接抱成一团。陆胜可没有怜香惜玉的心思，此刻他的心中只想快点到达目的地，拿到木之核心。吼！随着一声龙吟传出，巨大的黑王龙轰然落下。等到停稳，几个少女这才长出一口气，梨花带雨的互相搀扶走下龙背。等回去的时候，我哪怕走着也不要成龙了。一名浅蓝色头发、身穿一条有点类似洛丽塔裙子的少女抹着眼泪说道：我也是，这简直都不是人做的。另外一名一身粉色的法师应和，其余几个人也都在小声抱怨。站在人群中的雅西娜此刻则是死死盯着龙背上的背影，竟然让我出丑。此刻他心中下定决心，待会进入森林，一定要让这位君临城主好好见识一下自己的实力。好了，我们进去吧。陆胜跳下龙背，将小黑龙收入宠兽空间。虽说他的目的很明确，但也是答应了司徒村长要带这群人历练。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出手的。几人也是调整好心态，眼前的森林里可都是真实的怪物，真要是装上，出手绝对毫不留情，甚至一个疏忽就可能导致自己命丧当场。这个法师协会中的练习用人偶可是完全不一样。想到这里，几个人更是攥紧了手中的法杖，跟上一脸云淡风轻的陆胜，快速进入了森林中。提示：您抵达纳亚西森林。提示：当前为50级副本，请玩家小心。提示音在耳边响起，陆胜却毫不在乎，只因为这个副本他在前世也曾闯过，对这里的构造简直熟悉的不能再熟悉。
以至于怪物一般在哪个地方活动，还有陷阱，陆胜都一清二楚。很快，一群人便到了一个分岔口，看着被浓密灌木丛分割出来的两条路，陆胜稍微回忆了一下，便指着右边这条路说道：“我们走这边。”在前世闯关的记忆中，左边那条路极其危险，不仅怪物数量是右边的几倍，精英怪也有足足3个。右边怪物少，甚至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能直接到达 BOSS 的所在地。而听到陆胜的建议，其余几人也是没多想，便跟着陆胜走去。可还没走2步，雅西娜的身影忽然出现在他们身前。我们不能走那边。看着一脸严肃的雅西娜，众人懵逼。陆胜也是被挑起了兴趣，好笑地问他：“为什么？”“因为右边这条路有危险。”雅西娜说着，从夹缝中掏出一个罗盘状的东西，魔力催动，波动缓缓散出，紧跟着在罗盘表面凝聚出一道箭头，指向左边的方向。“你们看，魔力罗盘表示最安全的路是在左边。”“陆胜，你从哪掏出来这么大个罗盘？”“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是从哪找来的伪劣产品。左边那条路明明要凶险几倍，却说它安全。”不过雅西娜却没给他质疑的时间，赛回罗盘便大步朝着左边的路走去。其余几个人显示看了看陆胜，又看了看雅西娜，短暂犹豫之后，还是跟了上去。见几人就这么离开，陆胜无奈地笑了笑。为了法师协会副会长的身份，看来只能跟他们一起走了。陆胜苦笑，而后跟了上去。一边走着，陆胜一边观察周围的环境，和前世没什么两样。眼前的景象逐渐与记忆重合，而后陆胜看向前方。此时雅西娜带着众人已经来到森林深处，看着几人处在的位置，陆胜微微一笑，马上就要有好戏看了。声音刚落下，就听几道尖叫传来。只见雅西娜几人面前忽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树妖，几人意识到了危险，连连后退。同时雅西娜还在指挥，快撑起屏障。而看着眼前这一幕的陆胜，不仅不想动手帮忙，甚至还想来点花生瓜子爆米花。先看看他们的实力吧，我若现在插手，就起不到历练的作用了。陆胜虽是这么说着，眼前还是闪过一道白光。探查术，冤魂树精，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血量30000-30000，攻击1500至1510，防御450，技能树枝穿刺根系地刺。介绍：击杀无数的树精，被死者的冤魂所感染。扫了一眼树精的属性，陆胜放下心来。这树精在铂金级怪物中简直是基础到不能再基础的怪物了，别说是他，就连小黑龙刚出生的时候都能稳稳压制这个树精。快挡住！就在这时，一道尖叫传来。陆胜抬头看去，只见那名浅蓝色头发的少女挥动法杖，在众人面前撑起一层薄薄的屏障。紧跟着雅西娜几人开始酝酿法术。与此同时，树精已经初步具备的智慧，自然不会在那里乖乖等着他们搓大招。树枝穿刺！只见树精身体一抖，一根粗壮无比的树枝猛地射出，瞬间碰撞到屏障上，发出咔嚓一声脆响。树枝炸开，屏障也出现道道裂痕，幸好挡住了。就在几人庆幸的时候，只听呼呼的破风声响起，抬头一看，一根更为粗壮的树枝射来。浅蓝发色少女连忙催动魔力修补屏障，但树枝来得太快，且上次留下的裂痕实在是太多了。咔嚓一声，屏障碎裂开来。金刃术！一名金发少女反应过来，连忙催动法杖，刹那间接连几道月牙般的金刃迸发出去，瞬间将树枝4分5裂，爆裂开来。好了！雅西娜咬牙低吼，终于成型的火元素迸发而出，直奔树精。另外一名风系法师更是努力催动手中的法术，道道锋刃射去。-2901，火球撞在树精身上，顿时冒出一串数字，伤害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很低，但却把树精点燃了。紧跟着锋刃降临，又是一连串的数字，两人合击足足打了上万血。元素合击技吗？有点意思。陆胜暴毙看着眼前的场景，只见锋刃落下的同时，附着在树精身上的火焰快速燃烧，伤害瞬间达到上千每秒。几人也不敢拖大，各种小技能补了上去。最终在漫天法术的轰炸下，树精终于倒下。太棒了！浅蓝色法师眼神中闪烁着欣喜，正要连同几人上前拾取掉落物，忽然听到周围响起一阵细细簌簌树枝断裂的声音。扭头看去，浅蓝色法师顿时大惊失色，只见周围的树木似乎被他们刚才的战斗惊醒，竟然一个个都站了起来。第70章，陆胜出手遁地精英怪。这里竟然这么多树精！浅蓝发色少女大惊失色，脸色苍白。一个树精对他们来说就如此难对付，
可看着周围最少也有数十个树精，这该如何对付？只能是死路一条。想到这里，他当即就想逃跑，可四下看去，却发现四周全都是树精，早已将他们包围。这下完了，完全没有退路了。难道我今天就要死在这里？我刚刚走出法师协会，还没见识到外面的大好世界，不想就这么死了呀！众女哀嚎，就连红发少女雅西娜此刻也是脸色苍白，早已没了之前的得意。雅西娜，你不是说这条路十分安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树精？一名少女质问。雅西娜一时语结，思考了半天才结结巴巴道：罗盘的确是这样指示的，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条路相对于刚才那条来说，已经是十分安全的了？虽然这里树精很多，但我们依旧可以尝试突围。雅西娜很快反应过来，规划着接下来的作战。只要能短暂拦住树精的攻击，我和普梦使用法术烧出一条路来，未必不能逃跑。所以接下来就靠你了。听着雅西娜的话，浅蓝发色少女吓得腿软，方才一个树精都让她有些顶不住，眼下可是有10多个树精，拿什么顶啊？可不容她分说，周围几人就开始酝酿法术。好吧，看这架势，她也不好放弃，只能硬着头皮撑起屏障。下一秒，咻咻咻，接连几道树枝射来，浅蓝色少女脸色大变，疯狂催动自己的魔力。但在面对树精的攻击下，这点防御根本不成样子，几乎是刚刚接触到，屏障就碎裂开来。不好！几人法术还没成型，眼睁睁看着射来的树枝，顿时脸色大变。更有甚者分神，手中的法术直接溃散开来。完了，这下是真完了！如果是会长在这里，我们就不用死了吧？死在这里，简直愧对会长这么多年以来的栽培。雅西娜心中诸多心思闪过，可是到如今似乎也之后认命了。于是她闭上眼睛，祈祷等待树枝刺穿自己的时候不会太过痛苦。吼！就在这时，一声龙吟响起，雅西娜猛地睁开眼睛，只见一道巨大的黑影已经飞到他们上空，黑龙背上还有那道熟悉的身影。君临城主！浅蓝发色少女反应过来，立刻求救。其余几人也醒过神来，立刻张开手臂，大声呼救。反观那些树精，随着小黑龙那道龙吟响起，巨大的龙威顿时将他们震慑住。那些本是要索命的树枝，此刻也是停顿在空中，不住的颤抖。熔浆烈焰！就在这时，小黑龙张开满是獠牙的大嘴，猛地喷出一口火焰，火焰落在树木丛中，爆炸开来。紧跟着一道道红字冒出：-67372，-72618，-70271。属性克制，对伤害的加成极高。先前雅西娜的技能伤害基础太小，以至于看不出提升，但轮到黑龙王，数万的伤害。陆胜站在龙背上，看着眼前的一幕，只见熔浆烈焰爆开，溅射在那些树精身上，顿时燃烧起来。处在爆炸中心的树精直接被清空了血条，哪怕站在范围外的，也大部分被点燃了身体。没过多久就被榨干了血条。提示：您的宠物黑龙王越级击杀冤魂树精，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经验共享，您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提示音接连响起，一道道乳白色的经验值从树精的残骸中冒出，分成2份，一份进入了小黑龙体内，另一份则是被储存在了陆胜的经验池中。而后陆胜从黑龙背上跳下，开始拾取地上的掉落物。提示：您拾取到金币92821。提示：您拾取到材料枯木13，已发放至背包中。提示：您拾取到材料藤蔓25，已发放至背包中。很快，地上的东西便被陆胜拾捡一空，竟然一件装备都没爆出来。陆胜叹息一声，而后从里面分出一份，给，这是你们的。说着，陆胜丢过去一份金币和一份材料。在他出手之前，可是清楚看到了这群法师击杀了一头树精。虽然不知道具体爆出了多少金币和材料，但这些对陆胜来说连9牛1毛都算不上。金币落入雅西娜的怀里，此刻雅西娜看起来十分悲惨。之前的战斗虽然没有要她的命，但伤还是受了一些。只见她身上贴身的红色裙子被爆裂的木茬划出不少破洞，白皙的大腿上更是留下了数道伤口，渗出鲜血。幸好没有危及生命。多谢。雅西娜上前对着陆胜的背影小声说道。陆胜没有回头，一边朝前走着，一边回应：不用谢我，要谢就谢你们会长吧，是他把你们托付给我的。还有，受伤严重的就留在这里休息，或者你们都在这里等着，等我打穿了 BOSS 再来接你们。说这话的同时，陆胜一阵无语，还什么法师协会的新生代，连几个树精都解决不了，也敢叫新生代？陆胜简直无语透了。如果不是有小黑龙第一时间震慑住了那些树精，
说不定还真的死伤1、2个。要是有人死了，我的奖励也就泡汤了。陆胜啧啧一句，继续向前走去。刚才的战斗不仅杀死了大片树精，火势也快速蔓延。但直到一定距离，原本熊熊燃烧的火焰却突然熄灭了。陆胜看着前面火焰烧过的痕迹，以及那片完好无损的森林，心中猜测，能阻挡住火焰，实力肯定要比那些树精强上一些。应该是那3个精英怪出手了。正当他想着的时候，忽然感觉到脚下一阵震动，陆胜猛然跳开，下一秒，一根粗壮的树枝破土而出。我去，搞偷袭！给我把它弄出来！陆胜不能忍，立刻指挥小黑龙动手。吼！一声龙吟，那根树枝顿时止住了回缩的趋势，颤颤巍巍地挺住。小黑龙张开大嘴，一口就咬了上去，而后头颅猛地一甩，一个巨大的树精便被拔地而起。第71章神秘令牌，陆胜出手。我去！几名少女跟在身后，先是看到一根树枝破土而出，要偷袭陆胜。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龙吟。不光是那根树枝，就连他们几个在这股强大的血脉压制面前都有些抬不起头来。然后就看到一颗巨大的树精被那条黑龙直接从土里拔了出来，紧跟着就见那条巨大的黑龙不断用爪子和牙齿将那树精4分5裂。这也太夸张了！淡蓝发色法师心中巨震，这种程度他相信会长也能做到，但这样原始且富有冲击力的战斗场面他还是第一次看见。君临城主既然这么厉害，那还只是君临城主的宠物，如果他亲自出手，不知道会是什么场面。君临城主好像也是法师，不知道能不能在他身上偷学2招。我听说先前君临城主也是住在神域主城的，后来就有了现在的地位，真是传奇啊！几人议论纷纷，讨论着陆胜的真正实力。不过陆胜的注意力却没放在他们身上。按照前世的经验，这里应该有3只精英怪，小黑龙解决了1只，剩下的或许都躲藏在底下。说着，陆胜眼神环视四周，方才惨烈的场面让多在地下的那几个树精放弃了偷袭的心思。不过陆胜可没打算放过他们。很快，陆胜便感觉到了异样。只见前面不远处的位置，那片土地似乎刚刚被翻过，泥土蓬松。就在这里，陆胜伸手示意。下一秒，小黑龙直接冲了出去。吼！一声龙吟，紧跟着陆胜就看到那蓬松的土竟然上下颤抖起来，显然有东西在下面。咔嚓！小黑龙猛地挥舞爪子，穿透地面。下一秒，爪子伸出，只见它的爪子上挂满了许多树精的残骸，紧跟着一串红字冒出：-62717，足足6万伤害，已经完全超过了那头树精的生命值。一爪子下去，树精甚至还倒欠1管血。紧跟着提示音响起，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击杀，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经验共享，您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您当前经验值已达转值上限。提示音响起，同时陆胜还在搜寻最后一头精英怪，同样让他很快找到了下落。就见小黑龙狰狞的大口张开，一口咬下去，连带着土壤，整个树精被连根拔起。-68362，一串红字标出，树精的血量成功见底。这时陆胜也上前拾取掉落。提示：您拾取到金币2918。提示：您拾取到金币2612。提示：您拾取到道具冤魂木牌，已发放至背包中。伴随着耳边的提示音，陆胜打开背包，除却一堆材料之外，里面还有一块满是年轮状花纹的牌子。冤魂木牌，等级 LV45，品阶铂金级，道具效果：将其放入特定位置，可以开启神秘副本冤魂牧场。能开启神秘副本？陆胜微微一愣，而后看向手中的木牌。这时他才发现，那看似好看的花纹，此刻却像是被封印在其中的鬼魂。牧场中应该封印着许多冤魂，如果能将其提取出来，或许可以打造冤魂套装。陆胜脑海中冒出整个套装的名字，只因为这套装备给他的记忆太过于深刻。前世他曾见过穿戴这身装备的玩家，一出手便是无尽冤魂，犹如地狱降临，十分可怖。更别说在城战之中，100万冤魂一出，还没开战，对面的士气便被吓破。如果能将那套装备弄到手，的确能用上好一阵子。陆胜心中有了目标，将木牌收入背包之中。有了木牌，还要找到指定位置。但如果陆胜没猜错的话，那个位置就在 BOSS 的出生地。竟然一口气就解决了3个如此强大的树精。雅西娜目瞪口呆，觉得眼前的一幕太过梦幻。那条黑龙能单杀树精，已经没什么奇怪的。最让他感到匪夷所思的是，陆胜竟然能清楚指出那些树精躲在哪里，而且从没失误。解决完3个，
也没再检查，十分自信的就朝着深处走去，就好像有这个副本的通关秘籍一样。不愧是君临城主，有了君临城主，我们的安全应该有保障了。这里竟然有3个这么强大的树精，还好有君临城主在，不然彻底玩完了。君临城主又往前走了，我们快跟上！一名法师说道，同时提着裙子快步跟了上去。其余几人反应过来，同时跟了上去。这片地方如此危险，他们可不敢在这里过多逗留，尤其是没有陆胜保护的情况下。很快，几人便来到森林深处。陆胜的面前出现了一片漆黑的湖水，在那湖水中央，正有一个通体黝黑的树木生长着。仔细看去，陆胜甚至能看到树木通天的树杈上还插着一些鲜血淋淋的身体，有人类的，也有动物的。这些尸体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树木又在快速增长。簌簌，一阵摩擦声音传出，这棵树木明显长高了一截。身后的几人看到这一幕，无一不是脸色惨白。他们先前的试炼都是协会中的人偶，哪怕刚才小黑龙大杀四方，爆出来的也只有木茬，可眼前死去的都是活生生的人类与动物，而且死状极其悲惨，被生生抽干，化作树木的养料。有些心理承受能力弱的，甚至都干呕起来。就在这时，吸收完尸体的树木发现了陆胜等人，感受着他们身上磅礴的生命力，竟然发出了类似人类笑声的声音。结结结，又有养料送上门来。诡异的声音响起，紧跟着无数根粗壮的树杈从四面八方射来，速度极快，甚至雅西娜都还没反应过来，就见一根树杈已经来到自己面前。快躲开！眼看自己躲不过去，雅西娜立刻提醒他人，然后安静等死。可就在下一秒，停在他眼前的树杈竟然生生止住。这是……雅西娜反应过来，连忙躲开，喘着粗气看去，只见树杈的一头正被陆胜攥在手中。第72章神秘的男人。看着那根近在咫尺的树枝被陆胜徒手攥住，雅西娜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再次崩坏。什么情况？君临城主不是法师吗？难道他是穿着法袍的战士？他有些不敢相信，可陆胜身上穿的法袍是真的，树枝被他攥在手中也是真的。与此同时，陆胜看着身后毫发无损的雅西娜，长出一口气，还好，差一点奖励就没了。转职之后，每次升级陆胜的思维属性就会上涨30点。虽然他依旧专注于智力，但力量也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将近2000点，换算成攻击力则是将近2万，已经远远超过了眼前的树精 BOSS。 见自己的奖励没有泡汤，陆胜这才放下心来，而后看向面前的树精。探查术，魂中树王 BOSS， 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血量1829181829118，攻击7578-7600，防御2500，技能冤魂召唤、穿刺、地刺、生命聚集。介绍：森林中的王者通过吸收生物生命力来获得实力，保护同胞。这份属性十分普通，此刻哪怕陆胜抡着拳头上去，估计也能将他锤死。但这并不是一个法师的战斗方式。只见陆胜一手攥住树王的枝干，另一只手缓缓摇动法杖。就在这时，抽不回树干的树王也意识到了死亡的危机。该死！树王发出一声与人类话语毫无二致的声音，紧跟着就见他剩下树干猛地插入地下。同胞们，借我力量，让我打败这个该死的人类！说着，就见周围的树木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枯下去，紧跟着树王的身高快速增长，血量也随之不断突破，很快突破了20万、30万，一直涨到足足40万。与此同时，陆胜发现四下的花草树木全部干枯，生命力全部进入了树王体内。你就是这么保护同胞的？陆胜撇嘴，不屑一笑，而后挥动法杖，虚空之力，一抹虚空猛然炸开，瞬间树王包裹在其中。-171818， -177261， -177361，一连串数字标出，树王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值正在快速减少，每秒将近20万的伤害。树王吸收了所有生命力，也才40万的血量，不足3秒，生命值便被榨干，轰然倒地。提示：您越级击杀铂金级 BOSS 魂中树王，获得经验值30万。提示：经验共享，您的宠物黑龙王获得经验值30万。提示：经验共享，您的宠物巨人之王。提示：您的等级已达转职上限。提示音不断响起。与此同时，树王的身影逐渐灰飞烟灭，大量金币道具从中爆出，其中还有一块绿色的生机盎然的宝石。陆胜上前
一把将其捞在手中。提示：您拾取到木之核心。木之核心。道具介绍：蕴含木之力量的核心似乎有什么奇妙的作用。看着手中充满生机的宝石，陆胜微微一笑，就是这个，将其收入背包中。而后陆胜又看向其他道具。提示：您拾取到了金币28282。提示：您拾取到了铂金级装备木之法杖，已发放至背包中。有装备。陆胜打开背包，只见一柄造型奇特的木质法杖出现在背包中，法杖顶端镶嵌着一块绿色宝石，正散发出幽幽的光芒，缠绕着整个法杖。木之法杖，等级 LV45， 品阶铂金级，攻击+2700，智力+135，装备特殊效果：一、释放技能时有 30% 几率触发木之护盾，为使用者抵挡2万伤害。二、对敌人造成伤害时，在敌人身上种下种子，持续吸收对方血量。扫了眼这件法杖的面板，陆胜直接将其丢进了背包中。这根法杖属性虽然还算不错，特殊效果也是出色，但和他手中+14的智慧之杖相比，还是差了许多。而后陆胜二话不说，开始寻找记忆中的入口。与此同时，雅西娜几人聚在一起，小心翼翼地讨论：你们说君临城主是法师还是战士？我觉得是法师，你看他刚才的技能，直接就把那个 BOSS 秒了，多帅啊！不，应该是战士。雅西娜一脸严肃，刚才君临城主救我的时候，可是一只手就拦住了 BOSS 的攻击啊！众人懵了，又能施法，力量又强，这个君临城主究竟是什么身份？不过众人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吸引过去，只因为刚才出现在陆胜手中的法杖太过于夸张。那个是铂金级装备，没错，我看到是从那个 BOSS 身上爆出来的。这么厉害的装备，君临大佬为什么不用？可能君临大佬等级不够吧？等级不够，还能一招就把那个树王秒了。众人一想也是。又见陆胜解决完 BOSS 不走，在那片黑水潭寻找着什么，众人更懵逼了。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君临大佬做的事情，我们连看都看不懂？真是个神秘的男人。看着他的背影，众人心中不免多了一份好奇。应该是在这里，没错啊。陆胜悬浮在黑水潭上，微微蹙眉。在他面前正有无数干枯尸体堆砌起来的小山，那个神秘入口可能就在这里。可眼前的景象实在太过恶心，陆胜有些不想动手。用技能的话，陆胜又害怕将这一块彻底摧毁。君临城主，有什么我们可以帮你的吗？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在身后响起。陆胜回头一看，就见雅西娜带着几人正看着自己。陆胜眼前一亮，正好，你们几个帮我把这里的尸体搬开。雅西娜，众人一脸古怪，不清楚陆胜为什么要让他们干这种脏活。不过几人还是利落的搬起来。没过多久，这里的尸体就被清扫一空。陆胜仔细看去，只见一个和那块令牌同样大小的凹槽就刻在石壁上。找到了。第73章五行装备+1，进入神秘副本。就在陆胜找到入口的同时，迟到的世界公告再次响起。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曙光主城玩家君临首次通关纳亚西森林，奖励金币10万，声望值1万，铂金级5行宝箱1。世界公告，世界公告，世界公告再次响起，又是3遍，传遍整个天命大陆。和往常一样，这次的世界公告再次在玩家中引起了骚动。不是吧，又一个手通？这才过了多久？君临大佬究竟是怎么找到这些副本的？估计是开荒吧，不过咱们找到也没用，肯定打不过，说不定还会爆点装备。我要酸死了，君临大佬这也太强了！又是一个5行宝箱，这宝箱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啊？好想知道啊！众人议论纷纷。与此同时，陆胜也没有急着进入神秘副本，而是打开了自己的背包。那个被5色光包裹的铂金宝箱已经躺在里面。铂金级5行宝箱，等级 LV45， 品阶铂金级。道具介绍：开启后可获得铂金级5行装备1。又是这个宝箱。看了一眼之前开出来的金之护肩，陆胜心情略微起伏，不知道这次宝箱能开出来什么装备。提示：是否开启？开启。陆胜毫不犹豫，紧跟着就见5色光爆发，一件装备缓缓在陆胜眼前成型。提示：开启成功。提示：恭喜玩家获得木之护腰，已发放至背包。提示音响起，陆胜赶忙打开背包。木之护腰，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体质+300，智力+150，装备特殊效果：一、释放技能时有 30% 的几率触发藤蔓缠绕，束缚敌人的同时吸收敌方血量。二、释放技能时 10% 的伤害可转化为血量，
反哺使用者。看着眼前的装备，陆胜大赞：不愧是5星装备，就是屌！且不说这远比同等级品阶装备高出许多的属性，光是这2样特殊效果就十分离谱。第一个藤蔓缠绕，在更为细致的解释中，可是随着技能范围释放的。也就是说，陆胜的虚空之力范围有多宽广，就有多少怪物会被困住，吸收血量，简直就是凭空多出了一个大范围控制技能。第二个技能则是10%的吸血，虽然少，但如今陆胜的伤害已经每秒将近20万，10%也有2万，每秒回复2万血，这已经超出玩家范围，超过了大部分 BOSS。 将装备收入背包中，陆胜抬头看向面前的凹槽，从背包中掏出那枚木牌，将其按了上去。嗡！两者嵌合的时候，一道魔力波动猛然扩散出来。感受到这股强大的魔力波动，雅西娜几人脸色一变，连忙退开，因为他们在这股魔力波动中感觉到了一股邪恶的气息。魔力波动散开，而后又刹那间聚集起来，在石壁上凝聚出一道传送门。几人看得目瞪口呆，然后就见陆胜朝着传送门迈步。雅西娜连忙出声：君临城主，这个传送门中的魔力波动太过邪恶，不要！没等他说完，就见陆胜已经走进去了半个身子。听到雅西娜的话，陆胜扭过头来，对着众人一笑：多谢你们帮我，这根法杖就当做谢礼了吧。陆胜说着，将刚才拾捡到的法杖丢了过去。众人接住，而后就见陆胜整个人没入了传送门中。众人凑到雅西娜面前，看着这根珍贵至极的铂金法杖。君临城主就这么把这件装备送给我们了？我们做了什么？帮君临城主搬开那些尸体，然后呢？这就值一根铂金法杖？太值了吧！早知道去做尸体搬运工了，这可是铂金法杖啊！听着周围人的议论，雅西娜脸色郑重。这件法杖不能要，我们根本没做什么，就这样收下这根法杖，受之有愧。将法杖收起，雅西娜似乎做下了某种决定，跟着陆胜的身影进入了传送阵中。雅西娜姐姐！众人一阵惊呼。雅西娜姐姐，这是怎么了？刚才魔力波动中的邪恶，她不也是感受到了吗？为什么还要进去？众人看着逐渐消散的传送门以及消失的2人的身影，陷入沉思。说实话，他们没有进去的胆子。可就在这时，速！忽然周围传来一阵声音，几人大惊失色。难道这里还有没死亡的树精？等等我们，有难同当。二话不说，几人在传送门即将消散的最后一刻走了进去。等到几人消失，那道簌的声音再次响起，然后一具没有放稳的尸体滑落下来，声音消失了。呜！几人从传送门中走出，紧跟着耳边便传来一声类似狼嚎的声音。等到几人看清眼前的场景，当即脸色大变。他们竟然来到了一片牧场。雅西娜姐姐！浅蓝发色少女看到熟悉的身影，连忙走了过去。雅西娜姐姐，君临城主去哪了？就是这里也太恐怖了，感觉都是冤魂。我们去找君临城主吧，他还是很强的。跟在他身后，虽然没有历练的快感，但好在能保证安全。众人七嘴八舌，却见雅西娜一言不发。雅西娜姐姐，怎么了？一个人好奇问道。却见雅西娜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我们和君临城主走散了。什么？怎么会这样？我们不是前后脚进来的，这就走散了？我们该怎么办啊？本以为活下来了，难道又要不明不白的死在这个地方？众人鬼哭狼嚎，不愿相信这个事实。不要吵了。不过雅西娜不愧是众人的主心骨，很快便稳定好了众人的情绪。这次是我们的试炼，依靠君临城主，这辈子都不能获得成长。正好趁着这次走脱，我们实验一下自己的实力，顺便看看能不能和君临城主重新会合。一边说着，雅西娜一边分配队伍。很快，一个比在森林中更加严密的队伍便成型了。正打算前进，雅西娜忽然感觉到一股浓郁的火元素在聚集，紧跟着，轰！第74章大杀四方，恶鬼套装。轰！几人远处发生巨大的爆炸，火光冲天，声势浩荡。雅西娜眼前一亮，那里有战斗，君临城主或许就在那里，我们快过去。几人一拍即合，不过他们也不敢太放松，保持着阵型，几人缓缓移动。虽然他们能清晰感觉到陆胜的就在不远处，但依旧放缓脚步，谨慎盯着四周。终于，快看，那是不是君临城主？忽然，浅蓝发色法师指着天空的黑影，提醒众人。几人看过去，只见那头狰狞的黑龙正拍动着翅膀，保持着一个不高不低的距离，火焰不断从那张狰狞的大嘴中喷出，落在地上，造成巨大的爆炸。明明是一片无边的牧场，
却一直回荡着爆炸的响声。黑王龙背上，陆胜手持法杖，睥睨天下。此时在巨龙的下方，那些坟墓中正有一道道身影破土而出。这些怪物依旧保持着人形，但只剩一具枯骨，身上的血肉已经干枯，潦草地挂在骨架上，随便一动便有大块大块的肉干掉下。与此同时，陆胜面前浮现出一道面板：冤魂枯骨，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血量46000，46000，攻击1510至1550，防御450，技能骨刺撕咬精神攻击。介绍：早已死去多年的战士冤魂不灭，导致他们成了现在的样子。看着这些犹如丧尸一般的生物，陆胜心中毫无怜悯，法杖不时挥舞，一片片范围极大的虚空之力爆发。-322626， -3588282， -383,726，一串串红字标出，大片大片的骷髅被湮灭。在之前他已经杀了许多丧尸，伤害已经突破了30万。解决完这一波，伤害成功累计到40万。与此同时，提示音不断响起。提示：您越级击杀冤魂枯骨，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经验共享，您的宠物黑王龙。提示：经验共享，您的宠物巨人之王。提示：您当前等级已达转职上限。提示音不断在耳边响起。陆胜继续施法，同时控制着小黑龙不断吐出火焰。轰轰轰！不知道多少次爆炸，这片地界终于被抹平。不光是那些丧尸一般的生物，就连地上接连不断的鼓包也被掀了个一干二净。吼！在陆胜的指挥下，小黑龙逐渐放缓翅膀震动的速度，快速下降。从小黑龙的背上跳下，陆胜开始拾取战利品。只见前面那些枯骨死亡的地方，正有着一道道虚影存在。陆胜一招手，这些虚影就来到了面前。提示：您拾取到了亡魂恶灵1928，已发放至背包中。提示：您拾取到金币17826。提示：您拾取到铂金级装备恶骨吊坠，已发放至背包中。提示：您拾取到铂金级装备恶骨手环，已发放至背包中。提示：您拾取到铂金级装备恶骨戒指，已发放至背包中。提示音不断响起，足足上千条亡魂被陆胜收集。与此同时，还有一套铂金级饰品装备，居然出了一个套装。陆胜一愣，有些意外。套装在天命世界可是极为稀有的存在，爆出的概率很低。虽然陆胜已经有了一些，但那些都是重复刷过2次、3次甚至更多次数才凑够的，并且在凑齐的过程中，很有可能爆出其他的套装装备，有可能最后一件偏偏爆不出来，十分搞心态。像是现在这样一次爆出一整套的套装，陆胜还是第一次见。想到这里，陆胜打开背包查看套装的属性。骨吊坠，等级 LV45， 品阶铂金级，智力加150，体质加300。装备特殊效果：1. 释放技能时有几率召唤出一名恶灵辅助玩家战斗。2. 法术穿透正 20%。3. 施法速度正 20%。骨手环，等级 LV45， 品阶铂金级，智力加170。装备特殊效果： 1. 受到精神攻击时会有恶灵替你阻挡，并对施法者进行反噬。 2. 法术穿透正 20%。骨戒指，等级 LV45， 品阶铂金级，智力加166。装备特殊效果： 1. 法术穿透正 10%。 2. 施法速度正 10%。 3. 受到攻击时恶灵会替你吞噬 20% 的伤害。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微微点头。这几件装备的属性算是中规中矩，不过特殊效果却有些不一般。首先是恶骨吊坠的特殊效果，法穿和施法速度自然不用说，法师必备。每次施法都能召唤出一名恶鬼协助攻击。要知道，恶鬼的攻击可都是精神系的，那些防御超强的敌人在精神的防御上却很有可能是0。也就是说，恶鬼的攻击可以做到100%的效果，并且受到精神攻击的敌人肯定也会受到影响。不单是血量会降低，就连各方面属性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状态，一般受到精神攻击的人都会陷入头疼欲裂的状态。这样一来，也就为陆胜创造了输出环境。最重要的是，这个特殊效果并没有冷却，也就是说，陆胜只要足够幸运，每次释放技能都能召唤一头恶鬼。在无限火力的加持下，陆胜分分钟便能手动创造出一支恶灵大军。其次就是另外2件的特殊效果，一件能够帮助陆胜抵挡精神攻击，还能对对方进行反噬；
另一件则是能为陆胜抵挡伤害。这两个属性听起来普通，但放在战斗中很有可能就是翻盘点。不过这些都不重要。扫完面板，陆胜立刻视线下移，看向套装效果。套装效果3/3，进入战斗状态，玩家附近会出现10×10的恶鬼领域，进入此领域的敌人会受到来自恶鬼的精神、物理攻击。全是领域，和之前陆胜获得的虚空套装差不多，但这个领域效果比那个更夸张，只要进入领域都会受到双重攻击，而且范围极大，足足有10×10。也就是说，那些近战怪物或者是玩家想要攻击陆胜，就要先突破恶鬼的重重封锁。这谁能顶得住？第75章，枯骨战将，破防都做不到。看着眼前的装备，陆胜毫不犹豫将其穿戴上，套装效果顿时触发，一股冰冷惊悚的气息从陆胜体内冒出，远远望去就像是身经百战的战神，周身满是冤魂，光是看一眼就让人感到心寒。那是君临城主，几人远远望着，不敢靠近。先前君临在他们眼中只是强大，还有神秘，但也会在关键时刻出手，十分可靠。但现在君临却让他们感觉到一股打心底的恐惧，别说靠近了，就这么远远看几眼，心底都在打颤。好可怕，君临城主怎么忽然变了个样子？不知道，之前在外面还好好的，莫非是被这里的恶灵附体了？不会吧，以君临城主的实力，要是被附体，我们不是死定了？众人脸色惨白，朝着不好的方向想了又想。好了，都安静一下。就在这时，雅西娜再次开口了。作为团队的主心骨，她一开口，众人立刻闭上了嘴。紧跟着就见雅西娜脸色郑重地说道：你们也知道君临城主的实力究竟有多强，而且刚才完全是单方面碾压，你们说的什么附身根本不可能存在。说着，雅西娜深吸一口气，这是最后的机会，赶紧跟上君临城主的步伐，不然最后我们甚至都不能从这片墓地中出去。此话一出，众人陷入犹豫，但很快还是稳下心神，随着雅西娜朝前走去。穿戴好装备，陆胜的属性又上涨了一截。这里的怪物已经清理完毕了，该继续深入了。陆胜说着，跳上龙背，紧跟着在他的示意下，小黑龙翅膀一震，就要起飞。就在这时，君临城主听到有人叫自己，陆胜一愣，旋即让小黑龙止住动作，回头一看，只见雅西娜正站在不远处看着自己，在他身后，另外的少女们抱成一团，瑟瑟发抖。你们怎么进来了？陆胜蹙眉，看着众人有些不悦，不是说让他们在外面等，这么不听话？见陆胜面色不悦，雅西娜连忙解释：君临城主，是这样的。说着，他取出了那根铂金法杖。先前城主将这根法杖送给了我们，但我们却没有做什么，收下如此重礼，属实有愧，所以特地来还给君临城主。见他这样说，陆胜皱起的眉头这才舒展开。原来是这样。陆胜看着众人，微微一笑，摇了摇头。我说将这根法杖送给你们，那它就是你们的了。如果不想要，丢掉就好，不用送回来。丢掉？雅西娜愣住了，这可是一件铂金级装备，说丢就丢？什么家庭条件啊？家里有矿也不敢这么造啊！众人顿时愣住。陆胜则是转过身，摆摆手，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等等，陆胜回头，却见雅西娜有些扭捏。君临城主，这里对我们来说有些危险，能不能？说着，他还瞟了瞟小黑龙身上空余的位置。陆胜反应过来，虽然这里对他来说如同后花园一般，想去哪就去哪，但对这群少女来说却是要命的死地，稍有不慎就会死在这里，差点疏忽，任务奖励就没了。陆胜自言自语一句，而后朝着他们招了招手。雅西娜见状连忙道谢，而后一群人互相搀扶着站上了龙背。等他们站好，陆胜这才下令，小黑龙也有些不情愿地震动翅膀，起飞。一道巨大的黑影在这片牧场上空快速飞过，但凡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枯骨，直接就是一发熔浆烈焰。如今小黑龙的熔浆烈焰一发就能造成将近20万伤害，只有不到5万血的怪物自然是直接死亡。陆胜站在龙背上，每次小黑龙攻击，耳边提示音响起后便会招一招手，那些漂浮在半空中的亡魂就会被他收入囊中。用不了多久，亡魂的数量就来到4396。在小黑龙的不断攻击下，整片牧场不断震动，那些枯骨也被清扫一空。众女站在龙背上，新奇地看着四周。如今他们已经没了之前的恐惧，在这处安全港湾放下心来，同时也关注着四周的变幻。若是有漏下的枯骨，还会提醒一声。陆胜则是施法将那些漏掉的枯骨清理，一龙多人宛如推土机一般，
只要是经过的地方，那些枯骨就没有生路，就连坟头都被掀了个一干二净。进度很快，很快，众人来到了一片全新的牧场。这里不像之前，地上全是坟包。陆胜抬头看去，只见前方只有一座如山一般的鼓包，这里面应该埋藏着惊喜。陆胜嘴角一勾，微微笑道。众女则是听得一脸懵，惊喜？这么大个坟，怎么看里面埋着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吧？紧跟着，在陆胜的指挥下，一口熔浆喷出，轰！炽热的火焰爆开，那个巨大的土包顿时被炸开了大半，露出里面埋藏着的东西。看清楚后，众女顿时脸色煞白。只见里面正站着一个体积是之前怪物数倍大小，且身穿盔甲、手持长刀的枯骨。在露出来的一瞬间，他那空洞的双眼顿时冒出一阵绿光，看得众女一阵心寒。陆胜自然也发现了他的存在。探查术，一道光芒亮起，紧跟着一道面板出现在眼前。战将枯骨，精英怪，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血量90000，90000，攻击1901至1920，防御1045，技能冤魂刀气战刀狂舞。介绍：巨大怨念的集合体，生前乃是统领大军的将军，手下亡魂无数。看着眼前的精英怪，陆胜不屑一笑。这精英怪看起来气势很强，但实力也就那样，对他来说，一个技能就能解决。吼！就在这时，战将枯骨发出一声瘆人的吼叫，紧跟着手中长刀猛地一挥，一道圆形刀光顿时扩散开来，那剩下的半个土包顿时烟消云散。不仅如此，那圆形道光还在朝着陆胜几人快速袭来。出来吧！就在这时，陆胜心神一动，一道红光闪过，紧跟着一道巨大的身影出现在眼前。巨人之王！巨大的身影将他们挡了个结结实实，圆形刀气打在他身上，缓缓冒出一个浅到几乎看不清的破防都没能做到。紧跟着，陆胜挥舞法杖，虚空之力。第76章直接秒杀王者枯骨。刹那间，虚空之力爆炸开来，几乎浓郁成黑色的魔力直接就将战将枯骨包裹起来。紧跟着，一连串的红字冒出，-172982。没有丝毫悬疑，战将枯骨的血量瞬间被抹除一空。在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之后，庞大的身形逐渐烟消云散。提示：您越级击杀铂金及精英怪战将枯骨，获得经验值75000。提示：经验共享，您的宠物黑王龙获得经验值75000。提示：经验共享，您的宠物巨人之王。提示：您的等级已达等级上限。接连的提示音响起，三团浓郁的白光飞来，没入陆胜的身体。在他身后，众女目瞪口呆，这么强大的怪物就这么轻描淡写的秒杀了。偷偷看了眼陆胜的表情，雅西娜发现陆胜的表情依旧如之前那般淡然，别说激动，甚至连点情绪波动都没有。他情不自禁地带入了下自己，如果是我的话，恐怕要高兴死了。估计整个法师协会都将知道我杀了一个这么强的怪物。而君临城主回想着陆胜淡然的样子，雅西娜不禁肃然起敬。这就是强者的心态。泰山崩于前儿，面不改色。看来成为强者，我不仅实力还差许多，就连心境都差得远。叹了口气，他不禁又想起刚才出现的巨大身影，那个也是君临城主的宠物吗？出现的如此突兀，并且只是挡了一下伤害就消失不见。最主要的是，那个怪物的刀气似乎没能对宠物造成什么伤害，就连宠物都远远超过我的理解范围吗？想到这里，雅西娜忍不住又叹了口气。之前君临答应带着他们的时候，他还试想过以后能不能跟着君临一起冒险，现在看来完全不可能了，连人家的一只宠物都比不上，岂不是一直要人家保护？想到这里，雅西娜情不自禁抱住了自己的身体，身上的贴身红色裙子此时已经有些破损，大片白皙的皮肤露出，但让她感到寒冷的是心里深深的无力。提示：您拾取到了金币17256。提示：您拾取到了铂金级装备破损的战将铠甲，已发放至背包。提示音响起，陆胜打开背包，那件铂金装备一眼就能看到，光从外表上来说，和刚才的战将怪物身上的没什么两样。再看属性，又是一件垃圾。陆胜叹了口气，继续前进。不过击杀这个精英怪也不是一无所获，这个战将枯骨体内藏着上千亡魂，收入背包，直接将亡魂的总量提升到了6000多，还差一点就足够打造一套装备了。想到这里，陆胜再次跳上龙背，在他的指挥下，小黑龙继续朝着深处掠去。这片地界仿佛没有边缘，哪怕黑王龙的速度极快，
这么久也是一直没看到边界。你们快看，那是什么？就在这时，浅蓝发色法师指着一个方向，惊叫道。此刻他心中的恐惧早就驱散一空，有君临城主为他们保驾护航，原本危险的目的，此刻就像是后花园一般，而他们就像是来观光旅游的。声音响起，众人一同朝着那边望去，只见平整的墓地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凹坑。来到上空，陆胜这才看到，这凹坑里面居然摆放着一个巨大的棺尊，通体由不知名金属打造而成的棺尊，上面雕龙画凤，周围还有无数战力笔直的战将枯骨守护，无疑不再证明里面的人物是有多么尊贵。这应该就是 BOSS 了。探查术，一道光芒亮起，紧跟着陆胜面前悬浮起一道面板。王者枯骨，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血量15万加60万除以15万加60万，攻击2891-3000，防御2765，技能统领王者之印剑气喷薄。介绍：一方王者死亡之后被众多将士守护。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有些好奇，血量中的加600000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很快他便反应过来，想要与这位王者战斗，恐怕要先把这个棺尊打破。既然这样，那我就要动手了。见陆胜有了动手的意思，众人心中冒出一股不安的情愫。虽说他的实力很强，但那棺尊中的人物一看就不平凡，并且还有那么多战将枯骨守护，这就是一个大麻烦。真要让里面的人出来，君临城主真的能够对付吗？众女心中疑惑，但一路走过来，陆胜的实力始终超出他们的认知。如今众女也不敢多说什么。放心吧，君临城主既然敢动手，就肯定有把握。雅西娜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安慰着众人。与此同时，陆胜面无表情，抬手施法，虚空之力。刹那间，一抹虚空出现，将那尊棺尊包裹起来。-179271，一串红字冒出，棺尊瞬间少了一截血量。感受到自己的主人被攻击，周遭的战将枯骨顿时不淡定了。吼吼吼！一连串怒吼发出，紧跟着众多战将对准了飞在半空的黑王龙，猛地挥舞大刀。刷刷刷，密密麻麻的刀气顿时飞了过来。绿黑色的刀气飞过来的同时，似乎还能听到其中鬼魂哭嚎的声音。听着这声音，众女脸色再次惨白。这次历练的经过已经远远超出他们的认知了。轰！就在此时，又是一道红光闪过，巨人之王再次出现，将那密密麻麻的刀气挡在身前。-1，-1，-1，一串淡到几乎看不清的数字冒出，而后那抹虚空猛然爆发。轰！刹那间，周遭的战将枯骨全部被波及。-179621， -177235， -179271，每一秒都能击杀数个战将，几乎是瞬间，棺尊周围的战将便被扫荡一空。提示：您越级击杀。提示音不断响起，而后就看到那尊棺尊在虚空之力的消磨之下出现裂痕，轰然炸开。紧跟着一道雄浑的声音响起：是谁唤醒了吾？第77章。害羞的雅西娜离开副本。是谁唤醒了吾？恢宏的声音响起，顿时传遍整个墓地。雅西娜等人光是听着这个声音，心中就萌生了一股推意。这就是王者吗？好强大的气势！光是一句话，就让他们完全提不起战斗的心思。紧跟着，那道视线便锁定了他们。准确来说，是站在龙首之上的那道潇洒的身影。是你！王者枯骨看着陆胜的身影，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哼。唤醒吾，你可知道会有什么代价？说完，他抽出腰间的佩剑，铿锵一声，长剑出鞘，紧跟着猛地一扫，一道凌厉的剑光横扫而来。这一剑带着无匹的凌厉，直奔众人。吼！就在陆胜想要再次释放技能的时候，脚下的小黑龙忽然发出一声龙吟，紧跟着翅膀猛地一挥，砰！剑气打在翅膀上，瞬间破碎成道道剑光。吼！紧跟着又是一道龙吟。此刻陆胜明白了，小黑龙想要战斗，眼前那位是狮族之王，而小黑龙则是龙族之王。一山容不得二虎，两大王者见面，自然要碰撞一番。想到这里，陆胜也收起了法杖。既然小黑龙想要战斗，那他便满足他这个心愿。跟我下去。说着，陆胜纵身一跃，跳下龙背。雅西娜等人一愣，也跟着陆胜跳了下去。陆胜率先落地，稳稳地站在了地上，而后抬头就见众女正接连往下跳。
如今陆胜的体质已经突破2000，逼近3000，这么高的高度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他们可是致命的。陆胜伸手便将一个少女接住，而后第二个、第三个，将众人稳稳放在地上。陆胜再次伸出手，这次是雅西娜。扑通一声，陆胜接了个严严实实，紧跟着一道撕裂的声音在怀中响起，刺了。只见雅西娜身上原本就破损的衣服，在这么强大的冲击力下，顿时被撕开一道口子。啊！雅西娜尖叫一声，连忙护住了泄露的春光。陆胜连忙将其放下，摸了摸鼻子，看向远方。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什么都没看到。与此同时，众人离开之后，小黑龙也不再忍耐，一个俯冲便朝着王者枯骨冲去。轰！两者撞击，顿时激起漫天尘土。不错的攻击，王者枯骨堪堪躲开，长剑朝着龙首猛地劈了下去。枪！一声脆响，只见那锋利无比的长剑竟然被龙鳞稳稳卡住。而后，一股浓烈的高温传来，小黑龙口中聚集熔浆，对准了王者枯骨。生死之间，王者枯骨艰难躲开，但也放弃了手中的长剑。没了武器，此时的他在小黑龙面前宛如一只待宰的羔羊。终于，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击杀铂金级 BOSS 王者枯骨，获得经验值30万。提示：经验共享，您获得经验值30万。提示：您当前等级已达转职上限，经验值已经存入经验池。提示音在耳边响起。陆胜抬头，只见那巨大的黑影正从烟尘中缓缓走出。吼！小黑龙对着陆胜叫了一声，摇头晃脑在邀功。好了，知道他不是你的对手了。陆胜拍了拍小黑龙巨大的脑袋，鼓励了一番，然后才朝着王者枯骨死去的位置走去。刚一接近，陆胜便感觉到了浓烈的阴气，法杖一挥，烟尘驱散，映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的亡魂。提示：您拾取到了亡魂1万，已发放至背包。居然有足足上万的亡魂，陆胜有些意外。这样一来，或许锻造出来的亡魂装备还能更上一个等级。而后开始拾取其他战利品。提示：您拾取到金币39982。提示：您拾取到道具王者之印，已发放至背包。提示：您拾取到铂金级装备亡魂法杖，已发放至背包。提示音响起，陆胜打开背包，王者之印，等级 LV50，品阶铂金级，道具效果：有此印记，拥有者可统领万千亡魂。看了看手中的道具，陆胜然后看向周围，这里的坟包已经被他清扫一空，别说亡魂了，鬼都没有一只。早知道不杀这么勤快了，这王者之印现在岂不是成了一件废品？陆胜苦笑，不过还是将这件装备收入囊中，日后会起到什么作用也说不定。紧跟着，陆胜看向爆出来的唯一一件装备，亡魂法杖，等级 LV50，品阶铂金级，攻击加3000，智力加245。装备特殊效果：一、释放技能时有 20% 几率召唤出王者枯骨，帮助玩家进行战斗。二、对敌人造成伤害时可储能，储能达到10万时可发动亡魂之吼，对敌人进行10万点精神攻击。看着眼前的装备，陆胜眼神放光，这根法杖着实有点变态，超强的属性，并且还有2个特殊效果。第一个效果，可以召唤出王者枯骨来帮助自己战斗，这可是50级的铂金级 BOSS， 放到玩家群中几乎是可以大杀四方的存在。而现在四舍五入已经成为了陆胜的小弟。不仅如此，第二个技能更是离谱，对敌人造成伤害时能进行储能，释放出来能对敌人造成10万点精神攻击，简直就是一个大杀器啊！锻造亡魂套装或许也能将这件法杖纳入其中，如果能提升2个品阶，以这样的属性或许能用很长一段时间。想到这里，陆胜直接把法杖收入背包中。检查完收获，陆胜看向雅西娜几人，这里解决完了，我们走吧。好，众人连忙应下。雅西娜则躲在众人身后，紧紧拉着身上的衣服。她身材太过火爆，衣服撕裂之后总有一种要掉下去的感觉。早知道就穿那件盔甲来了。雅西娜嘴里嘟囔一声，虽然那件盔甲长得丑，她穿在身上也没什么效果，但结实啊，总不至于这么丢人。很快，一道白光亮起，将众人包裹。下一秒，众人消失在原地。与此同时，世界公告再次响起。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曙光主城玩家君临完成神秘副本无尽墓地首通，奖励金币15万，声望5万，神秘副本拥有权。第78章回归。你衣服呢？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曙光主城玩家君临完成神秘副本无尽墓地首通，奖励金币15万，声望5万，
神秘副本拥有权。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曙光主城玩家君临完成神秘副本无尽墓地首通，奖励金币15万，声望5万。神秘副本拥有权。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曙光主城玩家君临完成神秘副本无尽墓地首通，奖励金币15万，声望5万。神秘副本拥有权。世界公告再次响起，照常是3遍，声音响彻在整个天命大陆，再次引起骚动。我的妈呀！君临大佬又通关副本，触发世界公告了。这次还是什么神秘副本？听都没听说过。受不了了，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这样的大佬？成为曙光主城的成员，我已经很满足了。话说君临大佬又成为了神秘副本的主宰者，这个副本会不会开启呢？众人议论纷纷。与此同时，一道白光降临，陆胜等人的身影出现在森林深处，赫然是他们进入神秘副本的地方。陆胜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心神一动，调出一个面板，正是神秘副本无尽墓地的设置面板。道具爆率正常，金币爆率正常，装备爆率正常。向玩家开放，允许4人队伍进入其中，最多同时进入玩家无上限。门票就设置1000金币吧。现在的玩家能进入神秘副本的，都是有一定实力的。对他们来说，1000金币换取一次历练，绝对物超所值。更别说这里面还有可能爆出装备，一件铂金级装备最少都能售卖出数十万、上百万金币。面板好的，卖出1000万、上亿都不是问题。至于分成，陆胜则是微微提高到了 40%。设置完这一切，陆胜点击确定。很快，世界公告再次响起。世界公告：华夏大区曙光主城玩家君临将神秘副本无尽墓地开放，现所有玩家可以进入。世界公告，世界公告，又是3遍。和上一次相比，这次的玩家不再满满的醋味，而是欣喜若狂。果然开放了！君临大佬，大气！不愧是君临大佬，有好东西第一时间开放。我要进去闯关，有没有一起的？3缺1，来个奶妈！我们队也缺奶妈，1.8米体育生战士全程守护，奶妈放心。舞蹈生小法师了解各种姿势，求带带，最好是君临大佬那种大佬。很快，聊天频道便被刷屏。这个频道陆胜早已关闭，里面除了吹牛就是组团刷图，这些对他来说完全没用。至于自己这个副本有没有人参加，他也不用这个频道来确认。提示：玩家小峰峰进入无尽墓地，您获得金币1000。提示：玩家沉淀进入无尽墓地，您获得金币1000。提示：提示音不断在耳边响起。很快，陆胜的背包中便多出了1000万金币，并且这个上涨的速度还在增加。这个副本对现在的玩家来说还是有些困难，躲避着找到 BOSS 或许可以，但想要通关估计不太可能。陆胜一边说着，一边回想王者枯骨出现的场景，那密密麻麻的战将枯骨就不是现阶段玩家能对付得了的，所以这份金币收入会持续很久，起码要等到玩家平均水平到了50级才会降低。要知道，华夏玩家可是天生的游戏狂，在这方面有与生俱来的强迫症。一个副本对他们来说不是通关就可以了，通关之后还有完美通关、速通等等。不过陆胜也没太多关心，毕竟这份收入只是他众多资金来源中最不起眼的一个，现在最重要的是任务。陆胜扭头看向众女，好了，我们回去吧。好。众女由刚开始的漠然已经变成了崇拜，陆胜的实力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哪怕会长前来，估计也就是这副场景吧。最重要的是，这2个副本陆胜几乎没怎么动手，光是2大宠物就将怪物全部虐杀，简直就是一场视听盛宴。心神一动，小黑龙便放大了身体，陆胜跳上去，而后众女才互相搀扶站了上去，然后出发，返回神域主城。黑暗阵营的事情比我想象中还要难缠啊！法师协会顶层，司徒坐在椅子上，满面愁苦。这段时间，他和莉莉丝悄悄去探查了黑暗阵营的信息，但发现这件事情远比他们想象中还要麻烦。刚一进去，他们就被发现，然后就被黑暗阵营的12大天王围攻。2人实力虽强，但以2敌12还是有些艰难。好不容易2人才找到突破口，连忙逃了回来。师傅，我们明明做好了身份伪装，可一去就撞上了曾与我们交手过的12天王，哪有这样巧的事情？莉莉丝皱着眉头，意有所指。司徒反应过来，小声问道：“你是说我们之中出了叛徒？”我不清楚。莉莉丝立刻摇头。能接触到这条信息的，只有一直跟随您的8大长老，他们怎么会做出这种事？也是，他们都是和我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怎么会投靠黑暗阵营呢？想到这里，2人又陷入了沉思。吼！
就在这时，一道龙吟传来，顿时打破了寂静。君临的小子回来了！司徒眼前一亮，看向窗外。莉莉丝看着这老头的反应，翻了个白眼。究竟我是你徒弟，还是人家是你徒弟啊？您和我第一次见面就把我数落了一顿，而见到君临就跟自家亲儿子似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人家是你私生子呢。莉莉丝心中吐槽，不过还是没说出来。与此同时，司徒透过窗口看到一道巨大的黑影正朝着这边飞来。果然回来了，快出去看看。看着司徒乐呵呵的闪出去，莉莉丝翻了个白眼，不过还是跟了出去。法师协会外，黑王龙缓缓降落。莉莉丝看了眼法师协会出去的新人，见他们毫发无伤，心中松了口气。等等，莉莉丝忽然看到了脸色通红，躲在人群身后的雅西娜。雅西娜，你这衣服哪去了？第79章，副会长君临，不服的白鹰玩家。莉莉丝盯着雅西娜，脸上满是古怪。只见雅西娜身上的贴身红色裙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宽大的法袍，而且是男士的。莉莉丝眼神古怪，扫了一圈众人，这群人中只有君临是男性，答案呼之欲出了。而后莉莉丝看向陆胜，冷笑说道：“君临城主，可以呀，你仅是一次历练，就将我们这里天赋最好的新人拿下了。”陆胜听着这意味不明的话语，满脸茫然地转过头来。雅西娜听出了莉莉丝话中的意思，红着脸解释：“城主，不是您想的这样的，我们在森林中遇到了危险，受了不小的伤，那件衣服才会。君临城主是怕我着凉，才将他的法袍暂时借给我。”莉莉丝一脸狐疑，扭头看向其他几人，只见那几名法师也是纷纷应和着雅西娜。好吧，那是我误会了。莉莉丝满脸抱歉看向陆胜：“君临城主，不好意思，误会你了。”无妨，在这聊什么？既然安全回来了，我们进去。司徒也适时出声，迎着众人进了法师协会。来到最顶层，三人落座，雅西娜几人则是站在一边，讲述着这次历练发生的事。刚开始，莉莉丝和司徒二人还没什么反应，但听到神秘副本的时候，两人脸上不禁多了一抹惊骇。看来君临城主不仅实力强大，而且气运旺盛。莉莉丝忍不住传音：“气运与实力加深，或许他真的会像您说的那样，未来成就不可限量。”未来？现在不就是了吗？司徒苦笑，传音回应。他没想到自己先前在新手村看中的小伙子，现在已经成长到了这种地步。两人交流完毕，同时雅西娜也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司徒上前对着陆胜微笑道：“多谢，听他们这么说，如果没有你在，法师协会这几个未来的希望，怕是要折戟在那片森林中了。”不必客气。陆胜微笑着摆摆手：“当然要客气，如果你不在场，这对我们法师协会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司徒一脸严肃，而后叹了口气：“这样吧，最近我和莉莉丝被黑暗阵营的事情搞得十分苦恼，但法师协会这边总不能一直没有人来掌管，不知你可否有时间？”要来了。陆胜反应过来，但还是面不改色，微笑道：“我当然有时间，只是我一个外人，如何能在法师协会立足？这好办。”司徒一挥手，大气的道：“只要你答应，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法师协会的副会长了。”陆胜抱拳：“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爽快！司徒哈哈大笑，拍着陆胜的肩膀，心中满是庆幸。这样一位未来无限的人加入自己的法师协会，这是法师协会的荣幸。女儿嫁了出去，如今法师协会也有了托付，从今往后就有时间和黑暗阵营的混蛋纠缠了。很快，法师协会所有成员在莉莉丝的呼唤下集结在高塔外。今天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日子，我们的法师协会今天迎来了一位新人。高台上，司徒站在上面，满面春风地向着众人说道。台下，众多 NPC 聚集在一起，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法师玩家。随着陆胜撤出神域主城，建立曙光主城，外加暴风、幽暗两大主城都在驱赶外来者，一些人便混入了神域主城，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法师协会。虽然是很底层的位置，但起码每个月法师协会都会发放金币。如今被聚集在这里，自然心中不满。一群 NPC 搞得跟真的一样。就是什么值得高兴的日子，还不是背后程序员写的？要不是每个月有10金币的工资，老子才不在这待着。待着就待着吧，估计是不知道从哪出来的 NPC， 说不定还能触发什么剧情，能涨工资也是好的。众人议论纷纷。同时，台上司徒也演讲完毕。下面让我们欢迎法师协会的新副会长君临。此话一出，一道身影从身后缓缓走来，站在众人面前。这人剑眉星目，十分俊俏，个子很高，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吸引了无数女 NPC 的视线过来。同时听到这个名字，
刚才几个还在发牢骚的玩家顿时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这是君临，那个华夏玩家，他不是曙光主城的城主吗？怎么当了法师协会的副会长？凭什么？我累死累活还是一个打扫卫生的位置，凭什么他一来就是副会长？我不服！不服也得服啊！之前的世界公告你都没听到吗？本来还想在神域主城站住脚跟，再通知亚历山大先生，现在看来泡汤了。众人议论纷纷，除了惊讶、羡慕，还有许多失望。虽然陆胜给他们降下了数次惩罚，但直到现在，那些白银玩家的心中还是不服的。在他们心中，天命就是一款游戏，他们已经在现实世界称王，游戏中又怎能久居人下？打败他们的还是华夏玩家，他们忍不了。但随着陆胜出现在高台上，他们似乎有点认命了。快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亚历山大先生，不能就这么屈服。没错，这个什么君临不过是擅长偷奸耍滑，让这样的人站在我们头上，我不服。几名白银玩家站在角落，脸上发狠。哦，是吗？就在此时，一道沉稳的声音在他们耳中响起，几人吓了一跳，连忙转身，却迎上了莉莉丝冰冷的眼神。会长，我们都说着玩的，小孩子不懂事。两人声音颤抖，双腿发颤。玩家死亡可以复生，他们是知道的，但即使是这样，面对莉莉丝的时候，还是能感到心中无尽的恐惧，仿佛眼前的莉莉丝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哼，敢做不敢当，你们这种人不配待在我法师协会。冷哼一声，莉莉丝缓缓抬手，纤细的右手在两人面前虚空一抓，紧跟着一股庞大且内敛的魔力波动瞬间包裹了两人，收缩，直至两人消失不见。第80章黑暗阵营即刻出发。那两个人被你解决了？待到莉莉丝返回台上，司徒传音问道。没有，将他们驱赶进了放逐之地，这辈子估计也出不来了。他知道那些人并不是天命大陆的土著，死后还有复生的能力，如果就这么将他们处死，未免太便宜了他们。做得好，放逐之地隔绝天地，让他们就在那过一辈子吧。司徒满意的笑了笑，而后继续仪式。很快，在众人的欢呼下，陆胜成为了法师协会的副会长。与此同时，这个消息也传了出去。暴风主城一个破旧的军帐中，什么？亚历山大目眦欲裂，猛地将手中的杯子砸在地上。你说华夏的君临成为了法师协会的副会长？千真万确，我们派入法师协会的探子取得了这个情报。就在今日，两大会长同时为其加冕。可恶！亚历山大咆哮一声，心中无比愤怒。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华夏人能在天命中如此顺风顺水？自己做了这么多努力，到头来不仅损失惨重，就连暴风城主此刻对他也是不满，几次三番想要将他驱赶出去。若不是答应暴风城主，以后的战斗白银玩家必定会冲在最前面，他们现在恐怕早已流浪在外。亚历山大先生，请不要太过着急，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并非坏消息。这时，一个站在他身边的面孔消瘦的中年男人说道。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神域主城和曙光主城已经达成了联系，并且不用怀疑，圣光主城必定也会站在他们那边。自古以来四大主城互相抗衡，才有了现在的局面，可现在局面被打破，想必暴风城主和幽暗城主比先生更着急。中年男人嘿嘿一笑，先生不如再等一等，或许马上就会有好消息呢。听到这番话，亚历山大心中的怒火顿时消了大半，甚至脸上还浮现出激动的神色。你说的对，现在急的不应该是我。果然，没过多久，暴风城主就派人前来传递消息，不仅加大了对白银玩家的待遇，甚至还提高了亚历山大的身份。很快，樱花国也传来消息，龟田同样受到了优待。两大城主不愿放弃我们玩家这股力量，所以才提高待遇，同时也说明他们已经坐不住了，想必很快就会有一场战斗要发生。亚历山大目光灼灼，这一次一定要杀死君临。与此同时，接受完加冕的陆胜连同司徒和莉莉丝回到了法师协会最顶层的房间。欢迎加入，君临城主。从现在开始，曙光之城如果有什么麻烦，我法师协会必定不会坐视不管。面对司徒的承诺，陆胜微微一笑，我曙光主城也是。同时，陆胜心中还有自己的打算。有了法师协会副会长这个身份，他曾在神域主城布置的商业街就可以再次扩张了。相比于在神域主城麻烦的时候出手帮助，简直就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忽然，陆胜看向司徒，我先前一直听你说黑暗阵营最近在动乱，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什么消息？司徒愣了一下，而后解释，之前黑暗和光明阵营曾开启过一次大战，黑暗阵营大败之后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没想到现在又有了动静。我和莉莉丝去查探，
发现黑暗阵营最近竟然在招收群众，不断扩大黑暗阵营的势力。我们想去干扰，但毕竟在对方的地盘，我们不是对手。不过我们已经将这件事上报给了光明阵营，他们已经派人在过来的路上了。陆胜皱眉，在来的路上，那是要过多久？短则3-5天，长则1星期。不行，这样太浪费时间了。陆胜皱眉，对于司徒的回答，他是相信的，因为和他前世所了解到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差距。按照他的记忆，在光明阵营的人到达的时候，黑暗阵营会快速扩张。原本稳赢的局面，到那时已经是旗鼓相当。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光明阵营这边忽然陷入了颓势，黑暗阵营扩张的速度不断加快，一直到世界融合，黑暗阵营几乎已经掌控了整个天命大陆。你们为什么不现在出击？就算不能搅毁他们的阵营，造成些麻烦也是好的呀。陆胜满是不解，司徒则是一愣，随即陷入沉思，良久才缓缓传音道：我们怀疑法师协会这边出了叛徒。陆胜，我去，这么大事你不早说。莫等他多问，司徒就将上次他们是被如何发现，然后死里逃生的经过说了个大概。我不是怕死，司徒叹了口气，传音道：我只是怕我还没能做什么事，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在了自己人手中。陆胜也陷入了沉思，忽然他抬起头来，对着司徒两人传音道：不如让我去。我虽然刚刚加入法师协会，但毕竟我露面的次数并不多，并且我的行踪没什么规律，悄悄出发，应该不会被人发现。此话一出，司徒和莉莉丝顿时陷入沉思，良久才见司徒抬起头：好，那就拜托你了。声音响起，同时提示音在耳边回荡，提示：成功接取任务，捣毁黑暗阵营的据点。捣毁黑暗阵营的据点。任务简介：根据司徒的提示，前往黑暗阵营的据点之一，将其摧毁。任务进度：1. 抵达据点01 2. 捣毁阵营101 3. 击杀黑暗教众01000。任务完成奖励：1. 根据任务完成度发放。任务失败惩罚：1. 黑暗阵营的无限追杀。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不动声色，心神一动，任务面板消失。而后陆胜看向司徒，想要完成任务，就必须知道黑暗阵营的据点。既然如此，你们之前发现的黑暗阵营的据点在哪里？裂背峡谷。听到这个名字，陆胜眼前一亮。如果没记错的话，那里就是火之核心存在的地方。现在我这里有2枚核心，这次或许不仅能完成任务，还能获得火之核心。陆胜自言自语，而后对着两人一笑：我知道了，那我去准备一下，即刻出发。第81章商行购物，装备打造。离开法师协会，陆胜直奔紫金商行。这次要对付的是黑暗阵营，对方的强大，陆胜有目共睹。就算是司徒和莉莉丝联手，也只能在对方手中险象环生。陆胜自然不敢拖大，即刻提升自己的实力。现在我的背包中有足足数十万亡魂，先将他们打造成装备再说。很快，陆胜来到紫金商行，一见到他，凡是大厅内的侍女立刻行礼。见过君临城主。陆胜摆了摆手，随后召过来一个侍女。我需要这些。陆胜一挥手，一个材料清单便出现在手中，而后交到对方手里。那名侍女看了一眼，而后微笑说道：君临城主，请您稍等。随后转身离去。只见这名少女转身上了楼梯，而后消失不见。这些材料放在紫金商行上面，价格应该不便宜。陆胜说着，看了一眼自己的背包，还有80多亿金币。悬着的心立刻放了下来。很快，那名侍女便折返回来，提示：紫金商行向您发起交易。提示：储魂水晶30，冷魂金属100，总共13.12500W 金币，是否接受？接受。虽然这些材料的价格比陆胜想象中还要贵出一些，但眼下也只有紫金商行能买得到，自然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君临城主，这是我们行长让我给您送来的。没等陆胜完成交易，侍女先行递过来一张通体黝黑的金属卡片，紫金商行黑金卡，等级 LV10，品阶传说级。道具介绍：拥有此卡片将成为紫金商行最尊贵的客人，一切消费打8折。多谢。陆胜微微一笑，接过卡片，想来是这个行长在我的拍卖行赚了不少，才会有这么厚重的礼物。这么说来，倒是有些好奇拍卖行最近的收益了。陆胜自言自语，而后又将交易完成。总共13.12500W 金币，打完折扣才花了10.600W，折扣了3亿多金币，还是比较合算的。买完材料，陆胜转身便离开紫金商行，而后便直奔铁匠铺。
随着铁匠铺升级，大胡子铁匠的实力也在不断上涨。如今他打造的虽然是黄金、紫金级别的装备，但以他现在的实力，不仅能做得又快又好，甚至偶尔还能出1-2个特殊效果，所以生意远比之前还要好。药剂店更是这样，准备下副本的玩家们都回来药剂店补充道具，生意好的更是没说。一接近铁匠铺，陆胜还是能感觉到那股炽热的温度。推门进来，就看到铁匠正抡着手中的锤子，不断击打摆放在他面前的烧红的铁块。叮叮叮，声音清脆悦耳。感受到陆胜前来，大胡子也是赶忙放下了手中的锤子，转过身来恭敬行礼。主人，你继续。这好吧，多谢主人。见陆胜表态，大胡子连忙表示感谢，而后又抡起锤子，并且速度相比之前还快了不少。叮叮叮，火花四溅，不一会，装备便打造完成。随着嗤的一声，装备完成淬火，蒸腾出大量白气。将这件装备交付给购买的玩家，大胡子挂上暂停营业的牌子，转过身来对陆胜满脸歉意：“对不起，让您久等了。”“无妨。”陆胜摆摆手，而后直接将手中的道具取了出来，一堆储魂晶石，还有一堆冷魂金属，在地上堆成2座小山。刚一放出来，房间中顿时冒起一股冷气。健壮的大胡子身体一颤，而后看向这些材料，这是……看清之后，大胡子眼神逐渐震撼。这么好的材料，什么意思啊？没等他发问，陆胜便直接开口：“我需要你帮我做一批装备。”而后，陆胜又取出之前在墓地获得的3件套以及那根法杖，以这3件装备还有这一根法杖为基础，将这些材料全部添加上去。还有，陆胜说着，一挥手，顿时30万亡魂皆都冒了出来。看着眼前诡异的冤魂，大胡子吓得魂都快冒出来了。还好这种景象没有持续多久，很快这些亡魂便在陆胜的操控下进入了那一堆晶石当中。你能做到吗？陆胜看向大胡子，此时对方还沉浸在刚刚的震撼当中，好一会才反应过来，而后脸上满是激动。我可以。那好，这些就交给你了。陆胜说着，将枯骨3件套以及那根法杖一同交给了大胡子铁匠。看着手中铂金级的装备，大胡子眼神欣喜。这些装备他不是不能打造出来，不过是铂金级的装备，距离他的神级还差一个水准。但上面的属性以及装备的完成度，就算是他也好费一阵功夫，更别说还有地上的那些材料。主人放心，将这些材料添加进去，属性最少能翻上1倍。可以，你继续吧。陆胜说完，转身离去。目送陆胜出了房间，大胡子就开始思考如何将这一堆材料加进手中小小的装备中。这对他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不过越有难度的打造，越能让他兴奋。主人如此相信我，我肯定要拿出120%的实力。想到这里，大胡子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一个方案，二话不说便抡起锤子开始打造。与此同时，出了铁匠铺，陆胜转身再次来到药剂店。相比于大胡子，麻花辫药剂师则是要轻松很多，因为他每天售卖的道具都是前一天准备好的。见到陆胜过来，麻花辫连忙将手中的交易完成，拉上店门。主人，麻花辫立刻行礼。如果不是陆胜，他也不会有现在神级的水准。好了，不用多礼。陆胜摆摆手，随后再次取出一些储魂晶石，将剩余的亡魂灌了进去。我需要你用这些东西来制作一批药水，你能做到吗？这是……麻花辫接过其中一枚，愣了片刻，搞清楚是什么东西后，很快点头。主人，我可以。那就好。陆胜满意地点点头，那就交给你了。将亡魂分配完毕，药水和装备的制作还需要一段时间。陆胜现在倒是闲下来了。忽然，一个想法在脑海中浮现，不如去看看拍卖行。第82章，拍卖行，珍藏。说干就干，陆胜走出药剂店，直奔拍卖行。两者距离不远，几乎是瞬间就到了拍卖行的大门口。一走进去，就见几道身影来到面前。参见主人，参见主人，参见主人。为首的是雅丽丝，就是那个身材火爆的狐狸精。在他后面是负责拍卖的老者，在后面则是一群侍从。陆胜低头看向面前的雅丽丝，只见雅丽丝已经换了装束，一身月白色的连衣裙，薄透四纱，裸露的香肩上还挂着一条丝带。此刻他单膝跪在陆胜面前，诚恳地低着头。起身吧。是。几人起身，陆胜朝里走去。雅丽丝过来，我有事要问你。是，主人。听到陆胜的话，雅丽丝连忙应声，迈着小碎步跟了上去。其他人见没有自己的事情，于是转身离开了。来到房间，陆胜落坐在熟悉的位置上。雅丽丝关上门，
然后站到陆胜身边。主人，陆胜闭目养神，缓缓问道：“最近拍卖行的收益如何？”收益和之前一样，有了紫金商行的加盟，甚至比之前还要高上一些，并且有主人的名声在，不少人问询前来，十分捧场。说着，雅丽丝从夹缝中抽出一张紫金卡：“主人，这是最近的收益。”陆胜接过，同时提示音在耳边响起：“提示，您获得金币69302718291600多亿金币。”这下陆胜又不用筹金币了，不管他怎么花，只要将最近的收益取出来，就是一大笔钱。将紫金卡递了回去，陆胜抬头看向雅丽丝：“今天的拍卖还没有开始？”“是的，主人。”雅丽丝点头，如实汇报：“很快就要开始了。这次紫金商行的行长送来很多宝贝，希望能在咱们这里拍卖，并且紫金商行还说了，这次都是好东西，保准能卖一个好价格。”“哦？”听到这个回答，陆胜有些好奇。紫金商行行长的身份毋庸置疑，几乎是整个神域主城最高的几个人之一，并且活了许久，见多识广，能让他都说是宝贝的物品，不知道能是什么好东西。想到这里，陆胜不禁来了兴致。“还有包厢吗？”雅丽丝一愣，旋即反应过来，自家主人这是要参加这次的拍卖啊。当然，拍卖行一直为您留着最尊贵的包厢，从未对外用过，并且一直有人在打扫。这样啊。陆胜满意地点点头，拍了拍一旁蹲着身子的雅丽丝的脑袋：“你有心了。”感受到头顶温热厚实的手掌，雅丽丝俏脸一红，纤纤细指绞着裙角：“这都是我该做的。拍卖马上就要开始了，要不我带您过去？”“好。”陆胜点头，而后起身，在雅丽丝的陪伴下，穿过内部人员的专用通道，很快便来到那个预留的包厢。一进来，陆胜就感觉到了豪华。这个包厢面积很大，四周陈设极尽奢华，并且在雅丽丝的提前招呼下，早就有几名侍从在里面等候。“欢迎主人。”见到陆胜的第一时间，几人齐齐行礼。陆胜摆了摆手，直接走到对着拍卖台的沙发上。这个包厢距离拍卖台的位置很远，按理来说需要很强的视力才能看清，但面前这块和墙一样大的透明玻璃上不知道施了什么魔法。陆胜坐在沙发上，就感觉拍卖台就在眼前一样。“主人，这是为您准备的点心。”雅丽丝不知从哪变出来一盘糕点，微笑着放在桌子上。陆胜点了点头，不再说话。雅丽丝也就那么站在一旁。很快，今天的拍卖开始。台上的老者先是说了一大段开场白，而后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取出了第一件拍卖物品。这件是一个小商店的老板送来的，说是他的藏品。包厢中，雅丽丝在陆胜耳边轻声说道。陆胜点了点头，而后看向那件道具，只是一件铂金级的装备啊。陆胜有些失望，不过也太大情绪波动。拍卖行就是这样，有人拍卖亏钱，就肯定有人将物品包装好，想要靠着拍卖赚钱。陆胜清楚，台上的老者自然也懂得这个道理。只见他先是将手中的道具翻来覆去展示了一遍，又用专业的话术开始介绍道具。随着一声高呼，道具开始拍卖。100万金币，我出150万，200万，300万。在陆胜眼中毫无价值的铂金道具，此刻在其他玩家眼中却是珍惜至极。台下众人纷纷喊价，等到了500万，人数才少了一些，不过还是有几个人在竞价。最终这件道具被以2500万的金币价格竞拍下来。最主要的是，这是一件一次性道具，且效果并不是十分夸张，但即使是这样，也卖出了2000多万金币。按照10%抽水，陆胜可以得到250万金币。如果换成铂金级装备，最少也能卖出上亿的价格。紧跟着就是第二件。陆胜一看，好家伙，紫金级装备，更没兴趣了。叹了口气，陆胜抬手拿起桌面上一块点心。雅丽丝也十分有眼力见，为陆胜倒上一杯茶。陆胜喝了一口，忽然提示音在耳边响起，提示您使用了魔茶，获得经验值。陆胜诧异，看了眼杯中的茶水，这不正是之前在紫金商行喝到的魔茶，还是上等魔茶？没想到自己现在也能喝得起这种茶叶。陆胜忽然感觉到了变化，这些东西售价极高，前世不光是陆胜，甚至一些高端玩家都不曾买得起。而按照雅丽丝的解释，这魔茶是紫金商行赠送的，一边喝茶一边提升经验值。虽然陆胜还没2转，但这份经验也是储存在经验池中，只要转职，依旧是他的。就这样，一口茶水，一口点心，不知不觉过了许久，直到陆胜也没有耐心等下去，起身打算离开。发现陆胜的动作，雅丽丝连忙发动术法，一道纤细的红线从他手中传到了台上老者的耳中。原本正在卖力竞拍的老者忽然一个机灵，而后看向那个最大的包厢，主人居然在看竞拍。很快他便反应过来，直接打断了正在进行的竞拍。各位观众朋友，
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今天压轴的宝贝——碧水种子。第83章，成功竞价，水之核心，碧水种子。听到台上传来的声音，陆胜脚步停滞，紧跟着雅丽丝上前解释道：“主人，这就是紫金商行的珍藏，也是我们此次拍卖的压轴宝物。如果主人感兴趣的话，不妨再看看。”原来是这样，陆胜反应过来，点了点头。那好，那我就再看看。说着，坐回了沙发上。雅丽丝也很有眼力，见地上来端茶倒水。很快，台上的拍卖便开始。在众人的目光之下，两个身材婀娜、姿态摇曳的性感女郎宫通过拖着一个金盘走了上来，来到老者面前，伸手取下了盖在金盘上的红布。下一秒，一股透彻的清凉之意便传遍了当场。台下的观众感受着这股令人舒适的气息，纷纷长出一口气，更有甚者当场呻吟出声。最奇怪的是，现场并没有人对这种反应感到奇怪，因为这股气息实在是太舒适了。见到众人的反应，站在台上的老者脸上不禁勾起一抹微笑。光看众人的反应，就能猜到这件道具会拍出极高的价格。于是迫不及待，简单介绍了2句之后，直接开始拍卖。碧水种子开始拍卖，1000万金币起拍，每家一手不得少于100万金币。拍卖开始，声音落下，台下顿时有人出价：2000万，我出3000万，3500万，4000万，都不许跟我抢！众人纷纷竞价，为了这件道具，甚至不惜威胁他人。只因为这个种子的表现太过神异，不光是现场的玩家，就连 NPC 都感觉出了这件道具的非凡。很快，价格便上亿，但竞价的势头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在快速增长。5亿、10亿，很快，价格便被拍卖到了30亿。现在场上还在竞价的，已经没了玩家，只因为他们进入的时间太短。哪怕在论坛大肆购买金币，30亿也是一个不可企及的天文数字。所以竞拍的只剩下那些在天命世界驻扎很久、有钱有势的 NPC。随着价格不断被抬高，竞价的声音也逐渐小了起来，最终定格在一个33亿的数字。出价的胖子 NPC 一身绫罗绸缎，也待在包厢中。如果有玩家能亲眼观察，则能发现这人身上的绸缎都是装备，且都价格不菲。33亿1次，33亿2次，33亿。就当老者的小锤子即将敲下定价的时候，一道声音响起：40亿！这个价格一出来，全场震惊，一下子加了7亿金币，好大的手笔！众人纷纷循声望去，看向位于最中央的那个最大的包厢。这个包厢中竟然有人，究竟是何方神圣？方才出价的胖子 NPC 此时笑容僵在脸上，原本以为这件道具已经要被他收入囊中，可现在却有人临时出现，截胡了，而且还是一次性加了7亿金币。可恶，我想要的东西还没人能从我手中拿走。胖子 NPC 咬牙说道，再次出价41亿。这次观众们的反应则是小了许多。虽说这次的价格暂时压过了40亿，但一次1亿的手笔比奢华包厢中的那位可是差远了。就在众人等着君临再次出声的时候，全场却陷入了寂静。1亿就加不上来了？莫非刚才的40亿已经是那位的全部财产了？本来还以为能看到土豪一掷千金的，现在估计是看不到了。可惜了，我要是有钱，一定要将这件道具拿到手，哪怕是带在身边都全是好处啊！众人议论纷纷。胖子 NPC 此时听着外面玩家的对话，脸上也是一阵庆幸。现在的价格也是无限接近于他的极限了。还好对面是个花把式，不然他要是再出价，我还真不一定能跟上。胖子喘了口气，眼底满是抑制不住的惊喜，因为台上的老者已经开始敲小锤了。41亿1次，41亿2次，41亿3 50亿。就在这时，陆胜的声音再次响起，全场一片哗然。相比之前，这次的手笔更大，一次9亿金币。胖子在包厢中听到陆胜的出价，气得牙都快咬碎了。该死，这家伙为什么每次都要卡在最后关头出价？难道是在耍我？胖子 NPC 眼中喷火，竞价是不可能的了，这个价格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极限。你过来！只见他肥胖的手一招，一个雄壮的中年男人便走了过来，双手并拢在身前，附身道：“老爷，我在，去找些人来，今天这个种子说不定直接就能进了我们的口袋。”中年男人心领神会，点头道：“是，我这就去安排。”与此同时，陆胜出价过后，全场一片哗然，老者也适时开始定价：50亿，还有往上出的吗？50亿1次，50亿2次，50亿3次，成交！随着小木锤敲击在桌面上，清脆的响声响起，这个种子已经归陆胜所有。
主人，需要我帮您将这件刀锯取来吗？雅丽丝站在一旁轻声问道。去吧。陆胜点头。这种感觉其实和网购没什么区别，拍下和道具到手的那一瞬间之间的时间是最难挨的。很快，雅丽丝便从专属通道走了出去，没过多久就又返了回来。主人，雅丽丝盈盈一笑，俯身双手将金托盘递到了陆胜面前。盘子的正中央就是那枚碧水种子，为了防止气息泄漏，还用了专门定做的水晶盖子扣着。陆胜二话不说，直接将其取了下来。顿时，一股冰凉之意弥漫开来。感受着这股凉气，陆胜十分满意的点了点头。这应该就是他记忆中的那件东西了。紧跟着，一道光芒从陆胜眉心闪过，这枚种子的面板也浮现在陆胜眼前。碧水种子，等级 LV10，品阶铂金级，道具效果：将其埋入土中，用无根圣水浇灌，即能开出碧水之花，结出碧水之果。这介绍相当于一份说明书，但它还有一部分没有说明，比如说这个碧水之果剖开，里面的就是水之核心。第84章派兵出击，亡灵药水。种子到手，陆胜又在拍卖行坐了一会，但紫金商行的藏品已经售出，实在没有什么好看的了，而且他还有任务要做，于是便直接起身恭送主人。雅丽丝在陆胜的示意下没有动身，留在原地行礼。走出拍卖行，陆胜的目的很明确，去装备店和铁匠铺。走在路上，忽然陆胜察觉到一丝不对劲，有人跟踪。陆胜挑了挑眉，嘴角浮现出一抹微笑。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人玩尾行。如果是白鹰或者樱花的玩家，估计没有这个胆量，毕竟陆胜之前可是狠狠给了他们几次教训。难道是刚才那个？陆胜回忆起刚才和他竞价的 NPC， 没想到对面竟然这么大胆子。既然来了，就让我好好招待一下你们吧。陆胜微微一笑，放缓脚步。没办法，他现在的敏捷太高，如果全速赶路，估计很快就能将身后的那群人甩开。确定对方能跟上自己的速度，陆胜转而走进一个拐角。他进去了，快跟上。那里是个死胡同。看到陆胜的身影消失在转弯处，几人连忙跟上，紧跟着一群伪装在人群中的壮汉依次走了进去。站住！看到那站在墙角的身影，为首壮汉一声暴喝。我早就站住了。陆胜面带微笑，转过身来。那几名壮汉见到陆胜这副模样，先是一愣，旋即大步上前，威胁道：你可知道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什么？你今日在拍卖行从我们老爷手中抢的？壮汉一脸怒容，好像陆胜真从他们老爷手中抢了什么似的。陆胜则是一脸淡然，从你们老爷手中抢的？我怎么记得我是自己拍下来的？住嘴！壮汉再次斥了一声，伸手便朝着陆胜拿去。我看你是死鸭子嘴硬，待我将你身上翻个遍，拿没拿自然就知晓了。壮汉身材高大，在大部分都是法师的神域主城当中，更是犹如小巨人一般。一只手探出，虎虎生风，眼见就要被其拿在手中，忽然陆胜抬起一只白皙的手掌，砰！一大一小两只手掌碰撞，发出一声沉闷的声音。壮汉看着眼前的一幕，当时瞪大了眼睛，眼前这个瘦弱的男人竟然挡住了他的一击，而且是徒手。难道这人不是法师？他不知道陆胜现在力量属性很高，别说是他了，就算是一些职业战士的玩家，此时在陆胜面前都不够看的。这家伙是战士，有点难缠，一起上，把他杀了。壮汉猛地拉开身形，抽出大剑，再次朝着陆胜冲杀过来。与此同时，其他几位也纷纷掏出自己的武器，展开了自己的攻击。他们人群中有战士，有刺客，还有法师和牧师，简直就是一支配备完整的小队。此刻牧师更是放出技能，给几人纷纷套上了一层 buff。而陆胜看着这极其危险的一幕，却没有丝毫动容，缓缓开口：首先，我不是战士；其次，不是你们杀我，而是我杀你们。话落，陆胜手中出现一柄法杖，紧跟着一抹虚空浮现，将那法师的攻击尽数收入其中。而后虚空爆发，刹那间一股磅礴的力量席卷而来，冲上前来的战士和刺客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包裹了个严严实实。-197287，-197262，-197937，一长串红字冒出。这些血量连10万都没达到的 NPC 顿时被清空了血条。紧跟着提示音响起，提示：您击杀了侯利昂家族侍卫，由于对方先对您发起攻击，此次击杀不做惩罚。提示：您击杀了侯利昂家族刺客，由于对方先对您发起攻击，此次击杀不做惩罚。提示：提示音不断在耳边响起。陆胜搞清楚对方的身份，原来是侯利昂家族。据说这个家族是近些年才搬到神域主城，且在短短时间内便暴富起来。
前世有不少玩家在这个家族做侍卫，最后发现侯立阳家族竟然私底下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想到这里，陆胜冷哼一声，还没找你算账，居然先找到我的头上来了。驻扎在工会的军队也很久没动了，是时候让他们活动活动筋骨。想到这里，陆胜当即掏出传音玉，将一条信息传送了回去。这些事交给其他人来做就行，他没必要在这方面浪费时间。提示：您拾取到了金币2626。提示：您拾取到了青铜级装备。提示：您拾取到了白银级装备。拾捡完几个 NPC 的掉落物，陆胜当即转身离开。没过多久，便来到药剂店前。此刻药剂店正处于关门的状态，不少玩家因此苦恼。他们正打算下副本，想来补充些物资，但现在药剂店关门，计划完全被打乱了。没有药水，下副本的难度直线上升啊！的确，主要是因为这里的药水质量太高了，不仅基础效果拉满，偶尔还能买到一些拥有特殊效果的，下副本简直无压力。话说神域主城其他药剂店为什么做不出来这种药水？据说这是曙光城主君临的产业，原来是君临大佬的，那怪不得了。众人议论纷纷，甚至没注意到穿过人群直接进入药剂店的陆胜的身影。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陆胜太快了。进了药剂店，就听到麻花辫药剂师长出一口气，终于完成了。刚神了个懒腰，就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连忙起身行礼。主人。陆胜摆摆手，问道：我要的东西都制作好了吗？制作好了。麻花辫赶忙将制作好的一大箱子药水搬过来。这个是提取亡魂中的生命力制作成的补剂型药水。陆胜接过，眼前浮现一道面板：亡灵补剂，等级 LV40， 品阶铂金级，道具效果：使用后玩家的任何攻击附带精神效果，持续 60S。 精神攻击的效果不用多说，但眼下一个小小的药水就能做到，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了？最匪夷所思的是，这种药水竟然还有上百瓶。第85章传新装备种植水之金河，100多瓶药水足够陆胜用很久了。一挥手将这些药水收入背包中。你做得很不错。点点头，陆胜对麻花辫表示肯定。听到这话，麻花辫顿时激动起来，连忙说道：能为主人分忧解难，是我的荣幸。而后陆胜又开始将药剂店这段时间的收入取出，总共34372911029金币，34亿金币，还算不错。陆胜点点头，虽然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药剂店售卖的东西本身就不贵，完全是打造了一个玩家可以正常补助的商店，能有这份收入已经相当不错了。走出药剂店，麻花辫也开张了。本来就在排队的玩家眼见购物通道开启，连忙争抢起来。给我来5瓶天堂药水，我要3瓶魔力药水，3瓶生命药水，有没有战吼药剂？来10瓶，这是3000金币，拿好。伴随着玩家们争抢的声音，陆胜转头进了装备店。和药剂店不同，装备店的生意远没有那么火热，毕竟玩家没有什么打造装备的需求，顶多也就维修一下装备。将这段时间铁匠铺的收入取出，总共也就8亿金币多一点。主人，这是为您打造好的装备。大胡子铁匠说着，连忙将打造好的装备奉上。为了将那些材料加进去，同时还保证这几件装备大小和重量没有太大变化，他可是费尽了心思，最终才打造成了现在这副样子。于是在陆胜出现的第一时间，便连忙献到了陆胜面前。陆胜接过，看着手中已经全然发生变化的装备。首先是那3件套，只见这3件装备的材料已经由最开始的不知名金属改成了他送来的冷魂金属，最中央的位置还镶嵌着一颗储魂水晶，仔细观察还能看到在水晶中游荡的亡魂。紧跟着，陆胜眼前浮现出一道面板：亡魂吊坠，等级 LV45， 品阶铂金级，智力加300，体质加600。装备特殊效果：1. 释放技能时有几率召唤出一名恶灵辅助玩家战斗。2. 法术穿透正 20%。3. 施法速度正 20%。亡魂手环，等级 LV45， 品阶铂金级，智力加340。装备特殊效果： 1. 受到精神攻击时会有恶灵替你阻挡，并对施法者进行反噬。2. 法术穿透正 20%。亡魂戒指，等级 LV45， 品阶铂金级，智力加320。装备特殊效果： 1. 法术穿透正 10%。 2. 施法速度正 10%。 3. 受到攻击时恶灵会替你吞噬 20% 的伤害。陆胜发现这些装备的名字都发生了改变，虽然特殊效果与之前几乎一样，但却是暴涨了1倍之多。
这个属性哪怕是放在神器的品阶中也没什么问题。最主要的是，经过大胡子铁匠的打造，这3件装备的套装效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套装效果3/3，进入战斗状态后，每次释放技能便能召唤出10名亡魂协助玩家作战。看着眼前的效果，陆胜嘴角浮现出一抹微笑。一次技能能召唤出10名亡魂，听起来不是很多，也不和前世那位玩家所召唤出来的上万大军相比。若是寻常玩家获得这个装备，充其量也就能召唤出上千名亡魂。但这个装备落在陆胜身上就不一样了。要知道，陆胜可是有无限火力在身上，释放技能无冷却，并且他释放技能的同时，只要对怪物造成伤害就能回蓝。4舍5入陆胜的蓝就是无限量的，因而他就能无限释放技能。一个技能召唤10名，那100个技能呢？1000个技能呢？只要时间足够，陆胜直接释放上百万次，那岂不是有千万亡魂大军？果然，没有废物的装备，只有废物的使用者呀！幻想着那个场面，陆胜微微一笑，一挥手便将3件套装备上，属性再次上涨。看完手中的3件套，大胡子手中还剩一柄法杖，陆胜伸手取过，法杖的外观同样发生了变化。原本枯骨的材质，现在已经变成冷魂金属，铜体泛着幽冷的光泽。法杖最低端是一块足足有拳头大小的储魂晶石，仔细看去，里面足足有数万条亡魂在其中游荡。心神一动，法杖的面板浮现在眼前。魂灵法杖，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攻击加6000，智力加495。装备特殊效果： 1. 释放技能时有 80% 几率召唤出王者枯骨，帮助玩家进行战斗。 2. 对敌人造成伤害时可储能，储能达到10万时可发动亡魂之吼，对敌人进行10万点精神攻击。 3. 击杀敌人后，法杖内可储存亡魂，最多储存1万名，可释放出来协助使用者战斗。看着眼前的装备，陆胜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不仅装备的属性翻了1倍，就连特殊效果都发生了变化。原本召唤王者枯骨的几率只有 20%， 可经过大胡子铁匠的加成，竟然直接到了 80%。 要知道，在游戏当中 80% 几乎相当于 100% 啊！最重要的是，这个召唤是无上限的。如今几率提高，再加上陆胜的施法速度，召唤出一条王者军队，对他来说完全不是问题。属性超高的王者枯骨，现在却能被陆胜所用，而且不是一个，是无数个。想到这里，陆胜不禁有些激动。但这也只是法杖的变化之一。经过大胡子增幅后，装备还多出了一个词条，也就是击杀敌人后可以在法杖中储魂，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将法杖中拘起来的亡魂释放出去。一条上万的亡魂军队，可惜以我现在的等级还不能穿戴上。陆胜叹了口气，但眼神中激动的神色却不减分毫。算上即将到手的水之晶核以及马上前往的火之晶核，还差一个土之晶核就能完成2转。想到这里，陆胜不禁想要加快速度，走出武器店，快速朝着工会而去。很快，陆胜便找到一片空地，心念一动，那枚蓝色的碧水种子便出现在手中。提示：当前空地可以种植。提示：是否种植？第86章开花结果，黑暗阵营。种植。陆胜毫不犹豫选择种植。现阶段对他来说，五行核心最为重要，绝对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声音落下，陆胜手中碧蓝色的种子化作一道光线没入土地。很快，平坦的土壤被拱出一个小包，噗的一声，一枚手掌大小的嫩芽长了出来。提示：种植成功。提示：碧水之花正在生长，预计时间1024小时。提示：玩家可用金币加速生长1000金币小时。提示音响起，陆胜毫不犹豫选择氪金。1000、2000、3000，陆胜氪金的速度越来越快。作为铂金级的道具，每次缩短时间所需的金币并不多，就是总共的生长时间有些长。不过陆胜也不在意，这速度比刷图可是要快多了。金币如流水一般不断被陆胜使用，直到最后也只用了100多万金币。提示：碧水之花生长完成。随着陆胜将最后1000金币撒完，那含苞待放的骨朵缓缓颤抖起来，紧跟着一片花瓣缓缓展开，而后是第2瓣，足足18瓣花瓣展开，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弥漫出来。陆胜深吸了一口，只感觉一股凉意从鼻腔直冲头顶，神清气爽。而后陆胜看向花心，里面正有一块拳头大小的晶石，随着碧水之花的颤抖闪烁发光，忽明忽暗，正是水之晶核。陆胜毫不客气，伸出大手照了上去，轻轻一拧，
随着咔嚓一声脆响，水之晶核便从花心脱落，紧跟着就见正珠碧水之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提示：您拾取到了水之晶核，已发放至背包。提示音响起，陆胜的背包再次多了一枚核心。心神一动，任务面板出现在眼前。破解5行，2转任务2/3。任务简介：收集金、木、水、火、土5枚王者核心，合成虚空核心。任务进度：1. 获得金王者核心1 2. 获得木王者核心1 3. 获得水王者核心1 4. 获得火王者核心0 5. 获得土王者核心0 6. 合成虚空核心0 任务完成奖励1. 开启后续任务。任务失败惩罚1 2转任务失败，等待任务再次开启。已经完成3/5了，还差最后2个。这个2转任务难度相当高，相对的收益也不会差。关闭了任务面板，陆胜愈发期待，如此艰难的2转任务究竟能给他带来怎样的提升？想到这里，陆胜手中的事情也都解决，直接动身。心神一动，小黑龙便从宠物空间被召唤出来。数十米长的黑王龙出现在这片空地上，霎时间填充的满满当当。出发！陆胜一声令下，黑王龙发出一声鸣叫，而后翅膀一震，飞速升空。陆胜站在龙背上，眺望远处，很快视线内便出现一个纵横极深，宛如天堑一般的峡谷。整个峡谷为赤红色，仔细看去，甚至能看到地面上不断冒出的火焰。还没接近，就能感觉到极高的温度。好了，下去吧。陆胜一声令下，小黑龙快速降落，稳稳落在地上。此地距离裂背峡谷还有数十公里，不会被发现。将小黑龙收入宠兽空间，而后陆胜从背包中取出一件装备——伪装面具。这是之前从神级宝箱中开出来的装备，如今总算是派上用场了。二话不说将其戴上，顿时罩住了陆胜的容颜，连带着声音也一起改变。确认不会被认出来之后，陆胜这才朝着裂背峡谷走去。陆胜的身影不断穿梭，不断使用虚空穿梭来隐匿自身的踪迹，在裂背峡谷周围不断绕行。忽然，陆胜眼前一亮，终于等到了。只见不远处正有一个穿着黑袍快速行走的法师，心神一动，那人的面板就出现在陆胜眼前。黑暗阵营伊利尔，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血量60000，60000，攻击1919-2000，防御670，技能黑暗笼罩、黑暗吞噬、刺喉。介绍：黑暗阵营中的小队长，小有身份。果然是黑暗阵营的人。陆胜微微一笑，暗中催动虚空穿梭，朝着那人身后而去。什么人？陆胜身影出现的瞬间，伊利尔便反应过来，飞速转身。同时他手中的法杖也在积蓄黑暗，等到看清对方身份后就会轰出。可当他转过身来，看到的却是一张大嘴。咔嚓！没等他反应过来，这张大嘴猛地咬下，将他的脑袋咬了下来。负92727，一串红字冒出，这名黑暗阵营的小队长当即死亡。陆胜看向地上的尸体，又扭头看向一旁的掉落物，只见一小堆金币中插着几件装备，还有一枚令牌。咦？陆胜只觉得令牌有些眼熟，抬手拾起。提示：您拾取到了道具黑暗阵营令牌，已发放至背包。陆胜连忙打开背包，黑暗阵营令牌。道具介绍：身份证明，黑暗阵营专属，不可伪造。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只觉得有些熟悉，心神一动，一枚一模一样的令牌出现在手中。这枚是在放逐之地杀死那个魔女后爆出来的。两枚令牌大差不差，看起来十分相似，但上面的花纹还是有些差距。这些花纹应该就是具体身份证明。想了想，陆胜将魔女那枚收入背包，然后又捡起伊利尔身上的衣袍以及那根法杖，上面还有些黑暗魔力波动残留，应该能暂时冒充一回。想到这里，陆胜直接将袍子穿在身上，拎着法杖朝着伊利尔来时的方向走去，一直进入裂背峡谷。陆胜只感觉到气温越来越热，与此同时也开始有了人类活动的迹象，比如一些被清理过但还有些明显的脚印等等。顺着这些脚印，陆胜很快便发现了一个村落，里面似乎有黑暗魔力波动，莫非黑暗阵营的据点就在这里？陆胜眉毛一挑，朝着里面推进。刚迈步走进村庄，忽然一道漆黑的光束冲天起，紧跟着两边都冒出人影来，对着陆胜的身影质问道：什么人？第87章进入黑暗阵营亡魂乐园。感受着周围的黑暗魔力波动，陆胜面色平淡，毫无波动。紧跟着
那人又问了一句。与此同时，陆胜感觉到眼前的村庄中正有魔法正在聚集，仿佛下一刻陆胜再不回话，那道法术就会迎头砸下。就在这时，陆胜手中忽然闪出一枚令牌，紧跟着抬手对着众人示意了一下。远处那人看清令牌，长出一口气，原来是伊利尔队长，你不是刚出去，为何又回来了？陆胜低声说道，有东西忘记了。他声音很小，并且在伪装面具的改变下，声音也变得有些模糊。那人听清楚，却没有多想，转而来到陆胜面前，好奇问道，队长这面具挺酷的，哪里来的？帮我也整一个呗。刚才遇到一个人从他身上抢来的。陆胜面无表情，你想要的话1000万金币。那算了。那人连忙摆手，随后目送着陆胜朝着村庄中走去。进入村庄，陆胜即刻感受到了浓郁的黑暗魔力波动，看来这村庄中有不少黑暗阵营的人。陆胜眼神微凛，快步穿行在村庄中，同时令牌握在手中，无意间展示给路过的人看，以免产生交集。很快，陆胜视线中便出现一群人，黑暗阵营成员比维斯，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血量40000，40000，攻击1524至1600，防御450，技能黑暗汲取，黑暗笼罩。介绍：黑暗阵营的成员正在执行任务。黑暗阵营成员希罗特，黑暗阵营成员珀利恩。看着迎面走来的10余人，同时他们的各项数据也出现在陆胜眼中，都是铂金水平的存在。对于陆胜来说，倒不是什么问题。队长，几人看清陆胜手中的令牌，当即行礼。陆胜瞥了他们一眼，点点头，继续向前走。这些人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但这个村子不小，估计还藏有别的存在，贸然动手可能会被暗中埋藏的人偷袭。紧跟着，陆胜继续向前走去，很快便转遍了大半个村庄。一路走来，陆胜遇到了不少像之前那样的黑暗阵营成员，其中还有几个小队长，实力都很一般。看样子这个据点建立起来还没多久，眼下就剩那间屋子了。陆胜正打算朝前走去，忽然一道身影拦在他的面前。陆胜照旧将令牌展示给对方，别装了，你根本不是伊利尔队长，快说为什么会有伊利尔队长的令牌？他被你弄到哪里去了？你究竟是什么人？有什么目的？是谁派你来的？那人一脸警惕，同时手中的武器对准了陆胜。陆胜一愣，旋即反应过来，原来是黑袍上残留的魔法波动已经散去了，怪不得会被认出。想到这里，陆胜也不装，直接摊牌了，你们的伊利尔队长已经被我杀了，而我接下来要杀的是你们。说着，陆胜猛地一把扯下身上的黑袍，先前被存入背包中的装备依次浮现，法袍、法帽、长靴、腰带，最后一柄流转着紫色波动的法杖出现在陆胜手中。瞬间施法，虚空之力。下一秒，庞大的虚空之力乍然出现，瞬间包裹了大半个村庄。-187217， -182282， -192872。虚空之力爆发的瞬间，一连串数字接连浮现。不光是陆胜面前的黑暗阵营成员，连带着那些听到声音朝着这里跑来的小队都瞬间被虚空之力包裹。仅有几万血量的他们霎时间被秒杀，甚至连哀嚎声音都没发出，便一一跌倒在地。提示：您击杀了黑暗阵营成员，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经验共享，您的宠物黑王龙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经验共享，您的宠物巨人之王。提示：提示音不断响起，一道道白光如燕归巢一般飞向陆胜，快速注入经验池。敢在我黑暗阵营放肆，找死！就在这时，一声暴喝响起，紧跟着陆胜就看到远处没有被虚空之力波及到的地方，一道道身影腾空而起。这些人手持大剑或者匕首，飞速朝着陆胜杀来。探查术，一道金光闪过，面板浮现，黑暗阵营总队长泰恩，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血量12000，1200000，攻击2679至2999，防御1678，技能黑暗斩破，暗影剑法。介绍：黑暗阵营分据点总队长，实力强大。黑暗阵营分队长希罗，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血量99000，99000，攻击2182至2299，防御1109，技能黑暗剑矢，穿刺汲取。介绍：黑暗阵营分据点分队长，一手剑术极其精湛，剑无虚发。黑暗阵营分队长昂破，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血量。看着眼前浮现的面板，陆胜对这些人的实力也有了一个简单的认知。虽说是总队长和分队长，但这实力还是太差了，甚至陆胜都懒得动手。心神一动，一道巨大的黑龙便出现在眼前。吼！一声龙吟传出，血脉压制顿时扩散开来。原本气势汹汹的几人只觉得心中一紧，紧跟着整个人仿佛被套了虚弱，力气都被抽干，不受控制的朝着地面降落下去。砰砰砰！小黑龙瞅准，巨大的龙爪依次踩了上去，一串串红字冒出，直接超过了他们的血量上限，尸体也被踩成了肉酱。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越级击杀黑暗阵营总队长，获得经验值9万。提示：经验共享，您获得经验值9万。提示：您的等级已达到转职上限。提示音不断在耳边响起。陆胜同时挥舞法杖，法术好像不要钱似的，虚空之力大片大片爆发，瞬间将整个村庄覆盖。每次释放技能套装效果就能触发，便有大量亡魂士兵被召唤出来。霎时间，整个村庄成了亡魂的乐园。就在这时，一股极其浓郁的魔法波动在身后忽然亮起。陆胜猛然回头，只见那间被他忽略的房子此刻正被一道道魔法阵包裹着，里面传出血肉蠕动的声音，似乎在酝酿着什么大恐怖。第88章邪神意志，你隔着玩呢？去！一声令下，小黑龙听从陆胜的命令，当即调转方向，朝着那小木屋撞去。轰隆一声，房屋倒塌，木屑翻飞。这时木屋中的东西才暴露在陆胜的视线当中。之间，一个人影正跪在一座黑色的石碑前面，石碑通红，仿佛被涂抹上了鲜血。而石碑前的那道身影，现在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了。只见他周身黑色光芒极其浓郁，整个人都在发生异变，背部高高隆起，一个黑色的骨质硬靠正在快速形成，整个人也佝偻起来，宛如一个背着巨壳的大蜗牛。那人此刻还没失去理智，口中高呼：邪神赐予我力量，将一切外力驱逐出去。感受着散播过来的邪恶力量，陆胜眉头一皱，紧跟着一道面板浮现在眼前。第18邪神分身未完全体，等级 LV50， 品阶暗铂金级，血量930000 930000，攻击18291-19000，技能粘液喷射吞噬无限成长，防御5637。介绍：信徒祈愿，第18邪神的意念融入，但似乎被打断了仪式。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不禁有些严肃。区区黑暗阵营的信徒被邪神意志灌注之后，面板竟然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血量将近100万，攻击也逼近2万，防御更是5000多，是他如今见到过的最强大的怪物。品阶还停留在铂金级，是因为被打断的原因吗？陆胜看向那头宛如巨型蜗牛的怪物，只见那人头上冒出来2个触须状的眼睛纠缠在一起，怒吼道：是谁？是谁打断了我的意志加持？竟然创造出这种废物信徒！究竟是谁？我要吞噬，我要进化，进化成完全体，掌控这个大陆！刺耳的咆哮不断发出，就连陆胜都皱起了眉头。心神一动，小黑龙被他召唤过来。陆胜踩在小黑龙背上，身影快速升空，紧跟着法术降下，虚空之力。刹那间，磅礴的虚空法术炸开，瞬间将邪神的分身包裹起来，宛如漩涡一样的法术不断消磨着蜗牛怪的身体，痛得他不断嚎叫。与此同时，代表伤害的红字不断冒出：负189272，负19万，负189462。短短瞬间就消磨掉了他将近3/5的血量。蜗牛怪的身体快速缩小，扭曲的不成人形。可恶，趁着我还未成长，所有黑暗信徒过来，容我吞噬，助我成神！刺耳的咆哮声传遍整个村落。方才在战斗的时候，躲在远处的黑暗阵营信徒听到命令，当即快速朝着这边飞来。每个人脸上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仿佛能被邪神吞噬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邪神大人，我来也！能帮助到邪神大人，是我等荣幸。邪神大人降临，必能掌控整个天命大陆，请吞噬我，为黑暗阵营献力，是我之荣幸。看着飞来的众人，蜗牛怪脸上同样闪烁出兴奋的光芒。好，都来！若我能掌控天命大陆，你们都是功臣，我黑暗阵营的历史上会为你们记上一笔。同时，他的另外一只眼睛正满怀怨恨地盯着陆胜。只要能吞噬这群人，他受的伤不仅能快速恢复，实力甚至还会增长。眼前这个人类一定要死！不对，要将他吞噬，变成黑暗阵营的走狗。正想着，蜗牛怪忽然看到了一抹虚空在天空中浮现。这是不？蜗牛怪反应过来，
但已经晚了。只见那抹虚空瞬间爆发，将那些飞来的信徒成功截糊在半空中。不止这一个，还有第二个、第三个，一连串的虚空爆发，彻底将他包围。身上的痛苦还在继续，但此时蜗牛怪心中的痛苦更为严重。什么啊？有这种实力，你不早把他们杀了，留在这给我希望，玩我是吧？我直接进化！眼见血量就要见底，蜗牛怪咆哮一声，紧跟着身后的石碑飞起，没入他的体内，化作一颗如同心脏的器官。同时，黑暗光芒瞬间爆发，将他半透明的身体染成漆黑，身体开始鼓胀，连背上的骨鞘都被撑裂。这一幕也被陆胜看在眼中。只见蜗牛怪原本就要见底的血量，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增长。垂死挣扎，陆胜来了兴趣，继续挥舞手中法杖，一个个虚空之力降临，重叠在蜗牛怪身上。巨大的痛苦传来，蜗牛怪不禁咆哮，催动体内跳动的石碑，极力压榨。再长快点，不然就要被我杀死了。陆胜面带微笑，手中施法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让蜗牛怪的血量始终保持在一个血皮。察觉到陆胜意图的蜗牛怪气得几乎要吐血，他堂堂一个邪神，竟然被一个人类这么玩弄。但他不敢停下，这次意志灌注不仅消耗了信徒的生命，他的本体也有代价。若就这么死去，之前的努力可就算白费了。只要撑到他体内魔力值耗光，我就能快速恢复，然后反杀。蜗牛怪心中想着，继续榨取石碑中的力量。可陆胜的法力就像用不完一样，法术接连不断，浓厚的虚空之力甚至将那片范围化作了真空地带。终于，咔嚓一声，石碑破碎，蜗牛怪体内浓郁的黑光瞬间消散，血量也停止了回复。下一秒，中被清零。提示：您越级击杀怪物第18邪神分身，未完全体，获得经验值50万。提示：经验共享，您的宠物。提示：经验共享，您的宠物。提示：您当前等级已达转职上限。一连串提示音传来，而后就见一团极其浓郁的白光朝着陆胜飞来，其中一团融入了脚下小黑龙的身体。下一秒，提示音再次响起，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已升至。提示：您的宠物黑王龙已升至 LV45，已达等级上限，剩余经验将存入经验池。提示：您的宠物巨人之王已升至 LV45，已达等级上限。提示音响起的同时，脚下的小黑龙也开始成长。陆胜干脆让它落下，慢慢成长，而他则是看向了邪神意志死亡后的掉落物。第89章成长装备，光明阵营来人。整个村庄硝烟弥漫。陆胜抬头看去，只见那邪神意志消亡之后，战利品爆出了一大堆，一堆金币，金色中夹杂着黑色，最上面则是一个宝箱。陆胜上前开始拾取。提示：您拾取到金币272761。提示：您拾取到暗黑币1032。提示：您拾取到铂金级黑暗宝箱1，已发放至背包。提示音响起，陆胜立即打开背包，只见一个铂金级宝箱正躺在里面。不同的是，这个宝箱表面覆盖着一层黑色流光，氤氲流转，一眼看上去就给人一种不祥之感。铂金级黑暗宝箱，等级 LV45，品阶铂金级，道具效果开启后可获得铂金级暗黑装备1。铂金级暗黑装备，陆胜来了兴趣。从刚才的蜗牛怪就能看出，铂金级和铂金级也是不同的，加上了暗黑2个字，怪物的属性直线上升。不知道这里面开出来的装备是不是这样？提示：开启成功。提示：恭喜你获得铂金级黑暗装备具杀戮之心，已发放至背包中。提示音响起，陆胜连忙打开背包，只见背包中此刻多出了一个漆黑的心脏，咚咚咚，心脏强力而富有节奏的跳动着。紧跟着，面板浮现在陆胜眼前，杀戮之心，等级 LV45，可成长，品阶铂金级黑暗，可成长。装备效果：使用后，杀戮之心融入玩家体内，攻击时额外造成10%真实伤害。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心中十分激动。这个装备虽然没有属性，但特殊效果则是很强，额外造成10%的真实伤害。如今陆胜一次技能将近打20万伤害，10%就是2万伤害。别看这个数字小，这2万伤害可是实打实打在怪物血量上，无视一切护甲的。最重要的是，这件竟然是可成长型装备，不仅是等级，就连品阶也能提升。在陆胜记忆中，这种装备要是成长起来，可是十分恐怖的。同样是神级装备，可成长型就是要比普通的神级装备强许多。当然，价值也不可同日而语，哪怕找遍整个天命大陆，估计也没有一个。但是，
如今居然让陆胜从宝箱中开出来了，这100幸运果真划算。陆胜微微一笑，而后视线下移，装备成长都是有成长条件的，越强大的装备，成长条件就更困难。成长条件造成0.1000000真实伤害，成长效果对敌人造成攻击时附带 15% 真实伤害。果真捡到宝了，造成100万点真实伤害，装备便能进阶。这对其他玩家来说或许很困难，但对陆胜来说，技能可以随意释放，只需要足够的怪物，100万点真实伤害分分钟就能完成。使用！一声令下，那枚漆黑的心脏便跳动着飞了出来，没入陆胜胸口。紧跟着一股浓郁的杀气透体而出。陆胜睁眼，原本就漆黑的眸子此刻更加纯粹，举手投足之间都透露着一股生人勿近的感觉。呼！短暂适应了身体的变化，陆胜长出一口气，那令人胆颤的气质也随之淡了许多。紧跟着陆胜打开背包，刚刚拾取的时候还有一些暗黑币。暗黑币，道具介绍：黑暗阵营的通用货币，价值很高，但只能在黑暗阵营中使用。这个货币或许能换些好东西，看来得找个时间去黑暗阵营薅些羊毛。说着，陆胜平定心神，打开任务面板，提示：成功接取任务，捣毁黑暗阵营的据点。捣毁黑暗阵营的据点。任务简介：根据司徒的提示，前往黑暗阵营的据点之一，将其摧毁。任务进度：1. 抵达据点1 2. 捣毁阵营1 3. 击杀黑暗教众1000-1000。任务完成奖励：1. 根据任务完成度发放。任务失败惩罚：1. 黑暗阵营的无限追杀。提示：请返回法师协会提交任务。提示音响起，陆胜却没打算直接返回黑暗阵营，这里的火之晶核还没拿到。想到这里，陆胜走向小黑龙。此刻小黑龙也完成了成长，再次长了几米，身上漆黑的鳞片也愈发深邃，看起来又强了不少。走吧，我们进入峡谷。吼！小黑龙应了一声，快速起飞，一人一龙离开村庄，朝着远处的峡谷飞去。不一会，一道人影飞来，落在满是废墟的村庄中。这里就是他们口中黑暗阵营的据点。来人面目清秀，一袭洁白的连衣裙拖地，金色长发披在身后，碧蓝色的眸子，皮肤白皙水嫩，还有一对尖尖的耳朵。一落在地上，精灵女人便皱起眉头。好浓的黑暗波动，这里究竟埋藏了多少黑暗阵营的信徒？紧跟着她向前走去，直到看到那些破碎的石碑。这是……女人连忙上前，从怀中摸出一块手帕，轻轻捏起。这里的黑暗波动有一半以上都是从上面传来的，得带回去有审查一番。这碎片的来历怕是不简单。女人说着，变出一本书籍，仔细寻找过后，在一个写有邪神祭祀字样的页面停下，用手中的骨壳认真比对，然后夹进这一页，妥善保管起来。做完这些，女人又将整个村庄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确定再没有可怀疑的东西，这才放下心来。她之所以着急，提前2天赶到这里，就是因为法师协会的人说遇到了黑暗阵营的据点，并且这个据点似乎在举行什么仪式。光明阵营当即判断出来，很有可能是复活邪神的仪式，于是光明协会付出大代价才将他传送了过来。可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女人叹了口气，她在斯图纳得知法师协会已经派人前往，却没想到那人动作这么快，不仅摧毁了据点，甚至连这块石碑都给破坏了。不过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解决掉这个据点，应该也是很有实力的人。等见到面，再看看他有没有资格进入光明阵营吧。第90章肉山 BOSS 成功击杀。与此同时，陆胜站在黑龙背上，快速穿行在裂背峡谷中。很快，眼前便出现了一群怪物。火焰裂隙，等级 LV50，品阶铂金级，血量30000-30000，攻击1625至1700，防御988，技能熔浆喷吐铁灵防御。介绍：裂背峡谷最常见的生物，成群出没，数量极多，千万不要被围攻。陆胜低头看去，视线内只有一条裂隙。这头蜥蜴此刻正站在一处平地上，抬头看着天空中巨大的龙影。来自血脉的震撼让他抬不起头来，趴在地上瑟瑟发抖。火焰裂蜥是群居生物，不可能只有一只。不过就算你们藏着，也逃不过我的攻击。陆胜微微一笑，抬手施法，虚空之力瞬间炸开，以视线内那头裂蜥为中心，瞬间侵占了大片范围。-192827，-19282，真实伤害。红字后面跟着一串白字，正是杀戮之心带来的真实伤害。紧跟着
周围的缝隙、岩石下等地方纷纷冒出红字。负194363，负19436，负194621，负19462。一串串数字冒出，同时提示音在陆胜耳边不断响起。提示：您越级击杀火焰鬣蜥，获得经验值3万。提示：经验共享。提示：您当前等级已达到转职上限。提示音响起的同时，一道道乳白色的经验从各个角落飞起，密密麻麻地朝着陆胜飞来。同时，陆胜也在计算着击杀的数量。心神一动，杀戮之心的面板开启。成长条件：造成29281710000000真实伤害。30多个鬣蜥的死亡，直接将进度推高了1/3。看来以我的速度，很快就能将装备的属性提升上去。陆胜自信一笑，跳下龙背，开始拾取战利品。提示：您拾取到金币282901。提示：您拾取到材料鬣蜥鳞片19，已发放至背包。提示：您拾取到铂金级装备烈焰法杖1，已发放至背包。居然还爆装备了！陆胜挑了挑眉，没想到猎背峡谷的小怪爆率都这么高。打开背包，一把通体红色、杖身上雕刻着细密火焰纹的法杖便出现在陆胜眼中。火焰法杖，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智力加327，攻击加3000。装备特殊效果：一、释放技能时附加一个火球，对敌人造成1200点伤害。2、受到伤害时，法杖可以激发一个火焰护盾，为玩家抵挡1万点伤害，同时将10%的伤害返还。看着眼前的装备，陆胜挑了挑眉，有点意思。这件装备的属性虽然普通，但特殊效果还算可以。想都没想，陆胜直接将其扔进了背包，而后继续向前走去。再来2次这样的怪物，杀戮之心就能进阶。很快，又是一波蜥蜴照面而来。陆胜当即再次施法，虚空之力炸开，海量的伤害顿时灌入。负194363，负19436，负194621，负19462。一长串红白数字直接爆发，直接将杀戮之心的进度推到2/3。接受完经验，陆胜朝前走去，开始拾取战利品。提示：您已拾取到金币26151。提示：您已拾取到材料鬣蜥鳞片15，已发放至背包。提示：您已拾取到材料鬣蜥獠牙石，已发放至背包。这次的运气显然没有上次好，同样是一堆鬣蜥，一件装备都没能爆出来，反而多了一堆材料。这些材料用来打造装备也还可以。蚊子再小也是肉，陆胜当即就想出了这些材料的用处。紧跟着他看向杀戮之心的面板，进度再次推进，达到2/3的位置。再有这样一堆鬣蜥，杀戮之心就能进阶。铂金级进阶就是神级装备。想到这里，陆胜不禁加快了步伐。很快，陆胜便来到猎背峡谷深处，这里的温度更加炎热，就连他都感觉到有些不适。最重要的是，一路走过来，竟然一只鬣蜥都没能发现。莫非绝种了？怎么可能这么快啊？陆胜摇摇头，朝着峡谷深处走去。很快，陆胜的视线中便出现一块巨大的岩石。不对，这不是岩石。陆胜忽然谨慎起来，他分明看到那块岩石表面的鳞片竟然在略微上下起伏，是鬣蜥伪装成的。陆胜好奇，当即释放探查术，一道光芒闪过，面板在眼前浮现。熔岩鬣蜥 BOSS， 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血量1900000，1900000，攻击5149-5200，防御6726，技能熔浆吞噬、熔浆喷发、横冲直撞。介绍：猎背峡谷中的精英怪吞噬熔浆可得到提升，实力随体型变化而变化。看着眼前体型巨大的鬣蜥，陆胜很快便对他的实力有了初步判断，怕是在这猎背峡谷生活了许久，不然体型无法如此巨大。想到这里，陆胜非但不害怕，反而面带微笑。血量这么高，不就是给他刷杀戮之心的？二话不说，陆胜立刻施法，磅礴的虚空之力炸开。还在伪装岩石等待埋伏陆胜的鬣蜥只感觉到皮肤一阵疼痛，紧跟着睁开眼，只见自己被包裹在一片虚空之中。嘶！发出一声痛苦的嘶鸣，鬣蜥想要奔逃，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迈不动步子。负194363，负19436，负194621，负19462。一长串红白字冒出，巨蜥的血量被快速消耗。陆胜适时又补上2发，血量下降的速度顿时翻倍。嘶！终于，随着巨蜥一声痛苦的嘶鸣，
如小山一般的身形轰然倒下。与此同时，提示音在陆胜心中响起：提示：您已击杀铂金级 BOSS 熔浆裂隙，获得经验值19万。提示：经验共享。提示：杀戮之心进阶条件达成，正在进阶。提示：恭喜您完成裂背峡谷完美通关，正在对您进行世界公告。第91章新收获：精灵一族。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曙光主城玩家君临达成裂背峡谷首通成就，且该玩家评级为完美级。世界公告：特此奖励金币20万，声望2万，五行宝箱1。世界公告再次响起，再次在天命世界引起轩然大波。裂背峡谷，又是铂金级副本，君临大佬究竟怎么做到的？快教教我！那可是君临大佬教是能教会的。之前君临大佬开放的神秘副本，我现在还没过去，难度太高了。不过收益也是真的掉啊，杀死一个小怪都有将近上千的金币，那确实完全值回票价了。众人议论纷纷。与此同时，接受完世界公告的奖励，陆胜打开背包，只见背包中那个五行宝箱正在闪闪发光。提示：是否开启？陆胜毫不犹豫选择开启。下一秒，流转着无色光彩的包厢敞开一条缝，紧跟着夺目的五色光彩喷薄而出。提示音响起：提示：开启成功。提示：您获得铂金级五行装备烈焰长靴，已发放至背包。烈焰长靴，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智力加250，体质加300。装备特殊效果：一、行走时留下燃烧的火焰，对敌人造成火焰魔法伤害，且持续灼烧。二、释放技能时触发通天火柱，地表裂开喷发火焰，对技能范围内的敌人追加2次伤害，且造成灼烧效果。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微微点头。果然，他现在的装备正在朝着五行套装靠近。和之前一样，这件装备的效果同样好得出奇，不仅属性超高，并且特殊效果依旧有技能释放特效。在虚空之力释放完成后，会有通天火柱对敌人进行攻击，地表裂开，熔浆喷发。光是想一想，那个场面就极为壮观。伤害自然不用怀疑，将其收入背包。杀戮之心在刚刚也完成了进阶。杀戮之心，等级 LV45， 可成长，品阶神级，黑暗，可成长。装备效果：对敌人造成伤害时附带 15% 真实伤害，额外真实伤害提升到了 15%， 并且装备品阶也提升到了神级。如果就这么持续进阶下去，那日后岂不是能达到 100% 的真实伤害？或许超越 100% 也不是问题。陆胜丝毫不怀疑这件装备的成长性。进阶条件：对敌人造成0.1000000点真实伤害。下次进阶的条件也发生了变化，需求从100万点真实伤害提升到了1000万点。不过对陆胜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技能和魔力值的阻碍完全可以忽略，只要有足够的怪物，一口气升到传说级也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做完这些，陆胜上前开始拾取 BOSS 的掉落物。提示：您拾取到金币281711。提示：您拾取到火之核心，已发放至背包。提示：您拾取到铂金级装备烈焰护臂，已发放至背包。提示：您拾取到铂金级装备火焰战袍，已发放至背包。又是一波大爆，不仅出了火之核心，还有2件装备。烈焰护臂，等级 LV45， 品阶铂金级，智力加190，体质加370。装备特殊效果：一、对敌人造成伤害时释放一枚随机大小的火球，对敌人造成伤害。二、对敌人的攻击额外附加 10% 火焰魔法伤害。火焰战袍，等级 LV45， 品阶铂金级，智力加210，体质加300。装备特殊效果：一、进入战斗状态后，穿戴者周身出现一道火焰屏障，足以抵挡1万点伤害。二、对敌人造成伤害时间 20% 的数额将返还屏障。看着眼前的装备，陆胜有些惊讶，这个 BOSS 几率也太高了，竟然爆出2件好装备。身为铂金级装备，这2件的属性自然不会太低，甚至在同等级的铂金级装备中也属于中上游水准。但这2件装备的特殊效果就直接将他们拉到铂金级 T0 的水准。首先是护臂，释放技能时召唤一枚随机大小的火球，这枚火球肯定是随着幸运值变化的。而陆胜有幸运药水，若是克他个上完瓶，那火球得有多大？光是想着那个场面，陆胜就不禁有些好奇。其次是战袍的特殊装备，第一条
是施加一个仅能抵挡10000点伤害的护盾，这样看起来并不是很强，但和第2条特殊效果搭配，要知道陆胜现在1秒能造成足足20多万的伤害，20%就是4万，每秒护盾增加4万的数值，哪怕陆胜就站在那里 ，BOSS 都不一定能打得破。没有犹豫，陆胜当即换上属性上涨1节，将战场打扫干净。陆胜打算离去，就在这时，一声呜咽忽然传来。陆胜扭头一看，只见 BOSS 如山一般的尸体后，竟然还挡着一个山洞，这里面莫非有人？陆胜挑了挑眉，迈过正在消散的 BOSS 尸体，朝里走去。黑暗阵营驻扎在附近，这里也很有可能被他们感染。之前莉莉丝说，黑暗阵营在宣传他们的神教，莫非这里面是另外一个据点？陆胜心中想着，收起来的法杖再次出现在手中。如果里面是黑暗阵营的人，那他就会毫不犹豫出手，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中连续砸下几个虚空之力，就算是谁来了，也别想完好无损的走出去。随着陆胜逐渐深入，眼前的山洞也逐渐宽敞起来，眼前逐渐出现亮光。陆胜微微侧头，朝着里面看去，只见一群穿着火红衣服、身上带着镣铐的少女正挤作一团，摸着眼泪。看着她们精致的容貌以及尖尖的耳朵，陆胜不禁有些诧异。精灵族，这片大陆中竟然还有精灵族的存在。在他的记忆中，等到了游戏后阶段，代表光明阵营的角色出战时，才陆陆续续有精灵族出现在视线中。至于这片大陆没有精灵族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魔法天赋太强大了。大部分精灵几乎是在幼年时期便具备了玩家一转的实力，成年期更是逼近魔导师，也就是司徒和莉莉丝的水准。然而这么强大的种族，如今却好像是被什么人囚禁在了这里。第92章隐藏任务，保护精灵一族。就算你杀了我们，我们也不会屈服的。发觉到陆胜的身影，一群精灵当即怒斥，显然把陆胜当作了囚禁他们的人。我们精灵一族天生向往光明，不管你们黑暗阵营开出什么价格，我们都不会屈服，哪怕你杀了我们。为首的短发精灵大声吼道。但即便他这么掩饰，陆胜依旧能听出他声音里的颤抖。我并非黑暗阵营的人，陆胜说着走到众人面前。谁信啊？你要是想杀我们，就给个痛快的，不然等光明阵营的前辈来了，见到我们如此，必定将你等赶尽杀绝。短发精灵怒气冲冲，想要激怒，其实这番话也是在壮自己的胆子。他们被囚禁这么久，光明阵营的人都没前来，反而让他们受尽了折磨。仙侠这么说，也只是想激怒陆胜，好给他们个痛快。陆胜没有言语，从背包中取出自己的令牌。成为法师协会副会长后，他也有了自己的专属身份令牌，放在众人面前。虽然他们认不得这个令牌的含义，但上面残留的光明波动还是让他们产生疑惑。莫非眼前的男人真不是黑暗阵营的人？要知道，光明黑暗两大阵营自古对立，他们互相特有的魔法波动，在对方看来也是极其克制的。若是让一个黑暗阵营的信徒手持光明令牌，手都会被腐蚀，更别说这么坦然的和他们对话了。见众人愣住，陆胜也不说话，依次帮他们解开了困着他们的锁链。这下众人不得不相信，眼前的这个男人真是光明阵营的人类鹅。提示：烈焰精灵派莫对您的好感度加50。提示：烈焰精灵艾希对您的好感度加50。提示：提示音不断在耳边响起。陆胜直接忽略，转身想要离去。等等！就在这时，刚刚的短发精灵连忙上前。黑暗阵营的人已经被解决了，你们不用担心。陆胜没有回头，淡淡说道。不是。短发少女有些窘迫，拦在陆胜面前，好半天才开口。方才对阁下出言不逊，还请阁下不要介意。陆胜面无表情，对不认识的人警惕一点，没什么不对的。我可以走了吗？短发精灵却没让路，结结巴巴好半天才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原来他这次被黑暗阵营的人捉住，所有人体内已经被种下了黑暗种子。这些种子虽然不会危及他们的生命，但黑暗阵营的人却可以凭借对种子的感知寻找他们的位置。如果继续在这里待下去，用不了多久，黑暗阵营的人就会再次找上门来。阁下能不能暂时收留我们，等到光明阵营派人前来，我们便不会再过多打扰。看着满脸请求的短发精灵，陆胜皱眉。如果真按照他这么说，那黑暗阵营找上门来，第一个遭殃的岂不是自己？陆胜并不害怕，只是觉得有些麻烦。况且只是第一次见面，他没有理由为对方付出这么大代价。不好意思，我正打算拒绝，忽然一道提示在耳边响起。提示：您已触发隐藏任务。提示：是否接受？隐藏任务。陆胜一挑眉，这都可以？隐藏任务触发条件一般都需要玩家主动，
如果没有攻略指引，触发的几率少之又少，并且隐藏任务的难度都会很高，非寻常玩家能胜任。所以，哪怕触发了隐藏任务的剧情，一般玩家都要慎重选择。也正因为如此，隐藏任务的奖励一般都是很丰厚的。想到这里，陆胜只好接受，毕竟这可是精灵一族的隐藏任务，奖励肯定非比寻常。好吧，陆胜点头。紧跟着一道任务面板出现在眼前，拯救精灵一族。任务简介：从黑暗阵营手中救下精灵一族，并且保证安全，直到光明阵营介入。任务进度：1. 解救精灵一族1 2. 保证精灵一族的安全0 1 3. 将精灵一族交到光明阵营的手中0 1。任务奖励：1. 火焰精灵一族好感加50 2. 王者精灵血脉失败惩罚1 5。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有些诧异。王者精灵血脉，要知道精灵一族成年阶段几乎都是魔导师的水准，这一切都归功于他们超强的魔法天赋。寻常玩家需要多次使用添加技能点才能提升上去的法术，他们几乎是看一眼便能领悟。最离谱的是，哪怕他们不曾使用过那些法术，技能等级都会随之增高。但这还是普通的精灵，王者精灵，想都不敢想啊！陆胜当时就觉得自己这个决定实在是太明智了。与此同时，短发精灵也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的同伴。众人了解之后，顿时向陆胜投以了感激的眼神。提示：火焰精灵思路对您好感度加50。提示：火焰精灵安博对您好感度加50。提示音不绝于耳。陆胜照样忽略，只是感觉他们看自己的眼神似乎有点不对劲。没有多想，陆胜当即对着众人招了招手，准备好了就过来吧。众人连忙凑了过来。陆胜心神一动，小黑龙出现在众人眼前。庞大的巨龙忽然出现，让精灵族众人顿时吓了一跳。这是龙族？短发精灵之前曾跟在长老身边，见多识广，这似乎还不是普通的龙族。短发精灵拧眉看着趴在地上的小黑龙，可惜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只觉得这龙身上王霸之气十足，不是凡物。不过这一番上下打量的眼神却让小黑龙感到一阵不爽，吼，发出一声低吼，紧跟着一股极其克制的威压弥漫出来。短发精灵只觉得身体一阵不适，连忙退开，更别说其他精灵，原本就是胆怯的样子，此刻更是胆战心惊，连忙撤出更远。见状，陆胜也有些好笑，蹲下身子轻轻拍了拍小黑龙的头。小黑龙立刻做出一副享受的样子，眯着眼睛发出哼哼声，这股威压才消失不见。好了，快上来吧。陆胜示意众人。阁下，你要带我们去哪？短发精灵在陆胜的帮助下，一边爬上龙背，小声问道。陆胜微微一笑。曙光主城第93章返回主城，暴涨的好感度。曙光主城，短发精灵一愣，他似乎没有听说过这个主城的名字，但也没有多问。在陆胜的指挥下，小黑龙翅膀一震，腾空而起，而后化作一道黑线，朝着东南方向的曙光主城快速行进。感受着耳边呼啸的飓风，众多精灵多少都有些害怕。唯一的例外是站在陆胜身边的短发精灵，视线内的景象快速倒退，他的脸上竟然闪出了一分激动的神色，竟然感觉有些刺激。但陆胜就在眼前，他也不好意思做出太过夸张的表情，只是心存感激。先前他们还被黑暗阵营的人困在地窟，而现在却能站在龙族背上自由飞翔。提示：火焰精灵西恩对您好感度加50。陆胜突如其来的好感度让陆胜有些诧异，回头看了一眼压抑激动的短发少女，他似乎明白了什么。很快，小黑龙便带着众多精灵来到了曙光主城。巨大的黑影在上空浮现，待在公会的玩家顿时眼前一亮。是会长，会长回来了，上面似乎还有人。哇，好漂亮！会长去哪整的？这些女人也太美了，简直就像是天使。好羡慕会长，我也想被漂亮姐姐包围。众人议论纷纷，围了过来。小黑龙也找到一片空地，缓缓降落。这里就是曙光主城了，你们先居住在这里，至于以后的打算，日后再说。好。短发精灵西恩点点头，同时震惊于这座主城的繁华。极其宽阔的疗愈，流转着紫金光芒的城墙，以及驻扎在不远处那足足有1000万人的军队，并且他能感觉出那些军队的实力完全不输于囚禁他们的黑暗阵营信徒。这就是恩人的实力吗？西恩同时还发现了围过来的玩家，这些人虽然看起来都色眯眯的，但始终保持着一个安全距离。他们对恩人的那种崇敬也很轻易就能看出来。顺着龙背下来，
陆胜找来一群人，正是之前从圣光主城带来的那批牧师。莫伊此刻已经适应了曙光主城的生活，和众多玩家打成一团，并且因为之前牧师招募的任务，还给陆胜赚取了上百万金币。虽然这对陆胜如今的财产来说不过9牛1毛，但对他来说已经很多，是一笔难以想象的财产了。你带几个牧师治疗一下他们身上的伤势，然后陆胜开始给他布置任务。片刻后，莫伊郑重点了点头：“君临城主，请放心，保证完成任务。”说完，莫伊就跑开了。此时站在一旁的西恩听到莫伊对陆胜的称呼，不禁瞪大了眼睛。救下自己的男人，竟然是这座主城的城主。在他的猜想中，陆胜实力强大，但充其量也就是个主城长老之类的，居然是城主，救下了自己。他脑子有些发懵，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很快就在一队牧师的围绕下前去治疗了。很快，莫伊也返了回来，手里还拿着一张图纸，宫殿建造图纸，等级 LV10，品阶黄金级，道具效果：使用后建造一座宫殿，且其中配备完善。看着手中的图纸，陆胜满意的点了点头。黄金级图纸价格不是很高，并且满足了他的需求，面积大且配备完善。毕竟精灵一族之前被囚禁在地窟，受尽折磨，将他们带回曙光主城，肯定是要休整的。陆胜总不能让他们睡在广场上，这不是便宜了那群 LSP？ 这个宫殿刚刚好。提示：是否使用该图纸？使用。陆胜毫不犹豫，开始建造。提示：使用成功，宫殿开始建造。提示：当前建筑剩余时间128小时，可使用金币加快进度1000金币小时。提示音响起，陆胜当即选择氪金，一共128小时，也就10万多金币，小钱中的小钱。提示：使用成功，当前建筑剩余时间127小时。提示：使用成功，当前建筑剩余时间99小时。提示：使用成功，当前建筑剩余时间45小时。提示音不断在耳边响起。很快，12万8千金币便全部投入其中，宫殿也在这一刻建成。偌大的宫殿在曙光主城可谓是独树一帜，很快便吸引了许多玩家的注意。哇，这宫殿看起来很不错呀，是会长的手笔吗？太大气了。的确，不过我们都没有睡觉的需求，更别说上厕所什么的，这宫殿是给谁住的？就算没用，光看起来也让人心旷神怡呀。众人议论纷纷。就在这时，修整好的精灵众人也赶到了现场。在牧师们的帮助下，他们洗去了一身的灰尘，还换上了新衣服。火红的连衣裙衬托的皮肤更加白皙，搭配上精致的面容以及较好的身材，顿时将周围 LSP 的目光从宫殿吸引了过去。我了个大去，美女啊！你们看他们的耳朵，竟然是尖尖的！精灵，是精灵！这个世界竟然还有精灵一族，这不是只存在于游戏中的吗？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说可能我们就在玩游戏？在众人的目光中，短发精灵西恩也穿过人群，来到了陆胜面前。阁下，陆胜上下打量了他们一眼，总算是有点精灵族的样子了。不过由于体内蕴含黑暗种子的原因，众人暂时还是不能修炼。若是能将此种子驱除，很快就能变成一支强力的精灵小队。这是为你们准备的居所。陆胜指着一旁的宫殿说道：“舟车劳顿，快去休息吧。”看着恢宏的宫殿，西恩愣住，很快便是一脸感激：“多谢阁下。”提示：火焰精灵西恩对您的好感度加100。提示：火焰精灵沙金对您的好感度加100。提示声不绝于耳。陆胜微微一笑，摆了摆手：“不必客气。”客套了好一阵，众精灵才在玩家们的目光中依次走进了宫殿之中。紧跟着提示音又是接连响起。提示：火焰精灵。想必是看到了宫殿中的陈设，精灵众人对陆胜的好感度再涨一截。听着耳边的提示音，陆胜微微一笑。如此一来，精灵军队组建起来的进度就要更快上一些了。第94章宝石镶嵌，店铺建造。安置好众人，陆胜也不在此多做逗留。捣毁黑暗阵营的据点。任务简介：根据司徒的提示，前往黑暗阵营的据点之一，将其摧毁。任务进度：1. 抵达据点1 2. 捣毁阵营1 3. 击杀黑暗教众1000-1000。任务完成奖励：1. 根据任务完成度发放。任务失败惩罚：1. 黑暗阵营的无限追杀。提示：您已完成任务捣毁黑暗阵营据点，请前往法师协会找到司徒提交任务。任务已经完成，陆胜现在的目标是提交任务。走出曙光主城，用不了多久，陆胜便来到神域主城。法师协会下，陆胜迈步走了进去。
游荡在大厅内的 NPC 见到陆胜，立刻凑了过来行礼，见过君临副会长。陆胜摆了摆手，而后在一名 NPC 的带领下，乘坐魔法升梯来到顶楼。君临阁下，看样子你已经完成任务，圆满归来了。一见到陆胜，司徒便笑着迎了上来。莉莉丝同样面带微笑，君临阁下，欢迎归来。陆胜点了点头，然后将整件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听到陆胜说有一位邪神的意志降临，立刻瞪大了眼睛。你是说有邪神在背后干预此事？陆胜点点头，又摇摇头。我只是遇到了邪神意志，并且是未成型的意志。那可是邪神啊！莉莉丝满脸不敢置信，就算是未成型，实力也应当远超我们。真的被你解决了？是的。陆胜点头。听到他肯定的回答，莉莉丝和司徒两人面面相觑，有些不敢置信。尤其是司徒，如今陆胜一次次展现出来的实力已经远超了他的想象，尤其是这次，看样子已经超出了他的水准。陆胜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惊讶，而是转口问道：光明阵营的人来了吗？来了。司徒连忙回应，只不过又去了猎贝峡谷，你没有和那位碰面？陆胜摇摇头，除了那些精灵，他还真没见到其他人。那看样子应该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那位应该很快就赶回来了。司徒说完，转口说道：君临阁下，没想到一个黑暗阵营据点在你手中如此轻易便被损毁了，看样子你的实力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事后我会将你引荐光明阵营，那可是一个所有法师都向往的地方，以你的实力，想要加入应该并不困难。听着这话，陆胜没有什么反应，反而莉莉丝有些着急。师傅，现在将他引入光明阵营，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虽然陆胜实力强大，但他们与陆胜相处的时间并没有多长，就算他当时也是经过司徒测试了许多年，才勉强成为了光明阵营的一名成员。然而现在陆胜就要进入光明阵营了，不早了。司徒脸色严肃，悄悄传音道：君临阁下的实力远超我们想象，如今黑暗阵营已经有了动作，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虽然我在光明阵营也只是一个小队长的身份，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又怎么能不为光明阵营的未来考虑？我的实力就到此为止了，但君临阁下潜力无限，能加入光明阵营，对双方都有好处。好吧。司徒有理有据，莉莉丝也不得不承认，陆胜成长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转而司徒看向陆胜，满脸笑意：君临阁下，这次辛苦你了，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一点点薄礼，还请不要介意。说着，司徒轻轻挥手，一枚水晶凭空出现，飘向陆胜。陆胜接住，眼前浮现一道面板，魔力水晶，等级 LV45， 品阶铂金级，道具效果：一、智力加300， 2、施法速度正 30%， 3、法术吸血正 20%。 注：此宝石可镶嵌在不低于本宝石品阶的装备上。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微微诧异，竟然是宝石。在上一世中，这可是游戏后期才出现的道具，如果装备达到瓶颈，除了强化和增幅，最为稳妥的方式便是镶嵌宝石。强化和增幅都有装备破损的风险，但宝石镶嵌不同，虽然宝石价格高昂，但镶嵌却是100%成功，完全没有损毁装备的风险，更不会出现那种花费大量钱财打造的装备却在镶嵌的时候碎了这种令人抓狂的情况。提示：镶嵌宝石需要镶嵌师，无法自主操作。提示音在耳边响起，陆胜面色不变，将其收入背包中。同两人又补充了些任务中的细节，陆胜便转身告辞。他现在的任务就是镶嵌宝石，既然这样，最需要的就是一个镶嵌师的副职业，亦或者镶嵌店。很快，陆胜便来到紫金商行。术业有专攻，这种少见的东西还是紫金商行最靠谱。同那名气泡少女说了自己的需求，对方便将陆胜请到包间，匆匆跑开了。没过多久，又折返了回来。提示：紫金商行向您发起交易，一共200万金币，是否接受？接受。陆胜说这话的同时，提示音再次响起。提示：由于您是紫金商行的黑金 VIP， 此次购物优享8折优惠。提示：交易金币为1600000金币，交易完成，省了40万金币。交付完金币，陆胜直接走出紫金商行，来到商业街。陆胜在铁匠铺旁边找到一片空地，而后从背包中掏出刚刚购买的卷轴。镶嵌店设计图纸，等级 LV10， 品阶铂金级，道具效果：使用后将建造一间铂金级的镶嵌店，所需人员其中配备。建造耗材：铁钉1000，木材1000，工作台1。看着眼前的图纸，陆胜微微点头。品阶上升了一个等级，
所需的材料也翻了10倍。不过这些东西陆胜早就准备好，哪怕将这条商业街盖满，估计也用不完。提示：是否使用镶嵌店建筑图纸？使用。心神一动，手中的卷轴便飞了出去。看着开始建造的店铺，陆胜开始疯狂氪金。第95章，宝石山脉下马威。陆胜疯狂氪金，金币如流水一般，很快便投入了上千万金币。提示：建造完成。随着陆胜最后一笔金币投入，镶嵌店终于建造完成。只见铁匠铺一旁的空地上已经出现了一间店铺。这间店铺占地面积不大，但极其豪华，光是大门上就镶嵌了不知道多少宝石，阳光打在上面，又折射出如彩虹一般的光芒。这一幕也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我去，这是什么店铺？看起来好豪华，和我之前去过的天上人间差不多。难道是那种交易场所？我开始期待了。搞黄色是吧？举报！这不是君临大佬吗？还真是，难道这又是君临大佬的产业？众人议论纷纷，同时注意到了陆胜。一群人连忙凑了过来，看着包围过来的众人，陆胜皱了皱眉头，紧跟着身形一闪，瞬间消失在了原地。进入店铺，关上门，店内装修依旧豪华，墙角摆着一排由水晶制成的架子，上面空荡荡的。紧跟着一道身影出现在陆胜面前。见过主人。陆胜低头看着面前皮肤白皙、浑身上下散发着贵气的男人，他的名字叫做斯利特，应该就是镶嵌店里的镶嵌师了。起来吧。陆胜摆了摆手，然后开口：我需要你帮我镶嵌一块宝石。斯利特站起身来，脸色泛蓝。抱歉，主人您应该也能看到，我这里还没有合适的宝石。没等他说完，陆胜直接从背包中掏出那块宝石。这是……斯利特接过陆胜手中的宝石，戴好单片眼镜，仔细辨认，最终惊呼：这块宝石品质很不错，主人您需要镶嵌在哪件装备上？我来帮您。陆胜点头，取出手中的法杖交到对方手中。斯利特又小小惊讶了一下，虽然每天和宝石打交道，但装备的品阶他也是有判断能力的。这件法杖经过大胡子的增幅，各项属性已经远超现在的品阶。主人放心，我一定镶嵌的完美无缺，浑然天成。斯利特信誓旦旦的保证。第一次展露实力，他自然要表现得好一点。陆胜点头，然后转身便离开。此时等在外面的众多玩家也搞懂了这个店铺的作用，当即就有些人就要给自己的装备做镶嵌。100%成功率，我要镶嵌。增幅太坑了，加11我的装备就碎了。怎么我就没这么惨，第一次上13就成功了。我超有欧皇，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镶嵌宝石。众人议论纷纷，全然没有人将注意力放在陆胜身上。借此机会，陆胜直接来到一片无人的地方，心神一动，小黑龙便出现在眼前。与此同时，陆胜在地图上确定了一个地点，在他的记忆中，那个山脉盛产宝石，但因为位置偏僻，直到很后期的时候才被找到。如今陆胜有了镶嵌店，而最缺的就是宝石。现在那座山脉的宝石应该还没有销路，我如果能将其带出来，左手倒右手，岂不是白赚？陆胜心中浮现起一个计划，简直就是白赚。很快，黑王龙便降落在一片山脉。从上向下看，这里极其荒芜，但陆胜知道，这里可是蕴含着许多宝藏，哪怕只是取出一部分，其换取的金币都能让一个人衣食无忧，用10辈子都不止。下去吧。陆胜轻声吩咐。小黑龙心领神会，立刻放缓了翅膀震动的频率，缓缓下降。什么人？就在一人一龙落下来的一瞬间，一道暴喝声音顿时响起。这声音听起来极其威武，像是一个身高体壮的大汉在怒吼。顿时，整个山谷回荡的都是这个声音。不过陆胜知道，守护在这里的人可远远没有想象中这么厉害。外来者，速速退去！若是惹怒我族，我定叫你生不如死！那威武的怒吼还在不断传出，陆胜却是面无表情。叫你们的王出来，我有事要和他谈。陆胜声音很轻，极其淡然。那威武的声音一愣，紧跟着怒斥：我族的王岂是你这种人能见到的？最后警告你一遍，速速退去，否则就别怪我族出手无情了。面对这个威胁，陆胜一脸淡然，甚至根本没有回应，只是站在原地，想要看看对方究竟能做出什么反应来。紧跟着一阵阵金属摩擦的声音传出，陆胜循声望去，只见远处出现一匹巨大的黑影。这些黑影看起来足足有10米之高，体型巨大，一步迈出，地动山摇，并且他们的皮肤似乎是由金属做成，表面泛着冷冷的光泽。连保命能力都搬出来了吗？陆胜不屑一笑，眉心闪起一道白光。探查术，击阔巨人，等级 LV50，品阶神级，血量
175000，攻击8750-8800，防御3789，技能火箭铁拳光束扫射。介绍：由珍贵金属打造成的杀人兵器，力大无穷，防御力极强。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微微有些诧异，没想到这个族群打造出来的杀人兵器水准竟然这么高。虽然只有50级，但品阶可是到了神级，并且各项属性也足以媲美一些神级怪物中不太强的 BOSS。听起来或许感受不到他们的厉害，但这样的杀人兵器可是有足足一匹，上百个，并且在出现的瞬间就已经将陆胜包围。若是其他玩家，此时定时十死无生的局面。但陆胜不同，面对这些杀人兵器的包围，陆胜只是微微惊讶了一下，而后掏出了之前留下的智慧之杖——虚空之力。刹那间，磅礴的虚空之力扩散开来，瞬间将那些机器人包裹起来。下一秒，各种伤害数字浮现而出：-218728，-21813，-210827，--21087，陆胜不停施法，将每个杀人兵器都笼罩在了虚空之力当中。血红的数字不断浮现，足足17万的血量顿时被消磨一空。紧跟着，提示音响起，提示：您越级击杀击阔巨人，获得经验值9万。提示：经验共享。提示：您的等级已经达到转职等级上限。看着那些击阔巨人依次爆炸，陆胜表情依旧平淡，缓缓开口：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叫你们的王出来。第96章达成合作，镶嵌店开张。陆胜的声音在山谷中回荡。从那些击阔巨人被他破坏之后，那原本威武的声音便再也没有响起。陆胜就这么站在原地，缓缓抬起法杖，一副要将这里彻底毁灭的样子。等等！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山峦之后走出，缓缓来到陆胜面前。我便是这里的王者，还请阁下手下留情。陆胜看着眼前的男人，不到1.5米的身高，身材壮硕，虚然极凶，耳朵和鼻子都是尖尖的，不是人族。矮人族的确是这座山脉中的原住民，但具体是不是矮人一族中的王者，还需要检查后才能确定。眉心一闪，一道面板浮现在陆胜面前。矮人之王，等级 LV50，品阶铂金级，血量15000015000，攻击3250-3300，防御1724，技能重锤出击地动山摇。介绍：矮人一族的王者拥有令人惊叹的锻造技术，其在机关上的理解更是远超其他族群。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确定了对方的身份，手中氤氲的虚空之力缓缓消失。陆胜放下法杖，陆胜微微一笑：你终于出来了。矮人之王诧异：你认得我？矮人一族自古隐藏在这座山脉中，很少与外族碰面，眼前这个男人竟然一副与他熟知的样子，这不禁让他有些警惕。不，我不认得。陆胜摇头，先前贸然出手，只是为了让阁下出来与我见面，出手过重，还请阁下不要介意。不会。矮人之王叹了口气，看着周围损坏的击阔巨人，不免有些肉疼。这都是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东西，是他们抵御外族最后的杀手锏，现在都没了。不过见识过陆胜的实力，他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开口道：敢问阁下与我见面，所谓何事？想和阁下达成合作。合作？矮人之王愣住，他们这穷乡僻壤的，有什么好合作的？莫非是要将他们带出深山？想到这里，矮人之王表情立刻严肃：阁下，我族曾有祖训，不得出此山林。不是这个。陆胜摇头，听说这座山脉中有大量蕴含魔法波动的宝石，我想用一些东西来交换。交换？什么东西？矮人之王放松了些，宝石对他们来说就远没有族人那么重要，更何况矮人天生不喜战斗，这些宝石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些好看的石头。至于上面附加的属性，可有可无。如果能从陆胜手中换取一些对族群有帮助的东西，他自然乐意。紧跟着就见陆胜手中一道光芒闪过，一个大箱子出现在他面前。你打开看看。矮人之王上前掀开，顿时一股香味涌了出来。这是食物。矮人之王诧异，这竟然是满满一箱子食物。要知道，他们虽然擅长锻造兵器，但对做饭这方面还停留在烤熟就行的认知层面上。箱子里这些花里胡哨的食物，比他们曾经吃过的那些烤肉简直不要太好。陆胜也是知道这个信息，所以才在神域主城中购买了一批食物。这个怎么样？当然可以。矮人之王欣然答应，紧跟着一招手，几个身材不输于他的矮人走了过来。你们几个去搬些宝石过来。是。几人应下，匆匆离去。
很快便抬着一个箱子走了过来。阁下请看，这是不是你需要的宝石？陆胜打开箱子，顿时一股魔力喷薄而出。狂战宝石，等级 LV20， 品阶黄金级，力量加80，体质加100。圣域宝石，等级 LV30， 品阶紫金级，智力加120，体质加40。特殊效果，对友方施加治疗技能时，效果提升 5%。 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微微点头。这些装备虽然有好有差，但的确是他想要的那种宝石，并且主城中玩家的实力参差不齐，需要有一些较差的宝石来供他们消费。忽然一抹红光闪过，陆胜轻咦一声，从宝箱中取出一块通体血红的宝石，紧跟着一道面板浮现在眼前。杀戮宝石，等级 LV45， 品阶铂金级，智力加300，体质加270。特殊效果，每击杀一名敌人，智力可上涨1点，持续20秒。这个属性可是十分适合自己啊！要知道，陆胜现在一个技能砸下去，可是能砸死一大片怪物。虽然智力提升时间只有20秒，但有无限火力在，陆胜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释放技能。20秒完全可以解决战斗。想到这里，陆胜看向矮人之王。没错，这就是我需要的宝石。既然如此，那这些都是你的了。矮人之王大气地挥挥手，赶紧命令几人将那一箱食物搬下去，生怕陆胜反悔似的。阁下日后若是还想换，尽管来我这里便是。见食物安放好，矮人之王心情大好，对着陆胜说道：“阁下可能误会了。”陆胜微微一笑：“我之前说了，是与矮人族达成合作，这一箱宝石只不过是开胃菜。矮人族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和我提，而我要的只有这些宝石。”听着陆胜的话，矮人之王知道机会来了，但他没有直接答应，而是转身离开，同几位矮人族的长老商讨了一番。不一会儿，又拿着一张清单来到陆胜面前：“阁下，这是我矮人族开出的条件，若是阁下能够理解，那这合作便达成了。”陆胜接过清单，却发现上面不过是一些吃穿用度，稍微夸张一点的就是需要一些好的锻造材料，可这些在陆胜眼里价值远远不能和宝石相比。一言为定，达成协议，陆胜当即掏出传送宝石，离开了此地。来到镶嵌店，陆胜发现此时店外已经排起了长龙，但因为店里没有宝石，众人也只一脸期待地排着队。陆胜一个闪身，直接走进店里。主人，优雅男人单膝下跪。不必客气。陆胜摆摆手，指着窗外问道：“这些人在这里待了多久了？”优雅男人苦笑：“自从您离开之后，他们就在门前没有散去。”陆胜了解，点了点头：“那这样，你去告诉他们，就说镶嵌店要开张了。”第97章，光明来人，邀请。开张？优雅男人有些疑惑，店内的宝石问题还没解决，如何开张？难道要玩家自带材料？镶嵌店确实提供这项服务，但那些玩家要是自己有宝石，早就镶嵌了，何必还在这里苦苦等候？没等他发出疑问，就见陆胜挥手，一道光芒乍现，出现一个箱子。打开看看。陆胜微微一笑，示意对方。优雅男人点头，手搭在箱子上，顿时感觉到有一股精纯的魔力。莫非这个箱子重？吱呀一声，箱子打开，璀璨夺目的宝石映入眼帘。优雅男人只觉得呼吸一滞，紧跟着满心狂喜。这么多宝石，还有这个。陆胜伸手将之前留下的那块血红色的宝石交给对方，镶嵌在我的装备上。是。优雅男人毕恭毕敬接过，而后开始镶嵌。每个品阶的装备都有各自对应数量的镶嵌孔，例如陆胜这只铂金级法杖就可以镶嵌2枚宝石，紫金级以下只能镶嵌1枚。在他精湛的操作下，那枚赤红宝石很快便牢牢附着在了法杖之上，并且与法杖自身的魔力交相辉映，融为一体。主人，优雅男人连忙将法杖递了过去。陆胜接过，在眼前一晃，紧跟着面板浮现：魂灵法杖，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攻击加6000，智力加495。装备特殊效果：一、释放技能时有 80% 几率召唤出王者枯骨，帮助玩家进行战斗。二、对敌人造成伤害时可储能，储能达到10万时可发动亡魂之吼，对敌人进行10万点精神攻击。三、击杀敌人后，法杖内可储存亡魂，最多储存1万名，可释放出来协助使用者战斗。宝石效果：一、智力加600，二、施法速度正 30%， 三、法术吸血正 20%， 四、每击杀一名敌人，
智力可上涨1点，持续20秒。2块宝石的效果被整合到了一件装备上，累积起来，智力足足提升了600。释放速度、法术吸血以及那块杀戮宝石唯一的特殊效果也没少。看着眼前的装备，陆胜满意的点了点头。现在这只法杖的力量已经不输于大部分神级装备了。收回法杖，陆胜的实力再次涨了一大截。好了，准备开张吧。陆胜交代了部分细节，然后转身离去。很快，镶嵌店的窗口便打开，苦苦等候的玩家双眼放光，本来规整的队形瞬间散了，一个个挤向窗口。我先来，我先来，明明是我先来的，给我来一颗最贵的宝石。面对蜂拥而至的众人，儒雅男人也是苦笑一下，看样子今天是不能休息了。与此同时，陆胜返回工会，此时讨伐完那个 NPC 的队伍正在军营旁边休整，派出了上万神级士兵，几乎是毫发无伤就将对方抄了家。并且陆胜现在身为法师协会副会长，司徒和莉莉丝同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找到万夫长，陆胜收取了这次的缴获所得。提示：您获得金币1029271829，足足10亿金币。另外还有一些财宝，不过这些东西对陆胜没什么用，贵重一点的就拿去拍卖行拍卖，稍微便宜的直接处理就好了。做完这一切，陆胜找来万夫长，主公。万夫长恭敬抱拳。陆胜点点头，开始下达指令，将之前矮人之王留下的清单交到他手中，让他去采购，然后直接找到矮人之王换取宝石，换回来的宝石直接送到镶嵌店。是。万夫长应下，带领一批士兵转身离去。将一切安置完毕，陆胜松了口气，接下来就能去寻找最后一颗元素核心了。陆胜眼神期待，直到现在他还只差最后一颗土质核心就能完成第2阶段转职任务。这么困难的任务，不知道究竟能提升多少实力。想到这里，陆胜心神一动，直接召唤出小黑龙。吼！小黑龙同样感受到了陆胜期待的心情，发出一声低吼。陆胜纵身跳上龙背，准备离开。就在这时，陆胜忽然眉头一皱，从怀中掏出传音玉，只见上面正散发着淡淡的微光。这是莉莉丝，她找自己干嘛？没有多想，陆胜当即接通。紧跟着，莉莉丝欣喜的声音传来：君临阁下，你现在在哪？快来法师协会。怎么了？听着对方欣喜的声音，陆胜挑了挑眉。安德拉大人来了。安德拉大人？陆胜一愣，这位是谁？没等他发问，莉莉丝便小声解释道：之前曾和你说过，光明阵营的人会派出一名高手来毁灭黑暗阵营据点，安德拉大人就是这位高手。现在他回来了，并且指明要见你。要见我？陆胜皱眉，这位来自光明阵营的高手见自己做什么？很快他便了然了，在他摧毁据点的时候，曾有邪神化身，解决了他。陆胜急着寻找火之核心，并没有清理战场。或许那位是发现了邪神意志的碎片，这么说来，的确是件大事。陆胜心道，毕竟黑暗阵营的狼子野心人尽皆知，解决他们定然是最重要的。那好吧，我马上到。陆胜叹了口气，下令小黑龙调转方向，前往法师协会。2大主城距离不远，所以陆胜几乎是一眨眼就到了。来到法师协会前，却发现一道熟悉的身影正在这里焦急等候，正是莉莉丝。你终于来了。莉莉丝一把拉过陆胜，紧跟着法杖施法。安德拉大人等你许久了，我这就带你上去。明明只需要升梯就能抵达顶端，莉莉丝却直接释放短距离传送魔法，2人身形消失在原地。视线恢复，陆胜发现自己已经出现在最顶端的房间。大厅中，司徒坐在一侧，原本属于他的位置，此刻却被一名女性代替。只见这人身材丰腴，皮肤白皙，一头金色长发随意扎着，自然而然散发着一股知性的美感。而当陆胜出现的时候，那双碧绿色的眸子便第一时间看了过来。你就是君临，有没有兴趣加入光明阵营？第98章拒绝邀请，完成任务。这么直白？陆胜一愣，虽然他想到了安德拉的目的，但这样太快了。见陆胜不回应，安德拉浅浅一笑。光明阵营可是多少法师想要进入的领域，你不动心？除此之外，他还说了光明阵营许多好处来诱惑陆胜。但即便是这样，陆胜依旧是面无表情，一副毫不动心的样子。怎么回事？难道他根本不想进入光明阵营？莉莉丝看着陆胜的反应，悄声传音司徒。司徒眉头皱得更紧，手心都出汗了。虽说他身为法师协会的缔造者，实力强大，但面对安德拉还是有力不逮。若是自己，现在恐怕早就满口答应了。而君临这小子竟然没有一点表示。果然，陆胜开口了：感谢安德拉大人的邀请，但我现在还有打算，不能进入光明阵营。此话一出，
莉莉丝和司徒纷纷倒吸一口凉气，在他们眼中，陆胜这番行为分别是拱手让出了一份天大的机缘，那可是光明阵营啊，并且还是安德拉亲自邀请，竟然让这小子给拒绝了，开什么玩笑？紧跟着司徒悄悄看了一眼安德拉，果然那张圣洁的脸虽然还在微笑，但已经带上了丝丝怒气。见状，司徒心脏猛跳，但却不敢乱说话，只能给陆胜抛过去一个又一个眼神，而陆胜却好像没看到似的，依旧不卑不亢地说道：“我在这里还有些事情未能办成，待我解决了一切，自然会去光明阵营。”前世陆胜有所了解，光明阵营中有着大量的任务，并且奖励丰厚，对玩家来说不无益处。但光明阵营中的任务几乎都是分发式，也就是强制性的，只要任务下发，就必须完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限制了自由。且不说陆胜二转任务还未完成，就连之前法神给予他的奖励都还没能前去领取。若是进入了光明阵营，这些只能一拖再拖，十分不利于实力的提升。所以陆胜拒绝。可当他这么说了，安德拉却是没有生气，脸上仅有的一丝怒气消失，脸上依旧带着不深不浅的笑。既然如此，那就全凭你的心意吧。答应了。司徒和莉莉丝面面相觑，安德拉大人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不过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安德拉话头一转：“先前我去猎贝峡谷，那里的精灵族是否被你带走了？”他也是精灵族，对同族亦有感应，尤其是在解除了黑暗阵营封锁之后。是，他们现在就在我的主城。陆胜实话实说。那好，麻烦阁下带我前去，我要将他们带回光明阵营。好。很快，两人便来到曙光主城。安德拉的出现顿时吸引了一批玩家的注意。阳光下，安德拉的皮肤白皙透亮，冰肌玉骨，实在太过显眼。那一头的金发更是衬得整个人气质出尘，宛如降临的天使一般。我去，会长又整来一个，这才是王炸！会长究竟怎么做到的？好福气啊！这女的一看就好生养，能生儿子，给我也整一个。若得此妻，腰椎寸断又何妨？一群 LSP 站在两旁窃窃私语，光是看着安德拉的背影，一个个就都变成了翘嘴。可奇怪的是，安德拉听着他们的议论并不恼怒，反而面带微笑地看向陆胜：“君临阁下，我们快到了吧？”陆胜看向面前的宫殿，那是他为精灵一族打造的住处。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时间里，陆胜依旧能听到耳边不断响起的提示音，好感度在持续增加。最高的短发精灵希恩对陆胜的好感度更是直接上千，所以面对安德拉的要求，他丝毫不慌。很快，在莫伊的通知下，一众精灵从宫殿中走了出来。他们在宫殿中不仅休息充足，甚至莫伊还为他们准备了新衣服，一改之前的灰头土脸，此刻看起来更加漂亮。为首的希恩最为突出，哪怕与安德拉相比，也不遑多让。诸位，这位就是光明阵营的安德拉大人，前来接引你们。陆胜站在一旁，面无表情地介绍道：“诸位，辛苦你们了，现在跟我回光明阵营，那里有许多前辈正在等着你们归来。”安德拉面带微笑，自带的亲和感，哪怕远处的玩家都能感受到。但面对他的说辞，希恩却是脸色泛蓝。不光是他，身后一众精灵面对安德拉都是一脸纠结的样子。你们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安德拉看出了众人的异样，开口问道。听到这话，希恩连忙摇头，紧跟着深吸一口气，对着安德拉深鞠一躬：“对不起，安德拉大人，我们不去光明阵营了。”什么？安德拉脸上的笑容再难维持，满是意外。而他身后，陆胜的嘴角却缓缓勾起，果然同他想的一样。昔日我们被黑暗信徒囚禁，生不如死，是君临阁下出现，才救了我们一命。我们若是就这么离去，未免太过分，还请安德拉大人允许我们在君临阁下身边报恩。希恩声音刚落，身后众人齐齐附和。见他们这副样子，安德拉竟然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在他的想象中，这群精灵见到自己第一时间就应该拜倒在地，然后争先恐后的跟着自己回光明阵营。可现在，君临阁下，你怎么看？安德拉扭头看向陆胜，想让他帮忙劝说。谁料陆胜一脸严肃：“我尊重他们的选择。”安德拉见状，安德拉也不好再说什么。虽然他有实力将这群精灵强行带走，但如今又有这么多人看着，此番行为无异于强抢民女，实在不好动手。唉，安德拉叹了口气，既然如此，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君临阁下，他扭头看向陆胜，微笑道：“那还请你保护好他们，我在光明阵营等待你的到来。届时我将为你准备一份大礼，以示欢迎。那便多谢大人了。”陆胜微微点头。安德拉离开，陆胜这才看向希恩众人。希恩携全体烈焰精灵见过君临城主。
日后我等必将为曙光主城竭尽丹精，在所不辞。众人的声音在曙光主城上空回荡。与此同时，提示音响起，提示：恭喜完成任务，拯救精灵一族。第99章，王者血脉，狂刷好感度。提示：火焰精灵一族对您的好感度加50。提示音响起，陆胜愕然抬头，明明精灵一族没有跟着安德拉离去，为什么任务还是完成了？早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王者精灵血脉固然强大，但换取的条件如果是一支精灵军队，那也没什么不妥的。但现在，希恩正走到陆胜面前，伸出一只手，白皙的手掌缠绕着丝丝火红色精华，快速凝结成水滴的形状。君临城主，这是我族最贵重之物，现在我将它交给你。希恩面色诚挚，认真说道：我等在裂背峡谷受苦多日，期间发出过多次求救信号，但光明阵营始终未来营救。若不是君临城主，我等恐怕早就死在了黑暗信徒手中，这东西自然也会落入他手。所以还请君临城主不要有顾虑，收下吧。看着表情严肃的希恩，陆胜沉吟片刻，而后点了点头。那好，伸手一取，那枚血红色的水滴便飞到陆胜手中。与此同时，提示音响起，提示：您获得王者精灵血脉，已发放至背包。提示音响起，陆胜并没有急着查看，而是看向希恩：我收了你们东西，自然不会放任你们不管。来人！陆胜一招手，紧跟着一名神级士兵便小跑了过来。主公！陆胜点点头，伸手一挥，一份清单出现在手中，交于那名士兵。你带着这份清单，将上面的物品采购回来。说着，又递过去自己的黑金 VIP 卡。有了这个，在紫金商行消费还能打折。是。那名士兵郑重接过，快速离去。神级士兵的各项属性已经很高，几乎是转瞬间就消失在了陆胜的视线内。而后陆胜看向西恩众人，微笑道：你们在此稍后片刻，东西稍后就会送过来。说完，在西恩等人疑惑的目光中，陆胜转身离去。来到没人的角落，陆胜这才打开背包。精灵王者血脉，等级 LV40， 品阶神级，道具效果，使用之后，使用者获得精灵王者血脉，参透法术奥妙。介绍只有短短一行，不过陆胜知道这王者血脉非同凡响。使用！一声令下，背包中的血红色水滴飞了出来，快速没入的陆胜的眉心。七色魔力波动乍现，在陆胜周围游荡，且快速扩散，眨眼间便化作一个七彩的茧子，将陆胜包裹起来。提示：使用成功。提示：你已获得精灵王者血脉。提示音响起，陆胜连忙打开关于血脉的介绍。精灵王者血脉，品阶神级，血脉效果：一、每次升级，智力额外加20，自由属性点额外加100。2、您领悟法术，技能命中敌人时伤害200%。3、释放速度正50%。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微微震撼，这个王者血脉竟然如此强横。血脉效果一共有3个，一个比一个厉害。首先是释放速度，直接提升了50%。对于一个法师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50%的释放速度加上以及其他装备带给的属性，现在陆胜完全能做到瞬发。再配合上无限火力，简直就是一个人形自走法术炮台，并且这个炮台是完全没有漏洞的。顷刻间砸下数十道法术，什么人能抗住？然后是升级增幅，全部加在智力上就是120点，相当于其他玩家升级将近10次，并且还有虚空之主这个职业的效果在身。陆胜现在升一级，几乎就是其他玩家当前所拥有的全部属性点，极大的拉开了实力差距。当然，最让陆胜震惊的是血脉对法术伤害的增幅，直接翻倍。如今虚空之力1秒能够造成20万点法术伤害，再加上3万的真实伤害，足足23万，再加上血脉增幅46万，将近50万。也就是说，之前遇到的邪神意志，陆胜只需要接连砸下2发虚空之力，就能在一瞬间将其秒杀，完全不给反扑的机会。想到这里，陆胜开始愈发期待自己的战力。既然如此，就去将最后一枚土质晶核收回。陆胜心潮澎湃，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身形一闪，陆胜便回来西恩等人面前。与此同时，那名先前被他派遣出去的士兵，此刻也折返了回来。主公，士兵双手奉上一个大包裹，做得不错，归队吧。陆胜点头，轻声说道。手一挥，包裹拆开，紧跟着夺目的璀璨映入眼中。只见包裹中堆满了一些外形酷似水晶的东西，不过陆胜知道这些并不是水晶，而是一种稀有食物，名为魔力果实。食用之后可增长自身魔力，
换到玩家身上就是经验值。不过这些果子对资质的要求很高，寻常玩家使用只能得到经验值的1/12，二转职业好点的充其量也就1/2。而眼前的谢恩等人不同，他们身为精灵一族，天生对魔法极其敏感。换句话说，资质超绝。若是他们食用，获得10之8九不是问题。将这些吃下，你们的实力会得到质的飞跃。陆胜看着众人轻声说道，感受着里面散发的精纯的魔力波动，谢恩也反应过来，只是这些东西是不是太贵了？谢恩当即抱拳，此物太过贵重，谢恩不敢销售。其余众人见状，也是纷纷咽着口水摇头。我说过，既然你们待在我曙光主城，我就要保护你们的安全。你们现在的实力太弱，更何况你还给了我如此珍贵之物。陆胜轻声说道。西安也反应过来，以他们现在的实力，若是黑暗阵营那边真的找了过来，他们能起到什么作用？纯纯拖后腿。那好吧，西安咬牙答应，拿起一枚魔力果实，一口咬下。好难吃。西安感觉自己好像被嘴里的果实打了一顿，但很快口腔中传来一股清凉，紧跟着他便感觉到自己的实力竟然在快速增长。这一刻，难吃的果实似乎也变得可口。看着众人大快朵颐，陆胜面带微笑。与此同时，耳边提示音飞快刷新。提示：火焰精灵一族对您的好感度加50。提示：火焰精灵一族对您的好感度加50。提示：第100章，小诗人，智力竟然是负的。我感觉到自己的实力正在快速上涨，这等提升速度简直匪夷所思。先前便听说过这种宝物，但裂背峡谷却没有生长的，现在竟然实现了魔力果实自由。这一切多亏了君临城主啊！众人吃完果实，实力都得到了质的飞跃，想必在裂背峡谷的时候几乎是换了个人一般。多谢君临城主！西恩目光诚挚，对着陆胜抱了一拳，发自内心的感谢道：“不必客气。”陆胜微微一笑，看向面前的少女。随着实力增长，西恩身上那股神秘气质愈发纯粹，心神一动，对方的面板便出现在眼前。火焰精灵西恩，等级 LV50，品阶神级，血量225000，225000，攻击18750-18800，防御6732，技能火焰喷发，巨大火球术，滔天炎浪。介绍：火焰精灵一族之人对魔法的敏感程度远超常人，甚至在族群中都是佼佼者，未来不可限量。看着对方的面板，陆胜微微点头。对方既然能将精灵一族的王者血脉带在身上，资质定然非同小可。不出意外的话，等到他的实力强大到某个阶段，定然会成为新一代的王者。要知道，精灵一族和其他不同，随着等级上涨，品阶也能发生变化，同小黑龙一样，分为幼年期、青年期、成年期等。不同的是，小黑龙一出生便是传说级，而他们还需要提升实力。不过饶是这样，同样不足小觑。君临城主，我等实力提升，就是为了报效恩情。若有什么需要的，只管和我们说，定不辱使命。西安表情严肃，好似宣誓一般。此时在他们心中，君临和自家的王者已经没有了什么区别。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陆胜笑着说道：“我要前往盘岩荒原，不如你们随我前往，正好测试一下你们刚刚提升的实力。”当然可以。西恩满口答应，其他精灵也是欣然答应。实力提升，不就是为了战斗？眼下这么好的进机会，怎么能放弃？心神一动，召唤出小黑龙。待陆胜站稳，西恩等人才依次跳上龙背。紧跟着小黑龙起飞，震动翅膀，化作一道黑线，消失在天际。脚下风景快速变换，很快，众人便看到一整片枯黄色的平原，这里极其干枯，全然没有生命的气息。提示：您已进入盘岩荒原，此副本为50级副本，请玩家小心。提示音在耳边响起，陆胜开口道：“下去吧。”吼！小黑龙应和一声，快速俯冲下去，稳稳落在地面上。跳下龙背，陆胜看向西恩等人，这里土元素密集，且一土一弹都可能是埋伏，小心一些。另外，不到危机时刻，我是不会出手的。当然。西恩目光战战，满口答应。此番是来测试实力，若是陆胜出手相助，岂不是显得他们无能？姐妹们，保护好君临城主，我们出发。西恩一声令下，众人纷纷答应。紧跟着奇怪的一幕就出现了，秒杀邪神意志的陆胜被一群身穿红衣的婀娜少女保护着，缓缓朝着面前的荒原走去。咔咔咔！很快，众人面前便发生了异变。只见平坦的地面逐渐隆起，一个个高大的石头人逐渐从地面冒出头来。这些石头人最低也有3米多高，大象一般。
浑圆的脑袋上冒出2束光，清澈愚蠢。探查术！看到对方的第一瞬间，陆胜便发动了探查术，紧跟着一道面板浮现在眼前。小诗人，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血量270000，270000，攻击6312-6400，防御4652，技能食人翻滚，重拳出击，自爆。介绍：得土元素波动变异而成的生物，智力极其低下，但力大皮厚，很难对付。一眼扫过去，陆胜便清楚了小食人的面板。这些怪物虽然血量很厚，但对他来说依旧是一个技能的事。此番是来测试精灵军队实力，他也没必要出手。不过还是要提醒一句，免得造成伤亡。保持距离。陆胜轻轻开口，众人各自颔首，而后在西恩的指挥下，各自分成几支小队与食人缠斗在一起。这些食人虽然力大，但下肢孱弱，速度很慢。西恩等人果断采用游击战术，很快一只食人便被磨光了血量。好爷！看着眼前失去生机的食人，一名身材袖珍、一头长发的精灵忍不住叫好。可下一秒，只见那食人的身体开始快速膨胀，轰然炸开。轰！一声巨响，石屑翻飞，硝烟弥漫。好在那名精灵一直保持着距离，同时在食人即将爆炸的时候撑起一层火焰屏障。虽然有些狼狈，但好在没有受伤。如此一来，众人也清楚了食人还有自爆这个杀手锏。而后，轰轰轰轰轰，空旷的平原好似被轰炸，食人依次自爆，炸出一个个深坑。而有了准备火焰精灵虽然还是有些狼狈，但没有出现任何伤亡。与此同时，西恩先是排除了危险，而后上前将食人的掉落物一一捡起，送到陆胜面前。君临城主，这是此战收获，我等用不上，还请君临城主不要嫌弃。陆胜见状，毫不客气地收下。提示：您拾取到金币12754。提示：您拾取到铂金级装备石甲护臂，已发放至背包。提示：您拾取到材料碎石片，已发放至背包。提示音接连响起，不仅有金币、材料，还有装备。打开背包，一件灰土色的粗壮护臂便出现在眼前。石甲护臂，等级 LV45， 品阶铂金级，体质+345，防御+2000，智力120。装备特殊效果：一、战斗时周身形成实质护甲，抵挡10000点伤害。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撇了撇嘴。这件装备虽然体质和防御属性还算不错，但轮到智力属性，居然还是负的，并且装备特殊效果也没有什么出奇的，仅仅一个抵挡伤害而已。这件装备如果落到战士、骑士等职业手中，或许还有用，但对身为法师的陆胜来说，弊端大于益处。所以陆胜干脆关闭了背包，看向西恩等人，继续推进吧。是。第101章，食人一族直线横推，进度继续推进。感受到实力上涨的西恩等人，此刻也是面色激动。面对食人，将长时间积郁起来的火气全部释放了出去，不断有食人从地面冒出。众精灵丝毫不手软，炽热的法术频频打出。刹那间，食人原本光滑的表面就被极高的温度烧出裂痕，整片荒原也像是被轰炸了一般，凹凸不平。很快，巨大的动静便引来一个巨大的身影，依旧是实质皮肤，但体型却是比小食人大了许多。光芒一闪，面板再次浮现。大食人，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血量45000，45000，攻击8750-8800，防御5729，技能食人重锤，狂暴自爆。介绍：食人一族中的精英怪，力大无比，防御力极强。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便对对方的实力有了个大概的认知。对精灵一族来说，多少有些棘手，但如果谨慎处置，损失也不会太过严重。很快，西恩众人便冲了上去。刹那间，火焰法术爆发，通天炎柱亮起，巨大的食人瞬间被包裹在其中，行动都受到限制。其他人见状，连忙补伤害。火焰迅速爆炸，大食人的血量瞬间被削减了1/3，再来2次就能将这个巨人击杀了。看着对方有些破损的状态，西恩顿时做出了判断，快速补充体内的魔力，准备第二发炎柱。吼！就在这时，那头受伤的大食人发出一声咆哮，只见他原本清澈愚蠢的目光变成了红色，一股强大的暴躁的气势爆发出来。狂暴！发动技能后，陆胜赶忙查看了下对方的面板，这时他才发现，除了血量之外，大食人的各项属性都发生了变化，
几乎翻倍，并且原本迟缓的敏捷，此刻也提升到了正常水准，甚至还要超出一些。轰轰轰！大食人迈动步伐，渐渐奔跑起来，地面隆隆作响，像是发生了地震。西恩等人脸色大变，看着食人冲去的方向，竟然是陆胜所在的位置。保护君临城主！一声令下，种种法术顿时喷薄而出，这片地带好似发生了岩爆，气温陡然攀升。发动狂暴的大巨人此刻似乎已经失去了理智，法术在身上炸开，却好似感受不到一样，从爆炸中冲出，继续朝着陆胜杀来。很快，大巨人就到了眼前。唉，陆胜叹了口气，缓缓抬手，虚空之力，令人心悸的波动传来，魔法瞬间将食人笼罩。紧跟着，一串红白相间的数字冒出：-460284，-46028，真实伤害。一串数字冒出，相加起来50万，甚至已经超过了大巨人的血量上限。原本势头不可阻挡的大食人，仿佛瞬间被榨干了生命力，缓缓栽倒下去，被瞬间秒杀，也失去了发动自爆的机会。提示：您越级击杀铂金及精英怪大食人，获得经验值175000。提示：经验共享。提示：由于您等级已达到转职上限。提示音响起，陆胜收起法杖，缓步上前。这个大食人死亡，可是爆出了不少战利品。提示：您拾取到金币35267。提示：您拾取到了材料大食人碎片12，已发放至背包。提示：您拾取到了道具石化种子，已发放至背包。石化种子，等级 LV45，品阶铂金级，道具效果：对敌人使用后，可令其进入石化状态，持续10S。注：此道具为一次性消耗品。看着眼前的介绍，陆胜点了点头。石化效果其实就是一个控制，随着敌人对魔法的免疫力增强，石化效果也会逐渐降低，但对陆胜来说没什么区别，只要能石化一瞬间，他就能砸下数以万计的法术，灌也能灌死敌人。君临城主，听到有人叫自己，陆胜关闭背包，看向前方，只见西恩一脸愧疚，咬着嘴唇站在自己面前。我等没能保护好君临城主，还请降罪。哈哈，陆胜笑了笑，摆手道：不必介怀，我这不是没事吗？你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生物，有所疏忽正常。心神一动，小黑龙出现，再着陆胜升到半空。接下来我会在空中观战，你们放开手脚便是。西恩看着龙背上的身影，嘴唇微抿，没想到君临城主如此大气，不仅没有怪罪他们，甚至还主动脱离战场，让他们尽情战斗。有此主公，夫复何求？提示：火焰精灵，西恩对您的好感度加100。提示：火焰精灵。提示：火焰精灵。狂刷好感度的提示音在陆胜耳边响起，索性暂时关闭了提示，而后指挥众精灵朝前走去。很快，众人面前出现一个祭坛，这个祭坛范围很广，周围还竖着9根石柱。祭坛中心的地方，几块巨大的石头堆在一起，这些石块每个都有大食人大小，如果垒成人形，高度怕是有数十米。和他一相比，众人仿佛真的是小蚂蚁一样。嗡！就在众人走近的一瞬间，祭坛发出一阵嗡鸣，周遭的9根石柱各自放出土黄色的光芒，颜色晕染到祭坛上，又笼罩那些石块。咔咔咔！不出所料，那些巨大的石块在土黄色光芒的牵引下，各自悬浮起来，有的组成胳膊，有的组成双腿，还有的组成头部。很快，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便出现在众人眼前。第一时间，陆胜发动探查术。10只巨人 BOSS， 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血量75000075000，攻击10250-11000，防御12650，技能巨人重锤翻滚自爆狂暴。介绍：10只一族的王者，力气巨大，防御恐怖，且生命不断。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对他的实力有了个大致判断，能在自己的虚空之力中挺过2秒，攻击甚至堪堪能打破自己的防御。这个实力，那些精灵一族怕是要有些麻烦了。第102章艰难通关，世界奖励。吼！祭坛中10只巨人发出一声怒吼，宛若一头上古凶物，整片荒原都随之颤抖。声音传来，众多精灵原本就严肃的表情再次警惕一分，只因他们在这 BOSS 身上感受到了磅礴的压力，不光是体型上的碾压，就连起身上所散发出的能量波动都极其恐怖。保持距离，开战！西恩一声令下，率先出击，手中法杖瞬间氤氲出浓郁的火焰，快速形成一颗巨大的火球。下一秒，火球在他的控制下快速发射出去，
眨眼就来到十只巨人面前。就在这时，十只巨人快速抬手，紧跟着一拳打出，轰！火球瞬间炸开，翻滚的热浪喷涌出，火球被生生打爆了。虽然爆炸的余威也让十只巨人受到了一些伤害，但对他极厚的防御和血量来说，并算不得什么。紧跟着，其余精灵一同施法，轰轰轰！火柱、火云连带着一块庞大的陨石出现，不断砸在十只巨人身上，伤害数字不断飙出。十只巨人无法抵挡，只能硬抗。血线快速下降，很快便下降了1/3。就在这时，吼！十只巨人发出一声咆哮，紧跟着清澈愚蠢的目光变得血红。狂暴，和之前的一样，敏捷大大增加了吗？陆胜眉头一皱，看着快速从火焰中冲出的十只巨人，意识到精灵一族怕是要有麻烦了。轰轰轰！十只巨人迈动步伐，横冲直撞，被危及到的精灵皆都大惊失色，仓皇躲开。几番攻击虽然让他们都有些狼狈，但好在没有出现什么伤亡。但很快，十只巨人便锁定了目标。西恩，哪怕他的脑子不太清醒，依旧能看出西恩才是这群精灵中的主导者，并且他的实力是最为强大的。吼！咆哮一声，十只巨人团成一个巨大的石球，翻滚！巨大的石球朝着西恩碾过来，几乎是眨眼间便到了他的面前。西恩脸色苍白，没想到自己竟然被 BOSS 当成了目标。仓皇之间，手中法杖接连绽放出几道光芒，一层层火焰屏障逐加几深。下一秒，石球与火焰屏障撞上，咔嚓！一声脆响传出，火焰屏障上流转的光芒顿时一暗，紧跟着出现道道裂痕。西恩面色痛苦，极力修补着屏障之上碎裂的痕迹，但已经来不及了。撞上的一瞬间，石球再次变换成巨人的样子，紧跟着一拳轰出，咔嚓！屏障碎裂，西恩吐出一口鲜血，倒飞出去。西恩姐姐，可恶！快拦住这个大石头，不要让他再伤害西恩姐姐！我去救他！众人大惊失色，连忙释放法术，轰轰轰！各种火焰术法接连炸开，快速消耗着十只巨人的血量。最重要的是，想要拦住他的步伐。眨眼间，十只巨人的血线再次下降1/3。西恩姐姐，我们快走！趁着这段时间，一名精灵已经来到不省人事的西恩身边，手忙脚乱将其搀起，想要带他离开。就在这时，吼！十只巨人从火焰中走出，身上原本光滑的表面已经被火焰灼烧成黑色，并且出现道道裂痕，青烟直冒，那些缝隙中似乎还能看到类似熔岩的产物，让本就压迫感十足的十只巨人更添一分狰狞。一声咆哮，十只巨人猛地将双手插入地面。啊！精灵群中忽然传出一道惊呼，众人急忙看去，只见那精灵脚下快速蔓延出漆黑的岩质，死死包裹着他洁白的长腿。啊！又是一道惊呼，又一人被控制住，紧跟着第三个、第四个，哪怕他们反应过来，急忙奔跑，也还是瞬间被困住了大半。就连西恩和他旁边的精灵，此刻也是被脚下的岩石死死困住，动弹不得。你们快看，那巨人竟然在膨胀！陆胜悬浮在半空中，连忙发动探查术。下一秒，十只巨人的面板出现在眼前，只见原本只剩1/3的血量，此刻竟然在快速上涨。莫非超过血量上限，就是发生自爆？陆胜做出判断，同时西恩等人也意识到了这点，快速释放法术消磨着 BOSS 的血量。但十只巨人血量的上涨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他们刚刚打下10万，十只巨人便恢复了20万。虽然极大减缓了他自爆的进度，但再这样下去还是要死。可恶啊！西恩面目狰狞，几乎是压榨了自己体内全部魔力在施法。不光是他，其他人也是竭尽所能。死亡危机在前，没有人敢再懈怠。石屑速速落下，但巨人体型膨胀的速度依旧是肉眼可见。完了！众人脸色惨白，体内的魔力几乎压榨干净。就在这时，一股精纯的虚空之力掌控了战场。是君临城主！有人反应过来，连忙抬头，只见半空中那黑龙背上的身影正在缓缓摇动法杖，宛如黑洞的虚空之力瞬间出现，将十只巨人包裹起来，立刻制止了十人体型的膨胀速度。紧跟着又是一道双重虚空之力叠加，十只巨人的血量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第三道、第四道，陆胜的法术好像不要钱似的，接连砸出。原本已经接近自爆极限的十只巨人，就这么被生生拉回了原本的状态，血量瞬间被清空。失去生命体征的十只巨人发出一声不甘的咆哮，缓缓栽倒在地。见状，西恩众人长出一口气，冷汗涔涔，笼罩着他们的死亡危机终于散去。与此同时，
陆胜控制小黑龙缓缓落下。君临城主看着那道强大的身影，西恩有些惭愧。本来想要在陆胜面前展现一下实力，现在倒好，差点整个精灵族群都被团灭。若不是陆胜及时出手，无妨，这怪物实力明显不同往常，你们无法战胜也是情理之中。陆胜淡淡说道，虽说是在安慰，但这番话语在众人听来却是有些别扭。不过陆胜可没心思继续安慰他们。在10只巨人倒下的一瞬间，耳边提示已经在连番响起。提示：您越级击杀铂金级 BOSS 10只巨人，获得经验值35万。提示：经验共享。提示：您的等级已达到转职上限。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曙光主城玩家君临完美通关50级铂金副本盘岩荒原，正在发放奖励。第103章10人军队2转任务。世界公告：恭喜华夏大区曙光主城玩家君临首次通关磐石荒原，奖励金币10万，声望值1万，铂金级5行宝箱1。世界公告，世界公告，世界公告再次响起，一连3遍，瞬间响遍整个天命大陆。顿时，全体玩家再次沸腾。又是君临大佬牛 X， 这都是第几次了？感觉世界公告已经被君临大佬承包了。把感觉去了，就是第几个不知道，但5行宝箱已经是第4次了。按照这么说，下一步是不是要去凑够第5个了？按照之前的世界公告，下一个应该是水元素。众人议论纷纷，推测着陆胜的下一步行动。与此同时，陆胜站在荒芜的平原上，眼前是10只巨人的掉落物。不过他没有立即拾取，而是先打开背包。提示：是否开启？陆胜毫不犹豫，选择开启。5色光芒流转，包厢缓缓开启。紧跟着提示音响起，提示：开启成功。提示：恭喜你获得铂金级5行装备磐石护臂，已发放至背包。提示音响起的同时，陆胜赶紧打开背包，刚刚获得的护臂正躺在背包中。古朴的护臂上雕刻着不明意义的古语，表面还有氤氲黄色光芒流转，看起来极为神秘。紧跟着面板浮现在眼前，磐石护臂，等级 LV50， 品阶铂金级，体质加，防御加，装备特殊效果：一、释放技能时有 30% 几率触动地动山摇，对敌人造成魔法伤害的同时进行减速。2、受到伤害时有 50% 几率召唤出一名10只巨人协助玩家作战。看着眼前的面板，陆胜狂喜，又是一件5行装备。这件装备的属性依旧是在铂金级方面的超模，超强的体质以及强大的防御，哪怕只是单独一件，几乎能顶得上其他玩家一身装备的属性。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特殊属性。第一条和其他5行装备一样，随着施法会伴随装备特效，金之罡气，木之缠绕，火之喷发，再加上磐石护臂的地动山摇，哪怕虚空之力没有伤害，光是装备特效就能对死敌人。如今还差水系装备。陆胜将装备收起，而后看向前方，在10只巨人死亡的地方，正有一块土黄色的水晶悬浮在半空，散发着微弱的能量波动。土之晶核。陆胜上前一步，一把将其握在手中。提示：您拾取到土之晶核，已发放至背包。如此一来，5行晶核就已经收集齐了。心神一动，任务面板浮现，破解5行2转任务2/3。任务简介：收集金、木、水、火、土5枚王者核心，合成虚空核心。任务进度： 1. 获得金王者核心 1-1 2. 获得木王者核心 1-1 3. 获得水王者核心 1-1 4. 获得火王者核心 1-1 5. 获得土王者核心 1-1 6. 合成虚空核心 0-1。任务完成奖励： 1. 开启后续任务，任务失败惩罚1、2转任务失败，等待任务再次开启。只剩下最后的合炼了。陆胜不着急，5行晶核到手，合炼是迟早的事情。于是他转头将目光放在了10只巨人的掉落物上。提示：您拾取到金币181828。提示：您拾取到巨人碎片12，已发放至背包。提示：您拾取到道具10人培育袋，已发放至背包。10人培育袋。陆胜挑了挑眉，打开背包，一个灰土色的袋子映入眼帘，紧跟着是一道面板：10人培育袋，等级 LV40， 品阶铂金级，道具效果：将10人族的碎片放入其中，可培育成对应的10人。扫了一眼面板，陆胜顿时明白了，紧跟着心神一动，这个袋子便出现在手中，取出一枚刚刚拾取到的碎片放进去。提示：
10只巨人正在培养中，剩余时间1小时。提示：玩家可花费金币加速1000金币小时。1000金币，陆胜毫不犹豫就氪了上去。现在他的时间可比金币要值钱得多。下一秒，培养袋开始膨胀，紧跟着轰的一声，一个巨大的食人从里面蹦了出来。吼！一声咆哮，象征着他已出世。见到这一幕，西恩等精灵立刻脸色发白。不是已经杀了吗？为什么又出来一个？这是我的手笔，不用担心。陆胜的声音传入众人耳中，这群精灵才稍稍放心了些。果然，下一秒，食人站在陆胜面前，俯身低头，好像在等待着陆胜的命令。探查术，一道白光闪过，对方的面板便出现在陆胜眼前，竟然是和之前的 BOSS 一模一样的属性。陆胜有些诧异，但很快他便发现位于面板最底下的一个词条：剩余时间1点。原来只能存在1个小时啊！这样的话，若是其他玩家召唤下一只的同时，第一只也会消散。不过我可以氪金，只要材料充足，足以组成一条自己食人大军。想着，陆胜在心中对食人下达指令，就见食人团成一团，朝着远处急速滚去，直到视线不能看清的地方，轰然炸开，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出现，平坦的荒原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威力极大，哪怕是余波，就让西恩等人有些受不了。如果那时巨人真的自爆了，西恩倒吸一口凉气，不敢继续想下去。战利品10减1空，而后陆胜便召唤出小黑龙。好了，历练结束，想必你们也对自己的实力有了清楚的认知。陆胜轻轻说道，众精灵羞愧地低下了头。原本想着在陆胜面前大展身手，却没想到3番5次被他保护，最后更是差点被灭族。日后那些果实还会送来，加速提升你们的实力，日后若是有战斗，你们还会派上用场。是。西恩带头点头，能派上用场是我们的荣幸。那好，随我回去吧。很快，在小黑龙的不断加速中，陆胜将众人送回了曙光主城，将一些事交代下去。而后陆胜掏出传送石，前往亚府山脉。第104章天命世界。魔法石闪烁，陆胜身影顿时消失在原地。亚府山脉，一道白光涌现，陆胜出现在山巅之上。抬头看去，这座山头竟然出现了第2个人。明白皓月的皮肤，乍一看上去好像是玉石打造的，一头金色长发披肩，整个人极其绚丽。不是别人，这个人正是安德拉。你终于来了。安德拉转过身，面带微笑地看向陆胜，看样子他在这里等了许久。你这是要2转了？安德拉上下打量着陆胜，一双媚眼好似要把陆胜看穿一样。面对他的目光，陆胜面无表情。怎么，你对我难道丝毫不感兴趣？安德拉嘴角勾起一抹微笑，有些不怀好意。没想到居然是你。陆胜叹了口气，他心中已经清楚了安德拉出现的原因。明面上，安德拉是光明阵营的人，但随着这段时间的调查，再联系上前世的记忆，他8成确定了对方的身份。为什么原本强势的光明阵营，前世最后却败给了黑暗势力？黑暗阵营发展下线是一条原因，但更多的是有人在背后操纵，而这个人正是安德拉。先前我就注意到了你的存在，但没想到你成长的速度这么快。安德拉叹了口气，原本想着将你拉进我的势力，为我所用，但没想到你拒绝了。不仅如此，还将火焰精灵收入麾下，所以我必须来阻止你。再这样放任你成长下去，你迟早会比我掌握的力量还要强。说到这里，安德拉脸上闪过一抹得意的笑。我预估过你的力量，只要你不能完成2转，就不是我的对手。如今我在这里，最后问你一句，是否愿意加入我的势力？如果同意，不仅光明阵营和黑暗阵营会交到你手中，在这片天命大陆，你也是最强者，地位仅在我之下。安德拉说着，死死盯着面前的陆胜。他以为自己已经抛出了足够的条件，足以让陆胜心动，但陆胜却是始终面无表情，缓缓摇了摇头。不可能。呵呵。安德拉浅笑几声，眼神中绽放出精纯的光芒。既然如此，我只能把你抹杀在这里了。为了我的千年大计，你必须死。安德拉开口，双眸变成一黑一白，手中的力量更是如此展现出来。光明之力和黑暗之力在他手中呈现，宛如黑白2道闪电出现。陆胜心神一动，乘着黑暗巨龙腾空而起，手中法杖轻轻摇晃，虚空之力乍现。黑白2道山道带着巨大的能量，与那股虚空之力撞在一起。下一秒，安德拉瞪大眼睛，亲眼看着自己的招数被那虚空之力所吸收。虚空之力的笼罩范围瞬间扩大了数倍。安德拉急忙腾空。陆胜面无表情，如果只有你自己，今天要死的就是你了。哼！安德拉冷哼，
双手带着各自的力量朝着两边猛地一划。在之后，光明阵营和黑暗阵营的势力竟然纷纷从一旁的两道裂口中纷纷走出，诸神都被请了出来，一人对决诸神，双方能量碰撞，冲天起，宛如一道光柱直冲天际。哪怕是远方的五大主城，此刻都看到了这番异象。那是什么？有人在战斗？好强大的气势！是神在决战吗？我的天赋是 A 级千里眼，我似乎看到了君临大佬的身影。什么？会长在和诸神战斗？我去，千载难逢的大场面啊，好想过去看看。传送阵，我们做传送阵过去。在另一位天赋者的能力下，众人很快确定了目标。终于到了，果然是君临会长。对面的是谁？怎么有点眼熟？好像是之前要带走精灵一族的女人，她为什么和会长打起来了？随着黑白两道力量被激发，安德拉的模样也发生了变化。原本金色的长发，此刻黑白斑驳，整个人似乎都被两股力量分开，看起来十分诡异。在他身后不仅是诸神，还有密密麻麻的怪物身影。众人不清楚，但陆胜却再熟悉不过了。那些是迄今为止倒在他手下的怪物，全部都在。此刻那些怪物出现，几乎要将整座山头占满。对决一触即发，去吧，撕碎这个人类！安德拉呼喝一声，众多怪物纷纷冲了上来。在他的能力下，这些怪物都获得了增强，此刻如排山倒海一般朝着陆胜涌来，势不可挡。而看着这一幕，林鱼面无表情，只是轻轻晃动法杖。虚空之力，磅礴的虚空之力乍现，瞬间限制住了这些怪物的步伐。紧跟着一道道赤红的数字浮现，所有怪物都在这一瞬间被清空了线条，瞬间死亡。众多玩家看着这一幕，大为震撼。虽然知道陆胜很强，但亲眼一看，还是发自内心的战栗。这就是会长的实力吗？太强了！可会长对面的可是诸神，真的能够胜利吗？为什么不可以？那可是会长，那是个可以创造奇迹的男人，我们应该相信他。会长加油！聒噪！安德拉怒斥一声，一股磅礴的力量喷薄而出，朝着众人杀去。这一击或许对付不了陆胜，但将这些玩家秒杀还是很容易的。可下一秒，虚空之力却将他直接包裹住。刹那间，剧烈的疼痛冒出，安德拉面目狰狞，赤红的字数不断从头顶冒出：-283727，-27万1728，-29万1726。一串串红字冒出，安德拉想要逃脱，但那股磅礴的吸力让他想要挪步都极为困难。就连黑暗阵营和光明阵营的诸神，此刻也被虚空之力包裹着，快速消磨着血量。他们的血条很厚，哪怕是在虚空之力中也能撑上许久。不过陆胜依旧面不改色，挥舞法杖，再次施法，一次两次，短短一息之间，足足释放了上百次。不，安德拉面目狰狞，此刻已经全然没了之前的自信。血条被清空，不仅是他，连带着诸神一同被消灭。自那一战之后，整个天命大陆便流传着一个名为君临的传说，他所缔造的曙光主城更是无数玩家趋之若鹜，很快成长成了这个世界最为强大的势力。但却没人再见过君临，没人知道他去了，也没人知道他何时会再出现。陆胜完成了2转，解锁被封印的经验持续突破。3转、4转，陆胜从虚空裂缝中走出，周身是浓郁的虚空元素，他人悬浮在高空，俯瞰下面。天命世界，危机解除。